我的嫂子是魔都第一美女，她冷艳高傲的气质迷倒了所有人，此刻却被我截胡娶为妻子。于是我带着100亿资产入赘苏家，众人见此非但没有羡慕，反而哄笑起来，声称残废和家暴男真是绝配。只因苏家小姐被毒害为植物人，被诊断后半辈子只能躺在床上度过。于是哥哥当场便弃婚逃跑，而父母只能将我推出去当赘婿。对此我却十分高兴地答应了。苏梦阳乃是天命主角苏凡的妹妹，只要我与她结为夫妇，便能摆脱反派必死的结局。此刻在苏家闺房中，某道面容绝美的倩影正犹如睡美人般安静地躺在病床上。可如果有人能察觉她的心声，必然会惊恐地听到：求求你们杀了我，谁都行，快点让我去死！没有人知道短短几天苏梦阳经历过怎样的心理折磨，尤其是听到自己爷爷老泪纵横，哭诉着给自己下达植物人判定的时候，更是让他彻底陷入无边的恐慌之中。可无论苏梦阳如何癫狂的挣扎，他都无法动弹一分一毫。不知道第几次呼喊求死的时候，他感知到小手被人抬起，随后有2只大手将他的手掌紧握在中心，好温暖，这是苏梦阳的第一感受。还没等他回过神来，耳边就响起了一道温和的嗓音：梦阳，我来看你了。对了，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吧？我叫林冲，是你未来的丈夫。突如其来的变故稍微缓解了苏梦阳心中的绝望感。就在他茫然无措之际，我已经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轻声道出。然而苏梦阳却对此不感兴趣。身患厌男症的他对所有的男人都只有厌恶，想到自己灰暗的人生，他便瞬间丧失活下去的勇气。而另一边，当我双手在握住苏梦阳手心的瞬间，系统提示音陡然响起：丁宿主与苏梦阳掌心贴贴，奖励每20秒1点积分。不过我并没有在意，而是以柔和的目光望向了床榻上的女子。按剧情设定，苏梦阳是能清楚地感知到周围的一切，只是无法动弹也无法说话。对苏梦阳植物人的描写小说中只有寥寥几笔，但字里行间弥漫出的崩溃感足以显示出他此时的痛苦。于是我摸着他的手说道：梦阳，我不清楚你是否能感知到外界，但你放心，你不会一直是植物人状态的。对于让你苏醒的方法，我已经有了头绪。这话一出，原本心如死灰的苏梦阳霎时被吸引了注意力，但下一秒理智占据上风。这怎么可能呢？无非是在安慰我罢了，给予别人希望，但却无法做到承诺。这男人果然如传闻般恶劣啊！自以为看破真相的苏梦阳此刻对我更是好感全无。毕竟在他突然发病成了植物人后，苏胜天为了医治自己的孙女，甚至请来了国医圣手邓老。可即使是如此名医也束手无策，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然而就在我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却猛然闻到了一股骚臭味。我转头愕然发现床单早已湿润了，苏梦阳她居然尿失禁了。闻到腥臭味的瞬间，美妇人管家也反应了过来：林先生，请你先回避下，我要为小姐擦洗身子。闻言，我沉默起身往房门口走去，因为我知道此刻最崩溃的应该是病床上的他。这种时候自己快步无声离开，才是减轻对方精神痛苦的最好方式。病床上苏梦阳正经历着心理上的残酷折磨，我又失禁了，还是在一个男人面前，感受到湿漉漉的裤子黏黏的感觉。他瞬间意识到了原因，情绪再次来到崩溃边缘。即便每次刘姨都很认真地给他清理污秽擦洗身体，可苏梦阳还是难以适应这种折磨，而这种痛苦他一天最少也要经历好几次。在另一边，我坐在苏家宅院吃了午饭，吃饱喝足后重新回到了别墅2楼，朝着苏梦阳房间走去。我捂着圆滚滚的肚子，心满意足。推开少女的闺房后的一幕，直接让我的笑容僵住了。只见屋内站着几个披着白大褂的私人医生，正在帮助苏梦阳进食。由于植物人无法自主咀嚼吞咽食物，医生们选择通过长期留置胃管来进行鼻饲。他们将一根长长的透明细小管子插入少女鼻腔里，胃管通过鼻腔最后置入食道中，然后把大注射器连接在胃管接头的注食口。我默默注视着这一切。苏梦阳她现在肯定很难受吧？而这种时候就该我登场了。病床上，苏梦阳面色如常，可在黑暗的意识囚笼里，那种胃管强行插进体内的不适感令她痛苦无比，无人能知晓她的绝望。突然，她感觉自己的手被人牵起，紧接着一双温暖的大手将她牢牢包裹住，伴随而来的还有男人低沉的嗓音：梦阳很难受吧？再忍一下，很快就好了。对了，我给你讲讲我的事情吧。要从哪里开始讲起呢？不然从我小时候开始吧。我一字一顿开始讲述起自己的过去，小学、中学、高中、大学毕业，我将人生历程讲得很慢很仔细，但还是让麻木不仁的苏梦阳逐渐被吸引了注意力。这家伙小时候穿过女装，把手放在米桶里插来插去，大喊铁砂掌，男生都那么中二啊！在我的追忆下，苏梦阳也不知不觉间带入其中，思绪飘回到了童年的快乐时光，沉浸在回忆中无法自拔。他甚至都没意识到鼻饲的结束，直到医生们怀着古怪疑惑的目光离开房间，只剩下刘娟3人时，苏梦阳这才被房门关动的声响惊醒。当再次意识到自己的绝望处境，他不禁悲从心来，那样快乐的童年时光，可惜再也回不去了。就在苏梦阳满心悲哀之际，我已经讲到了3年前母亲车祸去世后的事情，而原本温馨愉快的画风到这里就开始变味了。母亲离世后的痛苦，父亲林建军的出轨偏爱，后妈和弟弟的绿茶行为，我就这样一点一滴将自己的过往简述了出来。但苏梦阳和管家刘娟2人却听得揪心不已，林冲父亲竟然如此偏袒私生子，而我失去母亲的遭遇也让苏梦阳共情不已。这时我再次开口，言语中全是自信：安心吧，梦阳，不出1个月你一定能成功苏醒过来。如今我们的婚姻已成事实，那我就会将你当成我此生挚爱。闻言，苏梦阳不置可否，但打心底里是不相信的。此刻的他只把话语当成我善意的谎言，不过他的心中对我却不再如刚开始那样排斥了，反而很享受这种倾听的感觉。毕竟自打他昏迷以来，已经很久没有人这样和他说过话了。刘姨或家中的医生女仆们每次都只会默默地帮他处理吃喝拉撒，然而期间却是一言不发，即使是自己爷爷来了，到他床前发出的也只有唉声叹气。这一切都让苏梦阳十分压抑痛苦。
他是多么希望有人能把他当正常人一样陪他说说话。另一边，我依旧津津有味地倾述着，按我穿越前恋爱大师的经验，要想消除初始女性对自己的陌生感，首先就得让对方了解你的过去，最好这段过往还能充满悲情。唯一的问题是我没办法通过植物人的表情来判断苏梦阳具体的态度，但我发现不远处眼眶通红的美夫人管家正充满母爱、满脸同情地望着自己，我感觉应该还是不错的吧。而最让我感到愉悦的是，由于我一直牵着苏梦阳的小手不放，因此贴贴系统正以20秒增加1积分的速度持续跳动着。整个下午我几乎是寸步不离地守在病床前，自顾自地和苏梦阳天南海北地聊着，一副深情款款的好丈夫形象，而我的手就跟苏梦阳粘在一起，死活没有放下来过。很快一下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夜晚来临，眼见我还兴致勃勃，牵着自家小姐的手在那里说个不停时，刘娟忍不住右手握拳放在嘴边轻咳几声：“林先生，时候不早了，请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可以明天再来陪小姐聊天。”无奈之下，我也很无奈，在和苏梦阳道了声晚安后，这才不舍得离开了房间。躺在床上的苏梦阳不禁思考着：难道林冲对我是认真的了？但真的会有男人愿意一辈子紧紧照顾一个无法动弹的植物人吗？我的行为一开始在苏家人眼里都是作秀，就是为了能在入赘后过上更好的生活，更确切的说是为了做给苏胜天看的。毕竟苏梦阳是他最宝贝的孙女，但我表现得太好了，就像真的对深爱妻子不离不弃的痴情男人一样，守在病床前1个下午，这就让苏家众人产生了些许迷惑，但几乎没人相信这世界上真的会有哪个男人会对一个植物人拥有什么真感情，哪怕是苏梦阳本人对此也是深信不疑。夜晚，一间明亮的书房内，满头银发的苏胜天正仔细询问着我的消息。你是说今天整个下午小冲他都陪在梦阳身边？是的，林先生他还挺关心小姐的，至少明面上看不出是在作秀，但这好像有点奇怪，毕竟林先生与小姐先前并无过多交集，如今初次见面却有些热情过头。我知道了，小刘，你这阵子多观察一下小冲的品性，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汇报。苏胜天又接连叮嘱了几句，这才挥手让刘娟离去。咔嚓，当房门被关上以后，苏胜天这才杵着拐杖踉跄坐回沙发上，遍布皱纹的老脸上写满了疲惫。希望我没看错人吧？这样的话，即使我这把老骨头撑不住了，我这苦命的孙女下半生也不至于没人照顾。次日我一大早就出了门，等再次回到苏家时，手中捧着大束紫色的花，紫罗兰，苏梦阳最喜欢的花类品种。梦阳，我来看你了。我迫不及待地推开房门，一屁股坐在了病床前，双手则自然地牵起女孩的小手手。叮，宿主与苏梦阳手心贴贴，奖励18秒1点积分。我顿时就疑惑了，系统啥情况？昨天不是20秒增加1点积分吗？叮，好感度越高，宿主能获得积分的速度越快。看来昨天自己的举动还是刷出了不少好感。另一边，在黑暗的意识牢笼里，原本正麻木晕沉的苏梦阳也注意到了我的到来。他又来了吗？还给我带来了我最喜欢的紫罗兰。闻着脑袋旁紫罗兰熟悉的香味，苏梦阳内心平静了不少。他没想到我的爱好居然和他一样。梦阳，你知道紫罗兰的花语和寓意吗？我猜你肯定不知道。我低沉的嗓音再度响起，谁不知道啊？不知道的是你吧？意识中的苏梦阳嘟起小嘴想着，其实我是故意这样问的，我就是要用共同的爱好来制造两人天作之合的印象。紫罗兰的花语是永久的爱和美丽，以及质朴和美德，寓意则是源于一个美丽的故事。接着我轻声细语地讲述着。听完紫罗兰的故事，苏梦阳面上依旧沉睡着，但心中却泛起了一丝涟漪。正当他失神之际，却听到我的声音，更是让他心头一颤。梦阳，我以后每天都送你一株紫罗兰吧。花无凋零之日，亦无传递之时，爱情亘古不变，紫罗兰与世长存。这一刻我满脸深情，温柔念着前世度娘上的台词。不过这对于苏梦阳来说则是感到惊讶不已，这句话好有意境啊，这个男人那么有文采的吗？完全不像传闻中那么粗俗啊。即使是站在一旁的刘娟此刻也很是诧异，她怀着好奇问出的也是苏梦阳最关心的问题。林先生，冒昧问一下，这句话是您原创的吗？闻言我面不改色地掏出手机搜了一下，然后发现小说中并没有紫罗兰永恒花园这部动漫，于是我一脸深情地说道，这是我原创的，因为我对紫罗兰和梦阳的爱让我有感而发。时光匆匆眨眼即过，整个上午时间我几乎寸步不离守在病床边，陪着苏梦阳聊着天。仅仅一个上午我就收获了900点积分，积分面板的数值也终于来到了1800点。然而我不知道的是，自己收获的不只是积分，还有苏梦阳对自己的好感度。苏梦阳本以为自己是在作秀，可看到自己动作如此老实，这让苏梦阳对之前的龌龊想法升起了羞愧之心。就在这时，他的耳边传来了我低沉的嗓音，梦阳，你会不会无聊啊？这样吧，我给你唱歌吧。闻言，苏梦阳整个好奇心都被调动了，他会唱什么歌呢？还有点期待啊。记得小时候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歌手了，只是可惜梦想终究成了梦想。就在苏梦阳叹息感慨时，我便吩咐管家去找吉他，同时也开始思索起接下去要唱的歌。按照小说里苏梦阳的设定，他对音乐是情有独钟的，但对于要唱什么我却丝毫没有头绪。算了，还是先看看这个世界的音乐排行榜吧。这样想着，我便打开了音乐软件，随手点开了排名第1的歌曲 MV。只见手机画面中出现了一个身穿背带裤的青年，手中还不断运转着篮球。见到这场面，我整个人都麻了，甚至怀疑自己点错了排行榜。可定睛一看，发现没错呀，难道这个世界的音乐？我瞳孔放大，似乎是有了某种不可思议的猜测。随后急忙点开了排行榜第2的视频，画面中一个穿着亮晶晶贴片的青年正在舞台上蹦蹦跳跳。我呆愣着又不敢置信地点开第3个 MV， 那是个打扮奇特的青年，双肩还背负着2块巨大的驼峰。随后我苦笑着关掉了音乐软件，我就只能按自己
己的想法来挑选适合的歌曲了。就在这时，房门被推开了，刘娟拎着一把吉他走了进来，吉他整体呈金黄色，一看就价值不菲。我接过吉他试了试，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望向病床上的苏梦阳，介绍道：“梦阳，这首歌是我当初迷茫时写的，希望你能喜欢。”病床上苏梦阳听到这话，顿时更好奇了，难道这首歌是原创，林冲自己创作的？不知道好不好听，不过不好听也正常，毕竟光能自己创作就很厉害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像我这样的人》。说完，我抱着吉他，手指撩过琴弦，刹那间优美的音符就如流水一般飞泻出来，紧接着我浑厚且带有颗粒质感的嗓音便传入了苏梦阳的耳朵里。像我这样懦弱的人，凡事都要留几分，怎么曾经也会为了谁想过奋不顾身？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在悠扬动听的歌声刚响起时，保镖、女仆、清洁人员、厨师，几乎苏家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像被戳中心灵一般驻足倾听。梦阳，以后我每天为你唱一首我写的歌吧，希望到时候你能喜欢。听到我的承诺后，苏梦阳心中愉悦不已。自从陷入植物人状态以来，这还是他第一次有了喜悦的情感波动。可惜他无法表达出自己对歌曲的喜欢。丁已足够兑换1500积分的丹青妙手按摩法，此掌法可令植物人机体快速恢复，缺点则是必须每天进行贴身按摩。然而这对我来说根本不是缺点，于是我毫不犹豫便点击兑换。下一刻，我的记忆中便多出了关于推拿按摩的知识。同时，房门也被一个萝莉少女暴力推开了。少女穿着 JK 水手服，扎着双马尾，活脱脱一个从动漫中走出的二次元角色。宝贝，我找到唤醒你的方法了。可当她看到我牵着苏梦阳小手的时候，顿时便火冒三丈，彻底抓狂。该死的变态痴汉，别用你的爪子玷污我的老婆姐姐，快给我松开！说完，小萝莉一个小助跑，接着往前一趴，在我面前磕了一个响头。我只觉一阵头大。来人是陈家嫡女陈可辛，不仅本人是千万粉丝级别的大咖，旗下更是拥有最大的二次元社区小破站。陈可辛摸摸鼻子，站起身来，尴尬说道：“你就是苏爷爷拉来给我老婆冲洗的？”我坚决不同意。我已经找到了医疗苏姐姐的方法，等她醒过来后，你就别想再和她有瓜葛了。说完，陈可辛将目光放在姗姗来迟的老者身上，邓爷爷你也太慢了，快快快，用你那套按摩方法马上把苏姐姐救活。闻言，老者满头黑线，只能苦笑道：“我都说了，这方法是在古籍上看到的，而且古籍早已损坏，这按摩法不完整，想必效果也不大。我不管，你可是魔都最有名的神医，况且哪怕一线生机，我们都要试一试，不是吗？”陈可辛磨着小虎牙，一脸不服气。病床上苏梦阳更是在心中不停呐喊：“可辛说的没错，与其让我一辈子当个植物人，那我宁愿去死。我真的受够了这种生不如死的生活了。”邓老最终叹气点头，接着招呼陈可辛将病人放仰卧位，并且在旁指导取穴推拿。事关苏梦阳能否醒来的关键，陈可辛也不敢马虎，按照邓老指导的方式，开始认真进行起专业的医术性推拿。在按压几个穴位后，我却面露古怪，这按摩手法怎么和系统兑换的技能那么像呢？难道说这技能便是古籍的完整版？于是我连忙出声阻止：“停！你这发力时间过长，穴位也按错了，这样不仅无法疏通经络，还会导致脏腑气血混乱。”这话一出，陈可辛动作下意识一停，反应过来后转头怒视着我，气呼呼地说道：“你不懂别乱说好吗？难道你懂推拿按摩不成？”可话音刚落，却见邓老摇头阻止道：“这位小兄弟说的对，这方法确实是有问题。我其实隐隐意识到了缺陷，你要是不信，可以看看苏家这女娃的脸色，再继续下去，说不定她会有生命危险。”陈可辛闻言，下意识望向苏梦阳，接着顿时傻眼了。只见此时的少女面色惨白，没有一点血色，额头上还布满大量虚汗。邓爷爷，这可怎么办啊？陈可辛心疼的都要哭了。刚刚的推拿方法有问题，我先为她开点中草药调养几天，不过这按摩法不能继续用了。闻言，陈可辛满脸失望，而眼见希望再次破灭，苏梦阳彻底绝望，又失败了吗？难道我这辈子真的只能当个植物人了吗？刚刚推拿按摩中，其实苏梦阳能够清楚感觉到全身每时每刻都在忍受剧痛，但在苏醒的希望面前，这些痛苦哪怕再剧烈10倍，他都能笑着承受。只是如今一切都没有希望了。正当苏梦阳痛苦无比、绝望的认命时，我的嗓音响起，再次点燃了他的希望。其实这个按摩法没问题，只是有残缺而已。刚好以前在机缘巧合下，我学过完整的按摩法，不如让我试一试。你会推拿按摩？陈可辛满脸狐疑，上下打量着我。即使是身旁的邓老，心中也浮现质疑之色，但想着我刚刚的表现，又坚定地说道：“小兄弟，若真有信心，那你就试一试吧。丑话先说在前头，若我感觉你的手法有问题，那我会第一时间阻止你的。”当然，我满脸自信点头，在陈可辛质疑的目光中朝病床上的少女走去。林冲他也会推拿按摩，不过应该只是些皮毛吧，或许是有了之前巨大的心理落差，现在的苏梦阳已经完全不敢再抱什么希望了。我依靠着脑海中记忆的引导，扶起苏梦阳，靠在床沿，正式开始推拿按摩。触碰着少女吹弹可破的皮肤，我却始终心无杂念，只是专心致志的推拿按摩着，从脑部、背部、腰部往下推拿。黑暗意识牢笼中，苏梦阳情绪波动剧烈，痛并快乐着。在我的推拿揉按下，她能感觉到原本僵硬难耐的身体，此刻仿佛任督二脉被打通了一般，血液畅通无阻，身体有种久违的活力在复苏。察觉到身体的变化，苏梦阳欣喜若狂。林冲他真的有能力可以将我从噩梦中拯救出来。在场的几人也都震惊地望着这一幕，他们都不是瞎子，都能看出我推拿手法的娴熟。而且自从我出手后，苏梦阳本来惨白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血色，而陈可辛更是瞪大双眼，满脸的不
不敢置信。他气得直磨小虎牙，恶狠狠地瞪向自己的情敌，双手不断扯着长长的双马尾来发泄郁闷。1个小时后，我喘着粗气停止了按摩的动作。他肯定很累吧？听着耳边我的微微喘气声，苏梦阳心中有些愧疚。不过真的好舒服啊，要是他肯天天给我按摩就好了。眼见我停手离开病床，邓老急不可耐便来到苏梦阳身边诊断身体。片刻后，他不断发出惊叹声，还真是神奇啊！苏娃子不久前还有些衰败的气血，经过你这一按，竟然重新回归正常人的状态。小兄弟，能否告知你这手法乃是与哪位名师学习的吗？面对邓老的询问，我摇了摇头，笑而不语。总不能说是系统兑换来的吧？而邓老见我不说话，也只能一拍脑袋，打了个哈哈糊弄过去。小兄弟，你以后要是每天能坚持给这女娃子推拿按摩，或许她真的有机会苏醒。这话一出，在场众人反应各异。刘管家喜极而泣，慌忙对我恳求说道：“林先生，请你一定要帮忙。”对此我只是笑着回应道：“秦哥是我即将过门的妻子，无需你说，我也肯定会全力以赴的。”他闻言感动的同时，又90度对着我鞠了一躬。病床上，苏梦阳情绪复杂，一时不知作何反应。最开始他只是把我当成了入赘的冲洗工具，自己这辈子也醒不过来，自然就不在意。可如今这个机缘巧合的冲洗丈夫，却真的有可能唤醒自己，这让他一下子有些茫然无措。要是我真醒来了，真的要把对方当成自己的丈夫吗？在他思索之际，已然傍晚。苏梦阳还从未感觉过一天的时间如此迅速，而我也向梦阳告别后回寝睡觉。次日我一大早起来买了一束紫罗兰。早上好，梦阳，祝你儿童节快乐。我将紫罗兰放在床头，习惯性牵起少女的嫩手，而黑暗意识空间里听到我的声音。苏梦阳本能一喜，虽然与这个未婚夫的相处时间不长，但每次对方在身边总能为自己带来惊喜，还有对未来的期盼。这香味是紫罗兰吗？林冲他真的准备每天送我一株紫罗兰？在他胡思乱想之际，听到我的声音传来，我先给你做下复健吧。随之而来的还有我的亲密拥抱。在接下去的时间里，苏梦阳只感觉自己像个无法反抗的人形布娃娃，任由我将自己摆成各种奇怪的姿势，而他就像个软萌的小孩子，身体时刻被身后的我完全包裹着。如果现在苏梦阳能有表情的话，肯定早已被这些羞耻的动作搞得满脸通红。但随着我的按摩不断变化，他脑中逐渐被幸福充斥。好在我遇到了林冲，如果我能醒来，这笔恩情应该如何偿还呢？哎呀，等等，别碰我的脚！另一边我正专心致志地按揉着，为了发挥脑中按摩术的最大功效，我几乎把她所有部位都按了个遍。女孩子的脚可真小啊！我双手捧起少女的玉足，好奇打量了一番，最后没忍住吸了一口。下一刻，一股清香传来，我急忙将玉足拿开后一阵后怕，难怪那么多人喜欢玉足，刚刚差点没忍住咬了上去。不过我很快收回目光，开始心无旁骛地推拿按揉起来。而苏梦阳只感到一阵酥麻酸涩感从足部不断传来。正当苏梦阳享受着服务时，一阵莫名的感觉猛地袭上心头。不要啊，给我停下呀！苏梦阳发出了强烈的抗拒声，但很快他就感觉到衣裤粘在上面的湿凉感，情绪一下子就跌入了谷底。第二次了，这是第二次在男生面前失禁了。另一边我原本正全神贯注揉捏小脚，下一刻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尿臭味。我缓缓地抬起了头，只见少女两腿间的衣物都被某种不明液体所浸染。好了，按摩刚好到此结束。梦阳，我去外面打杯水喝，稍等，马上回来。我放下玉足，缓缓走出了房间。现在最难受的是病床上的少女，有时候心照不宣足以目送我快速离开的背影。回过神来的刘娟眼中闪过欣赏之色，她越发觉得自家小姐或许真的是找到良配了，旋即面带笑意开始替自家小姐换洗衣物。病床上，苏梦阳心中松了口气，谢谢你林冲。10分钟后，我回到了少女闺房，没有提及尿失禁的话题，而是微笑着对刘娟请求道：刘姐，今天阳光正好，我能否带梦阳出去晒晒太阳？长期待在屋里不见日光，对身体的恢复也是很不利的。见到刘娟点头后，我来到少女的病床前，一个公主抱姿势将对方抱了起来，而怀里的苏梦阳这才反应过来，心中顿时又惊又喜。自从她昏迷以来，就一直困在这间屋子里，没想到今天居然有机会能够去感受下外面的空气。不过意识到自己正被公主抱着，她又感羞耻异常，心中各种复杂情绪还在跌宕起伏时，我就已经将她抱到了别墅外，两人的身形尽皆暴露在金色的太阳光底下。梦阳，我已经让刘姐去拿吉他了，等下就唱首歌给你听。我将怀中少女轻柔放在柳树下的躺椅上，接着习惯性牵起苏梦阳的小手，低语着。就在这时，一道娇喝声出现：你这个变态痴汉，快放开我苏姐姐的小手手！听到这熟悉的台词，我眉头一挑，转头一看，便看到那标志性的双马尾，全身2次元小学生打扮，除了萝莉少女陈可辛，怕也没谁了。陈可辛小姐，请你搞清楚，我和梦阳再过阵子可要领结婚证的，我牵她手名正言顺。闭嘴，苏姐姐才不会喜欢你，她答应过我的告白，我们俩早就说好要做彼此的天使。而躺椅上的苏梦阳恨不得跳起身来，狠狠往陈可辛的小脑袋刮上来一下。太可恶了，我把你当闺蜜，你却只想着缠我身子。恰在这时，刘管家手提一把金色吉他来了。林先生，东西拿来了，麻烦你了，刘姐。接过金色吉他后，我轻弹了几下琴弦，寻找手感。林冲要开始弹唱了，好期待啊！听到音乐后，苏梦阳下意识屏住呼吸聆听，而年纪稍大的管家以及在不远处工作的保镖女仆，此刻不约而同朝此投来期待的目光。唯一与现场气氛格格不入的就是小萝莉陈可辛了。你个痴汉，抱把吉他干嘛？我告诉你，苏姐姐对音乐可是很挑剔的，你可别用市面上低俗的音乐玷污了我家苏姐姐的耳朵。闻言，在场的刘娟等人都是面色古怪，而我反倒表现得很平静，不劳费心，我唱的都是原创音乐。这话一出，陈可辛扑哧一笑，接着毫不掩饰的嘲讽出声：你能唱好流行歌及你太美就算厉害了。
还能原创出什么好歌曲？如果你不信，我可以当场证明给你看。你要怎么证明？陈可辛一下子被勾起了兴趣。你随意定个主题，我现场原创一首歌曲出来。若是能得到大众的喜欢，那就算我自证成功。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反之亦然。陈可辛满脸自信，立刻点头答应，生怕我反悔一样。好啊，今天是儿童节，那你就现场做一首能让孩子们喜欢的歌吧。接着掏出手机，开启了录音模式，开始吧。放心，你输了我也不会嘲笑你的。而我的要求也很简单，你要是输了，那以后不许再触碰苏姐姐的身体。陈可辛双手叉腰，一副胜券在握的姿态。躺椅上，苏梦阳心中十分焦急。尽管他对我的音乐才华很有自信，但哪怕再有才华，现场做歌弹唱也太离谱了吧。其实就连苏梦阳自己都没察觉，他已经逐渐习惯了我的触碰，这在之前显然是难以想象的。我并没有理会陈可辛的嘲讽，只是手指舞动在琴弦上跳跃着，欢快的音符刹那弥漫全场。随后我嘴唇轻启，欢快的歌词就此配合着音乐弹唱出来。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哒啦滴哒啦，它们实现想象愿望，有神奇魔法，一双眉越小孩的山腰都到达，准备好啦，一起动手吧。仅仅只是开头几句歌词，就将在场众人全部吸引住了。这歌好快乐呀，而且真好听，完全就是我的菜呀！陈可辛张大嘴愣在原地。这首歌对小朋友来说或许太幼稚了，对大人来说倒是刚刚好。不知不觉间，已完全被歌曲旋律所带动的陈可辛，樱桃小嘴微张，开始跟着哼唱起来。林冲也太厉害了吧！如此有才华的人，为什么会活成人人避之不及的疯子呢？难道他还有着什么隐情不成？苏梦阳由衷的感到佩服。在还没有昏迷之前，他的追求者多如牛毛，甚至还有号称娱乐圈的音乐才子。但和我这种音乐鬼才相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此刻，苏梦阳对自己这个冲洗夫婿越发感到好奇起来。随着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歌曲来到了尾声，柳树下余音缭绕，众人还沉浸在吉他的回音中时，我已经将怀中的乐器放下，默默坐回到苏梦阳的身边，望着少女被吹乱的散发，我伸手整理的同时轻声询问：梦阳喜欢这首歌吗？再次祝你儿童节快乐。我喜欢，真的超级好听。我也祝你儿童节快乐。即使自己依旧是植物人状态，但苏梦阳还是在心里认真做出回应。接着我扫过面红耳赤的小萝莉，玩味一笑道：怎么样，陈可辛小姐，你觉得我们这赌约我能赢吗？能赢的。陈可辛扯着双马尾点头承认，但你也别得意，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这个世界能创作出好音乐的人数不胜数。比如昨天我就发现了一首歌，宛若天籁不比你这首差。或许是不想我太过得意，陈可辛掏出手机找到昨天下午偶然听到的歌曲。你听这首歌昨天才横空出世，今天 D 站上已经高达1000万播放量了。我自认为这首歌比你今天这歌更好更有意境，想必这创作者肯定是个饱经风霜才华横溢的大才子。殊不知这便是我昨日为梦阳唱诵的歌曲。我只是微笑着看向夸夸其谈的陈可辛，看着他将这首歌的地位不断拔高，着急的面红耳赤的模样。黑暗意识空间里，苏青哥已经不知作何情绪了。此刻他第一次庆幸自己是个植物人，否则可能地面都会被他尴尬的抠出3室一厅。比如站在附近的刘娟等人，此时便是坐立不安，面对陈可辛满脸崇拜，骄傲述说个不停的样子。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开口来告诉对方某个社死的事实。怎么了？你们怎么这个表情啊？难道这首歌不好听吗？终于察觉到气氛不对的小萝莉摸着自己的小脑袋，一脸呆萌。见状，林轩咧嘴一笑，直接摊牌道：哦，很好听啊，只是这首歌也是我唱的，谢谢你对我的认可。你怎么不早说啊？大混蛋，你肯定是故意想看我的笑话。得知自己闹了个大乌龙后，陈可辛脸色瞬间涨红，抓狂的猛揪双马尾。现在说也不晚了，放心，我不会嘲笑你的。林轩眉头一挑，用之前小萝莉的话回应道。闻言，陈可辛额头上爆起一个又一个小虎牙磨的咯咯作响，仿佛下一秒就要扑上来咬死林轩一样。见状，林轩连忙举手表示投降，并说出了希望陈可辛能帮他做件事，愿赌服输。接下去的每一天，我都会发布我唱给青哥的新单曲。我希望你在 D 站上帮我注册个账号，替我将演唱的歌曲剪辑发布出去。因为我要照顾青哥，所以没时间打理账号的。而你对这一块比较熟悉，我想交由你全权打理。林轩决定利用这世界文娱缺失的漏洞，来大幅度提升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这对他将来的发展能起到很大的帮助。每天发布新歌，难道每首都有这2首歌曲的质量吗？差不多吧。见到林轩自信点头，陈可辛惊讶的合不拢嘴，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林轩。众所周知，每首好歌的诞生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林轩却准备日更一首，而且还自信表示每首都能做到高质量。陈可辛此刻都能联想到，假如林轩每天真能持续产出好歌，那他将在短时间内登顶华夏歌唱圈第1人，成为全世界音乐圈的顶流。柳树下，不只是陈可辛，包括躺椅上的苏青哥等人都被林轩这番说辞震撼到了。林轩他之前说每天都为我唱一首歌，这居然是真的，还准备把歌曲剪辑发布出去，这是要走歌星的道路。林轩原来那么喜欢唱歌的吗？那我会不会影响到他？毕竟每天时间那么紧张，又要帮我推拿按摩，又要写歌发布的。念及此处，苏青哥只觉十分愧疚。如果没有他的拖累，林轩肯定能更好的走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只是让他就这样放林轩走。说句自私点的心里话，苏青哥是不太愿意的，毕竟对方要是离开了，那就再也没有人陪自己说话，帮自己按摩，时刻给自己鼓励了。一想到会失去这些，苏青哥心里就莫名堵得慌。而这时，唱歌是你的梦想吗？望着面前颇有音乐鬼才的青年，陈可辛一脸好奇。不是，这是青哥的梦想。他小时候不是想成为世界第1的歌手吗？
我想在他醒来之前代替他实现这个梦想，至少先成为华夏第一的歌手。林轩想成为歌手，不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是为了实现苏青哥的梦想。这话一出，全场寂静一片。片刻后，率先反应过来的陈可辛顿时红了眼眶，他被林轩这深厚的爱情感动到了，甚至有种自愧不如之感。你真的，我哭死啊！好吧，从今天起，我承认了，你就是我的最强情敌。但我先说好，我对苏姐姐的爱不弱于你的，我要和你公平竞争。什么鬼？这中二萝莉真的没救了呀！林轩白眼一翻，懒得搭理不停抹泪的陈可辛，抱起躺椅上的苏青哥，往别墅的方向走去。我要继续给青哥他推拿复健了，要是没什么事，那你就先回去帮我把事办好吧。说完，他的背影就消失在了陈可辛视线之中。放心吧，既然这件事与苏姐姐的梦想有关，那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爆发吧，我的小宇宙！小萝莉斗志昂扬，扯着自己的双马尾，宛如开火车般冲出了苏家。另一边，苏青哥虽已被抱回房间床上，但他的心依旧停留在不久前的对话中，震撼到无法自拔。林轩我没听错吧？他说的是为了实现我的梦想，为了我小时候的音乐梦想，这才立志成为歌手的。记得他小时候，父母还尚在时，确实有着成为歌星的梦想，但随着年纪不断增大，苏青哥自己都不得不承认，他压根没有音乐上的天赋。渐渐的，他也羞于提及小时候的梦想，以免触动自己敏感的神经。尤其是几年前，父母和哥哥都遭遇意外身死后，苏青哥满脑子都被仇恨所占据，梦想什么的已经被彻底封存，遗忘在心底深处。如今再听到林轩提及，只觉得物是人非。黑暗的意识空间里，苏青哥心底情感十分复杂，有感动，有愧疚，甚至或许还有那么一丝丝的男女之情。意识到对林轩的情感似乎从感激转变得有点不对劲，苏青哥立刻下意识否认，不可能的，我可是有重度厌男症的，我根本就不可能对任何男人感兴趣。虽然我很感激林轩，但我清醒的那一天还是要按计划和他协议分开，只有这样才是对我和他最好的选择，因为我注定无法成为一名好妻子，这是我的宿命。冷静下来的苏青哥迅速调整好了心态，某种刚萌芽的情感瞬间被他扼杀在摇篮里。不过即便如此，一股淡淡的失落感还是悄然在苏青哥的心中涌现，但理智回归的他毅然决然选择将这股不适感忽视掉，接着在心中不断提醒自己，此生真正的目标，我家人当初的死亡根本就不是意外。经过我这么多年的追查，隐隐查到的部分真相背后涉及到了极其可怕的势力，那是如今的苏家完全无法对抗的存在。但为了给爸爸妈妈、给哥哥报仇，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我都不在乎。即使这条路的尽头注定是死亡。回想起父母亲人曾经的音容笑貌，苏青哥的心态再次恢复冷冽。他深知自己要走的路有多凶险，一个不慎就可能堕入万丈深渊。这种情况下，儿女情长太奢侈了，只会给彼此带来危险。我不想再失去重要的人了，所以这条注定满是荆棘的道路，我一个人走下去就够了。哪怕路的尽头注定是死路，但到那个时候，我就能停下来好好休息了，我就能再次见到家人了吧。爸妈，哥哥，我好累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在接下来的5天里，林轩一切照旧。每天一觉醒来，习惯性先去花店买一束紫罗兰，然后回到苏青哥闺房，拉着妹子小手谈天说地，讲讲故事，说说笑话，唱唱情歌，推拿按摩。基本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林轩一整天都会黏在苏青哥身边，贴贴叮。宿主与苏青哥掌心贴贴，奖励1积分10秒。唉，又是10秒1积分，怎么就是死活升不上去呢？听着脑海里的系统提示声，林轩内心颇感无奈。这几天最大的收获就是把原本的1积分15秒提升到了如今的1积分10秒，但这似乎到了某个瓶颈，林轩连续2天的积分时间都停滞不前了。或许是我太心急了，毕竟从住进苏家到现在，满打满算才过了1星期。这样一想，进度好像也不算太慢。念及此处，林轩心中平衡了不少，又兴致勃勃地打开积分面板，20962，望着辛苦了那么多天，总算积攒出来的2万积分，林轩嘴角笑意不止，他有种扬眉吐气，一夜晋升土豪的暴富快感。不过扫了眼系统商城中自己最向往的2个商品，他又忍不住唉声叹气起来。商品：无敌先帝修为，售价100亿。介绍：宿主兑换成功后，能立即拥有最强先帝级别的修为、战力、感悟，镇压世界一切敌。商品：不死不灭，售价1000亿。介绍：宿主兑换成功后，将永恒的不死不灭，哪怕是时间都无法将你消磨。望着2个商品介绍，林轩馋得口水直咽。只要能兑换这2件东西，自己岂不是彻底成为主宰一切的神？想想都有点小激动啊！唉，但是这所需要的积分我还差一点点啊，只能慢慢存，慢慢苟了。我坚信总有被我苟到的一天。林轩目光坚定，下定了自己未来的目标，苟着攒积分。不过话虽如此，看了眼床上沉睡的少女，林轩还是一咬牙做出了决定。系统，帮我兑换2块上等护身符。叮，兑换成功，2万点，贴贴，积分已扣除，剩余贴贴，积分962点。哼，奸商啊！听到自己积攒好几天的积分一下子被扣掉了2万，林轩有种一朝回到解放前，再次成了穷光蛋的心塞感。但望着手里兑换而来的玉佩，他又觉得满满的安全感，也还算是物有所值吧。按系统的介绍，这玉佩能替佩戴者挡住致命一击，相当于多出了1条命。为了保守起见，林轩才给自己和苏青哥各自准备了1条，自己的命就不用说了，肯定最重要了。
至于苏青歌，她可是小说中除了唯一的女主外，与主角关系最近、气运值最高的女配了。要是她嘎了，自己会很被动。她可不想与主角苏阳贴贴难上加难，而且对那个已经为主角生下孩子的女主也没兴趣。她又不是喜好人妻的曹贼，身为纯爱战神，她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而小说中的苏青歌最后死的也是很惨，为了安全起见，这才想着给对方加上个保险。随后，林轩将玉佩在脖子上戴好，又起身将另一块戴在苏青歌身上。他在干嘛？突然给我戴上什么东西？察觉到林轩突然的靠近，苏青歌本能的有点抗拒，倒不是担心林轩占自己便宜，毕竟林轩这几天体贴入微，毫无逾越的种种行为，已经充分证明了他是个正人君子。只是那一天，在意识到自己的情感不太对时，苏青歌就时刻在提醒着自己，避免一错再错。青歌，这玉佩可是我母亲去世前留给我，让我交给她将来儿媳妇的。如今你就是我认定一生的妻子，所以我便将这护身玉佩送给你。为了避免苏青歌醒来后不将玉佩当回事丢掉，林轩故意编了个故事来渲染玉佩的重要性。而黑暗意识空间里，苏青歌很想抬手拒绝，可无法动弹的他还是只能听之任之。这是林轩母亲的遗物，那我受之有愧啊，我不能拿啊。算了，还是等我醒来后再还给他吧。就当林轩将护身符给戴好时，大门突然被人推开，一个穿着 JK 学生制服、绑着双马尾的小萝莉蹦蹦跳跳的跑了进来。林轩哥，今天唱什么歌呀？我告诉你啊，昨天你那首《隐形的翅膀》可是再一次引爆全网了，现在每天都有你的无数歌迷翘首以盼，等着你发歌呢。来者正是陈可辛。经过这些天林轩的才华轰炸，他对眼前男人的敌意逐渐转变成了些许崇拜。没办法，实在是林轩真的太屌了。几天前，他按照林轩的意思，使用代号 L 在 D 站上创建账号，发布音乐歌曲《勇气大爆发》。刚一上线，直接在小朋友之间掀起一番热潮，还有不少大人争相演唱模仿。一天之内热度就与像我这样的人不相上下。尤其是陈可辛利用自己的知名度，直接摊牌了2首歌的作者都是 L， 并且将会每天发表1首原创单曲时，掀起了一股追随 L 的歌迷热潮。这股热潮在林轩说到做到，每天1首，王炸！歌曲出炉下，更是越发癫狂。消愁、爱你、七里香，1000年以后，隐形的翅膀。可以说，现在的林轩只要曝光身份，那将立刻登顶成为娱乐圈天王级别的人物，半个华夏都有可能认识他。不过出名并非林轩最终目的，所以每次他都是要求陈可辛录音，而不能曝光他的真实身份。迎着陈可辛期待的目光，林轩淡然一笑，放开苏青歌的手，拿起身边的金色吉他抱在怀里，轻声道：今天要唱的歌吗？歌名叫《好想爱这个世界》啊。这是为抑郁症群体所创作的歌曲，我希望能用音乐的力量和魅力来鼓舞和倡导大众关爱理解抑郁症群体。写给患抑郁症的，到底是什么歌呀？好想听，好期待啊！陈可辛手拿专业的录音设备，满脸期盼的等待着。不只是他，病床上的苏青歌虽然无法动弹，但全身心都放在林轩的动静上。这些天别的不敢说，但音乐才华这一块，林轩已经用他的实力折服了所有人。L 出品必属精品啊！随着吉他前奏响起，林轩低沉的嗓音在房间中随之出现，抱着沙发，睡眼昏花，凌乱头发，却渴望像电影主角一样潇洒。屋檐脚下排着乌鸦，密密麻麻，被压抑的情绪不知如何表达。想过离开，当阳光败给阴霾，没想到你会拼命为我拨开。曾想过离开，却又坚持到现在，熬过了那些旁白，那些姿态，那些伤害，不想离开。当你的笑容绽开，这世界突然填满色彩。哦，抱着沙发，睡眼昏花，凌乱头发，夕阳西下，接通电话，是你啊！一曲终了，林轩依旧老神在在，将手中吉他放下，做回原位，牵起苏青歌的小手，贴贴。反观陈可辛这边，小萝莉眼中早已噙满泪水，在歌曲的情绪调动下，整个人感动到无以复加。而躺在的床上的苏青歌，她对这种情绪的感受则更加体会强烈。毕竟自从他父母死后，苏家面临各种落井下石势力的打压，都是他擦干眼泪勉力维持的。再加上这段时间的植物人状态，心理上的巨大压力，令苏青歌都能察觉到自己可能患上了轻微的抑郁症。好感动，这首歌创作的太好了吧！尤其是像我这种有点抑郁症的，听起来更是能感受到歌曲中蕴含着对生命满满的尊重与珍惜，治愈人心的旋律，温暖真诚的词句，低沉且富有力量的声线，使苏青歌感知到了歌曲中的温度，心底始终笼罩不去的阴霾，此刻在歌声的疗愈下消散不少。啪啪啪，太好听了，太完美了！林轩哥，你真的太厉害了！终于回过神来的陈可辛激动的面色涨红，连连鼓掌。他不用想都知道，这首歌一旦流入外界，肯定又会掀起一阵网络风暴。我先走了，我要马上去将录音处理出来。走啦走啦！小萝莉雷厉风行，手中抱着录音机，风风火火地冲出了门外。这小屁孩毛毛躁躁的望着陈可辛急匆匆的背影消失，林轩不由满脸揶揄。他转过身来，正准备开始今天的推拿按摩工作时，陈可辛略显犹豫的声音再次从房门口传来：林轩哥，还有一件事我忘记告诉你了。啥事？见到小萝莉去而复返，林轩诧异回头。是关于你父亲的事情。今晚是他生日，听说宴请了很多名流望族去参加，还打算在宴会上宣布林浩做他的继承人。哦，这个啊，我知道啊，我今晚会去参加的啊。有啥好惊讶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1个星期期限到了，
有些东西是时候也该去拿回来了。夜晚8点，月牙高挂，繁星闪烁。在为少女按摩推拿了最后一遍后，林轩微笑着起身道别：“青哥，我出门了。”咔嚓，听到房间门关上的声响，苏青哥不由得心生担忧之情。他知道林轩是去参加自己父亲的生日宴，而他与自己的父亲一向不和，这一去注定不会风平浪静，希望能一切顺利吧。不过说到底，他们也是亲生父子，想必林建军也不会太过为难林轩。林轩刚走下2楼，就迎面撞上了神色匆忙、手拿白色药瓶的刘娟。刘姐，出什么事了吗？董事长说有瓶心脏药忘记带了，让我找到后帮他送过去。刘娟眉头紧皱，满脸的忧愁之色。这些天因为公司遇到的麻烦，苏胜天忙得焦头烂额，甚至直接住在了公司里，长期的熬夜、高强度的工作，这些都让本就垂垂老矣的苏胜天更显得苍老几分，整个人好似风中残烛，给人种一吹就灭的心酸感。再加上苏青哥成了植物人，偌大苏家如今只剩下个孤寡老人在苦苦支撑，这局面使得苏家集团内部人心惶惶，不少股东仿佛闻到破产衰亡的味道，纷纷开始寻找后路。这样啊，那刘姐你路上小心。目送刘娟快步离开的背影，林轩若有所思。其实根据这阵子家中仆人们的窃窃私语，他就猜出了苏家差不多临近强弩之末了。那么离苏阳回归的日子也不远了呀。为了能更多的获得苏家上下的好感，我得在苏阳王者归来之前，先为苏家解除掉这次的麻烦。走出了苏家别墅，林轩伸手拦下了一辆计程车，朝着林家庄园的方向而去。后座上望着窗外不断倒退的景色，林轩突然笑了。而破局之法就在林家，我得按计划先将林家从林建军手中夺过来，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行。林家庄园外，此刻人头涌动，豪车如云，到场的全都是各行各业的富豪老板，自发来此参加林建军的生日宴会。不愧是林家呀！虽然这些年一直在走下坡路，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依旧是不可撼动的存在。门口迎宾的那个青年就是林建军的私生子吧？亲儿子赶出家门，私生子宠爱有加，有意思，真有意思。见到这副盛况，有富豪忍不住感慨出声，但这与他们无关，便抱着看笑话的心态走了过去。别墅大门口，林浩一身白色西装，正笑容满面站在入口处迎客，他的脸上还残留着几天前林轩留下的伤痕。王老板，快请进，快请进！哟，叶公子你也来了，欢迎欢迎！江老爷子，感谢您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我爹地的生日宴会啊！各位里边请，今天有各位叔叔阿姨捧场，真是让我林家蓬荜生辉啊！面对各大富豪权贵，林浩不停拱手道谢，表面功夫做得极好，令在场不少宾客们连连点头。再加上所有人都知道林浩才是林建军最受宠的小儿子，所以每一位来宾都极为给面子，对林浩也是客客气气，笑脸相迎。此时此刻，林家别墅门口气氛热烈，一副宾主尽欢的模样。怪不得林建军喜欢这个私生子了，这交际能力确实不错，尤其是与那个暴躁的大儿子比，确实显得更有能力一点，性子也温和谦逊。听说林建军准备把公司交给私生子继承，看来这决定还算明智。听着魔都各大权贵的窃窃私语，林浩表面不动声色，心中却早已乐开了花，虚荣心爆棚。哼，总有一天我会成为林家真正的主人。林轩，你永远都别想和我抢。就在林浩心中野心无限膨胀时，有宾客问起了他脸上的伤。闻言，林浩顿感脸颊生痛，瞳孔里怒火涌动，只是面上却装出委屈巴巴的模样，眼眶通红。都是我的错，是我惹哥哥生气了，不过这不怪哥哥，因为哥哥他无法控制情绪，他也是无心的，只是我好想和哥哥打好关系啊。这话一出，配合脸上那无奈悲伤的表情，联想到林轩在魔都的暴躁名声，在场的权贵们恍然大悟，他们懂了，他们悟了，纷纷对林浩投来同情可怜的目光。见状，林浩趁热打铁，对着众多富豪拱了拱手，语气真诚道：我知道我哥哥脾气不好，在场的朋友过去可能有些人被我哥哥冒犯过，在这里我作为弟弟代表我哥哥向大家道歉，请你们原谅我的哥哥。说完，林浩直接对着全场来了个90度鞠躬，这副真情流露的模样登时引得部分感性的宾客欣赏不已。恰在这时，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猛地响起：代表我道歉。林浩，你配吗？谁那么大胆，竟敢公然 diss 林家少爷？突如其来的声音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待众人转头愕然望去，只见大门口处走进来一个白衣黑裤的青年，赫然就是林轩。全是他，林建军的大儿子。不是说他被赶出林家了吗？这个疯子听说一言不合就喜欢爆人脑袋，以前很多人还顾忌林家，如今怕是会被人找机会报复吧。有意思，以这家伙暴躁的性格，该不会一来就上演抱他私生子的戏码吧？就在众人窃窃私语戏谑的准备看戏时，林浩早已惊得张大嘴巴，愣在当场。这该死的家伙怎么会突然回来的？既然都已经离开林家了，那就给我滚得远远的呀！难不成是不甘心，想要回来和我抢家产的？念及此处，林浩心中一阵狠辣休想。他好不容易将林轩逼出林家，绝不会允许对方再回来徒增变数。但面对诸多富豪权贵，林浩还是秉持着好弟弟人设，满脸欢喜，快步朝林轩迎了上去。哥哥，你终于回来了！哥哥，今天是爹地生日，他见到哥哥你回来，一定会很开心的。其实爹地和我一样，都只会心疼 GT。妈的，这哪来的绿茶味？熏死我了！林轩眉头一挑，厌恶地看了眼不断靠近的好弟弟，抬手就是一个大壁咚，啪！滚！莫挨老子！啪！
响亮的巴掌声响彻在林家大门口，引得无数权贵富豪投来震惊的目光。我被打了，我又被扇耳光了，感受着脸颊上就伤未愈，在添新伤的火辣辣痛感，林浩心中升起了熊熊怒火，恨不得将对面高他一头的林轩挫骨扬灰。只是理智告诉他，应该要把握好这次机会，让魔都诸豪看看林轩的暴力本性。哥哥，你怎么突然打我呢？难道你是还在记恨上次你将我推下楼却没摔死我的事吗？如果打我能让你消气，那你就打吧，只要哥哥能开心，小浩无怨无悔，因为你是我最爱的哥哥呀。林浩眼眶通红，配合那张小白脸柔弱书生长相，竟显委屈巴巴。他本以为当着那么多权贵的面，林轩至少会有所收敛，顾及下自己的名声，可万万没想到，对方压根就不按套路出牌，反而是似乎被什么熏到一般，捂着鼻子走到他的面前，哐哐就是一顿大壁咚伺候。叮，宿主与林浩耳光贴贴，奖励2点积分。叮，宿主与林浩耳光贴贴，奖励3点积分。叮，宿主与林浩耳光贴贴，奖励2点积分。叮，宿主与林浩耳光贴贴，奖励3点积分。很好，蚊子再小也是肉啊。听着脑海中的系统提示声，林轩满意的点点头，他现在实在太缺贴贴积分了。既然林浩主动凑上来送，那他就不客气的收下了。至于魔都其他人的看法，所谓的坏名声关我屁事，林轩才不在意。这些墙头草今天亲昵林家，明天就能跪舔苏家、叶家、王家，反正自己本来就顶着暴力狂的名号，索性利用到底，不服就干。而这时林浩已经被接连几个大壁咚赏懵了，只觉得眼前一片天旋地转。他本想忍一忍，看看有没有哪位好心人出来仗义直言，可10几个大壁咚过去，林浩门牙都被打松了，还是等不到那个好心人出现，反而是有不少看热闹的幸灾乐祸的举起手机在拍视频。这群混蛋难道就没有一点同情心吗？林浩心中怒骂，但求人不如求己，他最终还是选择退让，连连后退，躲在了柱子后面，只探出个鼻青脸肿的脑袋，牙缝漏风的劝说道：哥别打了，今天我表妹苏苏也过来了，她最讨厌暴力了，你这样她会生气的。苏苏听到这名字，林轩先是一愣，随后略微思索，这才想起了对方是谁。白苏苏，前身心中的白月光，白月兰的侄女，林浩的表妹，而白家则是个3线小家族，这些年靠着吸林家的血，倒是壮大了不少。呵呵，什么白月光，一个白莲花罢了。林轩不屑一笑，在剧情设定中，前身因为渣爹的缘故，心里逐渐阴暗孤独，在此过程中结识了找姑姑玩的白苏苏，对方的单纯天真令前身不自觉的想要靠近，渐渐的喜欢上对方。久而久之，前身将白苏苏当成了某种心理寄托，对这个白月光言听计从。在别人面前，前身或许是个一点就炸的火药桶，但在白苏苏面前就成了温顺腼腆的小白羊。在剧情中，前身最后无条件将30股份转让到林浩名下，也只是因为想逗自己的白月光开心。太狗血了这剧情，什么白月光的，说到底这不就是一条舔狗吗？操，舔狗谁爱当谁当，反正我是不可能当的。翻看完前身的记忆，林轩只觉一阵恼火，他也没兴致搭理林浩了，抬脚就走进了宴客厅大门。他走了，果然能制住他的只有表妹了。这混蛋还是害怕表妹生气，这才控制住脾气收手离开。我得让表妹帮个忙，只要将这混蛋手中的股份拿到手，那就再也不用受此等屈辱了。眼见林轩的背影消失，林浩仿佛抓住了对方弱点一般，嘴角再次露出自信的微笑。他悟了，现在的林轩连林建军都隐隐无法压制了，但舔狗始终都是舔狗，这种存在根本就不可能反抗美女主人的。只要自己表妹还在，那他先天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林浩心想着，面带胜利般的笑容，大踏步朝门里跑去，边跑还边酝酿情绪，思索着等下在白苏苏面前怎么委屈哭诉，才能让其替自己好好教训下林轩。豪门少爷大战这就结束了，快跟进去，这场大戏太精彩了。不枉我送出那么贵重的礼物啊！听说白苏苏今天也来了，在他面前，想必林轩那小子不敢发疯了吧？那还用说，白苏苏好歹也算是魔都4大美人之一，别说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老朽都有点把持不住，春心荡漾了。大门口，众多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富豪权贵们在谈笑间朝着门内一拥而入。另一边，宴客厅内某间休息室里，林建军夫妇正在向一个面容姣好的少女讲述着最近发生的事情。少女正是白苏苏，她身着白色公主裙，配合其人畜无害的单纯笑容，给人一种圣洁美好的初恋感。姑父，林轩哥哥真的打了表哥吗？可他之前和我拉过钩，不会再使用暴力的呀。在听完白月兰两人的描述，白苏苏眨巴着大眼睛，不可思议地反问道：他这阵子跑去樱花国旅游了，昨天才刚刚回到国内，所以对于林家发生的变故一无所知。望着侄女懵懂无知的目光，白月兰深深叹了口气，渲然欲泣道：这不怪小轩，都是我和小浩的错，肯定是我们母子哪里做的不好，这才惹得小轩生气了。苏苏，等下你替姑姑劝劝小轩，他平时最听你话了，你让他早点回家吧，大不了我带着小浩离开，我也不想看到小轩和建军父子间因为我们母子闹成这样啊。
小月，你说什么呢？不是说好不再讲这种话了吗？这件事明明就是那个逆子的错，和你以及小浩又有什么关系？听到白月兰提出想要离开，林建军眉头一皱，当即出声打断，心中对林轩的怒意却一下子更上一层楼。这些天他也尝试给林轩打过10几次电话，每次都想要用威严的父爱感化对方，没想到那个逆子冥顽不灵，在连续几次通话后，居然直接将他拉黑了，差点当场把林建军气出心脏病。姑姑、姑父，你们先别吵了，这其中或许有误会，等下宴会结束，我去找林轩哥哥问清楚，如果真是他的错，那我就让他向你们道歉。白苏苏咬着嘴唇，握紧小拳头保证道。闻言，白月兰心中一喜，她知道这件事情稳了，别人不知道，她可太清楚林轩对自家侄女的情感了。只要能将这个侄女牢牢绑在自己这一边，那林轩就别想翻起什么风浪。白月兰笑靥如花，轻轻拍了拍自家侄女的小手，故作感激道：好好好，等下就全靠苏苏你了，苏苏真棒。那当然，交给我吧。姑姑。连续几句夸赞下，白苏苏像骄傲的小公主，昂着头帘拍胸脯保证。此刻她的内心其实已经偏向亲人这边了，再加上她身后3个西装笔挺的哥哥不断挑拨，大哥白海摸着锃亮的大光头拍了拍白苏苏肩膀，语重心长教育道：小妹，事情已经很明显了，肯定是林轩那个混账大逆不道，嫉妒表弟的优秀，企图谋害于他。二哥白江面带冷笑，摸着自己的寸头表示赞同道：呵呵，我早看出林轩心术不正了，上次还敢和小妹表白，幸好我们3兄弟替小妹阻止了，你看他为了一点股份，竟然和姑父闹成这样，一看就是见钱眼开的自私之人。3哥白河一头乌黑长发披肩，冷哼一声道：小妹啊，你看他前不久才和你表白，现在就为了贪图苏家的荣华富贵，选择入赘迎娶植物人，这种货色，你以后还是少和他来往了，除非他将股份转移到姑父或姑妈名下，证明自己的品行。听着几个哥哥们你一言我一语对林轩的诋毁，白苏苏也有些懵懂迷茫了。在他的印象里，林轩哥哥对他很好，似乎不像是坏人啊，但自己的姑姑亲哥哥们一向疼爱自己，他们更不可能做出诓骗自己的事啊，难道真是我看错人了？就在这时，休息室的大门被人推开，咔嚓，董事长，林轩少爷，他来向你祝寿了。一个保安打扮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恭敬汇报。闻言，林建军忍不住瞪大双眼，有些不敢置信。什么？那个逆子来参加我的生日宴会了？他昨天不是才一副坚决要和我断绝关系的姿态吗？难不成是拉不下面子，想此借机会来向自己道歉？有这个想法的其实不只是林建军一人，在他身边的白家众人此时和他的想法如出一辙。毕竟世上只有爸爸好，没爸的孩子像根草，这个世界上谁不想获得爸爸的宠爱呢？白月兰心中冷笑，可雍容华贵的脸上却故作欢喜，抱着林建军的胳膊撒娇叮嘱道：老公，小轩好不容易回来，既然他都已经知道错了，那等下他向你磕头道歉时，你可千万别再发脾气赶走他了。听着小娇妻撒娇的语气，林建军心中畅快无比，但面上依旧端着，举起手中的白色纸张挥了挥，想要求我原谅，这得看那个逆子的表现了。这次他做的太过火，彻底将我惹毛了，所以光下跪道歉是不够的，除非那逆子签下这份股份转让合同，将手中30%的股份无条件转移到我名下，那我还能勉强给他的当我儿子的机会。听闻这话，白月兰假意无奈叹气，心里却别提有多得意了。只要林轩将股份转让出来，那么这些股份迟早肯定会落在自己儿子身上。不过那个家伙真的会傻乎乎把股份转让出来吗？白月兰心里有点没底，尤其是在感受到这阵子林轩的变化后，突然她眼光瞥见了自己的小侄女，顿时心中大定。对了，我怎么把苏苏给忘了？如果是他出马的话。紧接着，白月兰对3个侄子眨了眨眼，传达着某些信息，随即假装不经意的叹气道：老公啊，你要这些股份不外乎是想要看看小轩的诚意，看看他是否真的知错了。等确认小轩知错就改后，自然会将股份转回对方名下。但你这番苦心，要是让小轩或者外人看来，说不定会误解你在趁机谋夺股份呢。原来姑父那么伟大，这就是父爱如山吗？姑父真的是用心良苦啊，替林轩哥哥操碎了心。理解了林建军的苦心后，白苏苏单纯的眸子里浮现出感动的泪花，而在他身后的3个宠妹狂魔则是面面相觑，看出了自家姑姑真正的想法。如今白家之所以能迅猛发展，都是建立在吸血林家的基础上，所以为了能长期吸血下去，最稳妥的方式就是将林氏集团牢牢掌握在自家人手里。不管那人是表哥林浩，还是姑姑白月兰，或是容易哄骗的傻子林建军，反正无论如何不能落在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林轩身上。念及此处，3兄弟纷纷主动请缨，白海更是一把夺过林建军手中的合同，摸了摸锃亮的光头，面带微笑道：姑父，为了避免误会，还是让我们先去和林轩见一面吧。等林轩提前把合同签下，以示诚意后，我们再带他过来这里向你下跪道歉。毕竟这件事是家事，我们能私下解决就私下解决，以免让其他权贵看了笑话。说完，他也不等林建军反应，拉着欲言又止的妹妹，带着2个兄弟离开了房间。咔嚓，望着关上的房门，林建军目光闪烁，最终还是在白月兰的撒娇下，大马金刀的坐回沙发上。
接过娇妻端来的茶水，抿了一口，冷哼一声道：“看在你们的面子上，我就勉为其难，给那个逆子一个下跪道歉的机会吧。”是，老公你最大度了，我最崇拜你了。听着娇妻的马屁，林建军心中别提有多爽了，拉过娇妻就是一阵上下其手，一时间房间里满是狗男女的娇喘声。另一边，走出休息室的白家兄妹很快就在人群中发现了独自站在酒桌旁的林轩。小妹，林轩那小子在那里，我们走。白海手持股份转让合同，带着白苏苏三人迅速走了过去。林家宴会厅灯火通明，众多上层权贵推杯换盏，把酒言欢，只是他们时不时会将目光投向站在酒桌旁的一个青年，那人正是传闻中被林家掌权人赶出家门的不孝子林轩。此时他正举着酒杯独自细品着，仿佛正在沉思着什么，从而将周围不断投来的异样目光尽数无视。白苏苏，我记得她也是小说里的女配，初始人设是极致的傻白甜，但在苏阳灭掉白林两家时开始进入黑化复仇模式，可惜面对天命之子，他又怎么可能复仇成功？最后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后期为了拯救主角而死。回想起关于白苏苏的剧情，林轩嘴角一抽，只觉狗血无比。尤其是设定中前身为了跪舔白苏苏做出的种种降智行为，更是让林轩尴尬到无力吐槽。就在这时，林轩哥哥一道清脆亲昵的称呼在林轩身后响起，他皱眉回头，只见到个身穿白色公主裙的少女，脸上带着一抹清纯的笑容，正朝他徐徐走来。仅仅只是一眼，林轩就认出了对方的身份，白苏苏。他也不得不承认，眼前的少女确实有勾人的资本，这股子从内由外的单纯懵懂气质，对于很多男人来说吸引力巨大，宛如让人回到少年时期在狱记忆中的那个初恋女孩。只是在了解完全剧情后，林轩怎么看对方怎么像个圣母婊。而这时，眼见林轩迟迟没有回应白苏苏的呼喊，其身后的一个光头青年面色不善，出声呵斥：“没听到我小妹叫你吗？耳聋了还是眼瞎了？”白海还有白江、白河望向白苏苏身后三个如同狗皮膏药般寸步不离的青年，林轩眼神微眯。在原剧情里，这三个宠妹狂魔也不是什么好鸟，借着前身对自家小妹的喜爱，时常对她颐指气使，非打即骂。但即使前身百般讨好，自愿成为三兄弟的提款机，可换来的也只是打心眼里的瞧不起。傻屌，想当我妹夫，撒泡尿照照镜子，你配吗？翻看完前身的记忆，林轩面色凛冽，连看兄妹几人的心情都没有了，转头自顾自喝起了酒。林轩哥哥，你干嘛不理我呀？是不是苏苏做了什么错事，惹你生气了？见林轩无视自己，白苏苏眼中闪过诧异，随后眨巴着大眼睛，可怜巴巴道：“这副委屈无助的模样，看得其身后的三兄弟心如刀绞，也看得周围的男宾客们直咽口水，恨不得将此等清纯美人抱入怀中，好好怜惜一番。但让众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身为舔狗1号的林轩，此刻不仅面无表情，还冷冷地吐出一个字：滚。下划线。哦，这话一出，别说是宴客厅内所有人，哪怕是一只懵懂无知的白苏苏，脸上的笑容也瞬间僵住。林轩哥哥，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白苏苏捂着樱桃小嘴，眼中闪烁着泪花，表情中充斥着3分迷茫、3分悲伤、4分不敢置信。这是他自认识林轩以来第一次被对方臭脸呵斥。怎么回事？林轩哥哥怎么会变成这样？那个一直宠爱自己、把自己捧在手心里的林轩哥哥怎么会这样对我？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还没等白苏苏从震惊中反应过来，他身后的3大护法坐不住了，岂能看着自己最爱的妹妹受委屈？大哥白海一拍锃亮的大光头，面色狰狞：“混账东西！林轩，你怎么和我小妹说话的？想死吗？”二哥白江撸起袖子，恶狠狠出声威胁：“立刻给我小妹跪下，磕头道歉，不然我保证你今天会躺着离开。”三哥白河从怀中掏出橡皮筋，将披肩长发绑了起来，一脸气势汹汹，好似要大干一场的模样。狗东西，你要造反是吧？皮痒了？难道忘了以前我们是怎么修理你的？见到三兄弟要动手的架势，周围宾客瞬间清空场地，自发的躲在角落里看戏。啧，看来林大少觉醒了，不想当舔狗了，这不是很正常吗？舔了那么些年，有个屌用。我看是林少是因为他那个植物人未婚妻，所以对白苏苏没兴趣了吧？有可能哦，毕竟苏青哥好歹是魔都第1美人，哪怕以后只能躺在床上当花瓶，那也是美不胜收的。得了吧，我猜是因为压力太大了，毕竟林董事长都把他赶出家门了，失去权力财富，哪还有心情舔女人？这我倒是同意。林轩今天会来，想必就是妥协认命了，想要找林建军承认错误，回归林家。众宾客议论纷纷，其中有些话落入白苏苏耳里，令他瞬间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嘛！林轩哥哥之所以变成这样，肯定是因为心情不好，这是可以理解的。只要帮助他和姑父解除误会，他就又会变成那个疼爱自己的林轩哥哥了。念及此处，白苏苏再次心情大好，他连忙张开双手，挡在林轩面前，嘟着嘴瞪着自己3个哥哥：“大哥、二哥、三哥，不能打架，不然我要生气了。”在他的恐吓下，3个宠妹狂魔纷纷面色大变，只得站在原地恶狠狠瞪着林轩。只是林轩依旧淡然自若，将这些目光完全无视了。他在来到林家前就已经花了500点积分，换了一门大师级别的格斗术防身，对付几个没有练过的普通人，那分分钟手到擒来。林轩哥哥，我知道你心情不好，是因为姑父不肯原谅你，但你放心，我们刚刚与姑父他们见面了。白苏苏满脸单纯，从大哥白海手中拿过合同，笑呵呵地递给林轩。姑父说了，只要你把这份合同签了，那他就会原谅你，你快签吧。林轩哥哥，我给你找钢笔。
见到林轩面带莫名微笑，接过合同看了起来。白苏苏笑得合不拢嘴，她仿佛已经看到在自己的帮助下，林轩一家误会解除，其乐融融的景象。我真是太棒了，小妹别忘记，姑父说签完后还要让林轩下跪磕头的。正自我感动的白苏苏接过大哥白海递来的钢笔，见对方还在一脸不甘的叫嚣，忍不住瞪了大哥一眼，这才让对方悻悻的闭了嘴。见状，白苏苏恢复喜笑颜开，拍着胸脯向林轩保证道：“林轩哥哥放心，有我在，我会保护你的。姑父他可疼我了，等下我帮你求求情，姑父肯定不会再让你下跪磕头的，你快签吧。”可面对白苏苏递来的钢笔，林轩依旧无动于衷，只是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像看白痴般盯着眼前的少女。他刚刚粗略看了眼合同内容，不出所料，只要他将自己的名字签下，那名下的所有股份全部会立刻无条件的转移到林建军名下。而面对如此可笑的合同，在剧情中，钱生为了能逗白苏苏开心，毫不犹豫签下了自己的大名，从而彻底失去了最后翻身的资本。可惜啊，我可不是钱生那种脑瘫舔狗。林轩心中冷笑不止，见白苏苏还在满脸期待地看着自己 ，Oh my god， 他不禁被对方的傻白甜蠢到了。你知道签下这份合同意味着什么吗？知道啊，不就是将你名下拥有的股份都转移到姑父名下吗？白苏苏一脸茫然，不明白林轩突然问这个干嘛。他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不知道股权转让合同意味着什么？但父子之间的亲情又怎么能用金钱来衡量呢？不就是一点股份吗？给谁不都一样？家人之间何必斤斤计较？呵呵，这些股份至少价值30亿。哦，那又怎么样？白苏苏挠了挠头，不明所以，接着很是认真道：钱财乃身外之物，人活一辈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饭够吃就行，衣服够穿就行。我觉得精神富足可远比物质充裕来的重要，难道不是吗？话说到这里，白苏苏渐渐懂了，她看出林轩是舍不得这区区30亿，她悟了，可心中却对林轩忍不住升起了浓浓的失望之情。我的林轩哥哥现在怎么变得那么自私物质了？以前的他是多么善良，可如今，唉。白苏苏痛心疾首，她紧皱眉头，苦口婆心劝道：林轩哥哥，你听我一句劝，千金难买真情，万金难买真心。有钱也不代表你是成功的，不代表你活得快乐。我们有手有脚的，别说区区30亿，哪怕300亿、3000亿也可以想办法再赚啊。但要是你把亲情弄没了，那就真的什么都没了。毕竟钱没了可以再赚，但爸爸只有一个呀。白苏苏眼眶通红，呼喊的声嘶力竭，她是真的希望能唤醒林轩的良知，让对方走回正道。此刻，白苏苏仿佛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浑身上下充斥着圣母的光辉，光彩耀人。只是她没有发现，自己说了一大堆，但面前的林轩表情却越发古怪。甚至不只是林轩，连他身后的3个哥哥以及周围众多的富豪权贵们，都在这番圣母发言下尴尬不已。今晚能来参加宴会的，无不是各界顶流，能走到今天，谁的手里没有沾点肮脏？白苏苏这种洗脑 pull out 话术，在他们眼里就是拿来控制底层人的，要真相信了，就是个纯傻子。而这时，林轩终于开口了：你这么厉害，想普度众生是吧？我建议你立刻买张去乐山的机票，那里有座大佛，你让他起来，你坐那。至于这股份转让合同，呵呵，见鬼去吧！在白苏苏惊愕的目光中，撕啦，林轩3两下就把合同撕得粉碎，朝天一抛。下一秒，纸张碎屑漫天飞舞。我擦！突然发现林大少有点帅啊，他这样做岂不是彻底和林建军翻脸了？不过和30亿比起来，是我也翻脸了。就是，看林轩刚刚透露的意思，签下合同就代表把股份无条件转让，神经病才同意吗？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林浩这个私生子才是最受宠爱的。今天把股份让出去，明天说不定就到了私生子名下了。有了这30股份，林轩才是林氏集团最大的股东，林建军都得靠后站，怕他个雕，还神马父子情，搞笑。切，我很好奇啊，林大少这脾气变好了呀？以前可能早就控制不住怒气，掀桌子走人了，可能是因为白苏苏吧，毕竟谁也不想在女神面前显露暴力的一面。在宴会厅的众多宾客，此刻都因为林轩的行为导致轩然大波。白苏苏张大嘴巴，看着眼前这个变得有些陌生的青年，呢喃自语：你干嘛呀？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呼喊将他从茫然中唤醒：表妹，表妹，你怎么在这里？转头一看，就见到一个脸肿得像猪头一样的男人朝自己快步跑来。啊！白苏苏吓了一跳，惊恐后退，而他的3个哥哥见到情况不对，连忙将妹妹护在身后，恶狠狠地看着来人，一副随时准备动手的样子。表妹，表哥们，是我呀，我是林浩啊。林浩再次听到熟悉的声音，白海先是一愣，疑惑向前，在猪头人身边转悠了几圈，这才确认了表弟的身份。小浩，真是你啊，你怎么会变成这样？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到底是谁？告诉表哥，表哥弄死他。闻言，林浩心中一喜，他知道林轩为了给白苏苏留下个好印象，是断然不敢与白海3兄弟叫板的。于是面上故作犹豫不安，朝着林轩看了又看，嘴中不断呼喊着：没有人打我，这是我自己摔的，绝对不是哥哥打的，真的不是哥哥。可这般此地无银300两的作态，明眼人都能看出打人者就是林轩，即使是傻白甜、白苏苏，这时都听出了林浩话里指的是谁。见白海怒气冲冲，就想冲过来教训林轩，白苏苏连忙挡在林轩面前，大声呼喊道：大哥冷静下，林轩哥哥人那么好，怎么会打表哥呢？林轩哥哥，你说话啊，打人的肯定不是你吧？你以前答应过我不会使用暴力的，所以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还没等白苏苏辩解完，林轩就面无表情的开口了：“没有误会，是我打的。怎么了？”听到这话，白苏苏瞬间呆住了，而白海则是怒极反笑，撸起袖子准备开干。怎么了？哼，敢打我表弟，那你就要付出代价。砰！还没等白海靠近，林轩抄起桌上的酒瓶，狠砸在白海的光头上。带你妈的架！我忍你很久了，傻逼！林轩，你敢打我大哥？啪！没等白江说完，林轩反手就是一个大壁咚。你个智障，给我闭嘴！我忍你也很久了。白河人都傻了，嘴角动了动，硬是沉默，不敢放狠话。啪！捂着脸颊连连后退，白河一脸委屈。我 TM 没说话，你也打呀？看什么？谁让你整天甩着你那披肩长发？你以为你是陈浩南啊？我不爽就要打你！白河牙龈紧咬，气得面目扭曲。别这样，哥哥，别打表哥们，要打就打我，求求你了！林浩泪流满面，刚准备冲上来劝架，可走到一半时，一口白色浓痰就吐到他脸上。He to e， 你个绿茶男，恶心死我了！打你还嫌脏我手！林轩一脸恶心，捂着鼻子连连后退。而这忽如其来的变故，使得众宾客鸦雀无声，直愣愣盯着这一幕。寂静的宴会厅中，只剩下白苏苏略带哭腔的劝架声：“住手！你们住手！不要再打了！你们不要再打了啦！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打了啦！”林家一间灯火通明的休息室内，听着屋外此起彼伏的惊呼声，林建军眉头一皱：外面怎么那么吵？难道有人闹事？不远处，梳妆台前，白月兰正对着镜子补妆，闻言微笑回头，趁机讨好了一句：“怎么可能呢？这可是林董事长你的生日宴会，哪个人敢那么不长眼？”这倒也是，谅他们也不敢在我林建军的地盘上乱来。林建军满脸得意，显然对小娇妻的恭维很是受用。不过白海他们怎么去了那么久？我都已经等不及了。那个逆子为何还不快快献上股份，并来向我下跪祈求原谅？哼，既然让我等了那么久，等下肯定不能轻饶他。林建军眼神冷冽，一把端起桌上酒杯，将杯中的名贵红酒一饮而尽。他现在只想早点拿到30%的股份，到那个时候，他将成为林氏集团无可撼动的真正主人。哼，彻底掌控集团后，首先要处理的就是董事会里那几个不安分的股东。正当林建军嘴角邪魅一笑，心中幻想着自己当家做主，一手遮天的独裁时光时，哗啦啦，屋外的惊呼声似乎更加吵闹了。这下哪怕是正在专心补妆的白月兰也意识到了不对劲，她皱眉起身，挽住林建军的胳膊，笑意盈盈道：“老公，我们出去看看吧，顺便找找白海他们。”林建军点头同意，夫妇俩就这样打开房门走了出去。刚出门口，他们就诧异见到一大群权贵正围成一个圈观望着什么。这才是我认识的林家大少吗？管他是谁，不服就干！暴躁大少名不虚传，打得好！我早看白家这些人不爽了，要不是白月兰那骚狐狸靠着身子上位，哪有白家什么事啊？林董事长也真是的，手心手背都是肉，怎么他就如此偏爱这个私生子呢？确实，如果是我遭遇这种渣爹，那我恐怕也得疯。尤其是白家，明显就是在不断吸血的情况下，没脑子呗。林建军能有今天，还不是靠着他那个去世的女强人老婆天妒英才吧？依我看，林家落到林建军手里，最多撑几年就得凉凉。众多富豪权贵聚在一起，口无遮拦地吐槽着心里话。由于人数太多，林建军夫妇也无法从嘈杂的声音中听出具体是哪一个人所说，但他们所过之处，发现两人的宾客都会立刻住嘴，随后恭敬让开一条人行道路。哼，夫妇俩都是冰冷着一张脸，快步从人群里穿过。He to e， 你个绿茶男，恶心死我了！打你还嫌脏我手！很快，夫妇俩来到了人群围观的中心，刚好见到林轩一口浓痰吐在林浩脸上，两人周围还倒着白家三兄弟。浩妈，哥哥打我！白月兰惊呼一声，赶忙来到了宝贝儿子身边，望着对方那种呈猪头的脸庞，痛彻心扉。他恶狠狠地转头，怨毒的目光瞪着林轩。此刻，爱子心切的白月兰甚至都忘记了伪装慈母形象。小兔崽子，你敢打我？啪！林轩懒得废话，反手就是一个大壁咚。你个小三，给我闭嘴！你没资格和我说话。痛，太痛了！感受着脸颊上传来的剧痛，白月兰人都傻了，嘴角动了动，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万万没想到，林轩如此丧心病狂，大庭广众之下，居然连他这个母亲都敢殴打，耻辱！这是他人生中遇到的最大耻辱。而目前他唯一能仰仗的就是，老公，你说句话，你个畜生，居然敢打你妈！难道不怕天打雷劈吗？还不立刻向你妈下跪道歉！林建军不负众望，面色涨红的咆哮着，同时抄起铁椅，准备替娇妻出气。可迎接他的是一个迎面来的酒瓶，砰！幸亏林建军躲得快，否则当场就得脑袋开花。可即使是这样，望着地上炸开的啤酒瓶，又望了望不远处刚收回投掷动作的林轩，林建军脑门上全是冷汗，僵硬的愣在原地。再说一次，他的绿茶婊只是个小三，不是我妈。林浩这杂种只比我小了几个月，这说明我妈怀我的时候，你正跟你这个前秘书颠鸾倒凤呢，你同样不配当我爸。疯了，疯了！林家大少彻底杀疯了。此刻不只是林建军本人，白月兰、白苏苏、白家兄弟以及在场所有见证这一切的富豪权贵们，都被林轩的疯狂之举吓住了。这简直比之前还要暴躁疯狂啊！你到底要干什么？林建军深吸一口气，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一字一顿道，只是眼眸里再无一丝父子亲情。大庭广众之下，对方如此行事，使他颜面尽失，他已经彻底愤怒，濒临暴走了。我今天来有2个目的。
第一个要你签下这份合同。林轩从怀里掏出一份合同，扔给了面色阴沉的林建军。他捡起来翻开一看，合同的内容全是林轩与林家断绝一切关系，无需赡养林家所有人等的条例。你是认真的？签下之后我们就彻底没有关系了。林建军呼吸急促，他真的害怕在这里被逆子当场气死。本以为今天对方是来磕头道歉的，千算万算没算到，这才是他得最终目的。真的，签吧，反正对你来说有林浩这个私生子就够了。林轩查过这个世界的法律，他的法律法规和穿越前不同，支持这种断绝关系的合同，所以为了避免以后的麻烦，林轩不介意直接斩断和这奇葩一家的联系。如果你要是愿意洗心革面，将林浩母子赶走，那我不介意再考虑考虑。不需要，养你还不如养条狗。小浩他比你优秀100倍，你连他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林建军一脸怨毒，恨不得当场掐死这个逆子。行吧，那签吧。林轩全当没听见，无所谓的耸了耸肩，催促对方快动笔。刷刷刷，很快在周围人还不敢置信的目光中，林建军压抑着怒气，快速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将合同甩到了林轩身上。林轩捡起地上的合同，看了眼上面的签名，满意的将之收了起来。那么林先生，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件事。听到林先生这3个字，在场的宾客们尽皆目光古怪，至于林建军更是差点被气得喷出一口老血。第二件事是什么？快说。就是上次我说了将30的股份30亿转让给你的事，你准备的怎么样了？你这个，你当真要把股份卖给我？真的？童叟无欺。林轩果断点头。闻言，林建军气得面色涨红，拳头握得嘎吱作响。本想狠狠痛骂这个不孝子，却想起已经签下了断绝关系书。我现在暂时没有那么多钱，价格能否再商量下？不能。混账！难道你真的要做的那么绝吗？你要那么多钱干嘛？30亿啊！我要准备嫁妆啊！林轩义正言辞，脸部红心不跳蹈。见众人那仿佛见了鬼般的表情，林轩很认真地解释道：再过一阵子我就要入赘苏家了，这30亿就是我给苏家的嫁妆，有问题吗？有问题吗？你说呢？30亿啊，不是30块啊！古往今来，30亿的嫁妆简直闻所未闻，这得多金贵的女人才配得上这身价？可林轩仿佛没看到众人惊骇的目光，他微微一笑，眼眸中满是深情。我不在乎钱，我只想默默等待亲哥睁眼醒来那天，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如今苏家有难，正是需要这笔嫁妆的时候，我可不想等我媳妇醒来，发现自己的家族没了，到时候难过了怎么办？怎么办？凉拌呗。听到这离谱又好似理所当然的话，众人反应各不相同。林建军和林浩、白海三兄弟等大多数男性都像看傻子一样盯着林轩，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林轩为何会为了一个植物女人耗费足足30亿的嫁妆，这不是纯纯傻逼吗？而白苏苏等多数女性心中则升起浓浓感动，尽皆被林轩这份真挚的情感震撼到了。这个男人也太好了吧！假如立场调换一下，自己也和苏青哥那样成了植物人，躺在病床上无法动弹，家里那口子别说不离不弃了，他哪怕能坚持1个月不出去偷腥都算烧高香了。和这个时代大多数男人一对比，林轩简直比动物园里的大熊猫还要稀有，完全就是无数女孩心目中最完美的深情王子。此刻众多女士望向林轩的眼神充满着浓浓的敬佩，而望向身边伴侣的目光只剩下鄙夷和失望。唉，人比人气死人，货比货，货得扔啊！察觉到众人的不同反应，林轩心中忍不住为自己点了个赞。自己的这番深情告白将来传入主角苏阳耳里，他还不对自己这个妹夫百般宠爱。紧接着林轩微笑转身，直面神色各异的权贵富豪们，既然林先生拿不出钱来买我的股份，那么我决定将股份卖给更有能力的买家。在场的各位，只要对林氏集团股份有兴趣的，欢迎随时联系我哦。价高者得。Omega 哦，真的假的？林大少竟然有将股份卖给外人的打算？如果真被林家之外的竞争对手买到，那以这30的占股比例，林氏集团或许就真的要面临改朝换代了。林轩，你个混账东西！这下林建军真的坐不住了，失控的咆哮出声。要是真被林轩引狼入室，那么自己这个董事长名头岂不是分分钟得让位？原本属于林家的公司将彻底被他人夺走。不，我不允许，我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不只是林建军无法接受，哪怕是站在他身旁的林浩母子，也同样不愿看到这件事发生。毕竟林氏集团早被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怎么能接受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小轩啊，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是林家内部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就好，没必要牵扯进其他人。再说了，这可是你母亲辛苦创建的产业，你要是卖给其他人，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母亲呢？白月兰泪眼婆娑，不断苦口婆心地劝说着，而望着对方脸上的红手印，林轩只觉十分讽刺。给其他人就是对不起我母亲，难道给你这个小三的儿子继承就对得起我母亲了？听到这话，白月兰面色一僵，顿时不知道怎么接话。好啦，林先生，你要是不想股份落入他人之手，那建议你赶紧筹钱吧。事到如今，林轩也没什么心思再耗下去了，他留下最后一句话，便挥手离开，朝林家门外走去。只剩下面面相觑的富豪权贵们，见到林建军阴沉到发黑的脸色，众人也知道今晚的生日宴会是开不下去了，纷纷识趣的拱手离开。林董事长，我家里突然有点事，我先走了。林总，先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啊！不过刚刚老婆打电话催我回家，我就先行告辞了。抱歉，林总，我肚子不舒服，先行告退。那我送他去医院，告辞。很快，原本热闹的宴会厅便走的只剩下林家三人，
而随着富豪们的离开，今晚在林家发生的所有事情，霎时以一个恐怖的速度扩散开来。大新闻，有重大新闻，林家那小子今晚杀疯了！我去，林轩那小子疯了吧？拿30亿当入赘苏家的嫁妆，真羡慕苏青哥，没成为植物人前是魔都第一美女总裁，现在成了植物人，还有男人愿意为他这般付出。林家30的股份啊，要是被我得到，那我岂不是一步登天？哪怕是林建军都无法和我叫板。得了吧，30亿你拿得出吗？而且还是价高者得，或许最后成交价都不止30亿了。林建军那老小子，这下傻眼了吧？谁让他脑子有病，偏爱私生子就算了，还偏心的那么过分，太深情了。为了爱人，男人不惜与家族决裂，这比电影还感人。从今天开始，我愿意称林轩为魔都第一深情。一时之间，林轩的名字在魔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毕竟30亿的嫁妆，着实唬人了一点，闻所未闻。但不同以往的是，这次林轩收获的不再是只有骂名，众人毁誉参半。而最先收到这个消息的是正在集团里面临催债压力的苏胜天。夜晚，月明星稀，苏氏集团会议室内，董事长星光银行那边又打电话过来，说要催收上次批发下来的贷款，还有肖总这些天催促我们交付违约金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他已经放话了，要是再无法支付违约金，那就只能法庭上见了。公司这几天有不少的职工陆续离职。红木办公桌前，一头银发的苏胜天摘下老花眼镜，满脸的憔悴，听着秘书不断汇报上来的坏消息，他有种独木难支的无力感。自从公司前阵子爆出一大批医疗设备有问题后，为了不让这批设备流入市场祸害老百姓，苏胜天不顾公司各大股东的劝阻，毅然决然选择将这批医疗设备回炉重造，但这也导致需要赔付一笔巨额的违约金。可苏氏集团自从几年前他的独子一家3口遭遇意外后，就一直在走下坡路，如今根本拿不出10几亿的违约金。而得知苏家遭遇的大危机，多年来的合作伙伴很多都是避而不见，甚至落井下石，这也使得情况再一次恶化，雪上加霜，如今已经到了有可能要破产清算的地步。唉，要到极限了吗？可如果苏家就这样败在我手中，我将来有何颜面去见九泉之下的孙子一家呢？还有亲哥高昂的医药费，没有集团支撑又该怎么办呢？更别提小轩那孩子，要是得知入赘后，不仅要照顾陪护亲哥这个植物人，还要背负一身债务，他会不会直接选择退婚呢？我这把老骨头倒无所谓，但亲哥怎么办？以后该怎么活啊？望着窗外深不见底的暗夜，苏胜天思索良多，可越想眼中的灰暗就越是加深。他仿佛看到公司破产过后爷孙俩的艰难日子。此刻，一股浓浓的无力感在苏胜天的心间环绕，而他目前最担心的就是林轩得知情况后选择退婚离开。其实很多人劝过他，冲喜只不过是古代迷信糟粕，根本不可能对苏青哥的病情有所帮助。但作为老一辈过来的人，苏胜天心中还是有着那么一点点奢望。万一要是有用呢？万一冲喜结束，自己孙女真的就此醒了过来呢？尤其是林轩目前似乎掌握着某种神奇的按摩法，这些天经过邓老师不时的检查，自己孙女情况确实是在不断好转，这就使得他更不愿意让林轩离开了。唉，即使小轩要离开，也尽可能的求他完成冲喜仪式吧。苏胜天揉捏着太阳系，缓解着如山般的压力，心中却不住的叹气。而就在这时，会议室大门被人打开，原本愁眉苦脸离开的秘书，这时又喜笑颜开的跑了进来。董事长，有救了！董事长，星光银行那边刚打电话过来，说贷款的事情不需要我们急着还了，他还说如果我们有需要的话，可以给我们提高贷款的金额。难道星光银行看在多年的合作关系上，这才选择施以援手？没错，只有这个可能性了。看来天不亡我苏家呀！听到秘书的汇报，苏胜天一愣后若有所思，恍然大悟，随即本来愁眉不展的苦瓜脸瞬间舒展开来。但下一秒秘书的汇报就再次让他陷入了困惑。不只是星光银行，魔都有名的10几家银行刚刚都发来的消息，表示愿意为我们提供贷款帮助。原本好几家拒绝生意合作的公司，目前都重新发来了商业合作的意向。还有肖总，他刚给我打电话，让我通知你，违约金的事情不用急，慢慢来就好。听着秘书不断汇报上来的最新消息，苏胜天整个人都傻了，他甚至都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不然怎么会在短短几分钟时间内，事情会迎来这般大反转呢？他这时也想明白了，肯定是发生了什么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这才使得众多富豪权贵前后态度有了今天反转。但这件事究竟是什么呢？董事长，恭喜你挑了个好孙女婿啊，你的眼光真的太好了。什么意思？难道这些事和小轩有什么关系吗？董事长，你不知道吗？关于你孙女婿为爱痴狂的事情，我也是刚刚听朋友说的。很快，秘书就将今晚林家发生的大抵情况简述给了目瞪口呆的苏胜天听。什么？小轩他与林家决裂了，还拿出30亿准备当嫁妆，替苏家渡过难关。原来小轩他对亲哥用情如此之深吗？这一刻，苏胜天老脸臊得通红，他感到十分的羞愧，很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刚刚还在怀疑林轩有可能弃苏家而去，可对方却愿意倾尽所有助苏家渡过难关。看来我真的老了，老眼昏花了。小轩那么好的孩子，我居然怀疑起他的人品。此时他也终于明白，为何众多商业伙伴会对苏家态度大变。毕竟有了这笔庞大资金的进入，苏家的破产危机自然不攻自破，甚至还有可能焕发第二春。而商业场上没有仇恨，只有永恒的利益，各大势力见风使舵很正常。如此好的孙女婿，这次又挽救了整个苏家。或许将来亲哥真的无法醒来的话，让小轩代替我执掌苏家是个不错的方法。此刻
苏胜天是彻底认可了林轩这个孙女婿，他心中已有了将苏家这100亿家产未来交由林轩继承的想法。砰砰砰，林家别墅内，此时正不断传出打砸咆哮的声音。畜生，这个畜生啊，他怎么敢的呀？林建军面色狰狞，手中握着棒球棍，疯狂打砸着各式家具。片刻后，原本奢华整洁的豪华别墅就在林建军的怒火中化为一片狼藉。老公，消消气，事已至此，我们只能再想想办法了，看看能不能求得小轩原谅。白月兰母子站在一旁，同样面色难看。本来以为林家已是囊中之物，可现在还要花费足足30亿去购买本就属于自己的股份，这种感觉属实是太过憋屈。是啊，爹爹，不如我明天再去找哥哥道歉，哪怕给他下跪磕头，我也一定会想办法求他原谅的。即使他不愿意原谅，但哪怕能和他商量下，把30亿的要求再降低点，也是极好的。而听到母子的劝告，林建军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商量什么？有什么好商量的？你们怎么还那么天真？那个逆子既然已经把事情做绝，那就不可能再改口了。上门求他，也只会自取其辱。不得不说，知子莫若父。经过林轩这几天的行为，林建军已经看出这个逆子是铁了心要跟自己恩断义绝了。那行，断绝关系是吧？谁怕谁？只要林氏集团掌握在我的手中，那金钱就会源源不断的朝自己涌来，而那个逆子却只能坐吃山空。这样想着，林建军不再犹豫，抬头望着金碧辉煌的别墅，下定决心道：买！想办法凑足资金，从那个畜生手中买回股份。如果公司明面上的流动资金不够，那就把这些年囤积的别墅、豪车、股票等所有能卖的全卖了，我再去找银行贷款，找合作伙伴借钱，哪怕需要借点高利贷也在所不惜。还有月兰，你看看能不能打个电话，让你哥那边也帮个忙出点钱，毕竟这些年我也帮了白家不少。林建军态度斩钉截铁，彻底痛下决心，他绝不允许自己再被那个逆子牵着鼻子走了啊！听见林建军准备下大血本，林浩母子面面相觑，一时间都有些犹豫。毕竟按林建军这种掏空法，多年的积累，基本一招回到解放前，会不会太冒险了？这些股份真的值得吗？见到林浩母子这般表情，林建军忍不住皱眉呵斥：妇人之仁，我也不怕给你们交个底。研究室那边已经研究出了最新的美容药膏，下个星期就会上市。以那药膏的效果，与我多年的经验来看，只要美容药膏一流入市场，定将引起轰动。到时候林氏集团股价必然迎来暴涨，这30的股份价值至少能再翻个倍，翻倍那岂不是至少价值60亿？这样一换算，林浩母子当时不再犹豫，拍着胸脯连连表示支持。爹地，我们这些年也积攒了点财富，我愿意全拿出来帮助爹地你渡过难关。老公，交给我吧，我立刻给我哥打个电话，让他举白家全族之力帮你。望着面色激动，抢着要帮助自己母子，林建军欣慰一笑，和那个猪狗不如的畜生比起来，这才是自己的好老婆、好儿子嘛。白家灯火通明的小洋楼会客厅，有个留着八字胡、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正在仔细聆听着电话内容，此人便是白家族长白景龙。不出我所料，你们姑姑果然给我来电话了，要让我倾尽全力助林建军一把。挂断电话后，白景龙低头思索，将情况告知给了眼前3个儿子。那父亲，我们要借钱给姑父吗？借什么借？我们白家的流动资金就3个亿，姑姑居然想全部借走，这太冒险了。可要是不借，会不会让姑父心有不满，以后对我们生出见隙？哼，他敢，那就让姑姑好好拿捏他。白家3兄弟面面相觑，各有看法。够了！见到自己3个儿子吵了起来，白景龙眉头一皱，猛地一拍桌子，威严尽显。大厅内眨眼间恢复安静。借，而且必须尽全力借，3亿不够，我看看去和银行或者其他家族手中再凑出2个亿来给林建军啊！父亲这是疯了，有这个必要吗？听到白景龙的话语，白海3兄弟下意识张大嘴巴，下意识想要阻拦，但在父亲威严的目光中，几人最终不敢出声反驳，只是那怀疑老爸精神出问题了的眼神令白景龙一阵无语，没好气的解释道：我还没老眼昏花，别用这种眼神看我。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姑姑刚刚透露，林氏集团即将推出一款美容药膏，效果之强，足以颠覆整个医美市场，令林氏集团市值翻倍。如果我们到时候想分一杯羹，获取更多的利益，现在就必须得到林建军的感激。正所谓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啊！想想后期巨大的利益回馈，现在的付出算什么？抓住这次机遇，说不定我们可以趁机晋升2线家族。在白景龙的解释下，白海3兄弟恍然大悟，纷纷竖起大拇指，吹捧起自己父亲的英明。你们还太嫩了，要和你老子学的地方还多着呢。感受着儿子们崇拜的目光，白景龙心情一阵畅快。这时他发现自己最爱的小女儿不在，苏苏呢？她不是和你们一起回来了？哦，苏苏说有点疲乏，我让她先回房休息了。白海摸着自己锃亮的大光头回答道：这样啊，那明天让她来见我。虽然我以前很看不上那个林轩，但如今他手握30亿巨款，倒也不是不能给他个当我女婿的机会。白景龙眼神微眯，盯上了林轩手上的巨额财富。他知道以前的林轩对自家女儿感兴趣，不过那时候他只知道林轩不受宠，却不清楚对方手握30股份的事情。毕竟林建军在这件事上故意做出了隐瞒，这也导致了他对白苏苏严加看管，断绝了林轩进一步的机会。要是当初不阻止，是否如今这30的股份嫁妆就是属于我白家的？这样一想，白景龙怦然心动，心中那个悔不当初啊！不过现在也不算太晚，
以苏苏的姿色，怎么也比个只会躺在床上的植物人强吧。另一边，小洋楼内某间粉红色的少女闺房，白苏苏躺在粉色大床上，抱着个大号海绵宝宝玩偶，迟迟无法入睡，脑海里全是今晚林轩的所作所为，颠覆了以往他对这位哥哥的看法。林轩哥哥他是为了苏姐姐才变成这样的吗？想起苏青哥，白苏苏美眸中闪过憧憬之色。她曾被白景龙带着去参加某个晚会，在那里见过苏青哥。对方一袭红衣连身裙，尽显雍容华贵，手中举着酒杯，游走在一众如自己父亲这般年纪的权贵富豪中，谈笑风生，那种从容不迫的气度，令白苏苏平生第一次有了自惭形秽之感。同为女性，明明对方大不了自己几岁，但在苏青哥面前，她感觉自己就像个刚长大的小孩。后来听说苏青哥成了植物人，白苏苏在惋惜的同时，心中又有了一丝丝幸灾乐祸。本以为对方将成为魔都永远的传奇时，林轩入赘的事情发生了。回想起今晚林轩对自己的态度，白苏苏心中有点不舒服，有一些不甘心。尤其是对方还曾经对自己百依百顺，如今却因为其他女人对自己冷眼相待。你到底是有多么大的魅力啊，才能让林轩哥哥变得那么陌生，跟换了个人一样？你都已经是个植物人了，为什么还要和我抢林轩哥哥呢？此时此刻，白苏苏自己都没察觉到，因为那一丝对苏青哥的嫉妒，她的心态渐渐有了一些新的转变。今晚注定是个不眠夜。对于林家发生的事情，有人气急败坏，冷眼旁观；有人不屑一笑；有人野心勃勃，想方设法凑钱。即使是苏青哥躺在病床上无法动弹的他，都还在担心林轩到底什么情况了，是否遭到了林家的为难。只不过，要是他知道自己担忧不已的对象此刻正躺在他隔壁房间的床上呼呼大睡时，会不会当场气得从床上跳起来？一夜无话。次日，林轩精神十足的醒来，依旧是先前往花店买了一株紫罗兰，回到苏家。青哥，我来了。轻声打了句招呼，林轩将紫罗兰放在床头，就开始了今天的复健行动。他将苏青哥扶坐起来，从头到脚开始进行按摩套餐。林轩，他回来了。不知道昨晚去参加生日宴会有发生什么事情吗？好想知道啊，为什么不说给我听呢？昨晚肯定不简单，要是我有能偷听心声的能力就好了，那我就不会这样两眼摸黑一眼瞎了。不过林轩的手艺好像见长了呀，好舒服啊。苏青哥舒爽的同时，心中也好奇不已。他昨晚能隐约听见几名仆人在窃窃私语，讨论的似乎就是林轩的事情。好男人，羡慕小姐。林少果真是第一深情。由于距离太远，苏青哥获取到的信息唯有只言片语，但也属实充分吊起了他的好奇心。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后，本以为能从当事人口中得知真相，可谁成想林轩却只字不提。唉，烦死了。另一边，宿主与苏青哥掌心贴贴，奖励1积分9秒。听着脑海里的系统提示音，林轩心中欣喜，很好，终于有所提升了。那么距离自己成为无敌先帝的日子又往前迈进了一小步，这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呀。就在林轩满怀希望之际，大门被人推开，一个绑着双马尾、身穿 JK 制服的小萝莉蹦蹦跳跳的跑了进来。她见到林轩的第一眼就脱口而出：“欧尼酱。”哈，妹妹别乱叫啊，我不爱二次元，请不要用这种别扭的称呼叫我。林轩满头黑线，连忙出声呵止。在小说中得到陈可辛、欧尼酱称号，只有后期获得认可的苏阳一人。没想到剧情还未开始，林轩就得此殊荣。欧尼酱不要害羞嘛，我现在可崇拜你了，你昨晚的光辉事迹实在太帅了。上次看到那么感人的爱情故事还是在动画片，你的名字，你对苏姐姐的付出太让我感动了，我认可你了，所以我决定让你当我的欧尼酱，你就感到荣幸吧。林轩的事迹早就在昨晚传遍魔都，陈可辛当然也是有所耳闻的。他万万没想到，除了在二次元里还有那么纯粹的爱情，这让小萝莉向往不已，对林轩的敌意全无。他不得不承认，林轩对苏姐姐的爱比他的要深得多。荣幸个锤子，我与小日本不共戴天，我拒绝这个名字。二次元不分国界，热爱二次元、向往二次元的都是家人啊！滚！总有一天，我要创造一个只有二次元的世界，让世界感受二次元的美好。没救了，这小鬼已经病入膏肓，可以放弃治疗了。林轩无力吐槽，懒得再搭理陈可辛，认真的给苏青哥按摩起来。可小萝莉仍旧活力四射，凑到林轩面前讨好道：“欧尼酱，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想请求你。你现在可是魔都的名人，公认的魔都第一深情，我有很多小姐妹都想要你的签名，你等下给我签几个名呗，我都答应小姐妹了。要是做不到，很丢脸的。”林轩一边按摩着少女的小腿，无语的转头没好气道：“你是不是人设崩了？之前我给青哥按摩，你一脸气得牙痒痒的表情，现在倒是不在意了。那不是欧尼酱你证明了自己是魔都第一深情吗？我认可你对苏姐姐的爱了。”陈可辛胸脯连拍，示意自己对林轩没有敌意了。不过我也没有放弃苏姐姐，所以我决定了，我们3个人将来一起结婚吧。二次元的世界里，这是很正常的，有爱就行。林轩，呵呵，二次元可真可怕呀。林轩当场给小萝莉的脑回路干沉默了。不过此刻更无奈的，则是躺在病床上的苏青哥。肉体上，他像个提线木偶般，任由林轩摆弄各种姿势就算了；精神上，他又像个隔绝开来的局外人。明明是3个人的世界，他却始终听不懂这2人在说什么。啥情况？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别当谜语人啊！林轩昨晚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成了魔都名人，还被人叫做什么第一深情？
我听不清，我真的听不清啊！苏青哥心中狂喊着，但却得不到任何回应。这一刻，他再次无比渴望能苏醒过来，哪怕仅仅只是能说句话，动动手指头也行，也好过像个活死人这样一直躺在这里。另一边，拗不过小萝莉的林轩，最终无奈的在纸张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等陈可辛美滋滋的将纸张收起来后，又过了片刻，苏青哥的整套按摩流程到了尾声，林轩这才转过身来，向小萝莉询问道：“昨天的歌曲，好想爱这个世界啊，反响怎么样？”提起这个，陈可辛又兴奋了，扯着双马尾，满脸崇拜道：“不说这个，我还忘了，那热度简直了，刚发布就占据各大音乐榜单榜首。我真想知道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那么好听的歌，你是怎么写出来的？听说昨天有人因为抑郁症想跳楼自杀，可因为听到这首歌，从而放弃了自杀的想法。”林轩有些诧异，没想到还阴差阳错救下了人。不过他并不感到意外，音乐的魅力就在于此，这也是他喜欢唱歌的原因。如果能用前世的音乐让这个世界的人们感受到那份魅力，似乎也不错。不过他如今的社会知名度够高了，没必要再花费太多精力在这上面，是时候将时间调整一下。林轩拿起地上的吉他，轻试了几下音感，道：“我的创作遇到瓶颈了，以后每隔3天再发布一首歌啊。”好吧，陈可辛在失望过后，最终也只能无奈点头。不过他倒是也理解，好音乐是需要时间打磨的。林轩创作的歌曲又首首是神曲，即使他再有才华，也不可能天天做到如此高质量的产出。那你今天有想唱的吗？有。林轩言简意赅，他随意摆弄着琴弦，想起自己目前被人称作魔都第一深情。提起深情，林轩顿时有了想法，琴弦一撩，悦耳的音符跳动而出，夹杂着低沉嗓音。女孩不想看你受一样的伤害，所以学会溺爱，一而再，再而再，三而再的错怪。为了你上山下海，为了你掏空口袋，满足你眼神里的期待，为了你不敢懈怠，再累也伪装起来，为了你眼神里的崇拜。仅仅只是听了开头轻快的部分，陈可辛瞬间就被吸引了。这是男生写给女孩的歌曲，歌词充满着深情，但不知为何，他总感觉这更像是一首渣男歌曲，将来有可能成为渣男中的战歌。这是他沉浸二次元多年的直觉。欧尼酱这家伙怎么会创作出这种渣男歌曲呢？女孩，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为你学会忍耐，为你坏习惯我都改。女孩，不想看你受一样的伤害，所以学会溺爱，错怪你真正要的爱。病床上，苏青哥沉浸在演唱中，他真的很想撬开林轩的脑瓜子，想知道对方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这才能每天都唱出那么有质量的优秀歌曲。尤其是今天这一首，苏青哥仔细聆听着歌词，若有所思。这首歌难道是唱给我的？女孩，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难道林轩是在借机向我表白？不对，女孩，听说以前林轩曾经暗恋过某个小女孩，似乎是白家的女孩，难不成这首歌是唱给她的？到底是唱给谁的啊？就在苏青哥陷入纠结时，歌曲也来到了收尾阶段，少女闺房中，林轩弹吉他的手指一停，余音缭绕，啪啪啪。反应过来的陈可辛甩着双马尾，拼命地鼓起掌来。好听好听，不愧是魔都第一深情，唱的歌都那么深情，就是有点渣的感觉。林轩，小萝莉收好录音机，就跟林轩道别，准备离开。不过刚走到门口，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突然停下脚步，回过头，又怎么了？赶紧说。望着陈可辛那有点讨好的表情，林轩就知道对方肯定有事求他。你能不能抽空当我的临时男友啊？哈，不能，没空，而且我都有青哥这个未婚妻了，还跑去当你的临时男友，这像什么话？还没等小萝莉说明原委，林轩就连连摇头。虽然不清楚是什么情况，但他现在忙着赚取积分，怎么可能去和个小屁孩玩什么临时男友的游戏？而病床上的苏青哥听到林轩毫不犹豫的拒绝，心情本能的愉悦了几分。可惜你过分了呀，林轩现在好歹顶着我未婚夫的名头，怎么能让他当你的男友呢？而且临时是什么鬼？这东西还能临时借用的吗？哦，好吧。收到拒绝的回答，陈可辛并不意外，纠结地抓着自己的双马尾。我父母逼着我下星期去见苏凡，就是我那个未婚夫，可我只对二次元里的纸片大哥哥有兴趣，又拗不过父母，就想着找个假男朋友演场戏，我再看看想点其他办法吧。唉，谁？苏凡？那不是主角苏阳的化名吗？对了，算时间的话，剧情确实是差不多要开始了。原剧情里，陈可辛的确是找了其他人扮演男朋友，企图将苏阳给气走，可最终找来的富二代却成了苏阳装逼打脸的对象。而也就是那个时候，苏阳才得知自己妹妹苏青哥成了植物人的事情。望着陈可辛郁闷离开的背影，林轩眯了眯眼，道：等等，虽然当不了临时男友，但以你朋友的名义去帮你参考下还是可以的。假如那个男生真的不堪入目，那我就帮你想办法赶走对方。真的吗？你可不能骗我。陈可辛猛地回头，脸上有着3分欣喜，3分激动，4分不敢置信。骗你干嘛？下划线，主要是看在你那么辛苦帮我管理账号的份上，我就勉为其难帮你一把。林轩脸部红心不跳，义正言辞道。而这也很快被陈可辛相信并接受，他顿时被感动到了。欧尼酱，你最好了，停，别恶心我了，快走吧。哦，那我走了。欧尼酱，撒尤那拉。见陈可辛说完就要扑上来，林轩连忙摆手拒绝。小萝莉见状，这才耸了耸肩，蹦蹦跳跳的离开了。黑暗的意识牢笼里，苏青哥对于林轩的反悔很是诧异，怎么回事？林轩怎么又同意了？他上一秒不是还很延迟拒绝吗？难道真的是为了感谢可心的帮助？有这个可能性，但不多。似乎是因为听到可心未婚夫的名字，这才改口的。
难道他认识那个苏凡吗？苏凡和我一样姓苏吗？突然间，苏青哥不知怎么的就被勾起了回忆，他想起了自己的哥哥苏阳，情绪一下子就低沉了下去。我好想你们啊，哥哥，你和爸爸妈妈在天国过得好吗？就在苏青哥暗自神伤时，林轩已经坐回到了原位，习惯性牵起了少女的手，陷入思索。他之所以答应陈可辛，其实目的很简单，只是因为好奇想当面与天命之子见一面罢了，观察下对方是否与剧情里描述的人设一样，从而再敲定接下来的计划。时光匆匆，接下去一整个白天，林轩都守在苏青哥床前，细心照料着，几乎除了吃喝拉撒，就没有放过任何贴的机会。这不离不弃的一幕，落在刘娟等苏家人眼里，全都被感动得泪眼花花。不愧是魔都第一深情，名不虚传啊！林少他真的，我哭死！谁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好男人，有真爱的。好羡慕小姐啊，因祸得福，找到了个好男人。我以后的老公要是有林少一半就知足了。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他们也几乎都认可了林轩这个即将上门的赘婿。林轩用自己不离不弃的深情获得了苏家上下的集体认可。而直到黑夜来临，林轩依旧守在病床前，时不时陪苏青哥说话。青哥，你知道书店里买不到什么书吗？买不到的书，正轨书店买不到的，难道是那种书？答案是遗书。你说牛顿被掉落的苹果砸中，结果发现万有引力。要是你站在桃树下，等被桃子砸中，会发现什么？什么也发现不了啊！牛顿只有一个，真理也只有这样的伟人能发现。答案是你会发现脑袋有点疼。要是我去找个老婆，他能帮我分担一半家务活，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呀？那还不好好心疼他，你负责另一半的家务活啊？答案是找2个老婆呀，这样一人一半家务活刚好公平。连续好几个奇葩问题，差点把苏青哥问得道心崩溃。后来他索性自我屏蔽，再也不在心里回答林轩的话了。咔嚓！就在林轩玩得不亦乐乎时，房门口被人推开。这会儿是谁呢？林轩好奇回头，就见到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杵着拐杖，缓慢地走了进来。苏爷爷，你今天怎么有空啊？这都是多亏了你啊，小轩，要不是你昨晚，苏家或许就……病床上听到爷爷的声音，苏青哥原本很是开心，毕竟这阵子苏胜天忙于公务，已经好几天没来看他了。只是下一秒，苏胜天模棱两可的话令苏青哥无语至极，又有些抓狂。昨晚怎么又是昨晚？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爷爷，你怎么也和可心一样，成了个谜语人，喜欢说话断断续续的？你们就不能干脆点吗？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好想知道啊！可你们说的话我听不懂，我真的听不懂啊！房间沙发上，苏胜天与林轩两人对立而坐。本来我都已经做好让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最坏打算了，可没想到你会为了亲哥不惜与林家决裂，卖掉手中的30%股份来拯救苏家。亲哥他能有你这个夫婿，是他的一生之幸啊！面对苏胜天误解，林轩心中有些尴尬。其实这只是一部分原因，更大的原因是林轩在布局一场将林家彻底掌控在手中的局。不过扫了眼病床上沉睡的苏青哥，林轩当仁不让的承认下来，满脸真诚道：苏爷爷，你言重了，我能娶到亲哥才是我的一生之幸，至于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何必执着？如果这笔钱能够拯救苏家于危难，那我觉得很值。此刻的林轩直接搬运了白酥酥的莲花语录，唬得苏胜天老泪纵横，感动不已。大觉悟啊！没想到小轩你小年纪就有这番觉悟，未来成就不可想象啊！苏胜天满脸震惊，很是敬佩林轩的品行，视钱财如粪土，这可不是一般年轻人能做到的呀。他此时是越看林轩越满意，觉得苏氏集团交到对方手中定能大放光彩。而面对苏老这么直白的夸赞，林轩则小脸一红，略显尴尬的呵呵一笑。另一边，病床上的苏青哥经过长久的窃听，总算是把昨晚发生的事情理清楚了，情绪一下子翻涌不断，一时间思绪难明。林轩为了我和自己父亲断绝来往了，苏家这阵子正在遭遇破产危机，那爷爷他压力得有多大？林轩准备卖出手上的股票换来30亿，以此帮助苏家渡过难关。林轩他真的是因为我吗？可现在的我配得上他对我的好吗？即使将来我能醒来，我也只会给他带来危险。这样的我根本配不上这份感情吧。对于苏青哥来说，林轩刚开始出现在他身边时，他是抗拒的，是厌恶的。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林轩的闯入，他的心态开始不再自暴自弃，不再惧怕那无边无际的黑暗，而是开始有了希望，有了期待，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林轩就像一道温暖的太阳光，成了他困在无边黑暗意识牢笼里的启明星，给他指引出他前进的方向。苏青哥也渐渐的习惯了林轩的存在，习惯了每天那一束紫罗兰的香味，习惯了对方在他耳边的温暖鼓励，习惯了按摩时肌肤触碰间的酥麻心跳，习惯了很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东西。当我醒来后，我真的能习惯没有林轩的日子吗？再次回到一个人孤独寻找仇敌，无人可倾诉的日子吗？我真的能吗？苏青哥在心中询问自己，但他突然无法坚定地说出那个字，能。由奢入俭难，由俭入奢易，品尝过被关怀、被照顾的温暖后，突然要他重回当初那种无助的孤独，苏青哥有些恋恋不舍，他好似上瘾了，他上瘾了。另一边，林轩两人并不知道苏青哥心中的翻江倒海正徐徐交谈着。苏爷爷，这几天你准备一下吧，只要我收到林建军的30亿汇款，就会联系你并转到苏氏集团的账户上，这笔钱应该足以让你应对
公司遇到的麻烦了。闻言，苏胜天浑身一颤，眼中有老泪凝聚。他没想到林轩如此慷慨，竟然准备一口气将30亿都交给他，连连摆手拒绝，不需要那么多，10亿足矣。小轩，你愿意借老夫10个亿，我就已经很感激了。苏爷爷，你这话就明显把我当外人了，生分了。难道我这个孙女婿的心意你就那么看不上吗？不是我明白了。既然小轩你这样说，那我就厚着脸皮收下了，这就对了吗？苏爷爷，我们是一家人，何必计较这是你的还是我的钱？对，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话到最后，苏胜天有些哽咽，他没想到困扰多日的危机就在这个孙女婿的帮助下化解了。与此同时，他在心底暗暗下定决心，日后等他撒手人寰那天，就将苏氏集团交到林轩手上。苏爷爷，林家那边你有听到什么风声吗？我很好奇，我那个渣店现在是否已经凑够了钱？想必都急得焦头烂额了吧？林轩摸着下巴，一脸的幸灾乐祸。他很清楚林家的资产情况，光靠明面上的流动资金，最多也就拿出了20亿，根本不够林轩要求的资金数目。不是听到一些，你父亲似乎正在到此借钱贷款、卖车卖房卖股票，看样子是打算掏空家底了。提起林建军，苏胜天也不由得没了好脸色。本来苏林两家是世交，本应守望相助，可之前苏家遇到危机时，他不止一次舍掉这张老脸，低声下气的和小一辈的林建军沟通求援，可换来的却是一句好自为之，这让苏胜天气的差点犯了心脏病。要不是顾及到对方始终是林轩的父亲，他现在都想破口大骂了。而林轩得到预料之中的答案，微微一笑，即使掏空家底，他也一定会买的，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我将股份卖给其他人，尤其是林家的部分竞争对手。再加上他手中掌握着最新研究出来的美颜药膏，还准备靠着这东西逆风翻盘，实现让林家再上一层楼的野心呢。在原剧情中，林家确实是靠着这种药膏实现了短暂的腾飞，但反派毕竟是反派，还没得意多久，市面上的药膏就陆陆续续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导致林氏集团一落千丈，人人喊打。而主角苏阳则是趁此机会装逼打脸，拿出了更完美的改良版药方。在他的帮助下，本来濒临破产的苏家实现大反转，重新复活，一飞冲天。当然，现在有我这个搅局的家伙在，那么某些剧情就该做出点新的改变了。美颜药膏。听完林轩的爆料，苏胜天忍不住瞪大双眼，他没想到林家会有这样的机遇。如果药膏效果真的能引起大众追捧，那确实有可能令林家拥有更上一层楼的可能。既然如此，小轩你为何还要把股份卖掉？假如消息属实的话，等林家研制出的药膏面世后，你手中的股份价值必将迎来暴涨。苏胜天眼眸中闪烁着疑惑，他知道以林轩的头脑，断不可能做杀鸡取卵的事情，而他既然做了，那背后定然有自己的理由。那药膏有很大的副作用，短期内确实能使人容光焕发，涂抹后皮肤光滑粉嫩，但效果持续不到1星期，皮肤就会开始溃烂化脓。在原剧情里，林家刚推出自家研发的美容药膏时，短期内确实得到了大量群众的哄抢，但还不到1星期，第一个涂抹药膏的女人脸部开始发痒，逐渐溃烂。刚开始林建军并没有放在心上，只是当成了个人体质问题。可等到越来越多使用药膏的人陆续出现问题，林建军这才彻底慌了。可惜回天乏术，不到1天时间，林氏企业就遭到全民抵制，甚至受到了有关部门的约谈。也就是这个时候，苏阳作为主角，身负强大医术，肯定是当仁不让的站了出来。他将改良后的完美药方交给苏胜天，苏家就此迎来了春天啊！那怪不得小轩你要赶紧卖掉股份，否则到时候你身为林氏集团的大股东，反而是最有可能受到牵连的。苏胜天恍然大悟，对林轩的果断十分欣赏。虽然他对林轩的消息来源很好奇，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苏胜天自然也不会多问，反正他无条件信任这个孙女婿就够了。对了，苏爷爷，这个药方给你。林轩从怀里掏出一张白纸，递给了苏胜天。这是。苏胜天诧异接过白纸，左看右看，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公式跟药材，这是制造美颜丹的药方，顾名思义，可以美容养颜，效果比林家现在拥有的美容药膏还要好，而且无副作用，因为它能由内到外调养身体。我希望苏爷爷你能拿着这药方，让公司研究部门成功生产出样品后，大量投入生产存储起来，在林家的药膏出现问题后，利用美颜丹能治疗皮肤溃烂的药效，迅速打入市场。林轩没有隐瞒，直接讲解起这份从系统那里兑换出来的药方效果。什么那么神奇？苏胜天双手一抖，瞬间觉得手中这张白纸价值千金且沉重无比。要是换一个人这样说，苏胜天只会把对方当成在吹嘘，但对方是他无条件信任的孙女婿，那他坚信这张药方的效果定然就如林轩所说那般神奇。太贵重了，小轩，这丹药如此神奇，完全可以从零衍生出个新的商业帝国呀！我对什么商业帝国没兴趣，我只想日夜守在亲哥身边，所以这药方在我手里就是浪费，就当我给亲哥的嫁妆了。又是嫁妆，30亿的嫁妆已经足够骇人听闻了，而这张药方更是价值无量，能衍生出的财富不可想象。林轩居然就这样送了出去，不过张了张嘴，苏胜天最终还是没有再出声拒绝。现在的苏氏集团确实很需要这张药方来焕发出新的生机，反正将来这偌大苏家也是迟早要留给林轩两人的，再多说拒绝的话，就真的显得生分了。好吧，那我就厚着老脸收下了。
我这就去交代研究科室那边，争取早日先把样品做出来。苏胜天微笑点头，将药方小心翼翼地放在怀里，随后与林轩再寒暄几句，这才在对方的相送下离开了房间。咔嚓，听着苏胜天离开的脚步声，黑暗意识空间中，苏清歌情绪十分低落，既心疼着自己劳累的爷爷，又怨恨着自己的无能。爷爷他离开了吗？这阵子公司看样子遇到了不少麻烦，爷爷肯定好辛苦。他明明年纪都那么大了，却还要每天如此费心费力，而我不仅帮不上什么忙，还成为个拖累，让爷爷日夜担心。要是我能醒来就好了，要是我能为爷爷分担一下，而不是像个废物一样躺在这里一动不动就好了，我可还真是没用啊。就在这时，苏清歌的掌心传来一阵熟悉的温暖，那是林轩手心的温度。没事的，清歌，不用担心，有我在，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你想守护的一切，不管是爷爷还是苏家，在你醒来之前，我都会为你守护好的，我保证。仿佛知道苏清歌在担心什么一样，林轩做出了自己的保证，而这些低沉且充满坚定的话语落在苏清歌耳里，令他心中一颤，在感动的同时又被浓浓的安全感所包围。这是以前的苏清歌无法体会的，在还没有成为植物人前，她算是魔都有名的女总裁，不管面对什么难题，下意识就是只想靠自己解决。因为曾经遭遇过背叛，所以苏清歌只相信求人不如求己，人性都是自私的。靠着这个信念，她独自咬牙撑过了很多难关。为了不让人觉得自己年龄尚浅，从而引起轻视，每次出门都要努力打扮得更加成熟，努力让自己摆出生人勿近的冷酷脸，独来独往。可是这样好累啊！我偶尔也想要和普通女孩一样，悠闲地躲在家里看剧，自由自在，不受约束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吃炸鸡，穿好看的裙子，和朋友去逛街，每天都带着笑脸出门。可我不能，我的身份，我的血海深仇都在提醒我不能那样。但现在都成了植物人，那稍微偷懒会没事吧？稍微依赖下他人也没事吧？黑暗牢笼空间里，苏清歌自言自语着，意识也在不受控制的缓缓沉沦失去。啪！似乎是某条紧绷的弦断了，彻底放松下来的苏清歌，她睡着了。在此之前，她都只是肉体在沉睡，但精神一直处于极端压抑痛苦的环境，意识始终是清醒的，昏昏沉沉的。因为她害怕自己一旦意识消失，或许就会彻底睡过去，就会变成了连意识都没有的活尸。但现在她突然放松下来了，突然觉得自己可以毫无顾虑的休息一回了。因为那个男人说过，在自己醒来之前会为我守护好真实的一切的。他那么厉害，肯定能做到吧？我好累啊，所以哪怕一会也好，就让我好好睡会吧。晚安，明天见。次日，当苏清歌再次恢复意识时，眼前依旧是一片空洞的黑暗。我睡着了，我居然睡着了，我这是睡了多久了？没有时间概念，无法感知外界情况的苏清歌霎时有些恐慌，她很害怕自己和某些电影的主角一样，一觉醒来就是几十年后了。等等，这熟悉的味道，虽然无法动弹，但苏清歌依然能感受到某股淡淡的熟悉花香扑鼻而来，那是紫罗兰的香味。闻着这熟悉的味道，苏清歌顿时心安了不少。这一模一样的味道，应该还是林轩送我的那种紫罗兰。林轩呢？他在哪？如果是往常他送了我紫罗兰，应该就会先牵着我的手，坐在我身边陪我说说话的。只闻其香，未见熟悉之人，苏清歌感觉十分不习惯，心底还有某些失落与不安。咔嚓，清歌，你们家也太大，我上个厕所都得跑好远。伴随着开门的声音，那道熟悉的嗓音随之响起，苏清歌原本悬着的心瞬间落下。他还在。紧接着，苏清歌就感知到有人坐在自己身边，手心也再次传来一道熟悉的温暖。清歌，你爷爷真是雷厉风行，昨晚才从我这里拿到药方，今天就开始监工生产了，这精力简直比年轻人还要像旺盛。听着熟悉的吐槽方式，还有其吐槽的内容，苏清歌总算是彻底松懈了下来。他已经从只言片语中推断出时间只过了一晚上。又过了一会儿，好了，清歌，又到了喜闻乐见的按摩环节了，结。听着林轩好似大色狼狩猎般的奸笑，苏清歌只觉一阵好笑，这笑的怎么那么像恶棍啊？有本事你就占我便宜啊！嘴上说的好听，其实都还是在规规矩矩的按摩。难道我那么没有魅力吗？黑暗意识空间里，苏清歌连连吐槽。经过那么长时间的相处，这时的苏清歌面对林轩的接近，她早已没了反感别扭，反而内心中有一丢丢希望林轩能对她不规矩点，这才能证明自己的魅力。此刻，或许连苏清歌自己都没意识到，她的厌男症如今在林轩面前已经彻底失效了。就在林轩这边充斥着无声的狗粮味时，林家别墅烟雾弥漫，面色难看的林建军坐在沙发上不断的抽着烟，而他的脚边仔细一看早就堆满了烟头。爹地，目前公司流动资金能全取出来的总共是20亿，这已经是极限了，再多可能就会严重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转了。在林建军的旁边，林浩皱着眉头将他查到的资金数额说了出来。不过对于这个数目，林建军心中也早有预料，他深深地吐出一口白色烟气，继续询问：那我们这2天卖掉的一些豪宅别墅、豪车、股票那些总共凑了多少钱？老公，这些东西是我在经手，全部总共卖了5个亿。一袭包臀裙的白月兰打着哈欠回道，她满脸的疲惫，眼眶周围全是黑眼圈。不只是她，林建军2人也大抵一样。这些天为了凑够30亿，他们可谓是用尽了各种方法，忙得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但三人压根不敢休息。毕竟根据他们收到的风声，最近不只是董事会部分野心勃勃的股东，还有魔都各大豪门都有了从林轩手中购买股份的意图。为了不让本属于自己的股份落入他人之手，林建军只能咬着牙想方设法去筹集资金。这也才25亿啊，还是不够啊！听到还差几个亿才凑得够30亿，林建军顿时面沉似水。见状，白月兰母子连忙开始表忠心：“老公，我这些年买了不少首饰衣物，还有各种奢侈品啥的，等下我全拿去当掉，应该还值点钱啊！”望着自己的小娇妻，林建军心中一暖，感动异常。而这时，他的儿子林浩也开始了表演，直接掏出了一张银行卡放在木桌上。爹爹，我知道我们家现在有困难，所以我也私自把自己的衣服、手表、跑车等名牌全当掉了，其中加上我和妈咪这些年的积蓄，一共凑了1个亿。直面桌面上的银行卡，林建军感觉它就像刺眼的太阳，将自己的眼泪都刺激出来了。整张银行卡仿佛都在往外散发着亲情的味道。小浩、月兰，是我无能啊，是我林建军苦了你们啊！你们放心，只要度过了这次难关，以后你们失去的我加倍补偿回来。还有浩儿，以后你就是我林建军唯一的亲儿子、继承人。至于那个逆子，老子就当他被车撞死了，他的死活再也与我无关。林建军是真的被感动到了，将母子揽入怀中，掏心掏肺的述说着：计划成功了，这老不死的彻底信任我们了，不枉我们连棺材本都拿出来了。在林建军看不到的地方，林浩母子互相对视，都能看出对方眼里的得意欣喜。为了能彻底得到林建军的信任，林浩母子可是将这些年所有贪污受贿的私房钱都拿了出来，就是为了现在这一刻。如今他们虽然身无分文，穷得叮蛋响，但只要林建军口中的美颜药膏上市，那么一切都能逆风翻盘，林氏集团或许就能一飞冲天，成功晋升1线世家也说不定。而那个时候，他们所能得到的回报不可估量。念及此处，林浩忍不住咧嘴一笑，但笑容却一下勾到了脸上的伤口。那剧烈的疼痛让林浩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对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林轩气得咬牙切齿，但又不住冷笑得意。哼，林轩啊林轩，虽然你拥有了30亿，但我却拥有了整个林家。只要林氏集团在手，那么金钱自然会滚滚而来。等我彻底发展起来，我就要用你母亲创建的家族势力，将你狠狠踩在脚下。接下来的几天风平浪静，林轩依旧日复一日守在苏青哥床前各种贴贴。这不离不弃的一幕令魔都众多质疑林轩作秀的键盘侠们闭了嘴。魔都第一深情的称号因此也变得越发响亮。但这一切林轩压根毫不关心，他只对自己的贴贴积分感兴趣。经过这几天的日夜操劳，积分面板上的数字终于再次突破2万，而且以8秒增加1点的速度跳动着，这让林轩感到欣慰不已，自己的努力总算是没有白费。就在这时，房门被打开，刘娟走了进来。林先生，你的弟弟林浩过来了，他说有事要见你，是否把他请进来呢？林浩应该是来送钱吧，那麻烦刘姐把他带过来吧。明白。随着大门再次被关上，林轩摸着下巴若有所思。这些天他也知道一点林建军的事，对方又是借钱又是卖车卖房的，听说还有白家鼎力相助，举全族之力凑够了4个亿给林建军，如今看来是准备过来交接股份的。病床上听到林浩过来，苏青哥本能的升起一股厌恶。林浩，我的前未婚夫嘛，当初真的瞎了眼，才会同意和对方订婚。幸好最后阴差阳错，林轩代替了他，否则我得被活活恶心死。这些天苏青哥被照顾得很好，他能感觉到自己身体正在快速康复，或许不日就能苏醒。这种感觉说不清也道不明，但就是存在。而给自己带来这份希望的是林轩，苏青哥自然是打心底里感激他，信任他。所以对于林轩闲聊时提过的在林家所受的委屈，他也是深信且心疼的。要不是他无法动弹，高低的想办法给林轩讨个公道。另一边，别墅大门口，林浩手持一份文件夹，神情阴沉。这些天他们为了筹钱可谓是拼尽全力，期间还受到了不少势力趁火打劫敲竹杠，但即便是这样，可收集到的资金依旧不够30亿。幸好他的舅舅白景龙仗义出手，不仅拿出白家多年的底蕴，甚至借了部分高利贷，这才勉强替林家填上了最后一个大坑。如今不管是林家还是白家，都可以说是已经穷得叮当响了。现在只能寄希望几天后林家召开新闻发布会时，美颜药膏带来的效果能尽如人意吧。林浩眼眸低垂，心中热切期盼着。咔嚓，这时房门被人推开，刘娟满脸冷漠地走了出来。快点跟我来，林先生在里面等你，别让他久等了。说完，刘娟看也不看林浩一眼，转身就在前面带路。那一脸不耐烦的模样让林浩瞳孔中涌现一丝怒意。这个贱人，前几次我登门拜访好歹还有笑脸，现在直接摆个臭脸给谁看？还怕林轩那混账久等了？我这里站了那么久都还没抱怨呢。不过哪怕心中恼怒，但林浩并没有忘记正事，只能强忍怒气装出笑脸，跟在刘娟身后进了大门。很快两人便上了2楼，一前一后站在道房门前。咚咚咚，林先生，我把林浩带过来了。刘娟敲响房门，恭敬地请示道。而在他身后，林浩神色越发难看，尤其是听到刘娟对自己那个一直瞧不上的哥哥如此恭敬，可对自己却直呼其名，这对比险些使林浩破防了。原本在他的认知中，以林轩那暴躁的脾气，他根本不可能耐得下心照顾个植物人，入赘苏家应该过得很艰难才对。不说每天遭受毒打，
至少也会受尽冷眼与嘲笑。可如今事实却与他想的截然相反。看刘娟如此恭敬的态度，林轩在苏家应该很受重视与爱戴，过得十分滋润。可这凭什么啊？明明只是个被赶出家门，只懂得使用暴力的莽夫，凭什么受到这等优待？我不理解啊！让他进来吧。就在林浩怀疑人生时，房间里传出了熟悉又厌恶的声音。随后房门打开，林浩跟着走了进去。刚进门就见到令他睚眦欲裂的一幕，只见自己那个曾经的倾国倾城未婚妻，此时正躺在林轩的怀里，如同充气娃娃般，任由林轩随意摆弄着各种不堪姿势。哥哥，亲哥他是个植物人啊，你怎么能如此禽兽？林浩满脸不敢置信，似乎林轩正在做什么畜生不如的兽行。对此，林轩默然无语。反倒是病床前的美夫人忍不住了，出声呵斥：“混账东西！林先生明明是在给我家小姐按摩治病，你不懂就不要瞎说。如果不是林先生，我家小姐的气色也不可能越来越好。”几句话下来，直接把林浩噎住了。这时他才震惊发现，昏迷多日的苏青哥虽然依旧是植物人状态，但红光满面，气色极好。不知情的可能还以为对方是在熟睡，可按道理来说，植物人的身体状况应该是不断下跌，面容枯槁的才对。但苏青哥这状态未免也太好了吧？难道这真得是林轩的功劳？这个念头刚起，就被林浩瞬间否决了。回归林家这几年，为了能成功将林家占为己有，他可是将林轩这个唯一的竞争对手前后后都研究调查透了。对方会各批的按摩，肯定是在瞎猫碰上死耗子，借机胡扯的。渴望着刘娟那深信不疑，仿佛自己在质疑就要发飙的表情后，林浩沉默了。他知道自己说再多也没人会信，只能在心中默默骂了几句傻逼。而这时病床上的林轩微笑开口了：“刘姐不用生气，我爸这私生子没什么文化，见识少误会了很正常，你又何必跟个乡巴佬计较呢？好了，原来是客，更何况是给我送钱的大冤种。刘姐，给他切杯绿茶招待下吧。”听到林轩发话，刘娟立刻转换成一副笑脸，点头表示明白。临出门时，他还特意请示了一句：“林先生，需要我叫2个保镖进来看住他吗？”“不用，我这小白脸弟弟可打不过我一个大壁咚就能呼死他，没必要劳烦保镖大哥了。”“明白。”等房门重新关上，房间里再次恢复寂静。而这时，林浩已经被2人旁若无人的羞辱给气得面红耳赤了。这尼玛的太 TM 欺负人了吧！就在林浩正深陷憋屈之中时，林轩的一句问话令林浩既愤怒，心中又猛地咯噔一下：“你的脸皮可真厚啊！上次我明明扇了你10几个大壁咚，可现在你看恢复的可真好啊！难道是林家最近又研究出了什么好的医疗美容用品吗？”望着林浩那张光滑粉嫩的脸蛋，林轩表情十分玩味：“哦，没有，我的恢复力比较好罢了。好了，先办正事吧，这是股份转让合同，你看下没问题就签了吧。”林浩不敢多做纠缠，连忙敷衍过去，他可不想让林轩知道美容药膏的事情，否则他肯定不会再同意出售手头股份。对于林浩的想法，林轩心知肚明，他也没有深究，只是似笑非笑的提醒道：“是吗？那就好。顺便给你个忠告，很多美容用品有副作用，用多了说不定会烂脸的。你才会烂脸，你全家都会烂脸，还敢诅咒我！等到时候药膏上市，林氏集团市值飙升时，有的是你后悔的时候。”一想到几天后林轩无能狂怒的可悲模样，林浩就不由得心情一片大好。没看到我还在替亲哥按摩疏通气血吗？还需要10分钟，先等着。林轩看也不看递过来的合同，随口道。只剩下林浩手持合同，尴尬的站在原地无所适从。接下去的时间里，林浩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曾经的女神，在某个禽兽的摆弄下，完全成了他人的形状。林浩顿感心塞不已，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憋屈油然而生，可他又无法发作，毕竟剃取这件事当初是由他亲自造就的，怨不得他人。渴望着苏青哥那绝美的容颜，林浩不得不承认自己有点后悔了。说实话，苏青哥作为魔都第一美女总裁，可谓是无数男性，包括林浩心目中的女神。当初得知女神成了自己未婚妻，林浩可是兴奋的好几天睡不着觉。即使2人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甚至每次还会吃闭门羹，但林浩依旧止不住的得意。只是万万没想到，临近婚期之时，传来苏青哥成了植物人的噩耗。虽然有点不舍，但成了植物人，基本就和宣告死刑差不多了。于是林浩当机立断，用计让林轩剃取，甚至为了补偿苏家，怂恿林建军提出让林轩入赘冲洗，他就既可以避免娶一个活尸，也能将林轩给彻底赶出林家。这计划一石二鸟，完美至极。本以为林轩会就此过上想象中的不幸生活，渴望着眼前这个满脸猥琐笑容正跟自己倾国倾城女神贴贴的青年，林浩心中只剩下恼火憋屈。于是为了给林轩心里添点堵，哥哥，你对亲哥还真是好啊。想当初亲哥与我海誓山盟时，我们也曾这样亲密无间过。说到这里，林浩似乎像是意识到说错话般，连忙捂住自己的小嘴，接着慌忙解释道：“哎呀，哥哥你千万别误会，我与亲哥只是好朋友，很少会私下接触的，你要相信我。”听着这般绿茶式的发言，林轩连眼皮都没抬，懒得搭理林浩的挑拨离间。毕竟苏亲哥是个怎么样的人设，在这个小说世界中，没有谁比他更了解了，又怎么会在意林浩这粗陋的谎言呢？黑暗的牢笼空间里，苏青哥本来正享受着林轩痛并快乐着的按摩，对林浩也只觉得他吵，并无太多情绪反应。但当对方说了一番模棱两可的话，有意曲解2人的关系后，苏青哥直接被气炸了。要不是他无法动弹，高低的跳起来赏林浩2个大壁咚。这个王八蛋到底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啊？谁和你海誓山盟过？谁和你亲密无间过呀？谁和你是好朋友啊？
我们见面的次数满打满算也就10几次，每次都是不到5分钟就被我赶走了。可怎么到你嘴里，我们好像曾经花前月下过一样呢？这个混蛋啊，故意当着林轩说这些谎话干嘛？要是被林轩误会了怎么办？好想狠狠扇这个混蛋几巴掌啊！苏青哥真的怒了，患有厌男症的他，连林浩靠近10米范围都感到不舒服，更别说什么亲密无间了。不过现在这个时候，苏青哥也反应过来，林浩就是故意在引起林轩的误会，这是苏青哥所不能容忍的，也是他现在最害怕的。他真的很想开口告诉林轩，他和林浩没有任何关系，更没有过一点肢体接触。从始至终，林浩在他眼里就是个联姻的工具人，别说所谓的爱情了，连男女间最基本的好感都没有出现过一次。而此刻，他更是对林浩恨得牙痒痒，真想把对方胡说八道的嘴给缝上。但下一秒，林轩说的话令他和林浩都震惊了。那又怎么样？我只关心现在，不管以前的亲哥感情生活是什么样的，我都不在乎。反正从今往后，他的生命里将一直有我的参与，直到生命的尽头。林轩摸着少女粉嫩的脸颊，一脸深情。而听到男人的深情告白，苏青哥感动不已，情绪在激动中上下起伏。林轩他原来那么喜欢我吗？可是我这样的人值得他这份纯洁无瑕的爱吗？我的生命中真的还能有这样的人参与进来吗？可我或许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的。林浩，其实我还挺感谢你的，要不是你故意用计，或许我还娶不到亲哥，所以你算是做了件大好事吧。林轩做完最后一道按摩程序，他走下了床，来到了林浩身边，拍着对方的肩膀，满脸感激，真诚道谢。见到自己的诡计，不仅没有离间林轩，反而让对方秀了一波恩爱。这下林浩是越想越憋屈，彻底破防了。眼见房间中无人，早已破防了的林浩一把拍开放在自己肩膀上的手，揪住林轩的衣领，满脸冷笑：哼，林轩，你装什么装呢？我知道你恨我，但那又怎么样？即使我是私生子，我照样可以夺走你的一切，所有人都只会相信我。林建军那蠢货也只会让我这个私生子继承家业，而不是你这个原配的儿子。给我记住，你永远都斗不过我。想起这阵子在林轩手上吃的瘪，林浩气得彻底破罐子破摔，不再隐藏自己真实的一面。可让他感到诧异的是，对于他的暴走，林轩反应得十分平静，嘴角还带着莫名笑意。哦，林浩，你现在样子可比你装绿茶男时顺眼多了。你望着云淡风轻的林轩，林浩越发气急败坏，他心中十分不甘。在过去的几年间，他一直是将林轩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对方在自己面前完全就像猫抓老鼠一般，任由自己随意拿捏。可不知从何时开始，两人间的猫鼠身份有了调换，在林轩面前自己渐渐处于下风，这让林浩心里压根无法接受。你有什么好得意的？要不是仗着手中有点股份，你拿什么和我斗？连这个植物人也是我让给你的破鞋，你就啊！还没等林浩说完，林轩眼中寒光一闪，抬手就是一个大壁咚，啪！你个绿茶男，给你脸了是吧？还记得我第一次抽你耳光时说过什么吗？说我无所谓，但你敢说我媳妇？信不信我用大壁咚呼死你？在这记大壁咚下，林浩耳中轰鸣一片，导致连林轩说什么都听不清楚，但脸颊上剧烈的疼痛却是如此清晰。我又被打了，这是第几次了？正所谓事不过三，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从小到大，林浩就没有受过这种屈辱，如今短短1星期全交代在林轩手上，这让林浩彻底愤怒了。林浩先是大吼一声，摆出跆拳道的基础动作，就要给眼前这个混蛋深刻教训。可林轩不屑一笑，随手就挡下对方踢来的腿击，花拳绣腿，让你看看什么是正宗的格斗术。接着一手刀打在林浩脖颈，吃疼的林浩瞬间瘫软在地。林轩又朝前一扑，揪起林浩的衣领，抡圆了手掌，就是几个大壁咚，啪啪啪。很快，林浩就双颊红肿，嘴角带血，疼得嗷嗷大叫。打得好！林轩用力打死这个喜欢捏造是非的混蛋。哼！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嚣张。不过林轩刚刚好像喊我媳妇，还为我出头，这还真是让人有点羞涩呀。哦 Q 病床上，苏青哥表面依旧沉睡着，但心理活动却十分丰富，不断的为林轩加油鼓气着。他虽然无法看到现场画面，但仅仅只是通过聆听动静，苏青哥也能知晓事情的大概。一开始听到林浩骂自己是破鞋时，苏青哥简直给气死了。不过无法动弹的他也只能忍耐着对方的羞辱，但没想到林轩突然为自己出头了，这让苏青哥既感动又担忧。毕竟他曾听说林浩可是练过跆拳道的高手，实力对付3、2个普通人绰绰有余。林轩真的不会吃亏吗？好在他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林轩居然也很能打，3、2下就把林浩打趴下。哎呀呀！林浩的惨叫声终是惊动了外面的苏家众人。刘娟带着一众保镖，面色紧张地冲进了房间。什么事？发生什么事了？没事吧，林先生？这家伙是不是袭击你了？见到众人进门，首先关心的林轩，而不是躺在地上的自己。林浩气得差点当场晕死过去。但凡不是眼下，都能看到被打的是自己吧？怎么都去问林轩有没有事？有事的明显是我吧？是一个混账！刚刚居然趁我不注意，在我准备签合同时，猛地伸出咸猪手，打算猥亵亲哥。幸好我眼疾手快，及时用大壁咚阻止了。这都是我的错，我没有看出林浩丑陋的内心，差点就让他给得逞了。林轩眼眶湿润，话音轻颤，似乎是在自责没有保护好苏青哥。哦 ，Omega 哦，那你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如此胆大包天。刘娟等人立刻转头，恶狠狠地瞪着林浩，打死他！
居然敢对我们小姐下手，弄死他！畜生啊！没想到你仪表堂堂，戴着眼镜，看上去人模狗样的，可却能做出那么龌龊的事情。一群人群情激愤，叫嚣着要打死林浩，哪怕林浩蜷缩在角落，大喊着自己是被栽赃陷害的，依旧没有人相信。幸好这时，我们正义的伙伴林轩及时拦住了准备动手的众人，义正言辞道：“各位，我和你们一样都很愤慨，但私下用刑是犯法的。作为守法公民，我们还是报警吧，就让警察叔叔来替我们伸张正义。”5分钟后，比付，警察叔叔们一身正气，如约来到了苏家，将林浩抓走。林先生，我们需要你前往警局做笔录，不知你现在是否方便？方便，我肯定配合。临走前，林轩牵起苏青哥的手，先是依依不舍地道别一番后，这才跟着警察叔叔们离开。这充满深情的一幕，令在场众人无不动容，居然对植物人女友用情如此之深，好一个深情的美男子啊！而在黑暗的意识空间中，听着周围人惋惜感叹声，苏青哥面上依旧沉睡，心里却早就被林轩的搞怪给逗乐了。林轩实在是太损了，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张口就来的能力还真让人佩服。假如林浩的罪名真坐实了，那他多年来积累的好名声将彻底毁于一旦。不过这样也好，省得林浩再顶着伪善面孔去祸害人。10分钟后，魔都警察局内，在林浩睚眦欲裂的目光中，林轩泪眼婆娑，坐在一张木椅上，望着对面正义的警察叔叔们，一边抹眼泪，一边讲述事情的经过。他直接将自己定性成忍无可忍，这才出手反击的受害者。林浩则成了十恶不赦的混蛋。什么这些年一直被林浩暗地欺负，什么逼着他剃去苏青哥，如今却又垂涎自己未婚妻的美色，对他恐吓殴打。什么自己已经被设计赶出林家，林浩还要赶尽杀绝。什么渣爹协同小三在家里对自己各种冷暴力，精神扑啊！警察局内，无数正义的警察叔叔阿姨们尽皆闻者伤心，听者落泪。尤其是林建军偏爱私生子的事情，魔都众人都早有耳闻，此时更是先入为主，完全相信了林轩的一面之词，看向林浩的眼神充满了厌恶。冤枉啊！这混蛋是在胡说八道，你们不要相信他。林轩，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血口喷人，有本事拿出证据来啊！审讯室里，林浩听着屋外林轩的滔滔不绝，气得破口大骂。以前都是他设计冤枉林轩，没想到终日打雁，有一天却叫燕啄瞎了眼，这感觉别提有多憋屈了。而这时，屋外的林轩压根没搭理他，而是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播放出了一段录音。哼，林轩，你装什么装呢？我知道你恨我，但那又怎么样？即使我是私生子，我照样可以夺走你的一切。所有人都只会相信我，林建军那蠢货也只会让我这个私生子继承家业，而不是你这个原配的儿子。给我记住，你永远都斗不过我。你有什么好得意的？要不是仗着手中有点股份，你拿什么和我斗？连这个植物人也是我让给你的破鞋，你就……不久前，趁着林浩被激怒时，林轩偷偷打开了手机录音，将最关键的几句话记录了下来。如今，当着警察局所有人的面，林浩一直以来伪善的面孔彻底曝光。各位叔叔阿姨，这是之前我弟弟威胁我时，我无奈中透露下来的。哎，我也没想到我弟弟会那么厌恶我明明只是想当他的好大哥呀，这都是我的错，我不怪我弟弟，请各位警察叔叔从轻处理他。哼，不过就是扮演绿茶男嘛，搞得谁不会一样？真当我穿越前的狗血电视剧是白看的呀？林轩心中冷笑，面上却是一脸遭受背叛的悲伤，眼角还挂着一滴泪，这可怜巴巴的模样，顿时迎来了无数同情目光。众人听着录音里林浩那得意嚣张的话语，已经对林轩再无怀疑了。造孽啊！你看这么好的孩子，却要经历那么多的坎坷，不仅亲爹变后爸，还要遭受同父异母弟弟和后妈的迫害。念及此处，众人望向不远处林浩的目光越发的愤怒厌恶。哇，林轩这个阴险小人居然那么卑鄙无耻，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偷偷录音的？混蛋啊，这可怎么办啊？要是这录音传到林建军耳朵里，那我一直以来营造的乖乖形象岂不是要彻底崩盘？咋办啊？隔离室内，林浩满脑门冷汗，他已经彻底从最开始的愤怒冷静下来后，转变为呆傻了。正当林浩心急如焚，不断思考着破局之法时，屋外林轩的声音再次传来，言辞恳切：“警察叔叔，能不能让我单独和我弟弟聊一聊？我相信他是个好孩子，只是一时走错了路。我做大哥的想好好开导他，让他早日迷途知返，认罪伏法。”看在林轩那么可怜的情况下，有个似乎是大队长的警察领导动了恻隐之心，点头同意了这个要求。时限3分钟，咔嚓，房门打开，林轩走进审讯室的瞬间，原本脸上那委屈巴巴的模样消失，转变成了一张略带玩味的笑脸。你想什么呀？此刻林浩也不再想去掩饰什么，直接开门见山，毕竟他有把柄在林轩手中，再嘴硬也没有意义。很简单，承认你今天对亲哥有猥亵行为。你个混蛋，你想毁掉我吗？不可能！林浩快气疯了，怨毒的目光瞪着林轩，猥亵一个无法动弹的植物人，这要是认下来，以后他在魔都江永远有着洗刷不掉的污点，这辈子或许都得在人们的有色目光中生活了。你还有脸说我之前在魔都那糟糕的名声，不有一大半是在你的设计下传出去的吗？我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然你可以拒绝，至于后果吗？林轩打开手机屏幕，上面还有着林浩的录音，威胁意味十足，毕竟好歹是占用了前身的身份，
林轩不介意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替前身讨一个公道，而且为了即将开始的剧情，不管是好名声还是林氏集团，林轩现在全都要夺回来。首先第一步就是先让林浩这对父子反目成仇，而他也知道林浩一定会同意的，毕竟比起所谓的名声，那肯定是继承百亿家族来的重要。为了避免增加林建军变卦的可能，林浩只能同意，而事实也正如林轩所料，我同意了。林浩一字一顿，咬牙切齿地说出了4个字，但你必须遵守约定，绝对不能录音外泄，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当然，我这个人最守约了。林轩一脸微笑，连连做出保证。接着在林浩不甘闭幕时，在通讯录里找到代号傻逼后爸的名字，转手就把录音发了过去。魔都警察局审讯室的大门被打开，林轩率先走了出来，满脸欣慰。警察叔叔，我对我弟弟进行了深刻的思想教育，他已经洗心革面，决定改过自新，重新做人，请你们一定要争取从轻处理。在林轩身后，面色阴晴不定的林浩跟了出来。听到这番话，他先是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中怒火，随后脸上露出职业般的假笑。是的，我知道错了，当时我鬼迷心窍，幸好有我哥哥劝导，如今我想洗心革面。警察叔叔，你看我还有机会吗？闻言，众多正义的警察叔叔连连点头。当然有，只要你知错就改，那就还是个社会好青年。不过你要好好感谢你哥哥，他可真是用心良苦啊，时时刻刻在担心你走入歧途。林浩嘴角一抽，他掐死林轩的心都有了，还要向他表示感谢，可顶着那么多双期待的目光，林浩紧咬牙关，最终僵硬的扭过头，朝着林轩道了声谢。不客气，谁叫你是我最亲爱的弟弟呢？林轩满脸真诚，上前给了林浩一个拥抱。而看到这副兄友弟恭的场面，周围的警察叔叔们都是感慨不已，这真是一个善良大度的好大哥呀。很快，在警察叔叔们的再三确认下，林浩承认自己猥亵未遂，自此罪名成立。但由于主动自首，情节又较为轻微，只判处3日拘留期。就在一切尘埃落定，林轩准备离开之时，刚好迎面撞上了匆匆赶来的林建军。对方一见到林轩就大吼道：“小浩在哪里？你个混账，把他怎么了？”他刚刚还在林家心情不错的等候林浩归来，可哪成想最后等来的并不是林浩，而是一通警察局来电。安静，大吼大叫像什么样？林家主，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见到林轩那么好的孩子，还无故受到偏爱私生子的渣爹责骂，有看不惯的警察忍不住出声呵斥。还有林浩的事情，我们已经查得很清楚了。林浩猥亵植物人未遂，但看在他认错态度良好，且未造成大错，就暂且拘留3天，以示惩戒。希望林浩出来后，林家主能多加教育，提升自己孩子的道德水平。什么猥亵未遂？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听到林浩因为猥亵而被拘留，林建军整个人都呆住了。旋即猛地瞪向林轩，恍然大悟，他虽然不清楚其中的缘由，但林浩明明是去苏家签合同，怎么都不可能脑袋抽风去猥亵个植物人吧？唯一的可能是你，混账东西，他可是你弟弟啊！你居然这般陷害他，你还是个人吗？还不快向警察说明情况，将你弟弟救出来！林建军咆哮着，举起手就朝着林轩走来。见状，林轩眼眶一红，直接抱住身旁英姿飒爽的美妇人警察。警察姐姐，他又要打我了，我怕。这副遭受家庭暴力的无助模样，顿时唤醒了女警察的怜悯之心。她登时柳眉倒竖，出声大喝：“林家主，请自重！你这是要在警察局动手家暴吗？即使你是这孩子的父亲，但你这种行为完全可以判你虐待儿童罪的。虐待儿童？你管这个1米8的子的小伙叫儿童？”林建军差点没被气死，可察觉到周围警察们蠢蠢欲动的目光，他最终还是不敢再有任何动作。毕竟林家只是2线家族中垫底的存在，根本没有实力在警察局撒野。哼，我这就去问问号，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无可奈何之下，林建军只能恶狠狠瞪了林轩一眼，掠过他朝着拘留室走去。谢谢警察姐姐。见林建军恼火离开，林轩对着女警察甜甜一笑，不用谢，举手之劳。以后要是你父亲再敢对你动手，你随时可以报警，我们一定会为你主持公道的。中年女警察很是心疼眼前的青年，细心叮嘱道。而在他身旁，其余众多警察也都是出声安慰，他们不是傻子。从刚刚林建军不分青红皂白就要动手的情形来看，完全可以想象到平日里林轩在家是过着怎么样水深火热的生活。我知道了，警察叔叔们再见。在感谢了一番后，林轩这才微笑着离开了警察局。刚刚走出大门，他就被停在不远处的绿色兰博基尼吸引住了目光，那是林建军的座驾，看来30个亿还是不足以将他彻底榨干啊。林轩围着兰博基尼转了一圈，若有所思。为了达成将林氏集团完全掌握在手中的目标，林轩会在林建军彻底走投无路的时候，将其手中的股权尽数低价回收。那么首先第一步就得将对方彻底逼入绝境才行。念及此处，林轩摸着下巴，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他也有了想法，既然30个小目标不够，那就再往上加一些呗。另一边，拘留室内，啪！你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有本事再说一次！本来就憋着一肚子火的林建军来到拘留室询问林浩情况，本以为他肯定是被林轩设计冤枉的，可没想到这小子不知哪根筋没搭对，居然敢说这都是真的。他确实进行了猥亵行为，不敢置信的连问了几次都得到了相同的答案，这可把林建军气得失去理智，第一次甩了这个小儿子一巴掌。平时这份殊荣可是只有林轩才有机会享受到，如今却给了最受宠的私生子安排上，可想而知林建军的心中有多愤怒了。爹地，都是我的错，对不起，我当时鬼迷心窍，请你原谅我，我再也不敢了。
林浩捂着火辣辣的脸颊，痛哭流涕地跪在林建军面前，祈求对方的原谅。鬼迷心窍，你个混账东西！你知道这件事传出去后对老子的影响有多大吗？我林建军的儿子是个猥亵犯，你妈的，我的脸都被你丢光了。古语有云，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越想越气。林建军觉得很有道理，他连退了好几步，就感觉到肺都要气炸了，一时没忍住，又是连续几个巴掌过去，啪啪啪。本来林浩的脸就在林轩的摧残下成了猪头，现在又遭到了林建军的暴击，整张脸更是仿佛肿成了篮球。这个老不死的，居然扇得那么用力，以后等你老了，看我不天天把你养气管。林浩捂着脸颊，心里不断怨毒诅咒着，但面上依旧痛哭流涕，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抱着林建军的大腿疯狂道歉。其实他也是没办法，两害取其轻，猥亵最多就是名声不好听。在已经与林轩闹翻的情况下，林建军只能选择他这个剩下的儿子当继承人，但要是让林建军知道他之前的乖巧形象都是伪装，那以对方那多疑的性格，想再获得他的信任宠爱就难如登天了。说不定林建军脑袋一拍，重新搞出个私生子来代替他也说不定，就如同他代替了林轩一样。只是不管是林轩还是林建军，进阶都已经被林浩记恨上了，只要有机会，迎来的就是疯狂的报复。而这时林建军终于是停下了手，毕竟是自己最受宠的小儿子，望着对方那惨不忍睹的脸庞，冷静下来的林建军有些心疼，但一想到林浩做的混账事，他又恼火不已，索性说起了正事。好了，事已至此，你就在这里待3天，好好反省一下吧。我早上给你的合同呢，给我吧。提起合同，林建军一下子心潮澎湃起来，如今的他终于要实现多年的梦想，成为林氏集团名副其实的掌控者。哼，林轩那小子还是太嫩了呀，居然不等钱到账了再签字，那就别怪我实行，妥，自觉，陪你慢慢耗了。林建军打定主意，先慢慢和林轩耗，说不定耗到最后一个子都不用给了。那个爹爹，合同他还没签字呢。就在林建军志得意满之际，林浩小心翼翼的话语传来，直接给林建军浇了个透心凉。你说是妈？林建军僵硬的扭过头，额头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一字一顿的道。见到对方这模样，林浩紧张的咽了口唾沫，但还是硬着头皮出声。我说林轩他还没啊，话还没说完，啪！早已气疯了的林建军挥手就是重重一巴掌，当场把林浩扇得原地转圈。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我让你去干正事，那是信任你，你可倒好，正事不干，却忙着去做这么龌龊的事情。你可真是要气死老子了！林建军破口大骂，第一次对私生子下了重手。随后想起林轩或许还没走远，也不再搭理捂着脸颊倒地的林浩，匆忙小跑出了拘留室。他要去寻找林轩，赶紧将股份转让合同敲定下来，以免影响到了3天后的美容药膏新闻发布会。而在林建军的身后，只剩下了满眼怨毒盯着他背影的林浩。呼呼，魔都警察局门口，林建军快速的冲了出来，气喘吁吁。他四处张望，终于发现了不远处的林轩。站住，林轩，先等等，我有事和你说。怎么了，林先生？难道是因为我打了你儿子，想为他向我要个说法？林轩皱眉回头，神情冷漠，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先说好，这都得怪你儿子手脚不干净。当时我一转头就看见林浩伸出咸猪手，然后我就大逼咚过去了。望着眼前这个左一句林先生，右一句你儿子，言语中满是划清界限的大儿子，林建军突然有种心头一酸的感觉。曾几何时，这个儿子是多么的孝顺听话，对自己逆来顺受啊，怎么短短不到1星期就成了现在这副无赖的模样？不过回想起过去几年，将心比心，自己似乎确实是过分了点。林轩会在心里闹情绪，似乎也很正常。于是林建军决定痛改前非，再给这段父子情缘一个机会。林轩，我们毕竟是父子，何必闹成这个样子呢？唉，不然这样吧，我们和好吧，大不了以后我不再偏爱林浩了，我会给你足够的父爱，让你好好当我的好爸。望着对自己张开双手，一副赶紧扑进爸爸的怀抱，我们重新开始的林建军，林轩只觉一阵恶心，这人是得有多自恋啊？真以为别人那么想给他当儿子吗？林先生，你在说这些无聊的屁话，那我走。哎，冥顽不灵。林建军轻叹了一口气，不过他很快就不再纠结了。大号虽然废了，但好在他还有小号，目前最重要的还是得先解决股份转让合同的事情。罢了，那我们就谈正事吧。因为出了意外，那份30亿的股份转让合同你还没签呢。这样吧，现在坐我车去公司重新拟定一份，我们重新签吧。说完，林建军就打开了兰博基尼的车门，示意林轩上车。林先生，你好像误会了什么，不是30亿的股份转让合同哦，而是35亿。望着驾驶座上愣住的林建军，林轩咧嘴一笑。他本来是想攀升到40亿的，但考虑到林建军现在的资产状况，再增加5个亿基本就是极限了。而且林轩最主要的目标不是赚钱，而是将林建军逼入弹尽粮绝的地步，那么再增加5个亿差不多了。林轩，你在发什么疯？我们不是说好30个亿吗？怎么又变成了35亿？如林轩预料的那般，林建军直接炸毛了，气急败坏的怒吼道：以林家目前的资金情况，30个亿已经是很勉强了，但还能保留一些资产，不至于被彻底掏空。但要是再增加5个亿，那即使是他将剩下的别墅豪车卖掉，那也是远远不够的。这种情况下，说不定就得去借高利贷了。好歹我们也曾经是父子，难道你真的要把事情做绝吗？面对林建军的质问，林轩只是掏出手机，打开了微信界面。
下一秒，看到聊天界面上的记录，林建军顿时冷汗直冒，一时间沉默了。只见手机屏幕上全是林轩和公司各大董事会成员、魔都各大豪门势力的对话，内容无一不是要求购买林氏集团的股份，有些只想买一部分，而有些则想花30亿全部买下。林先生，就是看在我们曾经的关系上，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答应任何人的股份交换请求，否则的话，你这董事长的位置早就不保了。听着林轩的话，加上证据确凿，林建军一下子没了底气，有些慌了。他可不想自己的乌纱帽被别人摘走，这次再开口，语气就有些恳求的意味在了。林轩啊，这公司好歹也是当年我老婆你母亲打拼出来的，难道你忍心她落入外人手中吗？至于35亿，我确实是拿不出来了，不如我们商量下，就30亿可以吗？可面对林建军的服软，林轩连眼皮都没抬，似笑非笑道：30亿本来是没什么问题了，你能承认林氏集团是由老妈打拼出来的，我很开心。但今天林浩猥亵我未来媳妇的行为，却让我很不高兴，所以5亿是我的精神损失费，而且我只给你2天时间，2天内你拿不出钱，我就卖给其他人了，就这样。说完，林轩头也不回，自顾自地往前走去。而听到之所以多出5个亿，都是因为林浩今日的猥亵事件，他恨不得立马回到拘留室，再给那个混账东西几个大壁咚。5个亿啊，这可是5个亿啊！就因为林浩手贱，5个亿就没了。林建军气得咬牙切齿，这还是他第一次对林浩产生怒气，就直接气得心脏疼。眼见林轩背影越走越远，焦急的林建军赶忙开着兰博基尼追了上去，试图做出最后的努力。在5个亿面前，他毫不犹豫选择出卖林浩。等等，林轩，我们再商量商量，这样我让林浩给你道歉怎么样？不怎么样，一个道歉抵消5个亿，你觉得林浩配吗？那我让他给你下跪道歉，他哪只手碰到那女娃，我就当场打断他哪只手，怎么样？呵呵，没兴趣。你要是再烦我，信不信我涨到40亿？听到林轩要涨到40亿，林建军吓得刹车都快踩烂了。眼见林轩真的没有再商量的余地，无奈之下，林建军只能踩紧油门离开。他要赶紧回去想办法，2天内填补出5亿的空缺。至于爱子林浩，还好现在是眼不见心不烦，否则林建军都不敢保证会不会抄起板凳把那败家子打死。10分钟后，林轩回到了苏家别墅，刚进门就碰见了刘娟等工作人员的热情迎接。由于这阵子的相处，林轩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征服了这些工作人员，此时更有好几个女仆少女将林轩围在中间叽叽喳喳。林先生回来了。林先生好，我给你倒了杯水，请喝水。林先生，那个变态怎么样了？对，他是不是被枪毙了，还是判了无期徒刑？听到林浩只在拘留所关3天就能出来，众人都是一阵义愤填膺，大喊着不公平。嗨，好了，全都回去工作吧，别打扰林先生。这时，苏家的大管家刘娟开口，众人只得一哄而散。林先生，苏董事长来了，就在小姐房间。苏胜天来了，也是发生了孙女被人猥亵这种大情，他肯定会过来看看的。于是林轩便朝着2楼走去。而此时，苏清歌的房间中，苏胜天望着病床上的孙女，苍老的脸颊上满是宠溺，但下一秒，浑身又被一股寒意所笼罩。林家，林浩，那个畜生，孙女你放心，爷爷用命发誓，一定会为你讨个公道的。要是林建军不给我个交代，那这世交关系就到此为止了，以后再碰面，2家就是死敌了。苏胜天满面寒霜，语气森寒，他现在最宝贝的就是苏清歌这个最后的血脉亲人了，哪怕拼掉这把老骨头，也一定要为孙女讨个公道。而苏胜天不知道的是，病床上他眼里没有意识的植物人孙女，这时正心急如焚地呼唤某个青年的名字：林轩，你这家伙怎么还不快回来？我爷爷以为我真被欺负了，这样下去，我怕他的身体气出问题，哪怕没有气出问题，他要和你林家拼命怎么办？以苏家现在的情况，可经不起这般折腾了。我还等着醒来后继续靠着苏家发展壮大，有朝一日向那个家族复仇呢。可恶的林轩，您太不负责任了，还不快来向我的爷爷解释清楚？林轩，你到底在哪里啊？快出现，我数时间，你马上给我出现。3、2、1。或许是冥冥之中真有天意，心有灵犀的苏清歌刚数完1，那道熟悉的声音就这样出现在他的耳朵里。苏爷爷，你别生气了，小心身子啊！我再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林浩那小子没有猥亵清歌，我故意陷害他的。嗨，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呀，我又不是故意骗你的。谁让林浩那小子太嚣张了？林轩刚走到门口，就听到老头气得面色涨红，在那里用命赌咒发誓，把林轩吓得赶紧出来解释来龙去脉。他还真怕苏胜天这把老骨头，愤怒下气血冲头，一不小心脑梗倒下就凉了。而当林轩说出真相后，苏胜天先是一愣，不可置信地盯着林轩片刻。他想起刚刚自己的气愤填膺，一番热血喂了狗，眼角不由得一阵抽搐，苦笑着连连摇头，随后拿起一旁走路用的拐棍，上下挥舞了几下，虎虎生风。林轩啊，你要是我亲孙子就好了。想当年我孙女惹我生气的时候，我都是用这棍子狠狠教训我孙子的。林轩，哦没搞，难道我听错了？孙女调皮捣蛋，你打孙子干嘛？下划线，不是说大部分老人家都重男轻女吗？怎么到您老这里就反过来了呢？此刻，林轩不由为主角苏阳的悲催童年感到莫名心酸。我们男孩子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啊？苏爷爷，你准备一下吧，最迟后天林建军就会掏出35亿来购买我手上的股份，到时候那笔钱就直接转到苏氏集团账面上去吧。爷孙俩玩闹过后，林轩神色一肃，说起了正事。
35亿，之前不是说好30亿吗？你父亲会同意加钱？苏胜天有些诧异，毕竟按市值估算的话，林轩手上的股份顶天了就值30亿，由不得他不同意。我已经和他讲明期限了，2天内看不到钱，我就将股份转卖给其他想要的人。为了保住林氏董事长这个位置，他哪怕砸锅卖铁也得去给我凑够这笔钱。林轩坐在病床边，眼中有着笑意闪过。熟知剧情的他，早就将林建军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针对性地布下了局。如今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虽然按照林家当前的财务状况，肯定是无法承受这5个亿的缺口，但林轩才不在乎。他就是要将林建军多年的积蓄彻底榨干，不管对方最后是去借高利贷，还是去卖血卖肾，林轩都不在乎。反正你把钱给我凑出来就行。你说的对，听说林家开发的美容药膏也即将面世，为了不让小轩你在见到巨额利益后反悔，林建军肯定是最希望股份转让尽快完成的人。听完林轩的解释，此刻苏胜天也反应过来，老脸再次浮现出了笑意。对了，我这记性差点给忘了。突然老人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拍脑门，从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小盒子。苏爷爷，这难道是什么宝贝？瞧把你给乐的。望着苏胜天喜笑颜开，笑得跟个老小孩似的，林轩好奇询问，这就是宝贝啊？还是你给我的宝贝？我给的。难道是美颜丹吗？林轩愣了一下，隐约猜出了盒子的东西。果不其然，苏胜天小心翼翼打开盒子后，里面放着一枚通体滚圆金黄、2个指甲盖大小的丹药。这外貌形象倒是和小说里描述的差不多。见到金色丹药的瞬间，林轩心中就有了底。他知道美颜丹的炼制宣告成功了。小轩啊，你给我的药方真是不得了啊！我让科研部的人不分昼夜的开发，接连失败了好几次，这才成功制作出了几枚成色不错的样品，这就是其中的一枚。望着小盒子里的金色丹药，苏胜天喜不自胜，笑得满脸褶子。他知道这枚丹药的开发成功，将彻底颠覆医疗美容市场上的原本格局，苏氏集团也将在这一次机遇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利益。一想到苏家有可能做大做强，再现当年辉煌，苏胜天不禁老泪纵横，激动得语无伦次，握着林轩的手大声感谢。小轩啊，你真是我苏家的福星啊！第一次见你，我就觉得你长得很有望气象。当年我家亲哥去算命，都说他命里注定坎坷不幸，除非能遇到命定之人方能破局，当时可把我愁死了。现在一看，你不就是我孙女那个命中注定之人吗？我家亲哥能娶到你，真是他一生之福气啊！林轩啊，这应该是在夸我吧？毕竟我入赘苏家，这不就是变相嫁给了苏亲哥的意思吗？不过吃软饭好像也不错，毕竟能躺平摆烂，有富婆养着，还是挺爽歪歪的。安慰了苏胜天几句，等对方情绪逐渐平和下来后，林轩这才认真叮嘱道：好了，苏爷爷，这丹药你们做过实验吗？毕竟要流入市场的，必须要保证万无一失，否则一旦出现问题，那不仅无法带来大机遇，整个苏家都可能因此遭受灭顶之灾。闻言，苏胜天正了下脸色，将丹药塞入林轩手中。放心吧，这其中的严重性我比谁都清楚，所以我亲自参与监督实验过程，让人做过大量的实验了，如今可以确保万无一失。这丹药是目前制作最为完美的作品，我想着先带过来给你使用，毕竟药不是你的药方，这神奇的丹药也不会面世。看着手中的丹药，林轩倒是没有拒绝，微笑着收下，旋即转头开始叮嘱苏胜天，既然丹药没有问题，那现在就可以开始大量生产美颜丹了。就在林轩2人商量事宜结束，苏胜天笑呵呵的起身离开时，病床上苏清哥面上毫无反应，心中却早已将林轩2人的话完全听在耳里。林轩拿出来的丹方，看样子成功制造出美颜丹了，只是这药效真的有那么神奇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好了，说不定我苏家就能抓住这次机会，再次走向曾经的巅峰。由于没有亲眼见过美颜丹的药效，苏清哥心中还是有点疑虑的，但他还是真心期盼着丹药这件事是真的，那样的话，或许自己就有了复仇的可能，当然也只是多了一丝丝的可能而已。毕竟那个世家的强大早已登临魔都之巅，难以撼动，他仅仅只是暗地里使用了点手段，苏家就从曾经顶尖的2线家族衰败成今天2线家族中的末端地位。但无论希望多么渺茫，我都不会放弃。父母哥哥的死亡和那个世家绝对脱不了干系，说不定我这次的昏迷也与对方有关，所以我必须要查出真相才行。只是这样一来，或许会连累林轩陷入危险的境地。果然啊，如果真是为了林轩着想，我迟早还是得与他分开，这对彼此才都是最好的结果。就在苏清哥思绪纷飞，忧虑着醒来后要用什么理由才能合情合理的与林轩分开时，他突觉脸上一阵清凉，似乎有某种胶状物正在自己脸上涂抹着。这是什么东西？好凉爽啊！不对，这到底是在往我脸上涂抹什么啊？而这时候，林轩的声音传来，解释了下目前的状况。清哥呀，这美颜丹既可以外敷，也能内敷。我看你躺了许久，皮肤都有些干燥了，就把美颜丹搅碎给你当面膜敷脸，不用谢我。我谢你个鬼！我皮肤好着呢，才不需要涂这些东西。快给我擦掉，好痒啊，又痒又凉的，等下不会给我毁容了吧？苏清哥心中十分抗拒护肤品，他的皮肤一向都是天生丽质，哪里需要这些外物辅助？即使以前在未昏迷前，也从未用过任何化妆品，本能的觉得这些化学药品不够可靠。如今被林轩涂了些莫名药物，自然有些担忧起来。他还真怕自己的脸出什么问题，可惜他现在无法动弹，哪怕在心里喊破天，也没人能听到，只能像个木偶般任人宰割。另一边，林轩坐在病床前，手里端着一个碗，里面正是泡了少量水。
搅拌后形成的美颜丹。这方法也是从书里主角苏阳的操作中学来的。好了，完美，过会帮你清理一下脸颊，到时候你的皮肤肯定能更光滑细嫩。把最后一点粉末擦拭在少女脸上，林轩这才放下碗筷，满意的点点头。其实美颜丹最好的使用方式是内服，它能由内到外改善你的五脏六腑，体内的内循环好了，反馈在脸上才能有最健康的气色。但你这情况，不如我下次搅得更碎点，然后嘴对嘴喂给你吧。这丹药入口即化，你也不用担心会噎着。望着苏青哥粉嫩的嘴唇，林轩眉头一挑，突然觉得牺牲色相的时候到了。毕竟咱也是在做好事，想必青哥他应该不会介意吧。黑暗的意识牢笼中，苏青哥本来还在仔细倾听着，但没想到林轩越说越离谱，竟然还提出要嘴对嘴喂他。不行，绝对不可以！林轩，你别乱来啊！这可是我的初吻，我坚决不同意交代在这里。我五脏六腑很好，不需要吃什么美颜丹。登徒子，你要是敢偷偷夺走我的初吻，等我醒来你就死定了！听到林轩说要嘴对嘴喂他，苏青哥整个人都不好了。她算是比较传统的女性，从小到大连男生的手都没牵过，更别说接吻这种不正经的事情了。再加上自己还有厌男症，再说了，接吻这种事情至少也得在自己清醒的时候吧。苏青哥可不想不明不白就这样躺在床上失去了第一次，如此神圣的事情一定要在特殊的时候才可以。可无论苏青哥怎么抗拒，身为植物人的他始终只能听之任之。好在林轩的叹气声再次传来，还是算了吧，毕竟这是青哥你的初吻，还是得在你清醒的时候亲才有意思。我可是个正人君子，岂能趁人之危？罪过罪过，青哥你听到了没有？等你醒来后，到时候你要把初吻给我哦。3，你不说话我就当你同意了，不能反悔了。说完，苏青哥就感觉自己的手被人牵起，然后小拇指被掰开，同时伴随着林轩的玩笑声，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小狗。哟，你才是小狗呢，我没有同意啊，你耍赖啊。还有，我个植物人怎么说话？你这不是欺负植物人吗？而且你都几岁了，还拉钩上吊，幼稚鬼！正人君子可不会拉着植物人的手强行定下这种约定啊。感受着林轩生米煮成熟饭似的无赖做法，苏青哥在心中吐槽不停。但吐槽归吐槽，或许苏青哥自己都没有发现，他对于林轩的这种无耻行为其实也没有多少的反感，反而在与对方的互动下，心中逐渐淡忘了刚成为植物人时的绝望与痛苦。现在的他至少每天都是有所期待的，不像刚开始时每天只想着怎么样才能结束痛苦的生命。活下去，我想活下去，我想醒过来。强烈的求生意识在苏青哥心中徘徊，并且他也坚信自己有朝一日一定可以再次醒来。约定吗？虽然你这种做法很无赖，但谁叫我是个喜欢遵守约定的人。如果我有一天真的醒来的话，最多就只能亲一下。 Excellent。 啥情况？外界林轩正牵着苏青哥的小手，突然发现他的脉搏跳得很快。青哥，你的心跳得好快啊，难道你听到了我在说什么？这是害羞了吗？林轩咧嘴一笑，明知故问道，同时心中也有些欣喜，这还是他第一次明显发现苏青哥身上的异样。看来系统出品的技能果然必属精品啊。或许苏青哥醒来的日子不远了，只是到那个时候苏阳归来治病的剧情岂不是被自己给抢先完成了？嗨，抱歉了大舅哥。而在意识空间中，苏青哥直接傻了，连吐槽出声都有点不敢了。真的假的？林轩他难道真的猜出我能感知到外界了？不对，这不是重点，他居然说我害羞。不可能，我害羞啥呀？可恶的林轩，原本准备让你亲一下的，现在的话最多半下了。此时就在2个小情侣心有灵犀进行无声的狗粮互动时，林家别墅。喂，方老板你好，江湖救急，我想问下你那边有没有钱能借我点？唐先生，我遇到了点困难，不知你手上是否有闲钱？老江啊，好久没联系啊。哦，我是想请问，什么？你那边信号不好？你妈骗谁呢？林建军忙得焦头烂额，不停给他微信里的狐朋狗友打电话，可收效甚微，大部分朋友都是找了个借口就把电话挂了。毕竟现在林家父子相残的事情在魔都上层几乎人尽皆知，林建军这时候打电话给自己，明显就是为了借钱。但那么大一笔钱，除了特别亲近之人外，谁会那么傻无缘无故借给你？要是你林家因为这次事件亏空太大，直接宣告破产不救 BBQ， 妈的，这群王八蛋狗东西，平时就军哥长老板好的，一有事全特马躲起来当缩头乌龟。砰！眼见实在借不到钱，林建军气得破口大骂，将面前的桌子都给掀翻了。此刻他心底恨死林轩了，要不是这个逆子，自己又岂会陷入这种两难的处境？尤其是一想起对方给的2天期限，林建军就焦虑的不行，头发大把往下掉。林氏集团是他毕生的心血，无论如何他都不允许公司落入他人手里。可按目前的条件，他砸锅卖铁也凑不出这5个亿啊！无奈之下，林建军还是拿起手机，想着再给林轩再打个电话求情。毕竟父子一场，他总不能真的将自己这个父亲往绝路上逼吧。打开微信，点开不孝逆子的头像，林建军这时才发现，就在不久前，林轩曾经给他发了一段录音。这是什么东西？怀着好奇心，林建军皱着眉头点开了录音。下一秒，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小米手机中传出：林轩，你装什么装呢？我知道你恨我，但那又怎么样？
即使我是私生子，我照样可以夺走你的一切。所有人都只会相信我，林建军那蠢货也只会让我这个私生子继承家业，而不是你这个原配的儿子。给我记住，你永远都斗不过我。你有什么好得意的？要不是仗着手中有点股份，你拿什么和我斗？连这个植物人也是我让给你的破鞋，你就怎么可能？这是林浩的声音。林浩那么温柔善良、单纯无瑕的男孩子，怎么可能用那么恶毒的语气说话？而且他还骂我是个蠢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一定是伪造的。难道是林轩在挑拨离间？但回想起不久前林轩那双淡漠且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眸子，林建军就知道自己的想太多了。哪怕他再不愿意去相信，但从近日以来林轩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也不得不承认，林轩或许是真的准备不认自己这个父亲了。那也就是说，这个录音大概率是真的。毕竟林轩那个逆子现在没有任何理由来诬陷林浩，讨好自己。好歹是掌握了百亿集团的老总，林建军思路还是很清晰的。他瞬间联想到了在警察局里林浩之所以认罪的原因，这是被威胁了吗？两害取其轻，而林轩发给我这个，就是为了让我认清林浩的真面目，甚至让我们反目成仇。阳谋离间计。林建军满脸苦笑，他现在就觉得自己是个傻子。虽然录音只有3言2语，但他又不是没脑子，自然可以猜出林浩平时的样子都是伪装。至于为什么要伪装吗？看来这几年很多东西我都看得太表面了呀。此刻林建军恍然大悟，他大概能猜到，或许林轩这几年确实受了很多委屈，可现在我已经回不了头了。无论林浩私底下怎么样，但他至少明面上是我听话的好儿子，那就够了。即使知道自己错了，林建军也打算当作不知道，一错再错下去。毕竟他拢共就2个儿子，而现在和大儿子林轩的翻脸已经闹得满城风雨，林建军是不可能再舔着脸去认错道歉，他的自尊不允许，他的面子也不允许，那就只能索性一直错下去了。望着微信上面的那段录音，林建军没有犹豫，长按后选择了删除。林浩私下怎么样，他已经不愿意去在乎了，只要表面上当好乖巧儿子的人设，那自己也就承认对方是林家的唯一继承人。现在该怎么搞钱呢？事到如今，心中有愧的林建军也不好意思再打电话给林轩，而且他也心知肚明，即便打了也没有用，最终大概率也是被一顿阴阳怪气后挂断。就在林建军苦思冥想、唉声叹气时，咚！房门突然被人匆匆撞开，一个满身珠光宝气的贵妇冲了进来，脸上布满了焦急之色。老公，听说小浩被抓进警察局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来者正是白月兰，她刚刚正跟闺蜜在喝下午茶，就收到了林浩被拘留的消息，吓得她赶忙往家里100米冲刺。对她而言，林浩就是自己的希望，谁敢动她白月兰的宝贝儿子，那她哪怕不活了也得和对方拼命。林建军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他并没有说出录音的事情，打算把这件事当永远的秘密隐瞒下去。只要不摊牌，林浩就依旧是自己乖巧懂事的好儿子。而在得知自己儿子被抓的理由后，白月兰只觉得荒谬与不可思议，她瞪大双眼惊叫出声：什么？小浩他猥亵植物人，拘留3天？不可能，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小浩100%是被冤枉的，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正所谓知子莫若母，他太了解自己儿子了。比起女人，林浩更看重的是财富与权力，因此绝对不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做出如此不符合常理的事情。所以只有一种可能，他是被林轩那狗东西陷害的。老公，你快去把小浩救出来，他在警察局里面肯定很害怕。快步上前抱住林建军胳膊，白月兰泪眼婆娑道：你是了解我们儿子的，他那么单纯善良，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龌龊的行为？这肯定是林轩那孩子的陷害。那孩子哽咽，我明明把他当亲生一样宠爱，为何他还要如此过分呢？白月兰哭诉着，若有若无地指出林轩的卑鄙无耻、单纯善良。听着娇妻口中的词汇，林建军只觉得十分刺耳。如果是以前，他确实会无脑相信，这会早就对林轩破口大骂了。但自从听完那段录音后，林建军心中就一阵堵得慌。为了林浩母子，他最终赶走了林轩，这是否真的值得呢？突然，林建军低头看了眼自己的小娇妻，细思极恐。林浩的真面目，月兰是否知晓？又或者说，母子2个其实都一样，都有着自己所不知晓的另一面。自始至终，只有自己像个傻子一样被耍得团团转。但望着小娇妻那张梨花带雨的脸庞，林建军又打消了自己的臆想。他与白月兰相识多年，对方一直如此贤惠持家，怎么可能会是那种心机深沉的女人呢？老公，你怎么了？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这时，白月兰也终于察觉到了男人的异样，抬起头茫然询问：没事，小浩的事情不严重，他后天就能出来了。林建军赶忙摇头，示意白月兰无需担心。比起这个，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凑够35亿。什么？林轩那孩子要加钱，1加还是5个亿？白月兰再次惊呼出声，同时心中对林轩的恨意越发沉重。这个混蛋不仅陷害自己的宝贝儿子，还提出这种无理取闹的要求，简直和他那个婊子老妈一样下贱。那老公，现在怎么办？难道我们真要给吗？那可是35亿啊！虽然心有宝贝儿子，但白月兰也明白是有轻重缓急。如今最重要的得先解决股份转让的事情，那可都是自己儿子将来继承林家的依仗啊。他也不甘心就这样白白送给林轩35亿，明明这些钱原本都是属于自己儿子的，不给不行啊。那个逆子给了期限，2天内不给就要将股份转卖给他人。为了不再多生变故，我们必须赶紧将钱凑齐才行。
提起2天之约，林建军气得咬牙切齿，但也无可奈何。这时他想起了白家，月兰，你看能不能再从白家那边借点钱出来？借不到了，我哥已经掏出白家多年来的全部积蓄了，其中还有1个亿是去借贷来的。白月兰紧皱眉头，面露难色。他很清楚白家目前的情况，为了能更多的从美颜药膏售卖中获得利益，白景龙铤而走险，举足之力凑了4个亿出来，如今真的是一滴也榨不出来了。借贷，林建军眼神微眯，走投无路之下，他心中有了别样的想法。月兰，你哥是从谁手中拿到贷款的？几个亿能一口气贷出来吗？他是从虎爷手中借到钱的。老公，难道你想？可虎爷的利息很高的。提起虎爷，白月兰不禁打了个冷战。对方可是魔都地下世界有头有脸的人物，听说背后还有着1线大家族撑腰，在魔都这块地界基本可以横着走的。如果和虎爷借钱，那基本你想当老赖都不可能。他会想尽一切方法从你身上捞走钱财。当初得知自己大哥从虎爷手中借了1个亿，差点没把白月兰吓死。这要是还不上，那白家可是会迎来灭顶之灾的。眼见林建军如今也有了这个想法，白月兰心中十分抗拒。那也没办法，先拿来救急一下，只要等我的药膏面试，区几个亿，马上就能赚回来的。虎爷的凶残，林建军也有所耳闻，心中虽有些惴惴不安，但想起自己翻身的资本，心中顿时有了底气，豪情万丈起来。而且虎爷算什么？有什么好怕的？只要我林家抓住这次机会，晋升为1线家族，那哪怕是虎爷，我也可以不放在眼里。听着林建军吹牛逼，白月兰心中一阵鄙夷。不过一想起美颜药膏，又觉得十分有道理。那玩意他也使用过，效果确实惊人。只要推出市场，定然会引起集美们的轰动。到时候资本垄断下，日进斗金，轻轻松松还钱也不过就是个小问题嘛。念及此处，白月兰不再纠结，掏出电话开始拨打。老公，你稍等，我这就给我哥打个电话，让他帮我们和虎爷牵线搭桥。10分钟后，白家餐厅，众人正在享受着豪华晚餐。白海手持一只大龙虾，吃得满嘴流油。见自己父亲神情严肃地挂断电话，不由得好奇询问：爸，谁给你打电话呀？白景龙收好手机，倒也没有隐瞒：你姑姑，他说林浩被陷害拘留3天了。还有林轩那小子提出要加钱，手中的股份要35亿才肯卖。这话一出，全场先是为之一惊，随后坐成一排的白家3兄弟纷纷出声咒骂林轩。我擦，那么狠，那个混蛋想钱想疯了吧？趁火打劫的狗东西，太过分了！为了钱这事要把自己的父亲往绝路上逼啊！上次他用酒瓶爆我头时，我就知道这混蛋不是好鸟啊！幸亏妹妹当时没有答应对方的告白。餐桌边缘，原本正安静进食的白苏苏闻言也诧异地抬起头。她今天依旧一袭白色连衣裙，气质清纯无比。听到表哥林浩被拘留，她不禁有些担心。还有林轩加钱这件事，她认为对方做的也不地道。明明都说好了30亿，怎么才过了几天就上涨到35亿了？这不是言而无信吗？林轩哥哥，你现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以前的你是多么的温和且富有正义感啊！此刻白苏苏感到深深的失望。另一边，听到儿子们的义愤填膺，白景龙猛地一拍餐桌，没好气道：吵什么呢？你们还有脸骂别人？你们要是那么有本事，也可以学林轩为家族弄来30亿。在父亲的训斥下，3兄弟集体哑火，不敢反驳，只能默默地扒饭吃，同时心中十分疑惑，不明白父亲为何要为了个外人训斥他们。爸爸，姑姑打电话给你是要借钱吗？可我们家没钱借她了吧？听到宝贝女儿问话，一向都是女儿奴的白景龙顿时换了副嘴脸，笑呵呵地回应道：你姑姑家拿不出这笔钱，想让我牵线搭桥，介绍虎爷给他们认识。虎爷，难道姑父也要贷款吗？唉，如今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得到肯定答复后，白苏苏一惊，她也偶有耳闻虎爷的大名，听说那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最喜欢达人腰子了。前几天听到家里和虎爷借贷，她本来是想阻止的，但人微言轻，最终还是阻挡不了家里人的决定。白景龙等人野心勃勃，全都将希望赌在了林家的未来上，觉得他肯定能靠着最新开发出来的美颜药膏晋升为魔都新的1线家族，到时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白家也能跟着沾光，晋升为梦寐已久的2线家族。在白苏苏胡思乱想之际，白景龙的声音悠悠传来：苏苏啊，你与林轩这阵子有联系吗？啊，林轩哥哥他很久没有联系我了。说起这个，白苏苏就有些不开心。以前林轩时不时就会主动联系他，嘘寒问暖，但这一次他等了许久都没有等到林轩的电话。本来他还想着林轩只要诚恳道歉，他就原谅对方那晚殴打自己哥哥们的事情。那你也可以主动联系他。林轩这孩子不错，我很看好，你们年轻人应该多多交流才对，何况他本来就是喜欢你的啊。听完自己父亲的话，白苏苏当时有些茫然。他还记得不久前白景龙还极力阻挠自己和林轩的来往，怎么现在话里话外都是希望他主动和林轩有所联系？这时哪怕是一直不吭声的白家3兄弟也察觉出问题来。白海摸着锃亮的大光头，略显不满：爸，你这是什么意思？怎么能让小妹主动跳火坑呢？林轩那狗东西哪里好？白江挠了挠自己的寸头，满脸不理解：你是想撮合小妹和那混蛋？就他哪里配得上我们小妹？尤其是对方即将入赘苏家，当个软饭男了。白河甩着飘逸的长发，语气冷酷道：没错，简直丢我们男人的脸，竟然去当上门女婿，这样的废物有什么资格站在小妹身边？听着3个儿子鄙夷不屑的言语，白景龙眉头一挑，没好气的道：就凭他有35亿，白家3兄弟，父亲短短一句话，差
刹那把三兄弟给干沉默了。35亿啊，那可是白家用10年都不一定能储存下来的钱，这还是可以自由支配的，跟公司那种固定资产完全不一样。现在林轩与林建军又闹翻了，假如他带着钱来入赘白家，手中这笔钱也成为嫁妆被白家所有，那当天资产上就能让白家晋升2线家族了吧？这样一想，白家三兄弟突然对林轩当自己妹夫这件事莫名感觉到真香。爸爸，哥哥们，你们把我当啥了？哼，气死我了，我不理你们了。白家众人的心思，白苏苏哪怕再笨也看出了端倪，他羞恼地扔下碗筷，逃也似的离开了饭桌。等回到自己房间时，脑海里还时不时回想起家人们的话，他突然发现自己其实对和林轩结婚的这件事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排斥。难道我对林轩哥哥也是有好感的？白苏苏有些迷茫了，他从来就没有谈过恋爱，也不知道喜欢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不过林轩哥哥以前对我那么好，哪怕我们最后并不能成为男女朋友，我也要将他从苏家拯救出来。白苏苏握紧小拳头，目光坚定。经过这几天的了解，他也知道了林轩之所以会入赘苏家，都是因为代替了原本属于林浩表哥的新郎官之位，从而被姑父逼着入赘的。至于林轩在那晚表现出的深情，在白苏苏看来也并非出自真心，毕竟植物人不会动，不会说话，吃喝拉撒都要人照顾。林轩与苏青哥之前也没有过交集，怎么可能短短几星期就爱得死去活来呢？这怎么想都不科学啊！哪怕苏姐姐是魔都第一美人，但成了植物人后，她也不可能还有这样的魅力。所以说，林轩哥哥其实是在撒谎。但为什么？突然间，白苏苏似乎是猜到了什么，她捂住樱桃小嘴，眼眸中有震撼之色闪烁。她悟了，林轩哥哥做这一切，该不会都是为了让我吃醋，从而引起我的注意吧？次日，阳光明媚，林轩依旧是一大早出门，买了一束紫罗兰，回到苏家。青哥，早上好啊！林轩，早上好！听到熟悉的问候，闻着熟悉的花香，苏青哥心情很是愉悦。紧接着，他就感觉自己的小手再次被一片温暖包裹住。叮，宿主与苏青哥掌心贴贴，奖励1积分7秒。看来越往后越难长起来，不过这倒也正常。听到系统提示音，林轩并不感到气馁，决定再接再厉。尤其是发现积分面板上的数字已经来到了4万大关，这让林轩更显振奋异常。只觉离自己成为无敌仙帝的日子，目前就差了一点点。随后林轩收敛心神，开始了今天的按摩流程。1小时后，等到林轩按摩完毕，呼了口气，准备休息片刻时，欧尼酱一听到这个令人头皮发麻的称呼，林轩就知道来者是谁了。果不其然，下一秒房门被人推开，某个身穿洛丽塔服装、绑着标志性双马尾的小萝莉走了进来。刚一见到林轩，他就满眼都在闪烁着小星星。Omega， 欧尼酱，我来了，你有没有准备新歌呀？这些天停更之后，你的歌迷都快把评论区挤爆了，一个个的红着眼，跪求你发布新歌呢。对了，汇报一下，你之前唱的所有歌曲，现在基本都在各大音乐软件霸占着热搜前10，你全网的粉丝量哒哒暴涨，几天内已经破1000万了。如今你也算是个1000万级别的大网红了。围在林轩身边，陈可辛叽叽喳喳，兴奋地汇报着。他对林轩的敌意如今已经是消失的无影无踪，只剩下了满满的崇拜。只有长时间在网上冲浪的人才知道，如今 L 在网上到底有多火，那已经歌手圈目前的传奇了。就连他陈家的集团都因为歌曲的首发地在地站，从而获得了大量的新下载用户，市值狂飙。在得知陈可辛管理着 L 的账号可能与对方关系匪浅后，他的父母亲人更是连连围着他逼问 L 的真实身份，想不惜代价将林轩签约到自己名下。不过因为答应过林轩保守秘密，所以陈可辛最终还是硬着头皮守护住了 L 的身份，不暴露身份是 L 的底线。他曾经说过，要是你们敢逼我曝光他身份，就会将歌曲首发权交由其他平台。这话一出，陈氏企业众人瞬间哑火了，再也不敢有多余的举动。毕竟 L 现在可是妥妥的流量密码，而在这个时代，流量就代表着金钱。对于他们这种主打互联网产业的集团来说，可以为平台源源不断吸粉的林轩，那更是财神爷般的存在，谁敢得罪？只能叮嘱陈可辛好好讨好 L， 许诺陈家可以满足一切要求云云。没问题，我与 L 关系很好的，就交给我吧。作为在家里无所事事的小女儿，陈可辛还是第一次这样被众多长辈夸奖关注，心中简直乐开了花。另一边，对于小萝莉的话，林轩倒是不感到意外，他这些天也扫了眼各大音乐软件上的排行榜，只能说以穿越前的文娱水平，真的是随便一首歌出来就能吊打这个世界。在陈可辛期待的目光中，林轩起身拿起角落中的金色吉他，思索片刻，才最终确定今天要演唱的歌曲。今天要唱的歌吗？歌名就叫《罗刹海市》。罗刹海市这名字难道是想要歌颂哪座城市吗？陈可辛一脸茫然，沉迷2次元的他很少关注3次元的世界，并不清楚3次元的世界里是不是真的有个叫罗刹海市的地方。而在病床上一直关注身边动静的苏青哥，此刻更是被调动了巨大的好奇心。罗刹海市，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讲的是商人质子马季漂流到一座美丑颠倒的城市中发生的种种故事。林轩难道是想要把这个故事改编成歌曲？就在苏青哥两人各有猜测时，林轩已经撩动琴弦开始了弹唱。刹那间，有些类似2人转的音调编曲在房间中响起。罗刹国向东26000里，过7冲越交海3寸的黄泥地，只为那有一条一丘河，河水流过狗狗营，狗狗营当家的插杆换作马户。这唱的是什么啊？
小萝莉听着深奥的歌词，满脑门黑人问号。或许是因为人生阅历的原因，她听着那另类怪异的曲调，只觉哪里不对劲，却又说不上来。最后，她得出总结：这首歌不好听，还是之前唱的那些旋律简单悦耳、歌词简单易懂的歌曲好听多了。打西边来了一个小伙儿，他叫马季，美风姿，少倜傥，华夏的子弟，只为他人海泛舟，泊风打浪，龙游险滩，流落恶地。他见着罗刹国里长颠倒，歌曲还在持续弹唱着。而与陈可辛不同的是，病床上苏青歌仔细聆听着歌曲，心中有了考量。单纯从曲调来说的话，他不太喜欢，有点欣赏不来这种二人传风格。但依据他的直觉，这首歌能火多长时间不清楚，但短时间内大概率能爆火，因为歌词确实有点深意，有点思想，还有点讽刺现实的意味在。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或许能对歌词起到共鸣。当然，迎来的赞誉即便不少，但想必遭遇的批评也不会少。这是一首能引起巨大争议的歌曲吧？不过苏青歌并不在乎这个，他好奇的是林轩到底经历过什么，为何连这种歌曲都能创作出来？这已经算是剑走偏锋了。普通的音乐人根本创作不出这种歌曲吧？就在苏青歌好想赶快醒来，询问林轩的歌曲创作灵感时，林轩的弹唱已经来到了尾声。那马虎幼鸟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随着最后一句歌词结束，林轩放下了吉他，望着不远处的小萝莉，嘴角有着似笑非笑的弧度，觉得怎么样？好难听啊，这应该是我听过最难听的歌了。陈可辛没有隐瞒，疯狂扯着双马尾，将自己的真实感受说了出来。他听不懂，真的听不懂啊！明明以前林轩创作的歌曲那么好听，怎么这一次创作出的却如此另类？欧尼酱，你该不会才华已尽了吧？不要啊！你可是 L 吧？被人称作娱乐圈最后启明星的存在，不能陨落呀！望着小萝莉夸张般的摇头晃脑，满脸绝望的脸庞，林轩只觉得好笑。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说不定这首歌能超越之前其他歌，做到爆火呢。切！闻言，陈可辛满脸不信，就这歌那么难听，谁会喜欢？真火了，我直播倒立拉稀。好，你可要说话算话啊！对此，林轩只是耸了耸肩，示意我等着看。气得小萝莉银牙直咬，扑上来想用双马尾勒死林轩时，门外刘娟突然开门走了进来。林先生，白苏苏小姐到访，她说想来看看你和小姐。白苏苏，她怎么会来这里？听到这个名字，林轩只觉万分诧异。林先生，需要我把苏苏小姐打发回去吗？算了，刘姐，来者是客，你就把她带上来吧。林轩虽感诧异，但还是准备倾听下白苏苏的来意。等到刘娟点头离开房间后，白苏苏，那不是欧尼酱，你曾经的那个白月光吗？原本正一脸疑惑思索着来者何人的陈可辛，突然猛地一拍脑袋，转头气鼓鼓地瞪着林轩。好啊，没想到你都有我和青哥姐姐了，竟然还惦记着外面的小三，渣男！由于这阵子和林轩关系比较近，所以陈可辛有特意查询过林轩的过往，而这个白苏苏也在他的了解范围内。林轩，什么渣男？我可是正人君子，你这是赤裸裸的污蔑啊！而且有你又是什么鬼？我的未来媳妇是苏青哥，请你不要有三人行这种奇奇怪怪的想法好吗？我对你的小葡萄没有兴趣。不再搭理嘟着小嘴气鼓鼓的陈可辛，满头黑线的林轩坐回到病床前，牵起苏青哥的小手，深情款款道：青哥，你可千万不要误会，我对白苏苏没有兴趣，就像马云对钱没兴趣一样真诚。天地可见，在我眼里，满天星辰都不及你的1/1000。我擦，渣男就是渣男，这满嘴肉麻的话还真是张口就来。一旁陈可辛惊得目瞪口呆，只觉得男人的嘴就像那骗人的鬼，毫无可信度。不过为了自己的死党闺蜜，陈可辛还是决定要好好会这个白苏苏，绝不能让自己闺蜜有头顶绿帽的可能。只是陈可辛不知道的是，相比较他的怀疑，苏青哥本人倒是无条件信任林轩，毕竟这一段时间里，对方早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品行。如果林轩真是那种下半身思考的男人，那怎么可能还会整天守在自己病床前不离不弃陪伴着，甚至连替自己推拿按摩动作都是规规矩矩的。不过白苏苏会来倒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她应该是来找林轩的吧，毕竟我与白苏苏只在几场酒会上碰面过几次，并不熟悉。印象中那是个挺单纯的小女孩，不谙世事，如果林轩能和她走到一起，或许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呢。如果他真能爱上别的女人，那有朝一日我醒来后就能好好的祝福他，并安心的转身离开吧。黑暗意识牢笼里，苏青哥呢喃自语着，只是当他联想到林轩与另一个女人并肩站立的画面时，心中刹那涌起一股强烈的失落感，有种说不出的难受。咔嚓！就在这时，一道开门声吸引了苏青哥的注意力，伴随而来的还有某声娇软轻柔的呼唤：林轩哥哥，这是白苏苏来了。还挺好听的声音，一听就知道是个软萌妹子，男生应该都喜欢这种嗲嗲的柔柔的撒娇音吧。察觉到有人进门的动静，苏青哥本能的将注意力投放了过去，心里胡思乱想着。他此刻十分的纠结，既希望林轩可以找到更合适优秀的女孩，又无法抑制心中的莫名酸涩感。另一边，林轩两人也注意到了进门的少女，肤如凝脂，唇红齿白，身着一袭雪白公主裙，胸前还别着一个精致的蝴蝶结，脸上带着浅浅的微笑，整体气质宛如初恋女孩般漂亮美好。刚一进门，他就对着林轩甜美一笑，挥手打招呼。只是让白苏苏有些泄气的是，面对他今天这番特意打扮，林轩只是扫了一眼，就继续目不斜视，重新将目光放向病床上的苏青哥。而在一旁，陈可辛见到进门的少女，则是惊为天人，好漂亮的女孩子，好想和她贴贴啊！
除了亲哥姐姐外，这形象气质基本上能做到男女通杀了吧？冷静冷静，差点就被他迷惑了。这女人可是有可能给亲哥姐姐染绿头发的呀！醒悟过来的陈可辛连忙用力拉扯了下自己的双马尾，感受到头皮上传来的刺痛，他整个人瞬间恢复清明，进入了传说中的贤者模式。旋即小眉头紧皱，危机感十足地盯着白苏苏，不妙啊！该怎么办？怎么办？以我阅尽无数二次元动漫的经验来看，这种初恋气质的清纯妹子，对不同年龄段的男生简直都是嘎嘎乱杀，完全就是斩男款女孩中顶尖的几种类型之一了。林轩这狗男人怎么可能顶得住？凉了凉了！就在陈可辛面如死灰之际，他突然目光下移，发现了白苏苏的馒头，又低头看了眼自己的小葡萄以及病床上苏青哥的菠萝。众所周知，小葡萄、菠萝、馒头还好2打1，此番优势依旧在我方。对比过后，陈可辛松了口气，瞳孔中再次闪烁起了自信。林轩哥哥，听说林浩表哥被拘留了，还是因为猥亵？我想问下，这其中是否有误会啊？表哥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呢？见林轩不搭理自己，白苏苏虽然感到委屈，但还是主动开了口。他都主动认罪伏法了，有啥不可能的？林轩眼皮都没抬，不答反问。可表哥人那么好，那么毫无心机的男生，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呢？所以你的意思就是我诬陷他呗？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希望化解你们兄弟间的矛盾，我也是为你好啊。呵呵，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乐山大佛都能提前退休了。林轩懒得浪费时间，讥讽一声后催促道：“你今天过来到底是有何目的？不要浪费我的宝贵时间。”发现林轩满脸不耐，白苏苏心中忍不住委屈。林轩哥哥到底是怎么了？以前的他可是从来都不会凶我的。调整了一下情绪，白苏苏这才轻启背齿，苦口婆心劝道：“关于姑父的事情，姑父他这2天很辛苦。为了凑够剩下的钱给你，他几乎是彻夜难眠。目前他已经将林家所有能卖的几乎都卖光了。昨天甚至让我爸牵线搭桥，和虎爷借了3个亿。虎爷是什么人？你应该听过吧？要是姑父还不上，就危险了。林轩哥哥，不然你就不要那一点钱了。再这样下去，姑父真的会和你断绝关系的。你听我一句劝，这世界上没有不爱孩子的父亲，姑父他也是在心里深爱着你的。正所谓，世上只有爸爸好，没爸的孩子像根草啊！难道你真的要为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俗钱，和自己的父亲闹成这个样子吗？不如让我帮你怎么样？只要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想办法化解你跟家人间的矛盾。白苏苏说了一大堆道理，企图用爱感化林轩。在他眼里，没有哪个孩子不渴望父母的爱，林轩肯定也不例外。他只是脸皮薄，不好意思说罢了。看在以前的林轩哥哥对自己那么好的份上，这次就换自己来帮助他吧。只要自己想办法牵线搭桥，定然能够让林轩哥哥与家人握手言和。到时候，那个宠爱自己的林轩哥哥肯定就又会回来了。就在白苏苏美滋滋的畅想未来时，胡爷，哦，就是那个被主角装逼打脸后成了对方忠实小弟的赵虎啊，那确实是够林建军喝一壶的了。林轩眯了眯眼，眼眸中闪过一丝幸灾乐祸。废话说完了，说完就赶紧走，别打扰，我为亲哥推拿按摩。看了眼手表上的时间，林轩脱鞋上了床，将苏青哥抱在怀中，做起了推拿前的准备。对于白苏苏，他实在是懒得搭理了。这个后期的病娇女配，还是交给主角自己去头疼吧。啊，见林轩对自己的话无动于衷，白苏苏眼眸一下子暗淡了。他没想到林轩会变成这般冷漠的样子，难道他就真的一点也不在乎亲情了吗？当初2人聊天时，林轩明明还对家人间的亲情十分向往，怎么现在如此无情了？我错了，这女人看来一点也不适合林轩，太过盲目自大了。对于事情来龙去脉一知半解，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横加指责，还一副我都是为你好的模样。听完我真的会谢，这都不是单纯无心机了，这已经是蠢了。黑暗的意识牢笼中，全程监听对话的苏青哥瞬间打消了之前撮合2人的想法。林轩需要的是能信任帮助他的，而不是只会拖后腿自以为是的傻白甜。不知为何，得出白苏苏并非林轩的良配的结论后，苏青哥心中莫名轻松了不少。璀璨的金色光辉透过窗户洒满房间，沐浴在林轩几人身上。没想到林轩哥哥真的会推拿按摩，还按得那么好。可是以前怎么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什么时候学习的？望着正一脸认真熟练为苏青哥疏通气血的林轩，白苏苏很是好奇诧异，尤其是听说已经得到国医圣手邓老的认可，承认这按摩手法独一无二，有几分可能令苏青哥醒来后更是惊诧不已。毕竟成了植物人，基本上就是无药可治了，这已经是现代社会公认的事实。没想到林轩却还有着让植物人苏醒的方法，原来他隐藏的那么深吗？可以前为什么都没有半点迹象显露？就在白苏苏略显震惊，看向林轩的目光有所不同，刮目相看时，这位姐姐，你要是没事了的话，嗨，我想你可以先行离开了，留在这里可能会影响到林轩的按摩进程。白苏苏诧异转头扫了眼出生的女孩，个头很矮，1米5几的萝莉体态，身穿洛丽塔服装，绑着双马尾，相貌倒是极为可爱。你是？其实从进门开始，白苏苏就注意到对方了，只是她以为对方是苏家的女仆，负责与林轩一起照看苏青哥的，可如今看来似乎并非如此。我是美貌与智慧的并存，热爱2次元的光之美少女战士陈可辛。提起自己的名号，小萝莉十分自豪，她不停摇头晃脑，额前的呆毛随着脑门动作一抖一抖地拍打着空气，旋即单手指天，大声宣布起自己的人生格言：我是要成为魔法王的女人，我要用我的魔法创造一个只有2次元的世界，让现充们感受下2次元的美好。房间中
充斥着小萝莉嚣张的大笑声。林轩、苏青哥、白苏苏。面对已经中二病晚期的小萝莉，众人沉默不语，尬得头盖骨仿佛都要被掀飞了。呵呵，那你加油吧。白苏苏尴尬一笑，只能投以鼓励。我会的。陈可辛郑重点头，旋即反应过来，好像有哪里不对，自己不是准备要赶走他的吗？而收回目光的白苏苏重新望向了正在病床上贴贴的林轩两人，不知为何，见到这一幕，他总觉得有点刺眼，心里堵得慌，而这种感觉是以前的他从未感受过的。犹豫片刻，白苏苏深吸一口气，认真说出了此次来苏家德真正目的。林轩哥哥，其实我这次来主要是想跟你道歉的。道什么歉？听到这话，林轩不由得动作一滞，疑惑地抬起头，他有啥好和我道歉的？难道是因为上次在生日宴会上的事情？就在林轩诧异之时，白苏苏则是表情严肃，语气郑重道：我指的是你入赘苏家的事情。当初我没有意识到，原来你和姑父一家已经有了那么深的矛盾。如果我那时察觉到的话，我就一定会想办法帮助你，或许你也不会和姑父他们闹成现在这样了。对不起，这是其一。第二就是那个时候我没有答应你的告白，我也很抱歉。要是当时我答应你的话，或许看在我的面子上，姑父也不会逼着你入赘苏家吧。白苏苏眼含泪花，满脸愧疚之色。他感觉林轩迎娶植物人的不幸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心中自责无比。望着陶醉在自我感动中的白苏苏，林轩先是傻眼，随后无语至极。这女人就离谱，真的太自恋了吧？你想多了，我迎娶苏青哥是出于完全自愿的，我现在别提多幸福了，我也不需要你的道歉。你如果是因为这种原因来的，那你现在可以走了。林轩语气冷漠，直接下了逐客令。可林轩越是否认，白苏苏就越发肯定了自己的想法。原来林轩直到现在心中都一直有着他，否则怎么可能为了安慰他说出自己很幸福这种明显的谎话呢？哪个人娶植物人能幸福的？这辈子基本都被毁了，只能每天待在病床前伺候吃喝拉撒，怎么可能幸福呢？林轩哥哥无非是在欲盖弥彰，至于赶我走，也不过是想让我心里好过一点，不至于太过愧疚难过吧。此刻白苏苏彻底大彻大悟，她满心感动，深深被林轩那对自己毫无保留的感情震撼到了。或许这样的男人，自己也不是不能给他个追求自己的机会。白苏苏心想着，眼中还闪烁着感动的泪花。林轩哥哥，你就别安慰我了。虽然苏姐姐以前是很优秀，但现在成了无法吃喝拉撒的植物人，正常人又怎么可能会自愿娶她呢？但现在是21世纪，我认为我们都有追求自由恋爱的权利。你真的没有必要一定要听从家里安排，逼着自己迎娶植物人。这样的话，你以后是不会幸福的。尤其是现在，你与姑父他们有了那么大的矛盾，哪怕你现在离开苏家去追寻真正的幸福，他们也无法再阻挠你了。白苏苏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她是真的不希望林轩稀里糊涂就这样毁掉自己的一生。明明他还能有更多更好的选择的，即使这样做有点感觉对不起苏青哥姐姐，但他也只是个普通人，有时候也会有私心，只能选择让更亲近的人获得幸福。林轩哥哥，我之前拒绝你是因为感觉我们之间更像是兄妹之情，我不想亲情变质后导致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可经过这些天的风波，我发现其实我对你还是有好感的，而且我感觉你真的变了，和以前那个腼腆的小男生不一样，现在能给我很大的安全感。所以我想给彼此一个机会，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重新追求我，我会尝试着和你从更亲近一点的朋友开始做起。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你有耐心，总有一天可以打动我的心的。说到这里，白苏苏似乎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满脸通红至耳根，捂着脸颊都不敢再拿正眼瞧林轩了。这还是他第一次对一个男孩子说出那么大胆的话语。哦 Q， 这真的令人好羞涩啊！而且我是不是太大胆了？我是女孩子，女孩子怎么能那么主动呢？在白苏苏从小到大的观念中，这种情感问题肯定都是男生主动的，而在男生追求女生的过程中，好好的考验他们，从而才能挑选出自己真正的白马王子。毕竟爱情是神圣的，事关一辈子的终生大事，肯定要慢慢经营，才能在最后开花结果呀。就在白苏苏为自己今天的勇气暗自点赞时，病床上林轩已经彻底傻逼了。Sigma A 一时呆坐在原地没反应过来。哇，法克，离谱，太离谱了，什么鬼啊？还给我个机会，让我重新追求你，我还得有耐心，慢慢打动你的心。下头女真是太下头了。林轩嘴角猛抽，穿越过来那么长时间，这是唯一让他感觉离大谱的操作。他也总算知道为什么白苏苏后期性格会变得那么病态了。原来对方本来就脑回路异于常人。可恶的小三，你果然是想给我家亲哥姐姐戴绿帽，还当着他的面说出这种碧池的话，这叔叔可以忍，婶婶都忍不了啊！打死小三，人人有责，看我的橡胶机关枪！此刻小萝莉彻底怒了，他没想到白苏苏那么过分，居然当着他和亲哥姐姐的面挖墙脚，这绝逼不能忍啊！看我正义执行！陈可辛嘴中大喊着中二台词，橡胶机关枪，双手则快速前后连续挥出小拳头，朝着白苏苏冲了过去。啊呀呀！而这一幕当场也把白苏苏吓蒙圈了，她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追杀，吓得哇哇大叫，在房间里四处逃窜。见状，林轩赶忙制止，他倒不是在乎白苏苏，只是不想影响到苏青哥的治疗。在他的呵斥下，陈可辛小嘴虽然撅上天，但还是停下了自己的必杀技机关枪，勉强放了白苏苏一马。而此时惊慌失措的白苏苏早已逃离了苏家，他不时惊恐后望，见到那个中二少女没追上来，
这才松了口气。那个坏小孩没追上来。对了，刚刚我好像听到林轩哥哥呵斥了对方，保护了我。果然，林轩哥哥还是喜欢我的。意识到这一点，白苏苏心中一下子充满喜悦，微笑中脸颊上也随之出现了2个可爱的小酒窝，旋即步伐轻盈，蹦蹦跳跳的朝大门口小跑而去。他已经确认了林轩对自己的心意，那么只需要等那个坏小孩不在，自己再过来就行。至于现在，白苏苏只想把林轩哥哥依旧深爱自己的这份喜悦分享给自己的父亲和哥哥们听，想必他们得知后也一定也会为自己感到高兴的。什么？3天后苏凡就要到魔都了。另一边，林轩刚从之前的闹剧中重新整理好情绪，就从陈可辛的口中得知了一个令他诧异不已的消息：苏青哥的哥哥，传说中的天命之子即将登场。可恶啊！我妈刚发微信给我，说她朋友的儿子3天后就到，让我提前做好相亲准备。陈可辛哭丧着脸，揪着双马尾左右拉扯，抓狂的摇头晃脑。你敢信？这还是我嫡亲妈妈，我才18岁啊！她就一副巴不得快点把我嫁出去的样子。可我对3次元的男生真的没兴趣啊！我这样萌萌的小萝莉，怎么可以埋葬在婚姻的坟墓里 ？W 啊！烦死了！林可欣疯狂磨着小虎牙，越说越抓狂。他扯着自己长长的双马尾，砰砰砰，用脑袋去撞击病床前柔软的被褥。在他对面，林轩低头不语，若有所思。他通过小萝莉哭诉中透露出的信息，早已理清楚了来龙去脉。苏阳，或者说苏凡，他来的倒是比预想的要快啊！在林轩原本的推测中，至少还得10几天后，苏凡才会到达魔都才对。而那个时候，自己大概率已经将林家收入囊中了。可没想到，时间突然提前到了3天后。难道是因为我引起了某种蝴蝶效应？算了，其实也无所谓了。反正以这些天我与苏家的事迹，又是魔都第一深情，又是30个亿嫁妆的大舅哥那么重视亲情的人，除非人设崩塌，否则他不想认我这个妹夫也不行啊。林轩摸着下巴，面带微笑，他已经开始思索起主角到来时苟在对方背后的躺平计划。摆烂了，你要问摆烂后遇到麻烦怎么办？那就关门放大舅哥。就在林轩畅想美好未来时，陈可辛则是视死如归，牵起病床上苏青哥的小手，庄严启示道：老婆姐姐，你放心，能和我贴贴的对象只有你，我绝对不会给你戴绿帽子的。我的眼，我的手，我的脚和我的葡萄都是为你而存在的。此番赴约，我定会拳打苏凡，脚踢我妈。若我一去不回，那便一去不回。但老婆姐姐，你肯定会等我的吧？等我凯旋归来，等我身披锦襕袈裟，手持9环锡杖，踩着共享单车来娶你。和我抢老婆，我勉强忍了，但你后面那堆话，你自己听听，你品细品，那特码是正常人类能想出来的吗？放手，别碰我媳妇！林轩一把拍在小萝莉手背上，趁她吃痛时抢回了苏青哥的白嫩小手。见状，陈可辛敢怒不敢言，只能不断用眼神暴打林轩。不过想起上次的约定，他又重新换上了讨好的笑容。欧尼酱，上次你答应说会以朋友的名义想办法帮我赶走苏凡的，对吧？我说的是去帮你参考一下，男生人品不好再帮你赶走。哦，那也行吧，到时候具体时间我再通知你。好了，我先走了。说完，陈可辛挥手道了声别，就又扯着自己的双马尾，嘴里咻咻咻的跑出了房间。他要立刻回家定制一个针对苏凡的计划，方案名暂定为狗苏凡退。等到陈可辛咻咻咻的娇喝声彻底远去后，房间中恢复了寂静。苏青哥的小手再次被林轩的爪子牵起，他望着少女绝美的脸庞，突然咧嘴一笑，有些恶趣味的询问道：青哥，你说可心相亲的这个苏凡，他也姓苏，会不会和你是亲戚啊？如果我撮合他和可心，你和可心是不是就算亲上加亲了？当然，自娱自乐的林轩注定得不到回应，又或者说，没有偷听心声能力的他，听不到某个无声的回应啊。怎么可能是亲戚呢？这世界上同名同姓海了去，顶多800年前有可能是一家吧。不过对方如果真能掰正可心的性取向，那我就阿弥陀佛了。不然可心那丫头，我把她当成最好的闺蜜，她却一直缠我的身子，难办啊。不过你似乎很关心那个苏凡啊，难道你们认识吗？黑暗意识空间里，苏青哥不断自言自语着，可同样得不到任何回应，令他郁闷的不得了。不过很快又被满满的喜悦所充斥，因为通过这阵子的按摩推拿，苏青哥突然发现自己能控制身体了，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令苏青哥欣喜若狂，看到了彻底醒来的希望。而能动的部位就是小脚趾，最小的那根脚趾头。不过我也不确定是不是错觉，或许我感觉是控制住了小指，但其实在外界看来根本没有动弹，而且控制好累啊。小指的知觉时断时续的，动一会好像就又会失去知觉。好想知道我是否真的有知觉了，是否真的开始能控制身体了。林轩，快看我的脚啊，你怎么不看？快看他！你们男生不都是整天满口狱卒炫我嘴里，什么都是狱卒只会害了你。我不介意你看啊，快看，然后告诉我脚趾是否真的动了呀？快看啊！苏青哥非常渴求真相，要是真能确定自己动了，那这无异于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对他来说那就是巨大的信心加持。毕竟小脚趾可以动了，代表着其他部位也有希望慢慢恢复，代表着自己彻底痊愈的可能，而且也能告知外界，传递出自己存在意识的消息。只是让苏青哥无奈的是，他都快把小脚趾摇摆断了，可却依旧无人发觉。外界，林轩正梳理着小说里的剧情，以此来应对主角到来后的一系列计划。低头沉思的他根本没有发现不远处那微微颤动、晶莹剔透的小脚趾。这时，一阵微风从窗外袭来，吹起了苏青哥腰间一处衣角。
露出了大片雪白诱人的肌肤。他要发现了吗？快往下看，往下看，看我的脚趾啊！快看他！黑暗意识牢笼中，苏青哥拼尽全力的呼喊祈祷着。终于，或许是他的诚意感动到了上天，苏青哥感知到林轩放开了他的手，弯腰起了身。于是他拼了命的控制小脚趾，竭尽全力的让其动起来。而外界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小脚趾头开始摇摆了起来。就在苏青哥以为这次稳了的时候，呼啦，一张被单将他头部以下都给盖住了，暖意袭来，伴随的还有林轩正义凛然的话语：“放心吧，青哥，我刚刚是闭着眼睛的，我什么都没看到，你不用感动。谁叫我是正人君子呢？风有点大，顺便给你盖张被子，小心着凉。我那么关心你，你现在肯定感动的不要不要了吧？噗嗤，哦 Omega 哦啊 W， 我感动的锤子啊 ，excellent。次日，金屋高照，金哥，下划线，早上好啊！身着舒适运动服的林轩，手中捧着一束紫罗兰，进入了熟悉的少女闺房。他先是照例将紫罗兰放在床头，接着坐在病床前，牵起了苏青哥的小手。叮，宿主与苏青哥掌心贴贴，奖励1积分，7秒。还是7秒。果然越往后，好感度越难刷呀。林轩在心中嘀咕了一句，不过这早在他的预料之中，所以倒也没感到多么失望。10分钟后，林轩起身告别，好了，青哥，我要先离开会了。今天是我和那后爸正式签署股份转让合同的日子，所以我现在要赶往约好的酒店签署地，你爷爷还在楼下等我呢。说完，林轩就准备转身准备离开。而这时，黑暗的意识牢笼中，听到林轩即将离开的动静后，苏青哥拼命地控制着右足小脚趾，他有种强烈的直觉，自己似乎真的恢复了一点身体的控制权。林轩，先别走，先帮我看下足部位置，我是否已经能动弹了？我现在好想知道啊！快点看我的脚，然后告诉我脚趾是否真的动了呀！快看脚！苏青哥在心底呼喊着，他好想知道到底是自己的错觉，还是林轩的按摩推拿真的有了效果。不知是否祈祷起了作用，苏青哥感知到熟悉的脚步声，明明已经走到了房门口，却突然折返了回来。终于要被发现了吗？如果得知我有意识，并且开始能控制身体了，林轩和爷爷，可心他们肯定会很开心吧？仿佛已经听到了众人欣喜的欢呼声，苏青哥心情愉悦不少。旋即他再次调动全部脚力，控制着小脚趾上的知觉。此刻洁白如玉的小脚趾，犹如古代青楼女子招手揽客般，弧度缓慢上下起伏着。来啊，林大官人！就在小脚趾颤动不已，以为自己成功替主人勾引来林大官人时，唰，一道白光盖顶，他眼前一黑，瞎了，差点忘了这几天有点转凉，要给你盖好被子才行，不然感冒就不好了。林轩用被单将少女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一颗绝美的脑袋，这才满意的拍了拍手，哼着不知名的歌谣，大步离开。我晒干了沉默，悔得很冲动。咔嚓，随着大门关闭，房间再次恢复死一般的寂静，只剩下病床上的少女在无声控诉。可恶的林轩，你这是真想气死我吗？哎呀呀，怎么就是看不到呢？难道男生都是这样粗心大意的吗？而且你帮我盖那么严实干嘛？下划线，搞得我现在有点热，你说咋整？见到又一次与良机失之交臂，苏青哥在心中狠狠地吐槽了林轩一波，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又突然沉寂了下来。好黑，好安静，我果然还是习惯不了这种处境啊。这几日，林轩几乎像连体人一样，时刻贴在苏青哥病床前陪他聊天解闷，即使他说的所有话始终得不到回答，也依旧孜孜不倦，自言自语着。只是林轩不知道的是，其实他说的每一句话，苏青哥都有在心底无声回话。虽然这种行为有点可笑，虽然苏青哥自己也知道林轩不可能听到他的心声回话，但他还是在努力用自己的方法认真对待着林轩的付出。而恰恰是这种无声的对话方式，令苏青哥也逐渐淡忘了不久前那份歇斯底里的无助绝望感。如今那个终日陪伴在床前的青年离开不在，苏青哥终于回想起了曾经那被黑暗死寂支配过的恐惧。好在如今的苏青哥有希望支撑，也有掌心的那份温暖包裹，他已经不再是孤身一人了。林轩，早点回来，我想你了。小奥，你放心，下午你就能放出来了。等我们签完股份转让合同，刚好就可以来接你出狱。魔都警察局会见室内，林建军夫妇正隔着透明玻璃，心疼地望着对面的儿子。爸妈，你们快点把我接出去吧，我在这里好害怕呀。林浩双目无神，整个人看上去十分憔悴。当他见到父母的这一刻，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恐惧委屈，吧嗒吧嗒地抹起了眼泪。这3天他过得可谓是担惊受怕。刚开始与他关押在同一间拘留室里的是10几个满身刺青纹身的社会刺头。原本林浩并不在意，只想着熬过3天就好，眨眼就过。可没想到那群彪形大汉竟然觉得他这副皮肤白净、文弱书生气的模样很合胃口。刚进去第1天就逼着他一起捡肥皂，还准备一起将他扑倒，强行对他实行满身大汗。幸亏林浩留了个心眼，情急之下掏出藏好的牙刷，拼死挥舞乱刺，这才熬到了姗姗来迟的警察们将林浩单独关押在其他房间，否则现在或许早就菊花不保了。回想起这几天的恐怖经历，林浩吓得浑身打颤，忍不住哽咽起来。他想回家了，而这一凄惨模样顿时把白月兰心疼坏了。正所谓母子连心，他也一时没控制住，泪流满面。母子隔窗对视，尽接泪2行。好了好了，别哭了，男子汉坚强点，下午我就来接你出去。乖，别哭了，爹地在这里，爹地会保护你们2个的。一旁
林建军见到这一幕，心中也不太好受，赶忙柔声安慰。无论林浩私底下是什么样子，他始终都是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再加上已经与林轩闹翻，将来养老还得靠林浩这个儿子，所以他才不会在乎林轩的挑拨离间，从而对林浩有所疏远。10分钟后，在林建军夫妇再三的保证下，林浩红着眼眶一步3回头，最后被一左一右2个警察直接架着离开了会见室。当宝贝儿子的背影消失，白月兰登时绷不住了，一把抱住了身边的林建军，眼泪刷刷流。老公，你说小浩他的命怎么就那么苦啊？抽泣。好啦，没事啦，不哭了，乖啊。林建军将小娇妻抱入怀中，轻声安慰。片刻后，在他的舔狗式努力下，白月兰终于是心情好了不少，破涕为笑。这时他眼角余光在偶然间瞥见了挂在墙上的大钟表。糟了，老公，我们迟到了。见到距离约定时间已经超过了半小时，白月兰不禁捂嘴惊叫。无所谓，王者总是压轴登场的。再说了，让他们等等怎么了？刚好给他们个下马威。林建军瞥了眼大钟表，一脸满不在乎。在白月兰好言好语的撒娇下，这才不急不缓被拉着出了警察局。大门口停着一辆租来的崭新面包车，周围还站着几个西装革履的男子，正翘首以盼的等着什么。他们都是林氏集团法务部门的人，负责股份转让合同的交接事宜。见到林建军夫妇的身影出现，几人齐齐90度鞠躬大喊：董事长好，董事长夫人好。声音之洪亮，引得路人们纷纷驻足观望。上车吧。而这也极大的满足了夫妇俩的虚荣心。林建军更是一脸装逼的摆了摆手，示意众人集体过来扶自己上车。于是几名打工人迫于资本压迫，只能一个开车门，2个左右扶着林建军上车，剩下的3个则戴着黑框眼镜，警惕地张开双手，将林建军夫妇围在中心，生怕其遇到什么危险。而这比国家领导人排场还大的行为，顿时收获了一堆路人甲的冷嘲热讽。我擦，这傻屌谁啊？装什么逼呢？开着面包车装逼，要装也最少要租一辆跑车吧？牛啊牛啊！雇几个群众演员扶自己上车，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个残废。家人们，我先笑为敬，简直离大谱了！我刚刚看到还以为是什么国家级大人物出行，没想到是几个小瘪三啊！喂，怎么说话的？别人可是有保镖的，小心那个大背头男人一声令下，保镖们当场让你血溅5步啊！哈哈，搞笑死了！听着周围人的指指点点，林建军脸色顿时黑了下来。他本意是想让那群低等人用崇拜目光仰望自己的豪门生活，没想到弄巧成拙，反而吸引了一大波群嘲。还没等他发飙，白月兰就上前抱住他的胳膊，轻声劝告：好了，老公，何必在意他人的指指点点呢？哼，也是，这群下等人不配浪费我的时间，毕竟是在警察局门口。林建军也不敢闹事，只能借坡下驴的怒骂几声，随即坐上了面包车。夫妇俩一关上车门，就被车里简陋的环境恶心到了。这车确定不是给乞丐坐的吗？林建军当即不爽了，对着驾驶座上的秃头中年男人怒骂道：废物，你怎么租这种车啊？这不是在降低我的身份吗？闻言，秃头中年男唯唯诺诺，小声回答：可是董事长，公司账面上已经没钱了，根本不够租好一点的车，就算是这面包车，也是我们几兄弟帮凑了点才租得起的。秃头男一边回答，一边偷瞄着面容姣好的白月兰，心里已经当着林建军的面把对方强奸了10000遍。草噗，草民草，万恶的资本家，敢骂老子！看老子在精神上狠狠强奸你老婆，给你戴一顶大大的精神绿帽。另一边听到手下说公司入不敷出，根本拿不出钱后，林建军嘴角一抽，直接沉默了。他怕再询问下去，秃头男和他要租车费就BBQ了。为了凑够35亿，他几乎掏空了公司流水，也将自己名下所有的车、房、股票等值钱的东西全卖了。如今还借了高利贷，这才勉强将钱凑足。现在的他可谓是口袋空空，穷得叮当响，怕是眼前的打工人存款都能吊打他。走啊，看我干嘛？下划线，真是的。那么没有时间观念的吗？难道不知道已经迟到了？要是让那边等着急了怎么办？还不快开车！为了赶紧接过这个租车费话题，林建军利用董事长的权威，没好气的喝骂道：是，老板，我马上开车。秃头男人点头哈腰，整个人卑微的不行。只是回头的时候，眼角余光再次在白月兰胸前怒扫一眼。就这一瞬间，林建军精神上又被绿了10000次。随着汽车启动，林建军一行人朝着约定的点去。等解决完这件事后，必须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上市美容药膏来割韭菜回血了。现如今，林建军将所有的希望都赌在了自己公司最得意的产品上。根据他多年的经验判断来看，林家借此鹏飞晋升1线豪门的几率高达95%以上。古语有云：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千里。林家的崛起已然势不可挡，我林建军的大名定将成为魔都的新一代传奇。至于那个逆子，我会给他时间追赶，直至他彻底遥望不见，悔不当初。凯撒大酒店，几辆价值不菲的豪车徐徐停下，吃饱喝足的林轩从为首的迈巴赫悠哉游哉下来，在其身后，白发苍苍的苏胜天紧随其后下了车，而周边的其余几辆车上陆陆续续也下来了7、8个人，他们都是苏氏集团律师、会计、保镖团队。小轩啊，我们已经超过约定时间2小时了，这会不会有点太离谱了？我都怀疑你父亲真能等那么久吗？不会已经走了吧？望着眼前的大酒店，苏胜天满脸苦笑。他们本来早早就能准时到的，可小轩这孩子说什么？我太了解那个后爸了，
他们100%不会准时的，管他去死，我们先去吃饭吧。于是，一群人各种耽搁，时间也超出了足足2个小时不止。没事，他一定会等我们的。林轩咧嘴一笑，他太了解林建军当前的想法了，心里被拿捏得死死的。感受到苏老爷子那略显怀疑的目光，林轩无奈地耸了耸肩，下划线，安心啦，老爷子。再说了，王者总是要压轴登场的。让他们等等怎么了？刚好给他们的下马威。林轩一脸满不在乎，不急不缓地领着大部队进入酒店。3分钟后，一群人来到了约定好的666包厢房。那个混账东西居然敢放我鸽子，到现在还没到。我以为我迟到半小时很过分了，这混蛋特马直接不来了。听着包厢里那熟悉的气急败坏、破口大骂的声音，林轩转头对苏胜天等人努了努嘴：“你看，我没说错吧？他们绝对还在等我们呢。”众人面面相觑，尽皆会心一笑。接着林轩带头推开了房门：“你个混账东西，终于舍得出现了吗？怎么不欢迎？那我走。”见到林轩等人的瞬间，林建军心头无法发泄的怒火瞬间就想全部喷在对方身上。可当发现林轩真的扭头就想走，他一下子就哑火了，可又放不下面子喊住林轩，只能憋屈又尴尬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好在这时，一身黑色连体裙、贵妇打扮的白月兰起身，面带微笑喊住了林轩：“小轩，你误会了，你父亲在和你开玩笑呢。”“父亲？我哪有什么父亲？我父亲早死了，后爸倒是有一个。”你听到林轩咒自己死，林建军一下子怒火上头，又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暴脾气了。好在白月兰及时拉住了他，并在林建军耳边吐出2个字：“隐忍。”唰，这2个字就像冰桶挑战，瞬间让林建军清醒过来。旋即他深吸一口气，退至林家众人身后，闭口不语，将事情全交给了白月兰处理。2分钟后，一张大方桌上，两方人马对面而坐。小轩啊，资金都已经筹备好了，你要是觉得没问题，签个字就行，我们会将钱打到你提供的账户上。白月兰目光闪烁，将一份合同递给了林轩，而林轩看也没看，直接丢到了苏氏集团最好的金牌律师手中。见状，白月兰皱了下眉，但还是抱着侥幸心理，嘴里开始做出最后的努力。小轩啊，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何必把事情搞得那么僵呢？你要想清楚，要是真签了字，你就得失去最珍贵的亲情了。这样吧，我已经和你父亲商量好了，只要你愿意无条件将股份转到你父亲名下，表示诚意，那我们保证以后一定会将公司交给你继承。至于小浩，只需要你提供个工作岗位就行。说完，白月兰一脸真诚地望着林轩，同时不远处的林建军这时也终于是将语气软了下去。小轩啊，以前是爸爸不对，爸爸知道错了，我保证以后肯定会给你满满的父爱，你就听你妈的话，先把股份交给我，表示诚意如何？否则你这名字一签，那你就真的永远失去我这个爸爸，你舍得吗？难道你真的愿意当个没爸的可怜孩子吗？面对夫妇俩的精神扑啊，林轩没有立刻回话，只是好奇的转头向身边的几个保镖询问：“我看上去像白痴吗？”“怎么可能？”林先生智勇双全，玉树临风，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停，打住！我的优点，你们说3天3夜都说不完。林轩满头黑线，连忙向几个马屁精做了个暂停的手势，随后望向面色难看的林建军夫妇：“既然我不像白痴，你们怎么会提出只有白痴才可能同意的要求啊？”你！林建军刚想说啥，就被林轩身旁的律师打断了。“林先生，这合同好几处有隐秘的陷阱，你要是签下去，以后可能随时会爆雷，甚至遭遇牢狱之灾。”闻言，林轩脸上依旧平静，这情况他早有预料，所以这才自备了律师团队过来。只是身旁的苏胜天看不下去了，起身呵斥林建军：“林建军，你以枉为人父啊，连亲儿子都坑，胡说八道！这合同根本没问题，是你那个律师水平有限，血口喷人。”林建军没有一丝被发现的羞愧难堪，反而是理直气壮地开始狡辩，将脏水全泼到了律师身上。对此，林轩连刁都不刁他，吩咐律师单方面将问题全面修改。等到新的合同出来后，林轩直接砸到了林建军脸上，钱直接转到苏家的账面上。收到钱之后，我就签字，3分钟内没收到钱，我立马走人。林轩的雷厉风行直接看傻了在场众人。不过直到这个时候，双方早已撕破了脸皮，确实没有再虚与委蛇的必要了。所以林建军倒也果断，吩咐手下往账户中打钱后，旋即在重新改好的合同上刷刷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又一把甩到了林轩面前。可林轩没有理会，依旧闭目养神中，直到小轩35亿确实转到账户上面了。苏胜天的话语响起，林轩这才淡定地睁开眼，拿起桌上的钢笔开始签字。期间林建军还有些破防，在他耳边聒噪不断：“你没有爸爸了，你会后悔的。林浩以后就是我唯一的儿子，将享受我浓厚的父爱，公司我也会交由小浩继承，你好自为之。”面对林建军的一堆废话，林轩也懒得搭理，反正他还是那句话，天凉了，林氏也该破产了。随后签完字的林轩起身就走，他现在是哪怕一句话，一个眼神都不想浪费在林建军这家奇葩身上了。如今时局已定，只需要等待收网就可以了。这个混蛋，难道心中就真没有一点亲情吗？望着林轩果决的背影，林建军心中既愤怒，又隐隐有着某种失落。谢谢各位的礼物，我没想到居然来到了第3名。明明我前几天还因为成绩太差准备切书的，这一切都是你们给的功劳。毕竟能排在前10的，基本都是番茄的顶梁柱了，斩神、全球冰封等等，在他们面前，我这本书狗屁不是，排得那么高，感觉很复杂，很忐忑吧？没意外的话，这应该会是这本书最好的成绩了。第3啊，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
我受之有愧，真心谢谢各位。每天最少4000字，看情况有能力就加更。我实力有限，写得太快我怕崩，而且现在兼职送点外卖，时间有点紧，毕竟不能只靠写书，不然网贷我怕写书一段就凉了。先还钱吧，这是我目前的唯一目标。我96年的，应该比你们大多数人都大把。你们要好好学习，千万别老了活成我这样，千万别。时值中午，苏家庄园门口，一辆迈巴赫缓缓停下。小轩，我还要回公司处理事务，我就不下车了。好，那苏爷爷，你先忙吧。车门打开，林轩率先下车，转身与苏胜天挥手告别。轰隆隆，望着逐渐远去的迈巴赫，林轩感慨不已。豪门董事长不好当啊，这也太辛苦了，还是躺平摆烂的日子适合我，顺便赚点贴积分，生活乐逍遥啊。说完，林轩满足地伸了个懒腰，慢悠悠迈进苏家别墅大门。另一边，远去的迈巴赫上，苏胜天正对自己公司的金牌律师交代任务。胡律师，你等下回公司就先拟定一份合同出来，我要将手头上的股份全数转让到小轩的名下。什么？董事长，你手头可是有苏氏集团25%的股份啊？您是认真的？如果不是小轩，苏家可能早就破产清算了，这是他应得的。苏胜天面色很平静，似乎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他对面的胡律师此刻人都麻了，我这就要换新老板了。以苏家目前的股份分配情况来看，苏胜天25%，苏青哥22%，苏嫣10%。如果林轩真的获得了25%的股份，那苏氏集团以后到底是姓苏还是姓林，就很值得商榷了。我不是疯了，眼下我孙女大概率醒不过来了，而我的身体又一日不如一日，某天要是突然倒下，集团肯定会出大乱子的，还不如将股份都交给小轩，慢慢培养他做我的继承人。经过这阵子的接触，我知道他是有能力的，而并非传闻中那般不堪。苏胜天有条有理地解释着，显然早已经过深思熟虑，他很清楚自己衰败的身体状况，哪天眼前一黑嗝屁了也实属正常，但到那个时候自己的孙女怎么办？失去了自己的庇护，即使苏青哥手中也有着不少股份，但身为植物人的他也只能沦为众多大小股东的待宰羔羊。而林轩手中没有股份的话，到时候想插手苏氏集团事务也做不到。我看得出小轩眼中有着野心，并非那种喜好躺平摆烂之人。我老了，未来是属于下一代的，集团在小轩手里肯定能越走越远。至于集团到时候是姓苏还是林，这不重要，我只希望在我死后，我孙女有人照顾余生就够了。我相信小轩的能力以及人品。听完苏胜天的话，胡律师也理解了对方的做法，他本想询问为什么不让您的女儿苏嫣来担当这个重任，不过一想到父女俩那人尽皆知的矛盾，还是识趣的闭上了嘴。我明白了，董事长，我等下回公司便把合同拟定出来。苏胜天微笑点头，旋即迈巴赫内重新恢复了寂静，水纹分割线再现，苏家别墅2楼。媳妇，我回来了，我们继续贴吧。打开熟悉的房门，林轩笑呵呵走了进去，迎面就传来一句妮卡。在林轩惊呆了的目光中，只见一个打扮古怪的小鬼头正站在苏青哥的床前，白色衬衣，白色7分短裤，白色假发套，背后绑着一顶黄色草帽，脚踩人字拖啊，这装扮难道是……正当林轩还沉浸在不可思议中时，对方此时也发现了刚进门的林轩。他转过身，露出正脸的刹那，林轩便认出了对方的身份。陈可辛，你干嘛呀？下划线，怎么穿成这个鬼样子？林轩一脸无语，正想出声吐槽时，就见到打扮怪异的陈可辛突然掏出一个5寸大小的骨小骨，表面还写着解放之骨。旋即陈可辛一边咯咯假笑着，一边用小手不断奏响着解放之骨。妮卡传说，武当妮卡机关枪，脚踩凯多，暴打黄猿，决战赤犬。妮卡会不断前进，直到将敌人彻底驱除。妮卡，你个大头鬼啊，给我说人话！林轩听不下去了，上去对着小萝莉光洁的脑门就是一个脑瓜崩啊，疼！只是一下，林可欣就被打回原形，捂着脑门委屈巴巴地蹲在地上。你干嘛？这句话应该是我要问你吧？你在干嘛？我奏响了解放之鼓，已经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人了。你可以叫我太阳神可欣，我的解放之鼓将会响彻整个盛夏。一句话当即把林轩干沉默了。不过他也认了出来，陈可辛 cosplay 的对象是海贼王里面的主角草帽小子路飞。原来这个世界也有海贼王吗？小时候林轩最喜欢看的就是海贼王，印象最深刻的是顶上战争。不过后来剧情越来越水，他也忙于工作，渐渐的就再也没有捡起来看过了。现在海贼王出到第几集了？路飞成为海贼王了吗？1071集。说起这个，陈可辛登时有了兴趣，吧嗒吧嗒说个不停。我相信路飞肯定能成为海贼王的。现在动画版已经变成武当太阳神妮卡形态了，正在大战四皇凯多，而漫画版里路飞已经打败凯多，成了新的四皇，目前在弹尖岛逗留。由于很久没有看过动漫，林轩略显好奇，多问了一些剧情。弹尖岛那又是什么岛屿？路飞都成四皇了，不知道以现在路飞的实力参加顶上战争有没有胜算。见林轩没有排斥这个话题，陈可辛十分的开心。他以前和人聊二次元动漫，几乎都会被打上不成熟，都几岁了还看动画片的幼稚标签，这让他十分的郁闷难过。如今好不容易有人聊起他最爱的海贼王，顿时有问必答起来。就当两人讨论的热火朝天时，没人发现病床上一动不动躺着的苏青哥，其足部位置右腿的小脚趾正拼命地颤动着。另一边，黑暗的意识牢笼中，听着耳边关于动漫的热切讨论，苏青哥快被气死了。喂，哦，你们这两个家伙真是够了，我脚趾都快摇断了，
你们却还在讨论海贼王？难道是我摇动的弧度不够大？可我已经拼尽全力了啊！可恶啊！明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人发现我有知觉了？可心，你这臭丫头最该打了！等我醒来，看我不打烂你的小屁屁！不久前，陈可辛刚过来时，苏青哥就找准时机，拼命摇动自己的小脚趾，而他的运气不错，这次刚好被陈可辛看在眼里，引起他的阵阵惊呼。天哪，我终于成功了！听到陈可辛的惊呼声，苏青哥先是一愣，随后惊喜万分。他没想到只是碰下运气，可那么快就让陈可辛发现他能动弹了。很好，可惜你太棒了，可比林轩那粗心大意的家伙好太多了，一次就成功。快去告诉其他人，尤其是我爷爷。即使这阵子我并没有从爷爷那里听到什么坏消息，但我也知道他肯定是最担心我最辛苦的那一个。如果他知道我能动了，哪怕只是动一个微不足道的部位，也能让爷爷高兴很久了。就在苏青哥暗自欣喜，等待陈可辛离开告知他人时，老婆姐姐，你的脚丫丫好迷人啊！你这娇嫩的雪白玉足，简直像上天的特种恩赐，造物主的特意设计，人体的一个美学奇迹。好想炫我嘴里啊！吞咽声还没等苏青哥从呆滞中反应过来，一阵熟悉的暖意便覆盖全身。那么令人心惊摇荡的狱卒，肯定要好好保护才行。欧尼酱也真是的，离开之前也不帮青哥姐姐你盖好被子，太不细心。瞧着都把我家青哥姐姐给冻得脚趾抽筋了。苏青哥，谁抽筋啊？你看见有人脚趾抽筋是我这个样子的吗？我这难道不是前后摇摆？你到底是怎么看成抽筋的？刚刚还以为你比林轩靠谱。好吧，我收回这句话，你才是最不靠谱的。而且这鬼天气，你是想闷死我，好继承我的苦难吗？这丫头真是气死人了啦！再次错失良机，苏青哥整个人都不好了。而就在这时，林轩开门走了进来，在与陈可辛讨论片刻后，林轩重新坐回到了病床前，习惯性的牵起少女的白嫩小手。青哥，我回来了，汇报一下，股份转让合同签约完毕，35亿也已经打进了苏氏集团的账户中了。很快，苏家遇到的困境就会迎刃而解。我要好好遵守了约定哦，在你醒来之前，替你守护住你最在乎的一切。听到苏氏集团危机解除，苏青哥心中轻松不少，尤其是感受着掌心处那不断传来的温暖，令苏青哥心中好似升起了一道暖阳，照亮了不久前林轩离开后内心出现的那股子黑暗死寂，驱散了那份曾经的无边恐惧。林轩他真的做到了，而且35亿就这样全给爷爷了，那可是足足35亿啊！难道他就不会心疼了吗？拿出那么多钱，又与自己的家族断绝往来，难道就是为了遵守和我的约定吗？这个人难道是傻子吗？我根本不值得呀！此时，苏青哥心绪极其复杂，面对这般真心付出，他有种承受不起的压力感。林轩越这样待他，他醒来以后感觉就越难开口让对方离开苏家。唉，烦死了 ！Excellent, excellent, excellent。而这时，陈可辛也走了过来，听到林轩毫不犹豫拿出35亿帮苏家渡过难关，他感到心情十分复杂。望着眼前的情敌，他不得不承认，对方的做法太能打动人心了。这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行为，全世界有几个男人能做到？想当初，他也曾恳求过父母家人帮苏家，可结果不尽如人意。欧尼酱，你真不愧是魔都第一深情，冲冠一掷35亿为红颜，我服了。你对亲哥姐姐的爱，我也深刻了解了。唉，你确实比我深情，想必让你主动在我和亲哥姐姐间选择退出也是不可能。那不然以后你就当我的二老婆吧，亲哥姐姐是大老婆，这样的话，我们3人就都能快乐的生活在一起了。你放心，我太阳神妮卡可心，保证会一视同仁，对你们雨露均沾的。喂。哦，你那看傻子一样眼神是怎么回事？小萝莉脸上的笑容一僵，额头青筋爆出了大大的。见林轩不搭理他，嘴巴一撇，就随便找了个理由怒视林轩。还有你离开时也不帮亲哥姐姐隔好被子，哼，着凉了怎么办？你这样粗心很过分啊！亲哥姐姐可是冻得脚趾头都抽筋了。啥？下划线？我记得我离开前帮亲哥盖得严严实实的呀，难道是刘姨上来动我？而且抽筋是怎么回事？这天气怎么都不可能冻到抽筋啊！该不会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吧？哪里抽筋？我看看是什么情况。见到林轩目光严肃，小萝莉也愣住了。她刹那间联想到了不好的情况，赶忙来到病床前，神情紧张地掀开被子一角，露出一只洁白无瑕的玉足。黑暗的意识牢笼中，听着2个活宝的对话，原本已经彻底躺平放弃的苏青哥，登时又机灵了一下。终于发现有问题了吗？哗啦！苏青哥只觉有人掀开被单一角，随之脚边传来一阵凉意，即使无法看见，但足部传来的轻微刺痛感依旧令他心头一颤。那种刺痛并非是遭受针刺的肉体疼痛，而是好似有2束化为实质的火热视线，就像扫描一般在他的足部上下扫视着。这种真实的质感令苏青哥刹那羞涩无比，好尴尬呀！他之前只想着赶紧被人发现自己有意识，但现在冷静后又细思极恐。难道以后自己的脚会成为信息传达机吗？类似电话那种媒介，所有人与他沟通时不约而同都要先盯着他的小脚趾啊！这想想都感觉社死啊！但即使再尴尬，这也是为数不多的最佳时机了，我必须好好把握住才行。这时耳边传来林轩2人的对话，你可能是出现幻觉了，这哪里抽筋了？欧尼酱，你要相信我，我太阳神妮卡可心岂是那种胡说八道之人。那我们蹲下来，再全方位仔细观察看看。我觉得你的建议非常的合理。苏青哥，哈！外界林轩2人眼神热切盯着雪白嫩足，
呼吸急促，但或许是良心发觉，林轩最后抵住了诱惑，艰难地移开了目光，同时一个巴掌拍在了双眼放光的陈可辛后脑勺上，阻止了其进一步的观察行为。哎呀，你干嘛呀？嗨，我觉得这种行为不符合君子所为，所以我要阻止你。闻言，小萝莉登时大怒，额前青筋爆出了大大的，她将草帽往小脑袋上一戴，顿时沙雕气质一变，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作势要朝林轩挥拳而来，竟敢阻止我太阳神妮卡！可心迈向新世界，下划线，那命来！橡胶机关枪见到小萝莉嘴里不断哒哒哒，挥舞小拳头冲来，林轩只是满头黑线的伸出一只手，顶在了对方的小脑袋上，令其寸步不前。你欺负小孩，我和你拼了！啊哒哒哒！苦于双手太短，陈可辛在绝望中无能狂怒，而林轩则是轻松地空出一只手，想先把掀起一半的被子重新盖好。可就在这时，林轩恍惚中发现嫩白玉足上有根纤细的小脚趾，正弧度缓慢上下起伏着，犹如古代青楼女子在向他招手揽客。来啊，林大官人，看这里看这里！望着颤动不已的小脚趾，林轩不禁瞪大双眼，难道是我出现幻觉了？不确定，再看看。揉了揉眼球，林轩再次定睛一看，嘶！林轩倒吸一口凉气，令屋内的氧气含量都大幅度下降，而这副异样瞬间也引起了陈可辛的注意。他顺着林轩目光发现了正在前后摇摆的小脚趾。你看，我没有说谎吧？快把被子盖上，亲哥姐姐都被冻得抽筋成这样了。陈可辛眼圈泛红，突然觉得自己真的该死啊！亲哥姐姐都这样了，自己还想着和他组脸贴贴，抽筋，抽个锤子筋，这是亲哥恢复知觉的体现。毕竟脑中有着丹青妙手按摩法的灌顶知识，对于植物人的苏醒步骤，他还是一清二楚的。植物人恢复知觉时，并非是一蹴而就的，那种今晚睡一觉，明天就能跑能跳的怪物，只有小说里才可能存在。现实中的植物人都是先恢复一部分身体知觉，接着身体恢复知觉的部位不断扩大变多，直到能完全掌控整副身体，那样才算是真正的苏醒。只是因为每个人体质不同，率先恢复知觉的部位不同。没想到啊，亲哥他率先恢复知觉的地方是小脚趾，下划线，不对，难不成他早恢复了，只是自己一直没发现吧？望着倔强又孤独摆动的小脚趾，林轩有些懊恼，要是我之前再细心点就好了。真不知道亲哥他是从什么时候恢复知觉的，他肯定也很焦急不安吧？对不起啊，亲哥，是我不够细心，没有提前发现你已经恢复知觉了。没事，林轩你不需要道歉，这不是你的错，而且我也才恢复不久，你没发现实属正常。听见林轩的自责声，苏亲哥在心中接连安慰，但他也知道林轩听不到这种无声的交流，只能在心底默默叹气。哇，真的假的？欧尼酱，你的意思是说亲哥姐姐恢复知觉了，她现在是有意识的，能够听到我们说的话，感知到外界的动静。见林轩点头，陈可辛依旧表示怀疑，于是他准备亲自做个测试。小萝莉蹲在苏亲哥玉足前，双手做喇叭状放在小嘴前，大声呼喊道：哔哩哔哩，小脚趾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小脚趾，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怎么没反应啊？见小脚趾没有动静，陈可辛满脸黑人问号，怀疑的目光望向林轩，看个锤子啊，哪有人像你这样问的？你不尴尬，我都替亲哥尴尬了。就是，可辛这家伙，要是我现在整个足部恢复知觉，怕是会尴尬的扣出武士一听。亲哥，你要是有意识，能听到我说的话，那就连续动2下。好的。苏亲哥没有犹豫，将全身感官调动在足部，很快，在林轩两人惊喜的目光中，小脚趾俏皮的动了2下。好爷，亲哥姐姐真的开始恢复意识了。亲哥姐姐，你等我，我去把老邓抓过来，给你诊断一下，看看你要多久才能醒来。说完，小萝莉背着草帽，吧嗒吧嗒，踩着人字拖，面带兴奋地冲出了房间。屋子里再次恢复寂静。亲哥望着病床上一动不动的少女，林轩唤了一声，但突然又有些语塞，脑袋当即不知如何开口，最后习惯性地叹了一口气。这阵子他虽然也知道苏亲哥存在着意识，但少女毕竟完全不会动，那林轩在心理上始终会轻松自在不少，有种面对完全无法反抗的植物人，自己是处于主宰者地位，能为所欲为的高高在上俯视感。而如今苏亲哥开始有了恢复的征兆，并且很可能不日就将彻底苏醒，那再次与对方接触，林轩多少也有了点拘束，毕竟苏亲哥在昏迷前与前身几乎没有过交集，双方之间互动最频繁的就是这段植物人时间了。不过我们这其实也不算是在互动吧，完全就是我在单方面的输出，如今也不知道这段时间的努力有没有打动到即将醒来的苏亲哥，否则对方要是醒来后不肯和自己贴贴，甚至提出让自己滚蛋就凉凉了。安静的房间内，林轩嘴角弧度轻勾，无声苦笑着，因为平时他没有收到任何反馈，无论他做出唱歌、按摩、推拿、讲笑话等行为，苏亲哥始终都像睡美人般无声沉睡着，所以即便林轩再有自信，也不敢100%打包票说他已经彻底摸透了苏亲哥的心理想法。人都是善变的，尤其是女人心海底针，在苏亲哥真正醒来之前，一切都充满着未知数。而就在林轩陷入思索之际，黑暗的意识牢笼中，苏亲哥很是不解，为什么林轩叫出自己名字后，然后就没有了下文了呢？他怎么了？为什么不说话？如果是以前，现在应该早就牵起我的手，然后天南海北的聊天了吧？为什么这一次没有？而且刚刚他好像还发出了叹气声，为什么叹气？为什么在知道我有意识、有苏醒的希望后还叹气？难道林轩他并不希望我醒过来吗？苏亲哥心中一颤，因为林轩的一个无意举动，
导致某个不可思议的想法在他心里浮现。原本欣喜异常的情绪此刻急转直下，苏清歌莫名感到胸口有些发堵。我的苏醒让他不开心了吗？林轩是不是已经厌烦我了？毕竟每天都对着个不会动弹的活死人，只要是个人都会疲倦厌恶吧。可这样应该更希望我醒来吧？想不通，我真的想不通啊！苏醒后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靠近彼此吗？苏清歌心里乱糟糟的，复杂异常。他甚至有种不希望那么快醒来，以免过快打破两人目前这种无声羁绊的现状。这心情放在以前是绝无仅有的，毕竟身为一个植物人，他可谓是痛苦万分，无时不刻祈祷着苏醒。如今希望就在眼前，他却因为担心某种未知的变化，从而有了延迟苏醒的想法。但这种想法刚刚诞生，家人的音容笑貌就突然在苏清歌的脑海里闪现，爸爸妈妈、哥哥，随着亲人们的笑脸如走马灯般不断浮现眼前。苏清歌再次恢复坚定，他不再迷惘，这样就好。如果林轩真的讨厌我就更好了，这样的话苏醒以后也能更快地斩断这段关系。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注定无法相濡以沫。爱情对我来说太奢侈了，与其将来给彼此带来痛苦，还不如从未开始过。这种觉悟从5年前开始我就下定决心了，不是吗？这一刻苏清歌不再疑虑纠结，心里原本因林轩而升起的阵阵波澜逐渐平息。就在这时，林轩的嗓音传来，刹那挑动了他的心弦。只是此时苏清歌已经下定决心抛弃恋爱脑，立刻就将悸动重新压制了下来。哼，男人不需要，只会影响我复仇的速度罢了。清歌，我猜你现在最想报喜的人是你的爷爷吧？对，爷爷，先和我爷爷说一声，他一定会很开心的。一下子苏清歌又被吸引了注意力，在心中连连催促，你要是希望我通知你爷爷，那就动一下，不愿意就2下。林轩温和的嗓音再次传来，同时苏清歌感觉到一阵凉意从足部徐徐浮现。很显然，林轩掀开了被单一角，正看着自己的脚丫子，等着自己的反应。念及此处，苏清歌心中本能泛起一股社死羞涩的感觉。哦 Q， 林轩这家伙也不给点心理准备，难道不知道女孩子的脚是不能随便看的吗？这可是男生禁区私密部位。不过一想到自己爷爷，他还是忍着羞耻感动了动脚趾头。我明白了，清哥，交给我吧。对于这个结果，林轩倒是不意外，他掏出手机就开始给苏胜天打电话。而另一边，苏清歌察觉到自己又被林轩勾引了，在理智的控制下，开始不断在心里念诵阿弥陀佛、大悲咒、南无观世音菩萨、无量天尊、蓝色猛如虎、男人尽皆红粉骷髅。很快，苏清歌再次心无杂念，心中一阵清明，犹如进入了贤者时间半小时后。有国医圣手支撑的邓老在陈可辛的生拉硬拽下姗姗来迟，在他仔细的诊断下，得出了苏清歌恢复状况良好，少则半月，多则数月必然苏醒的结论。林先生，你这按摩手法了不得呀，当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老夫佩服。邓老结束会诊，惊诧的目光望向林轩。原本按他的医术判定，苏家这丫头这辈子应该躺在床上沉睡一生才对，万万没想到林轩靠着一套神奇的按摩法，竟然硬生生创造了医学奇迹，实属侥幸。还请按摩法一事，邓老能为我保密，只要成了植物人，几乎等于判了死刑。而林轩却靠着神奇的按摩法将苏清歌唤醒，这要是传出去，多多少少会引来一些麻烦。为了能舒舒服服的躺平摆烂，林轩选择从源头断掉这种麻烦。保密？你好吧，老夫懂了。邓老不解，但还是点头答应。在他身旁，美妇人管家刘娟泪光闪烁，为自家小姐感到高兴。她本来是做好照顾对方一生一世的准备，没想到峰回路转，苏清歌居然有了醒来的可能，这让他对带来这份希望的林轩那是发自内心的感激。此刻，刘娟是真正认可了这位未来姑爷，她必是自家小姐的良配。林先生，真的太感谢你了。刘姐，别这样，这是我应该做的。见到刘娟突然眼眶通红，对自己90鞠躬，林轩先是一愣，随后微笑着摆了摆手，清歌姐姐要醒来了。哦耶，哦，终于又能和我的老婆姐姐光明正大的贴了。此时最兴奋的实属陈可辛，她揪着自己的双马尾，在房间里咻咻咻的乱开火车风暴。林轩，这小鬼狼子野心啊，要贴也是我贴好吗？哪里轮得到你？又过了片刻，林轩以清歌需要安静休养为由，众人识趣的陆续离开，哪怕是不情不愿的陈可辛也被邓老揪着耳朵强行拉走了。房间中再次恢复了安静，林轩沉默着上了床，将苏清歌拥抱入怀，开始了今天的复健推拿。他感受着怀中的温香软玉，心情复杂。如果是之前，对于苏清歌的醒来，林轩是抱有期待的，但现在苏醒的征兆出现，他反而有了些顾虑。对于苏清歌的剧情描述，小说里除了昏迷时的寥寥数语描述对方如何痛苦崩溃，其余的便是围绕冷漠无情、不苟言笑、雷厉风行、执行力超强的冰山女总裁写的。林轩也不清楚自己这段时间的种种行为能否改变对方的原有人设，如果不能，以原人设的苏清歌冷漠性格，大概率会丢给自己一大笔钱，让自己离开，或者任由自己苟在苏家自生自灭，反正贴什么的是不可能了。头疼啊！剧情中最适合自己收割积分的只有苏清歌了，即使不是为了刷贴积分，苏清歌好歹也是自己贴身照顾了大半个月的少女，林轩还是有点好感的。如果可以，
他还真不想换人，心中甚至有了些许自私的想法。对方或许一直当个植物人也不错呢。只是这种念头转瞬即逝。经过了大半个月的朝夕相处，在明知苏青哥困在意识牢笼、痛苦无助的情况下，林轩实在做不到无动于衷。不过，可能我杞人忧天了，说不定苏青哥醒来后见到我英俊潇洒的脸庞，直接爱上我，疯狂抱着我喊老公要贴贴，也有可能。这样一想，林轩心情好了不少。虽然他也知道可能性不大，唉，烦死了！黑暗的意识牢笼中，原本正享受着推拿按摩、痛并快乐着的苏青哥，听到林轩的叹气声，霎时将注意力转移了回来。林轩怎么了？为什么又叹气了？之前帮我推拿时，可我有过这种情况。他是不是真的开始厌倦自己了？开始厌恶照顾我这个无法动弹的废人了？林轩的又一声叹气，令苏青哥再次陷入了无端的脑补之中。即使他早已决定丢掉恋爱脑，但情绪还是不可避免的受到波折影响。这时，耳边再次传来林轩的嗓音：“唉，青哥呀，我问你一个问题，等你醒来后，不会一脚把我给踹了吧？你现在讨厌我吗？毕竟你有厌男症，我这样靠近你是否很不舒服？我都想好了，要是你醒来后把我赶出苏家，无处可去下，我就只能上天台吹风了。天台的风肯定很大很大。来，青哥，你要是讨厌我的话，就动2下脚趾；不讨厌就1下啊。”林轩他苦恼的原因竟然是这个。出乎意料的发展令苏青哥心中思绪翻滚不断。原来林轩并不是讨厌我呀，他是在乎我的，他在纠结我是否讨厌他，他在牵挂我是否不舒服，他在忧愁我是否会把他赶走，他在担心天台的风很大。好像哪里不对啊？为什么要担心风大？不对，应该问为什么被赶走后想上天台？不可能只是真的单纯吹吹风吧？难不成他为了我要？念及此处，苏青哥只觉一阵揪心茫然。他没想到林轩对自己用情已然如此之深，可恰恰苏青哥原本的决定就是要在醒来后与林轩分开的呀。那他是不是当天就要上天台寻死了？不要啊！就在苏青哥陷入两难境地时，林轩见到迟迟未动的脚趾，心中咯噔一下，吐槽出声：“不是吧，青哥，你是得有多讨厌我啊？连1下都不肯动了。”不是啊，你别误会啊，千万别上天台啊！不管将来我们是否有在一块，但我肯定是不讨厌你的。听到林轩的话，苏青哥这才反应过来，焦急地调动感官动了一下脚趾。外界，林轩见到雪白嫩指动了一下，嘴角不禁勾起一抹邪魅的弧度。果然，我还是很有魅力的，这阵子的努力没有白费。青哥他即使没有爱上我，但好感总归是有的。就在林轩感慨自己的魅力之时，他瞥见嫩白脚趾又动了一下。Omega！瞬间，一张地铁老人脸在林轩脸上闪现。还没等他从呆滞中回过神来，嫩白脚趾又动了一下。Omega！紧接着3下、4下、5下、6下，望着发癫般不断跳动的小脚趾，林轩的地铁老人脸彻底僵在脸上。青哥，原来你那么讨厌我啊！动2下不够，还要动成千上百下，表示决心。W。此刻，如果林轩有偷听心声的超能力的话，定然能够听到怀中少女的尖叫声。不是的，林轩，你别误会啊！救命啊！该死的，我控制不住，好像是今天连续动太多次，导致我现在，我是真的抽筋了呀！苏氏集团总部董事长，我把您要的合同拟定出来了，您是否要先过目一下？咚咚咚，敲门声响起后，屋内却没有任何回话。正当胡律师眉头一皱，怀疑董事长出了什么状况，准备直接开门而入时，进来听见董事长的声音，胡律师松了口气，这才推门而入。刚进门，他就发现坐在办公桌前白发苍苍的苏董事，眼眶周围通红一片。难道董事长刚刚哭过，所以才那么久没有回话？胡律师心中惊疑不定，面色却依旧如常，将手中的股份转让合同递给了苏胜天，并且开始汇报道：董事长，多亏了那35亿，肖总的违约金已经交付了，而且之前林总的各种麻烦，金钱开道下也基本解决的差不多了。如今公司欣欣向荣，资金十分充裕，我建议可以再往外投资扩张些项目，说不定公司可以更上一层楼。可任凭胡律师说的天花乱坠，苏胜天都没有任何反应，只是默默戴上自己的老花眼镜，仔细地观阅着合同。投资扩张这些事情，等你的新老板上任后，你再和他提吧。只要他同意，那你就放手去干。检阅完合同，见没有问题，苏胜天满意点头，拿起桌上的钢笔，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接下来，他只要把合同交给林轩，让对方也签下名字，股份转让合同就彻底生效了。董事长，您不再考虑吗？您可以不急于一时的，再过几年再将股份转让给林先生，也一样的。见苏胜天那么果断，胡律师忍不住出声劝道。他跟了老者那么久，还是有些不舍。这个和蔼的老上司就这样退休，转而去追随一个毛头小子。小胡啊，1年后说不定我都不在了，还几年后？身着中山装的苏胜天边笑边捂嘴咳嗽了几声，等将手拿开时，手掌上隐隐染上了几缕血丝，但老人并没有在意，而是满脸坦然道：我老了，已经是属于旧时代的残党了，这世界是属于年轻人的，生老病死，新老交替，乃是世界不变的法则。如今我孙女又有了醒来的希望，只要能看到她醒来的那天，那我就彻底无憾了呀。苏胜天开怀大笑，眼中有着老泪凝聚。他刚刚收到了家里的消息，自己那苦命的孙女恢复了些知觉。
邓老更是断言不日就将苏醒，这岂能不让苏胜天畅快大笑？而带来这一切希望的人，正是当初不被看好的林轩。谁能想到自己病急乱投医，阴差阳错找来的冲洗赘婿，最后竟成了拯救苏家、拯救自家孙女的最大功臣。仅仅只是这些股份，其实我觉得还是不够报答小轩的恩情，我苏家欠他的太多了。听着苏胜天的絮絮叨叨，胡律师总算是了解个大概，知道苏胜天的心意不会更改。见对方皱眉叹气，又为了讨好未来老板，于是他开口了：“董事长无需如此，您培养出了魔都最美最优秀的青歌小姐，这已经足以让林先生感谢您了。要是您觉得还不够，那就等青歌小姐醒后，为林先生造个足球队，想必林先生会感谢你的。”足球队？苏胜天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等回过味来，不由得苦笑着指了指偷笑的胡律师：“你呀，你。不过你说的也对，趁我这把老骨头还有力气能抱孙子，等青哥醒后，确实得催一催了呀。不过足球队太离谱，就先凑桌麻将吧，剩下的再慢慢生，多子多福嘛。”在一阵谈笑声中，胡律师起身准备告辞，并汇报了最后一件事。对了，董事长，忘记说了，林氏集团官网上刚刚发出了最新消息，明天将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哦，应该是宣布美颜药膏的事情吧，毕竟一口气没了35亿，林建军肯定是急需大量资金回血的。呵呵，林建军啊，林建军，将小轩这样优秀的亲儿子赶出家门，这将会是你悔恨一生的决定，你就好好得意最后一段幸福的时光吧，毕竟接下去要做的就是噩梦了。魔都警察局3天刑期已到，获得释放的林浩拖着疲累的身体，火急火燎的小跑出了大门口。这种鬼地方，他是再也不想进来了。一出大门口，新鲜的空气扑鼻而来，血！林浩深吸一口气，满脸的享受之色，自由的味道。真好真香！缓过神来的林浩在门口东张西望，就是没看到自家的兰博基尼。不远处只停着一辆破面包车。可恶，老妈他们怎么还没来接我？林浩皱眉不满，他这几天担惊受怕的，现在就只想着赶紧回到自己的别墅里，先美滋滋的洗个澡睡一觉再说。哔哔哔！这时那辆面包车徐徐靠近，还不断的对着他按喇叭，这让林浩心中十分不耐。他最看不起的就是这些开着破车的穷逼了。见对方哔哔个不停，刚想转身破口大骂的林浩，陡然发现驾驶座上坐着父亲的身影，他心中一惊，瞬间收敛起狰狞的模样，转而换成了一张人畜无害的柔弱书生表情，不解的朝着面包车小跑过去。爹地，妈咪，你们来接号了吗？怎么是开着面包车呀？我们家的兰博基尼呢？先后和林建军两人打完招呼，林浩这才不解询问。他这话一问出口，林建军火气噌的一下就上来了。你还有脸说？要不是因为你，现在我和你妈也不会委屈到来坐这种破车了。一旁白月兰赶忙上前安抚了下林建军的情绪，随后才向林浩解释起来龙去脉。听到因为自己林轩多要走了5个亿，现在林家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林浩顿时明白了林建军发飙的原因，他满脸愧疚，扑通一下当街跪在了林建军面前，2行热泪横流。对不起，爹爹，都是我的错，是我鬼迷心窍。他并没有说出林轩陷害他的事情，毕竟3天牢狱之灾都做了，现在辩解已经毫无意义了。要是父母得知真相后气不过去找林轩，导致录音曝光，那自己就得不偿失了。好在以他对林建军的了解，只要2行眼泪一流，对方肯定会心软原谅自己。好了好了，起来吧，大街上跪什么跪，让人看到还以为我虐待你呢。走，先回去再说。望着抱着自己裤腿哀嚎大哭的林浩，林建军语气一软，示意自己原谅对方了，就先行坐上面包车准备离开。他就剩下这一个儿子了，另一个已经废了，所以林建军也懒得去纠结林浩私下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反正在自己面前当好我的好大听话就行。谢谢爹爹妈咪，我们上车吧。见计谋一如既往的好用，林浩得意起身挽住母亲的手就上了车。等3人全部上车后，林建军踩下油门，面包车嘎吱嘎吱的行驶起来。这极差的体验感让车里的林建军3人都是眉头紧锁，但无可奈何下他们也只能强行忍耐。面包车后座上，白月兰抚摸着儿子明显憔悴不少的脸庞，心疼不已。你呀，这几天都瘦了，哎，你干嘛那么调皮去猥亵别人了？不过浩儿，你真的长大了，还对女人有兴趣了，想要什么女人和妈咪说嘛，妈咪想办法帮你搞上床。白月兰宠溺的弹了下林浩脑瓜崩，算是对他这次错误行为的惩罚。他本来以为宝贝儿子是被陷害的，但林浩自己都承认有了猥亵行为，想来也是真的。不过白月兰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反而为自家儿子懂得主动去触碰女性而感到欣慰。正所谓食色性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哪个女人能被自家小浩看上，那还真是他前世修来的福气。还有苏家也真是的，那个植物人能得到浩的青睐，这是他毕生的荣耀。除了我家小浩，谁会对一个吃喝拉撒无法自理的活死人有兴趣？不敢接也就算了，还因为这点小事就报警，难道不知道这件事对浩的名声有多大影响吗？提前这件事，白月兰就气得面色涨红，尤其是林浩猥亵犯的名号在魔都传得沸沸扬扬，这让自己宝贝儿子以后还怎么娶那些豪门贵女？作为当事人的林浩显然更能意识到后果，无奈叹气。他本来野心勃勃，还想靠自己这张小白脸泡上那些顶尖的1线家族之女，以此来实现阶级跃迁。可现在他的名声臭了，对于那些最看着这块的豪门大家来说，他的阶级跃迁之路断得七七八八了，断人前途犹如杀妻如母。此刻的林浩对于毁掉他未来的林轩可谓是充满着空前的恨意。
好在一想到林轩这辈子都只能与一个植物人为伍，被其拖累终生，这样一想，林浩的心里稍微平衡了不少。唉，其实当时我都和哥哥跪下道歉了，并保证下次不敢了。可哥哥他说，为了报复爹地的偏心，一定要将我送进警局。什么？听到林浩的话，驾驶座上的林建军血压噌的一下就暴涨起来了。他没想到林轩居然是为了这种无聊的理由，这才想毁掉林浩的一生的。小浩，你都下跪了，那个畜生还不放过你？不过不怪哥哥，都是我的错，是我鬼迷心窍，是我辜负了爹地妈咪的信任。说到这里，林浩嘴巴一撇，刹那间泪如雨下。见状，林建军心疼不已，对丝毫不讲情面的林轩越发恼怒。那个畜生啊，难道他就不知道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这个道理吗？他居然为了一件衣服把自己弟弟送进警察局，简直不是人啊！林建军摇头惨笑，只觉得是他以前教子无方，这才酿成如今这般手足相残的惨剧，使得林轩变成这种是非不分的模样。尤其是那个逆子，还敢说他偏心，和他母亲一样说他偏心。他哪里偏心？当初他与月兰两情相悦，喜得爱子林浩，满心欢喜地带着母子回归林家，可母子最后却被那个恶毒的女人齐齐扫地出门。要知道，当时的林浩才3岁啊，3岁啊，那么小的孩子，那个女人却冷血无情，没有半点怜悯之心，还敢在他面前哭装可怜，还大骂他是什么渣男，爱错了人。可自己明明只是想给他找个姐妹，分担下工作家务上的压力，也给小林轩找个童年玩伴。我何错之有？好心当成驴肝肺。林建军不理解，那女人为何反应会那么大？他真的不理解。有钱的男人3妻4妾，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对比之下，他仅仅只是想同时给2个女人一个家，他到底何错之有？10分钟后，林氏集团总部面包车咯吱咯吱驶来，停在了一座高楼大厦前。爹地，我们不是回别墅吗？怎么来到了公司？下了车，林浩满脸不解，他正想询问点什么，就瞥见林建军迅速阴沉下来的脸色，霎时住了嘴，同时想起之前所说的家产变卖一事，没意外的话，家里的豪华别墅肯定也在变卖名单之中。别墅？哼，你还想住别墅？一想起多损失的5个亿，林建军心头就有怒火涌现。但见林浩可怜巴巴地望着自己，他也不好再多加指责，冷哼一声，便带头朝前走去。这个老东西，等你不能动了，我一定把你养气管。林浩压抑着心头憋屈感，与自己母亲一同迈步跟上。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公司里的员工宿舍。这里是平时部分高层职工休息的地方，如今在林建军的提前招呼下，空无一人。打开房间大门，林建军皱着眉头，率先推门而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只能暂时住在这里了。由于身无分文，3人如今是连去住酒店的钱都拿不出来了。无奈之下，这才想着搬进公司里的员工宿舍，将就住一段时间，总比好过流落街头吧。只是望着眼前空间小、环境差的屋子，3人齐齐面色一变。2室1厅，没有空调、洗衣机等各种家具，厕所只有一个，还是老旧脏乱的蹲厕。这居住环境，如果换成普通人还能接受，但对于享受过豪华精美大别墅的3人来说，那简直像是从天堂跌入了地狱。此刻3人眼中的厌恶嫌弃，仿佛浓郁到能化为实质溢出来般。只是如今情势所迫，他们也只能强忍恶心，先将带来的行李尽数搬到房间里。当短暂忙完之后，林建军满头大汗，坐在了大厅中央的硬座沙发上。他环顾屋内这压抑憋屈的环境，只觉哪都感到不舒服。要是当初不与林轩闹翻，或许我还在别墅里品尝美酒，享受人生吧。怎么可能沦落到来住这种连空调都没有、狗都不想住的破房子里？此刻，林建军第一次有了悔意，他觉得自己应该在哄骗得到林轩股份后，再将他赶出家门，而不是为了林浩母子急匆匆就与林轩彻底闹翻，导致如今来受这种非人之罪。念及此处，林建军望向不远处林浩的目光隐隐多了些许烦躁不满，而这副微表情刚好被另一个方向的白月兰察觉到，他心中顿时咯噔一下，旋即眼珠一转，情绪迅速酝酿下，眼眶刹那通红，抬起手便抹起了眼泪。而房间就这巴掌大，一点风吹草动就能引起所有人的注意。月兰，你怎么突然哭了？别哭。林建军察觉娇妻异样，赶忙起身来到对方身边，将其拥入怀中，柔声安慰。毕竟是自己年轻时的白月光，对自己这个小娇妻，林建军还是十分宠爱的。老公，我是觉得对不住你啊，哽咽中，因为我和浩的拖累，才让你只能委屈的住在这种小房子里。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母子，或许小轩就不会和你闹翻，你也不用落到今天这副落魄模样了。啜泣不停，不然我带着小浩走吧，我们去向小轩下跪道歉，只要他冰释前嫌，我们母子怎么样都可以。如果当初我们没有进入林家就好了，那你就不用被我们连累了。靠在林建军肩头，白月兰无助的失声痛哭，而这般柔弱的模样令林建军差点心疼坏了。还没等他出声安慰，不远处的林浩红着眼眶猛地冲上前来，当头跪在了林建军面前，语带哭腔道：爹地，浩儿不孝，恐怕不能给您养老送终了。我现在就去求林轩哥哥，只要他愿意回归林家，愿意和爹地重回父子亲情，那我可以付出任何代价，哪怕林轩哥哥要的是我的命也无所谓。砰砰砰！林浩说完，心中发狠，猛地磕起了响头，好似要拜别这段感人的父子亲情。连续几个重重的响头下去，额头都破皮渗出了血，看上去十分凄惨可怜。而白月兰是真的心疼了，大声呼喊。而见证了母子2个为了自己愿意付出一切的决心后，林建军被深深震撼住了。
同时心里十分愧疚，为不久前的想法感到羞耻，感到悔恨。相比之下，他的妻儿实在是太伟大了。林建军鼻子一酸，在极端自责之下，两行愧疚的滚烫血泪就这样从眼眶中徐徐滑落。此刻，他的心中温暖无比，满是被浓浓亲情包裹住的味道。我林建军能有妻儿如此，此生无憾啊！而这时，白月兰偶然抬头，见到两行血泪的林建军，顿时被吓了一跳。老公，你没事吧？你怎么流血泪了？别叫我了。闻言，林建军随手抹掉脸颊上的血泪，不以为意。血泪病，这是他从小患上的奇怪疾病。当情绪陷入极度波动时，眼睛或鼻子就会不受控制的流血。医生们对此也束手无策。不过好在问题不大，只要多喝点猪血、狗血、鸡鸭血什么的，将流失的血液补充回来就行。有理有据，绝非虚构杜撰。没事，我就是最近有点上火了。好了，你别哭了，我哪里舍得你和浩离开。还有浩，起来吧，我的好儿子，爸还等你养老送终呢。以后不许再说离开这种话了。至于给逆子道歉，哼，那个畜生也配。有了这段小插曲，再次提及林轩时，林建军眼中悔意全失，只剩下浓浓的愤怒、憎恨那个猪狗不如的畜生。大逆不道，自己可是他的亲爹啊！没有自己生产出的精子，这畜生怎么能够来到这个世上？就凭这份生育之恩，难道不应该主动下跪道歉，把30%股份无条件转让到自己名下报答吗？还有他那个该死的短命妈，居然选择把股份留给逆子，而不是留给老子，否则如今自己怎么可能如此被动？果然，那臭婊子根本就不爱我。林氏集团员工宿舍明天就要召开新闻发布会了，等美颜药膏面世后，林家定然能够迎来真正的爆发期。只要能够把握好这次机会，我们必将青云直上，扶摇万里。呵呵，到时候那个逆子分分钟的傻眼，后悔将股份转让给我。房间中回荡着林建军的狂笑声，而听到这番话，林浩母子对视一眼，尽皆能看到对方眼里的激动兴奋。终于即将苦尽甘来了吗？不枉他们费尽了那么多心机。只要林家晋升一线家族，那他们就是真正的豪门权贵，享受万人艳羡。不过就是苦了你们母子，这阵子可能要跟着我受累了。住在这种破地方，牵起白月兰涂满红指甲油的右手，林建军心疼无比。说什么呢？白月兰一脸娇羞，反过来牵住林建军的大手，十指相扣。我们可是一家人啊，只要我们3人待在一起，那不管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我们一家3口会永远在一起，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3口之家。望向自己的娇妻，林建军瞳孔里充斥着爱意，眼中隐隐有感动的血泪凝聚。哎呀，爹地妈咪，你们别撒狗粮了，快肉麻死我了，我还只是个纯洁的男孩子啊。闻言，白月兰没好气的转过头，宠溺的瞪了林浩一眼。你呀你就会打断美好气氛。哥，不过爹地说的没错，我们是 family， 最幸福的一家 family。林浩吐了吐小舌头，掐着兰花指，捂嘴偷笑。伐木类，对，小浩说的没错，我们是伐木类，永远相亲相爱的伐木类。大字不识一个的林建军用着蹩脚的英语述说着，逗得林浩母子咯咯直笑。这一刻，简陋的员工宿舍内充满着家人间的欢声笑语，温馨和谐，一副家庭幸福美满的景象。接下去的时间，几人开始收拾屋子，吃晚饭，是穿晚礼服睡觉，一夜无话。次日，员工宿舍内，林建军3人早早顶着黑眼圈醒来。睡惯了豪华大别墅的他们，昨晚窝在这憋屈的小屋子里，那是怎么都睡不着。不过即便是一夜未睡，3人依旧是精神抖擞，满面春风。因为诸事不顺了那么久，今天终于是到了转运的时刻。水文专用线在线，新闻发布会现场人来人往，举头四顾皆是脑袋。各大新闻媒体记者闻风而来，扛着摄像机四处游走，等待发布会的正式开启。现场后台，爹地，我有点紧张啊，这种大型的新闻发布会我还是第一次出席呢，这可是要上电视的，我真怕搞砸了丢你的脸。林浩一身白西装白皮鞋，脸上戴着金丝边眼镜，外表看上去儒雅随和。此刻脸上既有着紧张，也有期待和兴奋。是啊，老公，哦，人家也有点怕怕。在林浩身边，一身黑色晚礼服，脖子上戴着黄金项链，贵妇打扮的白月兰，同样也是心情忐忑。她等这一天，那是等了好久了，从那个女人没死前就在等了，等到了3年前入住林家，但在外人眼里，她依旧是无名无分，在魔都根本抬不起头。好在今天过后，所有人都会知道，她白月兰乃是林家的家主夫人，未来1线豪门的女主人。你们啊，放轻松点，一切有我在，你们只需要露个脸就行。我今天不只要向外界宣告美颜药膏这件事，还要为你们母子证明，从今往后，整个魔都高层都会认识你们，知道你们是我林建军的妻儿，再也无人敢轻视你们。看出林浩母子的担忧，梳着大背头，身着黑西装的林建军意气风发，大手一挥，自认尽显王者霸气。他对于等待已久的林家腾飞之日，可谓是信心十足。唯一让他感到美中不足的是，自己囊中羞涩，不管是身上的黑西装，还是林浩母子身上的豪华礼服，都是他东拼西凑网代租来的，连早上坐出租车都差点因为凑不出钱而被拒载。这种种丢脸行为让林建军越发记恨某个不孝子，要不是对方不做人子，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或许就能100%圆满了呀。哼，你就看着吧，然后悔恨去吧，我会一步带领林家登顶至高，而你就在不甘悔恨中抱憾终生吧。一想到林轩得知林家起飞后那不甘痛苦的模样，
林建军嘴角就不由得勾起一抹邪魅的笑容。而此时林家召开新闻发布会的事情，同样也引起了魔都很多豪门的注意，其中关注最为紧密的白家会客厅，白景龙一家6口人全员到齐，正通过大屏幕里的直播现场焦急等待着发布会的开始。希望林家这次能扭转乾坤，再造辉煌吧。如果他能靠着美颜药膏扶摇直上，那我们白家将因此获得无上好处。首位上家主白景龙呼吸急促，见证着这历史性的一刻。他仿佛已经看到林家起飞后，自己家族靠吸对方血迅速崛起的画面了。而坐在他身旁，则是依偎在母亲怀里，眨巴着大眼睛，一脸好奇观看直播的白苏苏。姑父，姑姑好像要宣布什么大事件，不知道姑父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的事情，林轩哥哥有听说过吗？我还是告诉他一下，毕竟姑父是他爸爸。林轩哥哥即使嘴上不说，心里肯定也是会关心的。这样想着，白苏苏掏出最新款的纯白小米手机，在微信通讯录里找到温柔的大哥哥联系人，将现场的直播间分享了过去。苏家熟悉的少女闺房中，在某个蓝星上，原本人类与怪兽友好相处，可突然有天，一个叫迪迦的恶魔出现了。他恃强凌弱，企图毁灭人类。无数怪兽为了守护人类，英勇作战，最后被恶魔迪迦全数击杀。终于有一天，英雄加坦杰厄出现了，他打败了迪迦，准备用永远的黑暗净化世界时，恶魔迪迦再次出现。他依靠强行吞噬世界上所有的人类之光，一招就残忍杀害了英雄加坦杰厄，举世哀悼。林轩推拿复健结束后，征得少女的同意，将其整个人从背后抱住，正为其讲着童话故事。这故事怎么和我听到的版本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呢？听完林轩讲的故事，苏青哥只觉哪里有点不太对劲，故事的主角立场是不是反了？叮咚！就在这时，一道手机提示声在房间内响起。林轩愣了一下，诧异的点开手机一看，白苏苏，她怎么会联系我？这名字是那天过来的女孩，她联系林轩干嘛？下划线，听到有女生联系林轩，苏青哥心中本能一惊，全神贯注倾听起来。差点忘了，今天是林建军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日子。林轩点开消息后，见到了白苏苏分享的直播间，他咧嘴一笑，随手就点了开来。新闻发布会现场，咔嚓咔嚓，大量拍照声不绝于耳。魔都各大新闻媒体记者肩扛摄像机，正在采访着台上的林建军3人。林董事长，请问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目的是什么？林董事长，听说您将自己的大儿子赶出家门了，请问是否属实？林董事长，有小道消息称，您为了从儿子手中买回30%的股份，卖车买房，甚至不惜借贷，是真的吗？面对记者们狂轰滥炸式的提问，林浩母子只觉一个头两个大，要是换成他们，现在大概率可能是支支吾吾，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好在林建军其他方面先不说，但好歹也是当了那么多年的豪门总裁，应对这种小场面倒也显得游刃有余。各位记者朋友们，请先静一静，我知道你们很急，但是请先别急，且听我慢慢道来。梳着大背头的林建军似乎很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时刻，他满脸意气风发，抬手往虚空一按，很快发布会现场就安静了不少。首先，我确实从逆子林轩手中回收了30%的股份，再加上我原有的25%，现在的我已经彻底完成了对林氏集团的控股。我在此向所有林氏员工以及股民们承诺，不出1年，我会让林氏集团的市值翻倍，走向从未有过的辉煌。听到林建军爆料出的信息，台下众多媒体记者面面相觑，尽皆能察觉彼此眼中的诧异。我没听错吧？1年内做到市值翻倍，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敢夸下这样的海口，难道不怕最后风大闪了舌头？还有称呼自己的血脉为逆子，难道这父子俩真的彻底闹掰了？你们猜的没错，逆子林轩目无尊长，嚣张跋扈，败坏我林家的家风，已经被我彻底赶出家门了。从今往后，我林建军与他再无瓜葛。要是有天他利用我林家的名义，在外面招摇撞骗，为非作歹，各位发现后请不用给我面子，上去狠狠赏他几个大笔兜。回想起这些天在林轩手下吃的瘪，林建军瞬间怒气一阵翻涌，但转头望了眼站在左右的林浩母子，他又满脸欣慰。老天待我不薄啊，虽然走了一个不孝子，却送给我一个更优秀听话的儿子，还有相濡以沫的妻子，而这就是所谓的因祸得福。旋即林建军努了努嘴，示意林浩两人上前一步，他要正式向魔都上层的成功人士好好介绍下自己的妻儿。这一天终于来了吗？早已有所预料的白月兰母子压抑着心头狂喜，缓步上前，一左一右抱住了林建军的胳膊，给大家介绍下我身旁的这位英俊潇洒的青年林浩，他是我钦定的继承人，未来的林家之主。还有这位美丽动人的女士，我的现任妻子白月兰。我能一步步将林氏发展到如今100亿资产的地步，离不开他们私下对我的鼓励和支持。咔嚓咔嚓，介绍完毕后，数十架摄像机闪烁不停，将这其乐融融的一幕尽数拍摄了下来。镜头下，林浩面带温和微笑，尽可能挺直胸膛，将自己温文尔雅的气质展示出来。他很清楚，从今天起，自己就将是魔都顶级富二代了，必须要有顶级富二代该有的表现才行。在林浩身旁，贵妇打扮的白月兰笑不露齿，向台下记者们挥手示意，她要将自己最美最端庄的一面留在镜头里，以供后人敬仰此刻。最为志得意满的是林建军，他左拥右抱，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苏家，林轩望着手机屏幕上林建军那开怀大笑的脸庞，顿觉玩味无比。好好珍惜吧，林建军，这将是你们一家3口为数不多的幸福时光了，就如同蜡烛熄灭前，那最后的余晖总是更为璀璨耀眼。林轩无悲无喜，淡然地盯着直播画面，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在他怀里的苏青哥此时心理活动丰富的不行，林轩他现在肯定很难过吧，毕竟被自己的父亲当众这般羞辱践踏，只要是个男人都做不到无动于衷。好想安慰下他呀，太可怜了。哎，那该死的下头男一家谁懂啊？我真的会谢。因为林轩在观看直播时并没有特意降低音量，所以苏青哥大概也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心里对林轩浮现出几缕怜惜之情。新闻发布会现场，林建军趁热打铁推出了最新研发的美颜药膏，在他的吹嘘中，这款新开发的产品效果逆天，使用后可以美容养颜，可保容颜不老云云。另一边，路过脸后就先行回到现场后台的林浩母子，正心情愉悦观看着林建军的激情演讲。这老不死话有点夸大了吧？不过好在问题不大，使用过药膏的人肯定会被那惊人的效果所吸引。由于林浩属于药膏的第一批使用者，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美颜药膏的神奇之处。他之前被林轩打到快毁容的脸，就完全是靠这份药膏在极短时间恢复的。原本他也怀疑效果那么好的药膏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但好在除了偶尔脸部有点发痒外，并没有出现其他的不适症状。林浩摸着自己光滑的脸蛋，嘴角的笑意越发浓郁，他仿佛依稀看到了林家靠着这次机遇冲上一线家族的风光场面了。而那个时候，他便也将成为魔都真正的顶级富二代，俯瞰一切。就在林浩思索将来崛起之后怎么找林轩报复他的大笔兜之仇时，林建军那边已经演讲完毕。自此，新闻发布会宣告结束，接下来就是上架产品美容药膏，将其推向市场。只要市场反馈够好，那林家便是青云直上的局面了。白家会客厅，现在就是等待了，最迟傍晚就能看到效果。只要这次的产品如果真的给力，或许林家真的就要崛起了。望着显示直播已结束的屏幕，白景龙说出了自己的结论。坐在他下方不远处，甩着一头飘逸长发的白河，正手持一面镜子，美滋滋欣赏着自己的盛世美颜。听到白景龙的话，连连拍着胸膛，信心十足道：放心吧，老爸，这款美颜产品必然大火。你看我的皮肤这阵子是不是光滑不少，全都是因为这款产品的作用，这些都是我从表弟那里提前拿到的。来，我们分一下，你们抹几天就知道效果了。说完，白河掏出了一个黑色袋子，从里面拿出几瓶巴掌大小的白色瓶子，分给了在座的每一位家人们。真的假的呀？三弟有那么神奇吗？摸着自己锃亮大光头的白海，接过白瓶后左看右看，眼里充满了不信任。这时，原本是寸头，现在却改成飞机头的白江兴冲冲的上前接过美颜药膏。应该是真的，大哥，我看三弟确实容光焕发不少，气色也不错。还有表弟也是，他那张脸之前被林轩那小子抽得快毁容了，可现在却跟没事人一样。这情况要么是表弟脸皮厚，恢复力强耐造，否则只可能是这玩意的功劳了。闻言，白家众人不再怀疑，毕竟林浩自家人都在用，那肯定是没问题的。再说了，都是亲戚，林家也不可能害他们。于是现场几人开始直接使用涂抹起来，光靠这东西真能美容养颜。见到哥哥们都深信不疑，一袭白衣的白苏苏也抽搐了。作为拥有光滑肌肤的美女，她的保养秘诀就是早睡早起、有氧运动、饮食健康等方法来调节。她很难相信靠这点科学产物就能让一个人有什么质变。叮咚！就在这时，她的手机响起微信消息提示音，拿起来一看，上面显示着没兴趣。白苏苏顿时眼眸暗淡了不少。她刚刚担心林轩看完直播后会因为姑父的话感到愤怒难过，于是便邀请对方出来散散心，想着好好安慰下对方。可没想到收到的答复居然是这个。叮咚，又是一道消息提示声传来，难道是林轩哥哥后悔了？那药膏有问题，建议别用啊。这白苏苏很诧异，没想到林轩回复的是这个，可他怎么知道这药膏有问题？姑父他们可是企图靠着这个产品一飞冲天的，要是真有问题，流入市场就麻烦了，而且还会害了很多人。白苏苏半信半疑，不知是否将这件事和姑父他们说一下。不过就算我说了，姑父他们也不可能相信的吧？白苏苏不傻，他很清楚林轩的话不可能被采纳，只会被当成眼红怪处理，而且他也不敢确定林轩的消息来源就一定准确。扫了眼正在涂抹药膏的全家人，白苏苏只能祈祷林轩的话不会应验。苏家，林轩重新将手机收好，若有所思。他之所以会提醒白苏苏，也是看在对方给自己分享了直播间，让自己免费看了一场猴戏的份子上，这就当马戏团的门票钱吧。至于信不信，那就看他自己了，与我无关。按原小说剧情走向，接下来几天林家会迎来巅峰期，大量药膏流入市场，尤其是很多天生爱美的女性手中，然后再全面崩盘。不知道魔都接下去有多少妹杂要因毁容而崩溃了。不过他们越崩溃，苏家囤积的美颜丹宣传效果才能好越好，苏家也能借机崛起一波。不过这个计划早在林轩预料之中了，他现在思考的是大舅哥苏阳的事情，对方就是在林家回光返照的这几天来到魔都的。不对，苏阳可能都已经到魔都了吧？如果剧情已经开启了的话，那么他现在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韩家退婚第一个红颜知己才对。韩家曾经与苏家、林家同属为魔都二线家族，但老一代的韩家掌权人极有眼光，在华夏房地产行业最红火的那几年，在那曾被叹为大象跑得比蚂蚁快的地产黄金时代，抓住机遇进军房地产行业，自此扶摇直上，成了魔都新晋一线豪门，资产千亿。而今日韩家即将迎来不速之客，
会客大厅有对父女正发生着不愉快的交谈，男的名为韩正阳，当代韩家家主，他西装笔挺，体格健壮，看着约莫40岁出头，浑身散发着成功人士的自信。而坐在他对面的则是他的宝贝女儿韩星巧，魔都4大美女之一，名列第3。她身材高挑，相貌出众，上身一件纯白露腰短袖，下身是蓝色牛仔短裤 ，S 体型的完美身材展露无遗。此刻正面带怒气，皱眉瞪向自己的父亲：“爸，你急匆匆把我叫回家，就是为了让我和那个叫苏凡的相亲？开什么玩笑？而且对方是我的未婚夫，啥时候的事情？我咋不知道？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该不会还想搞指腹为亲这一套吧？”我坚决不同意。面对女儿满脸质疑不解的表情，韩正阳略微不自然地移开目光，充满无奈：“星巧啊，当初这门亲事是你爷爷定的，哪怕是我也才刚从你爷爷口中得知这件事情，而你爷爷的性格你也知道，根本不允许有人质疑他的决定。”话虽如此，其实韩正阳自己也很不解。中午老爷子一个电话，突然通知他孙女婿即将上门，让他准备接待，当时就把他给搞懵逼了。什么？这是爷爷的意思？想起自己那个威严肃穆的爷爷，韩星巧声音不自觉微弱了些许，但毕竟事关自己的终身大事，不能马虎，只能据理力争。我不管，唯有这件事我不能听爷爷的，我韩星巧要嫁的男人必须是人中龙凤，绝不能是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阿猫阿狗。说到这里，韩星巧这才想起还没询问苏凡的情况，要是对方是哪个顶级豪门子弟，那或许他也不是不能考虑。爸，那个苏凡是哪里人？长得帅吗？还有他的家庭背景如何？比起魔都4少如何？魔都4少由魔都年轻一辈自己评选出来，依据相貌、家世背景、学历等多方面排名而出的4个男人啊，这我其实也并不清楚。你爷爷只和我说过，对方有着一手好医术。医术？他一个毛头小子，医术再好，能好过神医邓老？能赚几个钱？我反正是不可能嫁给这种人的。听到苏凡没背景没能力，韩星巧心态彻底崩了。他万万没想到爷爷会那么离谱，居然给他安排了这种无能的未婚夫。就在这时，韩家仆人上门报告说，有个叫苏凡的男人求见。苏凡？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父女脸面面相觑。随后，韩正阳吩咐下人把苏凡带过来。很快，一个神情冷淡的青年就这样出现在韩星巧的视线中。这就是苏凡。望着站在不远处的青年，韩星巧那是越看眉头皱得越深。相貌平平，大众脸一张，属于那种丢在马路上能瞬间无缝衔接融入路人的普通样貌。还有身高也不行，一眼扫过去顶天175，连韩星巧最基础的180底线都无法打破。还有那身平平无奇的打扮，白衣长裤加帆布鞋，每一件都是不知名的牌子。以韩星巧多年穿戴奢侈品的眼光来看，这妥妥地摊货无疑了。而只能穿这种地摊货衣服的苏凡，家世可想而知。这样的货色，居然也想当我的未婚夫，自不量力，可笑可笑。韩星巧眼中闪过一丝不屑，她下定决心，就算家人说破了天，她也不可能嫁给这样的货色，耽误一生。其实不只是她，即便是韩正阳，此时想法也大差不差。通过对苏凡的第一印象，他就知道此人并非女儿良配。唉，看来得和父亲好好说道说道。你就是苏凡，与我家星巧有婚约的那小子。此刻，自认为摸透苏凡底细的韩正阳一脸的高高在上，用俯瞰的目光审视苏凡。苏凡神色依旧冷漠，从怀中拿出一封红色婚书。我这次来韩家，目的就是……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稍等片刻。还没等苏凡说完，韩正阳就抬手打断，一副我懂的表情。接着他唤来管家，吩咐他去书房里拿点东西。片刻后，一张银行卡出现在疑惑的苏凡面前。这事，我觉得你与我家星巧并非良配，与其最后惨淡收场，还不如从一开始就分开。这张卡里有1000万，算是给你的补偿。婚约就此作罢吧。韩正阳不喜欢遮遮掩掩，所以言语说得十分直白。老爸真的是太酷了。韩星巧眼前一亮，对自己的父亲崇拜不已，旋即转头望向苏凡，眼中闪过歉意之色。毕竟是当面退婚，这对很多男人而言都是难以忍受的羞辱吧。可见到的一幕让韩星巧心里既诧异又有点不舒服。他发现苏凡在听到退婚后，脸上不仅没有分毫恼怒，反而是多了几缕轻松解脱之色。这怎么可能？迎娶我这种高质量女性做伴侣，难道不是所有男人的梦想吗？我可是整个魔都排名第3的绝色美人啊！除了压在我头上的苏青哥、白苏苏等寥寥数人，我就是公认的第1美人了。可为何他看上去好像是松了一口气的样子？钱我不需要，但我希望韩家主可以将另一份婚书还给我。我三师傅和我说过，婚书共有2份，我1份，女方1份。只要韩家主将另一份婚书还给我，那我就同意退婚。婚书，韩正阳这才想起来，父亲确实交给了自己另一份婚书，吩咐过要是婚事告吹，那就将婚书还给对方。于是他吩咐管家取来婚约书，将之交给了苏凡。谢谢，那韩家主，我这就告辞了。望着手中的红色婚书，苏凡眼里闪过一抹淡淡的喜色。他本以为自己会遇到一些阻碍，没想到退婚竟是那么容易。如果每次都能这么顺利，那距离集齐4封婚书，获得隐藏信息，找到当年的仇人就简单多了。这样想着，苏凡转身就打算离开。这份雷厉风行的果决，看得韩正阳父女一愣一愣的。啥情况？怎么看上去最想退婚的反而是对方？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阵的惊呼声，紧接着还有一连串剧烈的打斗声。只是很快，
打斗声就消失了。韩正阳，还记得我吗？我是来报当年的血海深仇的。不多时，一个脸上带着刀疤、面目狰狞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是你，方墨。见到刀疤男的瞬间，韩正阳心中就暗叫不好。眼前之人是当年韩家生意上的竞争对手。正所谓商场如战场，他当年用了些手段，使得方家在生意场上损失惨重。方墨妻子无法接受破产的事实，跳楼身亡。你没想到我会回来吧？我命不该绝，走投无路下败在了一个高人门下。如今我已经是内境小城的武者了，而这意味着什么？你应该很清楚吧？我杀你如土狗！什么？内境小城的武者？这可已经是超脱凡人的境界了，简直就像是真正的武林高手。基本上能修炼到此境界的武者极少，万中无一。万万没想到，方墨居然达到了这种境界，无命休矣啊！怪不得外面的保镖毫无动静，想必已经全数被他给解决了吧？韩正阳喉咙有些发干，他非常清楚，在内境高手面前，自己根本就没有逃跑的可能性，如同待宰的羔羊。方墨，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可以取走我的命，只求你放过我的女儿，放过我的家人们。韩正阳苦苦哀求，甚至当场下跪，只求为家人找到一线生机。而见到昔日仇敌下跪求饶，方墨心中满是复仇的快意，刚想嘲讽些什么时，韩新桥猛地冲了上来，一巴掌扇在了方墨脸上，大声且愤怒地威胁道：现在是法治社会，我不管你是什么武者，你再厉害能躲得过枪吗？我警告你，我刚刚已经报警了，如果你不想被警察抓去坐牢，现在就立刻给我离开韩家。说完，韩新巧就去扶自己的父亲，嘴里还不断安慰他，不用怕，警察马上就到之类的话。可他不知道的是，他这一巴掌差点把韩正阳当场吓尿了。不知者无畏啊！此刻韩正阳最后悔的是，以前没有和自己女儿科普过武者的概念。那群怪物可不是区区手枪能够对抗的。如今韩新巧这一巴掌下去，肯定会彻底激怒方墨，完了，整个韩家都完了。另一边，方墨也是被一巴掌扇懵了。自从他成为内境高手以来，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被人敬畏尊崇，可今天自己却因为大意被一个小姑娘扇了耳光，这要是传出去，自己还有脸在这江湖中立足吗？贱人！方墨眼神如刀，抬手就是重重一巴掌，直接将韩新巧扇倒在地，随后一只脚踩在了韩新巧脸上，满脸戾气。新巧见到这一幕，韩正阳眼睛都红了，刚想冲上来救自己女儿时，又被冷笑着的方墨一拳轰飞。韩正阳，绝望吧！今日我就当着你的面亲手宰了你的女儿，让你感受下我当初相同的痛苦。眼见仇人无能狂怒，方墨心中快意无比，猖狂大笑。而在这时，他陡然瞥见了一个相貌普通的青年，正朝着门口逃去。站住！你以为你逃得掉吗？武者对普通人出手，这是官方严厉禁止的。为了避免被官方秋后算账，方墨势必要将今日在场之人全数灭口，其中就包括那个神色冷漠的青年。逃！听到这个词，原本一直无悲无喜的苏凡，仿佛是想起什么痛苦的回忆般，眉头轻微皱了皱。原本婚约解除后，他与韩家便再无瓜葛，所以韩家人是死是活他并不在乎，也不想去管。但方墨的话却让苏凡回想起了5年前他舍弃父母独自逃离的画面。从5年前开始，我就发过誓不会再逃了呀。你让我想起了不好的回忆，你真该死啊！你说什么？找死的东西！方墨脸色陡然一变，眼中杀机暴起。正当他准备出手将眼前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子碎尸万段时，苏凡面无表情地抬起右手，食指和中指一夹，一片从门外随风飘来的树叶便被夹在指尖。随后苏凡并指如刀，以叶为剑，往方墨的位置虚空一挥。我有一剑，可斩天斩地斩众生。唰，一道无形的白色剑气从指尖扩散而出，仿佛将空间都给撕裂一般，朝着惊恐的方墨直射而去。这怎么可能？内境外放，你是武道宗师？是了。仅仅只是一瞬，方墨就在惊恐绝望中被剑光劈中，整个身子直接被拦腰斩成2截，鲜血染红了整间房间。而强大的剑芒去势不减，一路将桌椅板凳尽数斩断，直到斩在了厚重的墙壁上，在上面留下了一道数米长的裂缝。蝼蚁一般望着地上逐渐冰凉的尸体，苏凡神情漠然，将指尖树叶放回桌上，接着转过身，双手背负在身后，缓步走出了韩家大门。他到底是人是神，居然能发出无形剑气，这真的是人类能做到的吗？等到苏凡背影彻底消失，原本进入死寂的会客厅这才有惊恐颤抖声响起。韩新巧的世界观仿佛都被彻底颠覆了，今日所见所闻，他只在科幻电影里看过，如今却成为现实，焉能不让他感到震撼？要不是亲身经历，他或许还会以为是在拍电影呢。这是内境外放，传说中的武道宗师境界，不可思议。苏凡这才几岁，年纪轻轻就登临武道巅峰，简直闻所未闻。韩正阳死死盯着墙面上那道深不见底的裂缝，呢喃自语。在父亲的科普下，韩新巧这才知道了世界上原来真的存在传说中的武林高手，而且分为外境、内境、化境宗师。外境高手只懂使用肌肉筋骨之力，实力顶天，和特种兵王大差不差。内境高手已经隐隐开始超脱凡人，打破了人体极限，境界可分为内境入门、内境小成、内境大成、内境巅峰、内境大圆满等几个层次。至于化境宗师，已能雄霸一方，他们能做到内境外放，强大的如同小超人般，飞花摘叶皆可杀人，不管去到哪里都能成为各方势力的座上宾，好厉害！苏凡他原来如此强大的吗？这样的男人
不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人中龙凤？真命天子！要是我能成为他的女人，那将来还不得在魔都横着走？听完父亲的讲述，韩星巧震惊的嘴都合不拢了，对苏凡升起了无限的崇拜。只是一想起如此优秀的男人，不久前自己居然已经与他退了婚，韩星巧就恨不得扇自己2巴掌。不，还有机会。苏凡如此年轻，血气方刚，而我又颇具姿色，男人嘛，哪有不喜好美色的？如果利用好自己的身体，说不定能反过来将苏凡掌控在手心，令其拜倒在老娘的石榴裙下。只要我能将这尊武道宗师收服，那岂不是证明我的魅力才算得上是魔都第一美女？哪怕是苏青哥，也无法与我相提并论。尤其是对方现在成了植物人，还娶了那个平平无奇的男人冲喜为妻。这一刻，韩星巧的心中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她对于号称魔都第一美女的苏青哥，一直以来都是充满不屑与嫉妒的，凡事都想和对方比个高下。如今对方迎娶了林家那个废物气少，那么只要自己找到的男人比那个气少优秀100倍，从某个角度来说，是不是也能证明自己其实比苏青哥还要优秀100倍？大街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离开韩家的苏凡如今很自然地融入进人群中，他将手中的婚书拆开，无视了婚书里的其他内容，直接将纸张翻转过身背面，一个大大的春字赫然映入眼前。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哎，三师傅，你可真是会给我出难题啊！苏凡眉头紧皱，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在无奈下只能苦笑摇头，重新将婚书折叠收好。5年前，苏凡随父母前往漂亮国谈业务，突然遭遇未知势力暗杀，他的父母拼了命将杀手拖住。极端恐惧下，苏凡趁机转头逃跑了。可逃没多远，就再次被杀手追上，一枪打中了他的左胸口。随后，杀手们一把大火将所有罪证连同酒店一并烧掉了。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苏凡的身体构造异于常人，他的心脏长在右边，因此他在大火中侥幸活了下来。之后一直在漂亮国流浪，直到偶遇了自己的三师傅。自此，他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拥有了3个手眼通天的师傅。大师傅武道大能，修为通天；二师傅旷世医圣，妙手回春；三师傅天下之师，神机妙算。在师傅们的精心教导下，苏凡习得了一身本领，本名也有原来的苏阳，彻底改名为了苏凡。如今回归魔都，就是为了寻找当年的仇人，灭其满门。三师傅说过，当年仇人的信息他全都记录在了4份婚书里面，只要拿回4份婚书，自然能知道凶手是谁。不过麻烦的是，师傅说了，不能使用偷抢等手段，必须是女方自己主动点头退婚，交出婚书才行。对于三师傅的要求，苏凡虽有不解，但尊师重道的他是绝不会主动去打破师傅定下的规矩。现在离这里最近的婚约对象是陈家。苏凡回想起分别前三师傅遗留下的信息，抬腿朝着陈家所在的位置而去，希望这一次也能如今天这般顺利吧。就在苏凡希冀陈家小女儿也能如今天的韩星巧这般嫌弃自己，以此一步到位走完退婚流程时，路遇拐角处，哎呀，迎面刚好走出一个瘦弱青年，与苏凡撞了个正着。这点冲击力对苏凡来说自然是不痛不痒，他自是岿然不动。但那个戴着金丝边眼镜、体型相对单薄的青年显然不行，在这般冲撞下当场倒地惊呼，随后捂着因摔倒撑地而破皮的右胳膊，泪眼婆娑。见状，苏凡眉头微皱，他从二师傅那里习得通天医术，自然能看出眼前的青年最多就是擦破了点皮，这点小问题连伤口都称不上，怎么就这样哭了呢？你没事吧？掀起来怎么样？虽然很惊讶于青年的柔弱，但这件事毕竟也有自己一半责任，所以苏凡最终还是主动伸出了手，想将对方从地上拉起来。这时拐角处再次窜出了一对有说有笑的中年男女，两人互相依偎着，看上去似乎是对感情很好的夫妻。他们脸上本来洋溢着兴奋的笑容，但在见到倒在地上泪眼汪汪的青年后，那个中年男人霎时怒了，指着苏凡的鼻子大声质问：混账东西，你在对我家小号做些什么？混账东西，你在对我家小号做些什么？见有人欺负自己儿子，林建军勃然大怒。他们一家3口刚结束新闻发布会，此时正准备徒步走回员工宿舍，没想到就发生了这种意外。这男人怎么看上去有点熟悉，好像我以前在哪里见过一样。望着林建军那张气势汹汹的脸，苏凡一时愣住，没有回应。哎呦，我这暴脾气，这年头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无视我了。林建军撸起袖子，一副准备大干一场的架势。你耳朵聋了吗？没听到我的话？年轻人，你等下要是不想躺着离开这条巷子，那就立刻给我儿子下跪道歉。闻言，苏凡眼眸霎时一冷，淡漠出声，蝼蚁一般。哎呀，你还敢顶嘴是吧？看来今天这件事是无法轻易善了。见苏凡面色淡然地站在那里，双手插袋，一脸转样，林建军这火气噌的一下就被点燃了，尤其是他在对方那不屑的目光中，隐隐看到了某个逆子的身影。正当事态即将升级时，白月兰赶忙上前阻止，一把拉住了林建军。算了，老公，今天是我们的大喜日子，不宜见血。原本瘫坐在地上的林浩，这时也起身劝阻：爹地，算了吧，我也没有受太大的伤，你就原谅这位小哥吧。想必他应该是走路玩手机入迷，不注意看路，才将我撞倒的。在妻儿的劝告下，林建军最终勉为其难，决定大发慈悲放过苏凡。3人临走时，他还不忘嚣张放话：喂，小子，以后走路小心点，否则迟早吃亏。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和我林建军一样大。望着奇葩3人组远去的背影，苏凡脸色依旧冷漠，只是眸子里
有一丝无语闪过。这些年他走南闯北，接触过的三教九流不计其数，可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奇葩的一家人啊！林建军，林建军，默念着这个略显熟悉的名字。突然间，苏凡瞳孔稍微瞪大，他终于有些印象对方是谁了。唐姨的丈夫林建军，而唐姨则是5年前和自己父母关系很好的生意伙伴，那是个雷厉风行的女强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带领林家不断发展壮大。5年前，唐姨和苏家来往密切时，苏凡和她也算是熟悉，和对方的儿子也有过几面之缘。5年过去了，物是人非，看样子唐姨是和这个男人离婚了。这样也好，听说这男人当初还时常家暴唐姨。偶然碰见熟悉的人，想起熟悉的事，令苏凡感慨万分。他现在最想要做的，其实是回到苏家，与爷爷相认，与妹妹相认，一家人永远幸福的生活下去。但为了亲人们的绝对安全，苏凡下定决心斩断这种想法。毕竟他要走的是无敌路，注定充满了血雨腥风，仇家无数。要是让自己的仇敌们知道了小妹他们的存在，不免多生事端。反正爷爷他们都以为自己已经死了，那就也就没必要再相认了，免得将来分别后再生伤感。我只要找机会，远远看一眼足矣。而且，即使我现在站在他们面前，小妹和爷爷也认不出我吧？苏凡叹了口气，摇头苦笑。想当初，他也是翩翩美少年一个，可自从那场火灾毁容后，为了能更好的方便行事，他主动请求二师傅为自己换上了一张平平无奇的路人脸。如今，哪怕是他亲父母在世，可能都无法认出自己的儿子吧。哎，还有小妹她，不知道交了男朋友没有？如果交了，对方人品怎么样？性格怎么样？小妹当初那么漂亮，真不知道最后会被哪头猪给拱了。我到时候也得偷偷考验下那个男人。如果对方是什么渣男、家暴男的话，那就趁早把他的脑袋拧下来吧。苏凡眼神微眯，他可不允许自己的妹妹最后嫁给了林建军这样的男人。要是真不幸遇上了渣男，那他不介意偷偷让对方物理消失，给小妹身边空出下一个的位置。在苏凡思索之际，他逐渐靠近了一处装修时髦的小别墅，最后在大门口停下脚步。这里便是陈家吗？橡胶机关枪。听着别墅里传出的奇怪声响，苏凡有些疑惑，但很快扫除心中莫名思绪，抬腿迈步而进。苏家望着安静躺在病床上，右手食指不断颤动的孙女，苏胜天老泪纵横。他万万没想到，今天本是过来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可却再次收获了一个大惊喜。苏青哥自从上次解锁了小脚趾外，今天又解锁了右手食指。我的宝贝孙女，你要是真有意识，那就用手指画一个圈给爷爷看。在苏胜天激动的目光中，嫩白食指一顿，随后在被单上缓慢地画了一个。好，苏胜天连说了好几个好字，激动的浑身颤抖。此刻，他仿佛看到了苏青哥彻底醒来的那一天。听到自己爷爷那么开心，青哥他肯定也会很高兴吧。在苏胜天身旁，林轩见证着这一幕，面带微笑。但下一秒，他举起手上的股份转让协议，看了又看，上面还差他的签名，就能正式生效了。小轩啊，以后你抽空就来公司，我先带你熟悉熟悉，为你将来的接手做准备。闻言，林轩刹那间变成了一张地铁老人脸。Omega 什么？要我去996上班？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辈当代青年只想躺平摆烂和贴，努力奋斗什么的，我是真的半点兴趣都没有啊！苏家少女闺房中，苏爷爷，这些股份恕我不能接受，请你把它们拿回去吧。如果你是因为那35亿这才想将苏氏股份转到我名下的话，没必要，真的没必要，那不是我的本意。我如今只想守在青哥身边，等他醒来。而且你将股份转让给我的话，肯定还会遭到集团内部各方面的非议吧。听见苏胜天催促自己尽快签名，林轩连连摆手，义正言辞地表示拒绝。笑话，他才没兴趣去公司浪费时间和打工人们一起996内卷呢。如今的他只想时时刻刻赚取贴积分，毕竟跟贴积分比起来，再多的钱也显得毫无意义了。钱能做到的，积分也能兑换到；钱做不到的，积分依旧能轻松兑换到。总结：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躺平贴才是人生真谛。另一边，自认为理解了林轩拒绝的理由，苏胜天鼻尖一酸，心中暖意连连。小轩明明付出了庞大的35亿，却不求一星半点的回报，还在为了他这把老骨头的处境着想。这种仿佛亲人间的纯粹关心，他已经太久没有体会过了。小轩他实在是太善良了。诚然，苏氏集团属于家族企业，大部分股东多少都有点沾亲带故的。得知自己要将25%的股份转让给一个外姓人，这阵子公司里有部分人确实不太安分。率先发难的就是自己那个不孝女苏嫣，但这都无法阻碍苏胜天的决心。尤其是感受到林轩吴氏集团25%股份所能带来的权利与利益，一心为自己着想的态度，苏胜天更是差点感动到老泪纵横，越发坚定了心中信念。小轩，我意已决，你不用为我担心，集团那边我会处理，由不得那些人不同意，你尽管签字就行。林轩，老爷子，你误会了，比起担心你，我更担心会浪费我获取贴积分的时间啊。苏爷爷，我觉得还是需要慎重考虑下，而且那么大的事情，我们也得询问下青哥的意见吧，不能够自己独断专行。事到如今，林轩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苏青哥身上。他记得在原剧情中，苏青哥对自身的占股比例十分看重，基本上一有机会就会将苏氏股份回笼到自己名下，以至于后期彻底完成了对苏氏集团控股。他如此重视自身的占股比例，想必很快就会拒绝的吧。可下一秒，林轩震惊了少女那刚恢复知觉不久、
本来还不是很麻利的食指，此时却快速的摆动着，不停在白色被单上重复画出的符号。我同意啊，我无条件同意，签字吧，林轩，这是我们苏家欠你的。好男儿志在四方，多喜建功立业。你一直守在我身边，想必也很是厌倦了吧？无需在意我，去奋斗出属于自己的未来吧，而不是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我身上。不值得。对于林轩，苏青哥是怀有愧疚的。他始终都觉得是自己的原因，才令林轩一直困在自己的身边，困在这间小房间里。久而久之，想必林轩自己都会觉得憋屈吧。毕竟哪个男人愿意整天待在女人身边，而不是选择出去成就出一番丰功伟业呢？如果真的是为了林轩好，或许放任他离开才是最好的选择，而不是一直将对方束缚在自己身边。所以如今对爷爷的决定，他是打心底里同意的。外界，苏青哥不断舞动着嫩白手指，重复划出的符号，这直接把林轩给看麻了。如果这时他能偷听苏青哥的心声，肯定要感慨一声：妹子啊，时代变了，你路走窄了好吧？建功立业啥的，好累啊，还是待在你身边，贴贴更合我心意。苏爷爷，如今青哥恢复得很好，我现在只想每天陪在他身边，无心工作呀。实不相瞒，我只要1秒不见青哥，就会茶饭不思，我离不开他。林轩脸皮够厚，各种肉麻情话一堆，总之就是一个意思，我对公司的工作没兴趣，但我对你的孙女有大滴兴趣。这些话一出，苏胜天只觉一阵好笑，他也没想到林轩会那么喜欢自己的孙女，甚至因此连无数人梦寐以求的股份都能给拒之门外。小轩啊，没想到还是个情种呢，我家青哥能得到你这般喜爱，我将来可以安心瞑目了。苏胜天开怀大笑，望向林轩的目光满是欣赏。他知道即使有天自己不在了，孙女也不会孤单，因为有人会替自己照顾好她的。不过小轩，这是两码事，你先将股份收下吧。至于去公司的事不急，就像你说的，青哥他的身体恢复才是最重要的。公司的杂事，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撑一段时间。等啥时候青哥他彻底康复醒来，你又想接手公司了，我再正式安排你去公司任职便是。啊，这原来不需要立刻上档的吗？那你咋不早说？林轩最担心的就是离开苏青哥后，影响到自己获取贴积分的速度。既然苏胜天说了自己可以自由选择上班日期，那他倒也不再矫情。在苏胜天期盼的目光中，接过钢笔，开始签署起来。另一边，黑暗的意识牢笼中，苏青哥还沉浸在林轩刚刚的肉麻情话中，心中有着几分羞涩之意涌动。林轩该不会是渣男吧？否则这些奇奇怪怪的话怎么能张口就来？他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呀？太熟练了吧？什么叫只想每天陪在我身边，无心工作？还有什么1秒不见我就会茶饭不思？害不害臊啊？我又不是氧气，有什么离不开我的？苏青哥只觉心中情绪复杂，有种心跳加速，浑身燥热之感。对他而言，男生这种直白表达情感的方式，他是怎么都适应不过来的，更别说讲出类似的话语来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心里最柔软、最感性的那块心房，早在父母离世的那1个月里，因各种背叛，从而自我封闭起来了。犹记得那段时光，苏青哥可谓是见惯了人情冷暖，人走茶凉。很多原本和苏家生意往来很好、交情不错的叔叔阿姨们，在得知苏家2根顶梁柱倒下，只剩下孤孙寡老后，纷纷像闻到肉腥味的猫一样，露出獠牙，蓄势待发。趁着苏胜天爷孙心情悲痛之际，群起而攻之，开始蚕食苏家的产业。等苏青哥爷孙俩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强忍悲痛振作起来时，苏家早已千疮百孔，元气大伤，各方面的经济损失不计其数。这使得苏家从原本距离1线家族咫尺之遥的巅峰位置，迅速衰败到破产的边缘。好在重整旗鼓的爷孙2人绞尽了脑汁补救，苏家这才勉强度过了那段时期的难关，一直存在到了今日。不过这也仅仅只是在苟延残喘罢了。要不是林轩不久前注入的那笔庞大资金，说不定苏家今天就已经被破产清算了。更别说还有那张价值连城的美颜丹药方。如果药效确实如林轩说的那般神奇，那苏家的崛起就只是这几个月的事情了。因此苏青哥自己也知道，苏家确实亏欠林轩太多，所以他也理解自己爷爷想将名下股份转让到林轩名下的心意。林轩终于愿意签名字了吗？这样也好，要是将来我不在了，那苏家这份产业足以让林轩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了。至于我，依靠昏迷前的那些布局，应该能在不连累苏家的情况下实行我一开始的计划了。只是我突然陷入昏迷太久了，也不知道等我醒来时，当初那些布局还能不能起作用。唉。另一边，刷，在苏胜天的见证下，林轩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继承了苏家25%的股份。对了，小轩，还有1星期左右就是你和青哥的正式婚期了，到时候你们就先把结婚证给领了吧，说不定新婚夜在你的冲洗下，青哥当场苏醒过来也说不定。闻言，林轩挠了挠头，表情有些复杂，这就要结婚了吗？前后2世他都是一个单身贵族，连女朋友都没有，更别说结婚了。此刻突然就要和一个女人领结婚证，这份复杂的情感还真是无法用言语去形容啊。不过林轩早有心理准备，倒也很快就调整好了情绪。结婚好啊，以后贴就是光明正大的，谁也没理由阻扰。如果我能天天和青哥睡在一起，哪怕什么也不做，那一天的贴积分也会双倍暴涨。而且结婚证一领，主角苏凡这个大舅哥身份那就怎么都跑不掉了。结婚吗？没想到来得那么快，我这就要结婚了。黑暗的意识牢笼中，苏青哥也听到自家爷爷的话，
心中刹那被各种复杂情感堆积。哪个女孩子结婚时不是期盼着穿上最美的婚纱，嫁给自家深爱的白马王子？可她却是个植物人，是个无法动弹、无法生活自理的植物人。林轩不知道是否会嫌弃我，毕竟嫁给一个植物人，这可不是正常人能接受的呀。即使嘴上不说，心里肯定或多或少会有不痛快吧。好想觉醒读心术，偷听下林轩的真实想法呀。面对自己即将要迎娶的男人，苏青哥心中惴惴不安，很在乎林轩会对他植物人的身份有看法。虽然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他能明显感受得到林轩似乎完全不在乎他植物人的身份，但苏青哥还是不受控制的往那一块去想，这或许就是人类的天性吧。同时他也对林轩的容貌略微有些好奇，两人在他昏迷前几乎没有过什么交集，所以对于林轩的容貌，苏青哥脑海里只有一片空白。不过通过家中女仆们那兴奋的花痴交谈声，他只能大概理解到林轩长得很帅很帅。对了，苏爷爷，美颜丹的囤积工作准备的怎么样了？没意外的话，最迟不超过1星期，林建军那边就得暴雷出世，那个时候就是苏家趁机崛起抢占市场的时候了。房间中见苏胜天起身准备离开，林轩急忙问出了美颜丹的事情。现在自己好歹成了苏氏集团的大股东，肯定是希望这个企业抓住这次机遇，往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对了，说起这个，我其实是有点担忧的。林家的药膏出问题后，苏胜天紧皱眉头，说出了目前关于美颜丹销售这一块的困境。可想而知，民众们对所谓的美容美颜产品会产生多么大的愤怒。前期我们贸然推出美颜丹，我不认为会有人愿意买单，甚至因为在风口浪尖，还有可能引起群众的愤怒。我觉得我们应该推迟丹药的面世时间，先加大公关力度，做好产品的效果铺垫，之后才徐徐推出。对于苏胜天的担忧，林轩微微一笑点头，认可了对方的顾虑。不过这一块林轩早有预料，自然也早想出了破局之法。这方法就是利用自身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别忘记，林轩他可是当代文娱天王，被人称作内娱救星的。回想起穿越前娱乐圈各种妖魔鬼怪、100万演唱会门票、婚纱追星等等狂热粉丝行为，林轩就知道自己哪怕是卖一泡屎，都会有大把脑残粉抢着买。当然，自己卖的可是美颜丹这种神奇药丸。当粉丝们尝试过其神奇的效果后，自然会口口相传，引起新的一波轰动。林氏集团，林建军3人已经回到了员工宿舍。月兰，屋子里有点脏，你看着收拾一下吧。望着那有些脏乱差的环境，林建军原本的好心情瞬间没了，皱眉朝身旁的小娇妻吩咐道：“好的，老公交给我吧。”白月兰甜甜一笑，撸起袖子，拿起扫把就开始在房间里打扫起来。如此贤惠的姿态，令林建军嘴角的笑意不禁更浓郁了。只觉得有娇妻如此，夫复何求啊！旋即他来到了房间中央的沙发处，大马金刀的坐下休息。而在男人看不到的后方，白月兰原本笑意盈盈的表情，此刻满是不耐烦躁之色。她已经很多年没有亲自打扫房间、做过家务了。犹记得以前在林家，要么是使唤林轩去做，要么就让保姆去干。可现在他却沦落到要亲自下场。累死了！这个该死的家伙就会折腾人。我都说了，先去我哥家暂住一段时间，怎么都比挤在这间破屋子里好。可他却为了所谓的男人面子拒绝了，如今却让我受这罪。白月兰面露不满，用扫把拼命的戳着地，以此来发泄心中的不爽。月兰，你等下顺便把饭做好，我现在眯会，醒来后想喝口粥啊。好的，老公你好好睡会吧，我打扫完就开始做饭。林建军的声音突然从沙发处传来，吓了白月兰一跳。她赶忙扭头娇滴滴回应，可心里却因为要做饭显得更加烦躁了。吃，怎么不吃死你？外卖不香吗？还要我给你做饭，脸可真大呀。不过即使心中再不满，白月兰也只能不断给自己加油鼓气，安慰自己只是暂时的，忍忍就好了。她本想叫自己儿子帮把手，可见连叫了几声，林浩都像是没听见一般，苟在角落里玩手机。白月兰叹了口气，只能咬牙自己开干了。不过她这些年养尊处优，哪里干过这等粗活？收拾了没2分钟，就只感觉浑身酸痛，握拳不断拍打着腰背之处，有心停下来休息会，但最终还是咬牙继续坚持。忍，我要隐忍。半小时后，正躺在沙发上熟睡的林建军忽然闻到了一股米饭的香味，悠悠转醒。老公，你醒了，快来吃饭吧。林建军揉了揉惺忪睡眼，刚坐起身，口袋里的手机就响了起来。看了眼来电显示，营销部长。难道是美颜药膏出什么问题了？喂，是我，林建军，董事长，可喜可贺呀，我们集团要迎来巅峰期了。电话刚一接通，对面就传出了一个男人欣喜若狂的道喜声。药膏对市场反应极好，销售额急剧攀升，上市到现在短短半天已经突破了5000万了。没意外的话，销售额很快就会破亿，并且按照这个速度下去。听完营销部长的汇报，林建军先是一愣，接着脸上浮现狂喜之色。好，不过你们还要再接再厉啊！记得生产部门那边也要去催促下，让他们加大产量，以免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熟练了部下几句后，林建军挂断电话，嘴角却始终带着狂喜的弧度。苦尽甘来啊！想我林建军这阵子各种憋屈，如今终于迎来翻身的时刻吗？由于林建军接电话时开着免提，所以林浩母子也都知道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双双兴奋不已。爹，老公，母子俩喜极而泣，一左一右扑进了林建军怀里。3人彼此述说着此刻的心情，憧憬着林家崛起后的未来。
就在这时，一道手机铃声打破了这份来之不易的亲情氛围。林建军皱眉掏出手机，看了眼来电显示，登时浑身一激灵。先安静，先安静。虎爷打电话过来了，想必是因为那几个亿的贷款。虎爷提起这个魔都有名的狠人，林浩母子都是连忙闭了嘴。很快，林建军紧张地接起了电话。虎爷啊，您打给我是因为那几个亿的欠款吗？您放心，几个亿而已，我很快就会连本带利还给您的。面对林建军略显讨好的语气，电话另一头的人似乎很是满意，但笑声传来：林老弟，你这样说就见外了，区几个亿而已，我又怎么可能专门打过来逼债呢？我只是听说你公司最近发展不错，我想着恭喜你一下，顺便明天请你喝酒，和你谈一点生意上的合作。合作？我们做的生意八竿子打不着，何来合作一说？林建军虽然心有疑惑，但毕竟还欠着别人一大笔债，倒也不敢反驳，只能连声应是。电话挂断后，林建军脸色一下子难看下来，总感觉对方来者不善啊。老公，没事吧？虎爷怎么突然会给你打电话？爹爹，他不会有什么阴谋吧？听着怀中母子两人担忧的言语，林建军感动的同时又不想弱了气势，大手一挥，豪气万丈道：唉，你们就是杞人忧天，能有什么事？不就是明天请我喝酒，顺便聊下借贷的事情吗？安心了，借着这次机会，我们还能结识虎爷这个大人物，因祸得福啊！再说了，我们现在公司蒸蒸日上，等我们的产品彻底占领魔都，接下来就是隔壁几个省市不断扩大下，直至全国乃至整个世界都会用我们林家的药膏，到时候区照虎算什么？在那时的林家面前，连给我提鞋都不配。哼，真没想到啊！离了那个逆子后，林家转运的时机来得那么快，哈哈哈！林建军越说越向往兴奋，忍不住狂笑出声。这一刻，他仿佛看到了林家辉煌的未来，吹得连自己都相信。而见到林建军如此坚定自信，林浩母子顿时安心不少，嘴角浮现笑容。他们也不由得畅想起自己成了魔都一线家族子弟，豪门夫人后的风光待遇。陈家小别墅，一间堆满各种玩具布偶的少女闺房里，陈可辛满脸抓狂，揪着自己的双马尾，大声反驳。他正在与父母据理力争，坚决反对家人插手自己的婚姻。不行不行，我死也不同意苏凡当我的未婚夫。父亲大人，母亲大人，我陈可辛已经有一夫一妻两个爱人了，再多要个未婚夫，岂不是知法犯法，犯了重婚罪？今天原本风平浪静，可自从那个未婚夫进入陈家后，陈可辛的噩梦就来了。父母话里话外都是希望撮合他与苏凡，这让陈可辛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她可是要成为魔法王的女人啊！在实现这个伟大夙愿之前，怎么可能被潜藏在婚姻坟墓里那可怕的暗黑力量所打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陈可辛宁愿战死，也绝不会任由恶魔家长们影响我的千秋霸业。唉，可辛啊，你这中二病情怎么越来越严重了？听妈一句劝，小凡人不错，你这性格要是错过他，那以后就很难嫁出去了。望着逐渐病入膏肓的女儿，陈父陈母都颇为绝望。他们也曾想尽过各种办法积极治疗，可效果都不尽如人意，反而导致了自家女儿中二病情的加重。而今日带着婚约找上门的苏凡，虽然长相家世都不太行，但胜在不卑不亢，成熟稳重，还有老爷子的大力支持。而其中最让陈父陈母满意的是，对方在初次见到陈可辛时，依旧满脸沉着淡然，完全没有因为未婚妻的性格古怪而浮现出丝毫异样。就这一点，落在陈父陈母眼里，立刻触发暴击，好感99%。毕竟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大部分人见到陈可辛真面目的那一刻，哪怕极力掩饰，脸上也不免会露出古怪鄙夷的神情。如今好不容易找到个不嫌弃自己女儿的良婿，陈父陈母自然不愿意轻易放弃。他们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只要人品好，不嫌弃自己女儿就行。至于对方家世如何，长相身高等各方面因素都完全不在陈父陈母的考虑范围之内，只是女儿这副宁死不从的态度又让他们极其头疼。陈家一间干净整洁的屋子里，苏凡正安静地盘膝而坐，修身养性着。而以他的修为耳力，自然也听到了相隔不远的某间屋子中传来陈可辛与父母的争吵声。那个叫陈可辛的女人看来对我没有半点兴趣，这很好。苏凡睁开眼，瞳孔里闪过一丝笑意。他今生今世的目标唯有登顶武道之巅，至于所谓的儿女情长，他实在是没有半点兴趣。温柔乡英雄种女人只会影响他走向武道之巅的速度。看来只要平安度过这一个星期，自己就能退婚成功了。由于之前陈可辛的坚决反对，无奈之下，陈父陈母只好退而求其次，与苏凡定下了君子之约，1个星期内要求苏凡负责当好自己女儿的贴身保镖。只要1个星期后，陈可辛依旧对他没有兴趣，那婚约就此作罢。苏家少女闺房中，叮铃铃，原本正呼哧呼哧替苏青哥按摩的青年，突然被一阵手机铃声打断了步骤。他眉头一皱，拿起桌上的手机接了起来。喂，救命啊！欧尼酱，哈！2分钟后，了解完情况的林轩挂断了电话，嘴角莫名笑意不停。中二病少女的贴身保镖，噗嗤！其他主角都是校花的贴身高手，美女总裁的贴身保镖，可大舅哥却摊上了个中二病少女。大舅哥，我为你默哀1秒钟。什么情况？是谁打来的电话？听林轩的回话，对方好像是可心那丫头。她打给林轩干什么？黑暗的意识牢笼中，苏青哥集中注意力，八卦的偷听着，可惜只听到了1星半点。而在这时，他感觉有呼吸声靠近自己耳边，并有一股呼出的温热气息打在他的耳窝上，痒痒的。青哥，好奇谁给我打电话吗？其实是可心了。他说苏凡到他家了，
现在成了他一星期的贴身保镖。可他连一天都忍不下去，想借着明天他朋友生日的理由，想办法将苏凡赶走，邀请我一起过去。我同意了，毕竟这是之前就讲好了的，而且我也对这个和你同姓的男人有一丢丢的好奇。听完林轩的解释，苏青哥这才恍然大悟，只是听到林轩说明天会前去赴约，又有点小失落，这代表着他明天会有段时间听不到林轩的声音了。青哥啊，你是不是舍不得我呀？要是舍不得，你就动一动手指，那我就不去了，陪着你。听着耳边林轩那有些揶揄的玩笑声，苏青哥顿时又有点不服了。性格倔强的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内心中那部分燥热的情感。谁舍不得你啊？我巴不得可以休息一天呢。走走走，赶紧走，别烦我。哼，我没碰过男人，我对男人也没有兴趣。在林轩诧异的目光中，苏青哥手指真动了，嫩白食指以极快的速度在他的掌心中不断划出的笔画。林轩这妮子现在还挺傲娇。就在林轩两人享受无声的温馨时光时，屋外突然有一阵嘈杂声响起。苏小姐，林先生正在给青哥小姐推拿按摩，还请您稍等片刻。刘娟的声音传来，伴随着另一个嚣张跋扈的声音：滚开，我来看我家侄女，还需要等什么？全是他。仅仅通过只言片语，林轩就知晓了来者是谁，脸色一下阴沉了下来，因为来者正是导致苏青哥变成植物人的罪魁祸首。咔嚓，房门陡然被人打开，有个看上去约莫30多岁的女人不顾刘娟阻拦，强行推开女管家挤了进来，第一时间吸引了林轩的注意力。紫色连身旗袍，红色高跟鞋，身材丰满，与苏青哥7、8分相似的姣好面容，即使是林轩都不得不承认，女人继承了苏家优秀的容貌基因，算得上美妇人一个。只可惜这也是个蛇蝎心肠的恋爱脑啊！林轩在心中冷笑着。另一边，美妇人刚一进门就充满敌意扫视着病床上的林轩。你就是青哥的冲喜赘婿，那么没礼貌的吗？哼，哑巴了，见到长辈也不会问好，还真是目无尊长，无视对方的咄咄逼人。林轩故作不解，长辈，不知你是何人的长辈？不经同意，没敲门就强闯进来，这么没素质的长辈，我刚还以为是家里闯进来哪个小瘪三呢。听出林轩言语中的讽刺，美妇人顿时面色涨红，美眸怒瞪林轩，给我听清楚，我是青哥的姑姑苏嫣。哦，林轩神色冷漠，敷衍应道，同时脑海中浮现出对方的相关剧情。苏嫣，苏胜天的女儿，苏凡兄妹的姑姑，属于极品反派亲戚的设定，究极奇葩恋爱脑。作为豪门千金的她，却爱上了一个50多岁的老男人，为了与老男人双宿双飞，甚至不惜与苏胜天断绝父女关系，还美约其名。你们不懂，我这都是为了追求真爱。在小说中后期，为了老男人甚至出卖家族机密，使得苏青哥爷孙俩忍无可忍，彻底将其送进了监狱。那不知这位苏长辈今日登门拜访，有何贵干？作为青哥的姑姑，我来看他需要理由吗？苏嫣不答反问，并再次将矛头指向了林轩。倒是你和传闻中一样没有教养，又有什么资格迎娶我家青哥呢？有没有资格并不是你说了算，苏爷爷和青哥都不反对，就不劳你这位长辈关心了。你还真是牙尖嘴利啊，过奖。瞪着眼前的青年，苏嫣怒气翻涌的同时又感觉棘手无比。他本以为自己身为长辈定然可以轻易拿捏林轩，可万万没想到林轩会这般不懂礼数。面对长辈的教育，不仅没有虚心接受，还嘴上不饶人，硬是和他句句对到底。而就在林轩两人互杠之际，黑暗的意识牢笼中，听到自己姑姑声音的那一刻，苏青哥的心中就不自觉涌起阵阵寒意。哪怕是到现在，对于他昏迷的原因依旧是没有个结论。苏青哥是在家里突然眼前一黑，陷入昏迷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了，这被所有人公认成了一种怪病。可只有苏青哥自己知道，他的昏迷极有可能是人为导致的。犹记得那一天，面对姑姑的突然醒悟清静，他毫无戒心，甚至很是欣慰。接过苏嫣递给他的茶水，一饮而空。等回到苏家后，第二天在健身运动时突觉浑身乏力，眼前一黑。虽然如今的苏青哥全靠猜测，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自己的昏迷是因为姑姑导致的，但各方面的细枝末节以及某种强烈的直觉，还是让苏青哥联想到了某种最让人心寒的可能性。他之所以会成为植物人，其中或许与自己的姑姑脱不开关系，而这一种残酷的可能性最让苏青哥感到心寒，感到痛彻心扉。自从父母哥哥离世后，他最亲近的家人就只剩下爷爷以及苏嫣姑姑了，所以苏青哥是真的不愿意去相信这最后的亲人会害他。姑姑，难道就为了你口中的真爱就可以弃家人于不顾了吗？姑姑，我真的不希望是你做的呀，否则以后你让我还怎么面对你？不过我昏迷了那么久，怎么姑姑偏偏挑这个时候才来看我？难道是因为我逐渐康复的事情？换位思考，如果我是凶手的话，我肯定是不会希望受害者醒过来的，毕竟这样会增加自己暴露的危险，甚至有机会的话还要亲手扼杀受害者再次开口的可能。某种可怕荒唐的可能性在苏青哥脑海中不断闪现，这让他十分恐惧不安。可身为植物人，他根本无法动弹，无法做出任何阻止的举动，只能如同待宰的羔羊般任人宰割。此刻各种不安焦躁的情绪充斥在苏青哥的心中，他恐惧到了极点。他昏迷的原因至今没人知道，或许与姑姑苏嫣有关，所以也不会对他有所防备。要是姑姑她趁自己还未完全恢复时想对自己做些什么的话，那自己也是完全无法反抗的。念及此处，苏青哥一阵惶恐，他好想寻求帮助，好想和身边的人说出自己的猜测，好想有人能保护他。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温暖从掌心中传来，瞬间冲散了他的不安。青哥，
你怎么心跳的那么快？是在害怕什么吗？没事的，有我在，我会保护你的。沉稳有力的嗓音如同天籁般从耳边传来，令苏青哥心中一下子就充满了安全感。林轩，他说会保护我的。是啊，有他在，我根本不需要担心什么，因为他一定会保护我的，就像替我守护苏家一样，他现在也会保护我的。怎么办？这个男人真的太有魅力了。等我醒来后，真的能下定决心与他分开吗？青哥，他居然真的恢复知觉了。一袭紫色旗袍的苏嫣，在见到苏青哥通过手指动作与林轩进行基础交流的时，顿时为之一惊，额头上都要冒出冷汗了。他本以为苏青哥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次醒来的，可万万没想到，难道真的如传闻那般，苏青哥知觉的逐渐恢复与这个男人的推拿按摩有关？要真是这样，那就得想法子将对方赶走了。林轩是吧？你老实交代，你接近青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爱，所以爱。林轩很认真回答着，但苏嫣半分不信，冷笑道：你放屁！我看你就是贪图我苏家的财产，这才假装入赘冲喜，其实居心叵测。毕竟你连林家连自己的父亲都敢顶撞，导致被你父亲赶出家门，如此不忠不孝之人，怎么可能是真心对我侄女好的？我告诉你，你和我侄女的婚事，我坚决不同意，毕竟这是关乎我侄女一生之幸福。这样吧，我给你10万块钱的，你从哪来回哪去，不要再做些嫁入豪门、走上人生巅峰的屌丝梦了。苏嫣慷慨激昂，仿佛真的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为自己侄女的幸福着想，对林轩进行审判。哈，由于槽点太多，望着满脸便宜你了表情的苏嫣，林轩一下子都不知道从何处吐槽起了。别的先不说，我给予了苏家35亿，让其度过了破产危机，我这叫贪图苏家财产，而且这个10万也很魔性，这到底是怎么说得出口的？不过打击这种降智严重的恋爱脑，还是得从他最在乎的事情说起。你还不知道吧？苏爷爷已经将手头上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我了。什么？哦，没搞。得知林轩目前成了公司里的最大股东，苏嫣有些破防了。他做了那么多，不就是想着侄女倒下后，苏胜天能依靠的只有他这个亲人，从而最后得到对方手中的股份，彻底掌控苏氏集团吗？可现在苏胜天却将股份留给了外人，那个老头难道是得了老年痴呆，脑袋都秀逗了吗？即使心中对自己的父亲有着诸多不满，苏嫣此刻也只能强忍着怒火，抬头打起了面前青年的主意。他换上了一副笑脸：林轩啊，现在魔都有人造谣你入赘苏家，就是为了我们苏家的财产，这也是我不同意将侄女交给你的原因。而现在我爸将25的股份转让给你，恐怕会有更多的人对你产生误会。这样吧，为了你的声誉着想，不如你先把手头上的股份无条件转让给我，等消除了人们对你的误会后，我再将股份转回到你名下，怎么样？听着这越发离谱的话，林轩只觉要长脑子了。这到底是什么林建军行为？感情这书里反派的智商设定都只有5吧？一个个的逆天发言、逆天行为。我现在要为青哥复健了，如果没什么事的话，可否请你先离开，不要影响到青哥的恢复？还是说你是故意要来打扰的？其实你并不希望青哥醒来。林轩连话都懒得回，直接下了逐客令。闻言，苏嫣心中咯噔一下，生怕被林轩猜出点什么，急忙转身离开，并且撂下了狠话：你，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现在就去找我爸，让他将你手头上的股份回收。只要有我在，像你这种目无尊长的恶劣之人，休想和我家亲哥结婚。砰！随着房门被重重关上，房间里重新恢复了寂静，总算离开了。耳根瞬间清静的林轩，心情都好了不少。至于苏嫣的威胁，他毫不关心。一方面是他对股份兴趣不大，一方面是苏胜天还是有点脑子的，至少还在正常人范围内。紧接着，林轩将刚刚的插曲抛之脑后，专心为苏青哥揉按起来。另一边，黑暗的意识牢笼中，苏青哥感应着苏嫣离去的动静，心中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姑姑离开了吗？他应该是去找爷爷了。哎，爷爷又要头疼。姑姑以前还是个很和蔼温柔的女人啊，怎么自从认识那个老男人后，就像换了个人一样，无理取闹起来。幸亏这一次有林轩在，否则也不知道姑姑她也不一定会伤害我。或许是我想多了，又或许她也是受到别人的蛊惑，毕竟是自己最后的几个亲人，不到万不得已，苏青哥实在不愿意往手足相残这块去想。现在的他甚至心中依旧有着奢望，说不定自己的昏迷真的只是一种怪病，其实和姑姑没有半点关系，都是自己想多了而已。苏氏集团董事长办公室里，混账，这个逆女！苏胜天放下电话，瞳孔里闪烁着怒火。他已经从刘娟的口中得知了苏嫣今日的无理取闹，愤怒的不能自已。想我苏胜天英明一世，怎么会生出这么蠢的女儿？对于自己的女儿的恋爱脑，苏胜天那是又恨又气。你说你找男人就找吧，但你找个和我差不多大的想干嘛？我到底是喊他女婿还是喊他老弟啊？而且那老男人也不是啥好东西，将这恋爱脑女儿给死死的言听计从。苏嫣也不断将苏氏集团的资源白送给那个老男人创建的小破公司吸血，使得前阵子本就入不敷出的公司更为雪上加霜。如今公司刚有点起色，就又跳出来作妖，不能这样下去了啊！苏胜天好歹纵横商场多年，自然知道不能继续这样任由那蠢货女儿霍霍公司了。于是他当机立断，紧急将胡律师叫进办公室。之前我口头将手头股份分成3份，小轩25，我孙女22，逆女10。现在你重新拟定一份正式合同，我要将苏嫣那个逆女10全部收回，
然后把这10分成2半，小轩和我孙女的股份额度各自加深5万。至于逆女苏嫣，等下要是她来到公司，直接给我赶出去，告诉她要是不和那老男人一刀两断，那我就当没生过这个女儿，从此与她断绝父女关系。苏氏集团总部，苏嫣风尘仆仆赶到，本想迅速找到自己父亲，狠狠告林轩一状，可没想到在集团门口就被胡律师给拦了下来。苏嫣小姐，你手头上的股份已经被董事长回收了，按照规定，外人是不能进入公司的。还有董事长说了，你要是不和那个老男人分开，那他就要和你断绝父女关系。诧异、震惊、不敢置信，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在苏嫣脸上闪烁转换，最后姣好的面容上只剩下了咬牙切齿。不可能，我爸不可能这样对我的，我要去问问他，滚开啊！苏嫣尖叫着朝苏氏集团里面冲锋，她要去当面质问自己的父亲为什么要阻止自己追求真爱。可早就被胡律师嘱咐过的保安们组成了一堵无法逾越的人墙，牢牢将苏嫣挡在门外。你们这群臭保安，给我等着！无奈之下，苏嫣只能恶狠狠瞪着保安们，发出无能威胁，同时在心里暗下决心，等自己掌控了公司，第一时间就要把这群保安全部开除。胡律师，你转告我爸，他想用这种卑鄙手段逼我屈服，实在可笑。真爱无敌，我将宁死不屈。苏嫣用鼻孔看着胡律师，一副十分骄傲自豪的语气，在他眼里，自己这是在打一场爱情保卫战，无上光荣。接着他昂首挺胸，仰着头，用鼻孔看路离开了。见状，胡律师摇头苦笑，转身进了公司，独留下一群保安议论纷纷。真不知道董事长那么好的人，怎么会生出这样一个恋爱脑女儿？对啊，那个老不死的，我一眼定真，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家伙。为了个和自己老爸岁数相差不大的老头，不惜损害自家集团的利益，我不理解，这难道就是恋老痞？苏嫣小姐真是眼瞎了，与其看上那个老男人，还不如便宜我这个小鲜肉保安呢。另一边，一座绿化极好的公园里，有个约莫50岁上下的中年男人，身着黑色练功服，正在随着音乐打太极拳。男人虽已达知命之年，但体态依旧保持良好，浑身上下散发着温文尔雅的气质。就在这时，一道委屈的娇喊打断了男人打拳的步骤。王哥，燕儿，怎么了？听见熟悉的喊声，王德发诧异回头，就见到了一身紫色旗袍的苏嫣，此时正眼角含泪盯着他。王哥，我爸他疯了，居然要和我断绝父女关系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王德发有些诧异，张开双手将扑过来的女人拥入怀中，在苏嫣的哭诉下，这才了解完来龙去脉。这不怪苏老哥，毕竟你我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年龄鸿沟，如果是我，大概率也会阻止自己女儿与年纪那么大的男人在一起。王德发苦笑一声，脸上有着羞愧之色，对苏胜天的行为表示理解，并以退为进，主动向苏嫣提出了分手。正所谓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嫣儿，其实你父亲说的没错，我们确实不太合适，不然我们就分开吧，总不能真的因为我导致你和你爸真的断绝关系吧？听出男人言语中的自责，苏嫣心酸的同时，更加埋怨起自己的父亲来。自己追求真爱有错吗？这样想着，苏嫣越发坚定了自己绝不妥协的态度。王哥，你千万别那么说，这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全是我爸的错。他就是想控制我的人生，想让我找一个对公司发展有助力的男朋友联姻，可他根本就没为我的幸福想过。王哥，你放心，我绝不会屈服的，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年龄差距大又怎么了？真正的爱情里没有年龄之分，只有爱与不爱。说完，苏嫣撒娇般的将脑袋埋进男人怀里，在其胸膛上不停蹭着。你呀，真傻。王德发摇头微笑，伸手在苏嫣脑门上宠溺的揉了揉，好舒服。苏嫣像小猫一样拱了拱脑袋，一脸幸福之色。她就喜欢这种被长者宠溺的感觉。温馨片刻后，苏嫣又想起了自己的侄女，眼神略显担忧。对了，王哥，你上次那些药都是从哪里来的啊？那药效果似乎没你说的那么好啊。不是说吃完后能让人昏迷几年，几年后再自然的苏醒过来吗？怎么今天去我侄女家，她都已经开始恢复知觉了？我现在是真怕我侄女醒来，到时候要是那我爸会打死我的。那要那么快失去效果了，这怎么可能？王德发神情瞬间严肃下来，仔细向苏嫣询问起具体情况。林轩竟然因为那个冲洗赘婿，本以为对方就是嫁过来苏家走个过场，满足下苏胜天某些心理安慰的，可没想到对方居然还有唤醒植物人这种能力。听到苏青哥的好转与林轩有关，王德发一下子坐不住了，他随便找了个理由将苏嫣暂时哄骗离开。燕儿，那些药也是我朋友提供的，我看看打个电话问问。对了，我现在有点口渴了，你先去帮我买一瓶水吧。等到苏嫣的背影彻底消失，王德发这才收起和蔼慈祥的笑容，面色阴沉的掏出手机，找到某个号码拨打过去。嘟嘟嘟，喂，老板，是我。苏家那边出现最新情况，似乎你提供的药没达到预料之中的效果，又或者是因为那个冲洗赘婿的缘故，苏家的女娃子已经开始恢复知觉了。你看接下去应该怎么办？时光匆匆，如同一泡离体的尿液，洒完就没有了。次日清晨，林轩起床，依旧是前往熟悉的花店，购买了一束紫罗兰。青哥，早上好。回到熟悉的少女闺房，林轩照例将紫罗兰放在女孩床头前。林轩，早上好。即便无法开口，苏青哥还是在心底无声回应着林轩的问好，同时骄傲地竖起自己右手中指。噗！林轩，你快看，不只是食指，我连中指也能动了。
我能感觉到，这样下去，我很快就能恢复全身知觉，彻底苏醒了。看得到吗？有没有看到？快看快看！眼见自己逐渐康复，苏青哥心中十分振奋，也想第一时间和林轩分享。而这时，林轩也发现了那根竖起的嫩白中指，为苏青哥高兴的同时，心中又不免有些怪异。毕竟一个绝美的女孩子，突然不停对你竖起国际问候手势，这情景别提有多别扭了。青哥，我看到了，恭喜你了。不过竖中指这个行为稍微显得有点不雅，女孩子还是少点做这个动作吧。我知道了。苏青哥这时才想起来手势有点不妥，心中不自觉涌起了阵阵尴尬。接下去的几个小时，林轩依旧是陪着女孩推拿按摩、讲故事、唱唱歌等，直到下午时分，房间里的温馨时光才被一道手机铃声打破。欧尼酱，你在干嘛呢？下划线，不是约好在市区中心的咖啡厅见面吗？我等你好久了，你咋还没到？你该不会忘记了吧？听着话筒那头传来小萝莉幽怨的催促声，林轩这才尴尬地发现自己真忘了昨天的约定。抱歉啊 ，I am sorry。稍等片刻，我马上就到。挂断电话后，林轩先是和苏青哥述说几句，这才翻身下床离开。咔嚓，等到大门关上，房间里恢复死一般的寂静。苏青哥只觉有种久违的孤独感，再次将他团团包围。早点回来啊，林轩。这天，读者想起了曾经被水文线支配的恐惧。星光咖啡屋，魔都市区有名的网红咖啡店，很多时尚小年轻就喜欢聚在这里，悠闲地享受下午茶。而此时，咖啡店门口，路人们齐齐望向某个位置，尽皆目光古怪。那里有个小萝莉，穿着奇怪的白色连体服，正踮着脚尖四处观望，好似在寻找着什么。爸爸，那个姐姐是迪迦胜利队的队员吗？她出现在这里，是不是代表着这里很快要出现怪兽了？我是不是也能变成迪迦，打败怪兽啊？有个小男孩刚好路过咖啡厅，见到陈可辛身上的战服，不禁哇哇大叫起来。声音传入小萝莉耳里，他立即指着小男孩，很认真地回应道：孩子，只要心中充满希望，每个人都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变成光的。哦耶！哦，听到自己可以变成光，小男孩兴奋地跳了起来。可还没等小男孩询问具体怎么变成光，他就被自己父亲快速抱走了。尴尬，实在是太尴尬了。顶着路人们异样的目光，小男孩的父亲只觉头皮发麻，快速逃离现场。曾几何时，他也曾是个相信光的少年，可人到中年，他却活成了个穷光蛋。如今他只知道这个世界没有光，有的只是钱罢了。唉，又是一个背叛光的人类。望着父子二人的背影消失，陈可辛悠悠叹气。而在他的不远处，姗姗来迟的林轩已经在考虑是否放鸽子了。这打扮尼玛也太中二了。上次扮演王路飞，这次 cosplay 胜利队丽娜是吧？这里，欧尼酱，我在这里。可还没林轩下定决心跑路，他就已经被眼尖的陈可辛发现了。随着小萝莉大嗓门响起，一堆古怪的目光顿时聚集在林轩身上，使得他浑身鸡皮疙瘩直冒。别叫了，你个社交牛逼症！满脸社死的林轩开启了100米冲刺，拉着陈可辛就冲进了咖啡厅里。此时，咖啡店里某处角落中，10几个打扮时尚的年轻男女正有说有笑地交谈着。一成，你说可辛怎么还没回来？而且，你知道他口中等下要接来的男生是谁吗？身着粉色连衣裙，模样可爱的女孩盯着咖啡厅门口，有些诧异道：他叫孔莲，这次过生日的主角，在他身边坐着个身穿名牌运动服的男人。闻言摇头耸肩，我不知道啊，应该是他们那个圈子的豪门大少吧。如果是什么有名的富二代，我们更要和对方结交好关系了，扩充我们的人脉。男人叫贺一成，是孔莲的男朋友，也是这一群少年少女中的领军人物。他们这群人基本都是魔都3县或4县小家族里的子弟。在得知陈可辛乃是真正的豪门千金后，为了所谓的人脉，自发的成了对方朋友，并且在陈可辛这里，他们今日还接到了一个任务，那就是打击苏凡。念及此处，贺一成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目标，那个独自坐在墙边一言不发的青年，眼中有着不爽之意闪过。这家伙实在是太过装逼了，明明是个没家世没背景的普通人，可见到他们居然不主动上前打招呼，反而是双手插袋，一脸拽样的独自坐在一旁，浑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势，就差直接在脸上刻上3个字：别烦我。哼，这谱简直大到没边了。这位兄弟，不知你当保镖1个月能挣几个钱呢？我听可心说你很能打，小弟不才，家中心开了家 KTV， 目前正缺人手，不如这样，我1个月给你开1万块工资，你干脆跳槽到我那边当保安怎么样？贺一成满脸玩味，一副便宜你了的语气。在他眼里，这个世界上有权有势的就是高人一等，像苏凡这种要长相没长相，要背景没背景，除了能打一点外，屁用没有的家伙，自己肯给他一份月薪上万的工作，他就应该对自己感恩涕零了。可让他恼怒的是，眼前这个不识好歹的家伙，面对自己的橄榄枝无动于衷也就罢了，还皱眉表现出不耐之色，而且望向自己的目光中充满着一种俯视的意味。明明只是一个无权无势的穷逼，装尼玛装呢？这时，苏凡淡淡开口，吐出4个字：蝼蚁一般。在场众人哈。另一边，咖啡厅门口，林轩拉着小萝莉冲了进来，他快速靠近陈可辛口中的卡座号，而等到他刚靠近贺一成等人位置时，仅仅只是一眼就从茫茫人海中认出了那个男人。洗得发白的衬衫，好几个破洞的裤子，白色帆布鞋，这一身与周围格格不入，标准的主角专属打扮，林轩就知道稳了，这个人就是他，就是他，我们的大舅哥小苏凡。
星光咖啡屋，贺一成本欲发怒，可余光却瞥见了走来的陈可辛两人，顿时将苏凡暂抛脑后，起身欢迎。但可辛，这位兄弟是？哦，他呀，他叫林轩，你们应该有听过他的事迹吧？啊，这竟然是这位猛人，传说中的魔都第一深情。这阵子林轩为了入赘苏家，不惜与家族决裂，带着35亿当嫁妆的事情，在魔都可谓是闹得沸沸扬扬。贺一成等人自然是听说过的。即使林轩如今离开了林家，孤身一人，但据小道消息传出，苏家掌权人准备将其当作继承人培养，这也代表着林轩将来很有可能执掌苏家这个2线家族，乃是不可错过结交的人脉。你好，你好，轩哥，很荣幸认识你。小弟贺一成，家里是开 KTV 的，越秀区那边的天成 KTV 就是我家新开的。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面对贺一成的恭敬示好，林轩点头淡笑，并与其握了手。定，宿主与贺一成掌心贴贴，奖励1积分500秒。听着脑海里的系统提示声，林轩眉头一皱，不免有些嫌弃。不过考虑到贺一成等人只是前期公主角装个小逼就匆匆下线的小炮灰，气运值肯定极低，1积分500秒到也还算正常。而见到林轩皱眉，贺一成心中咯噔一下，还以为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好，有些惴惴不安。尤其想起关于林轩狂躁症的传言，听说对方一旦暴躁起来，那是连路过的狗都得挨巴掌，旁观的猫都得骂2句，可怕。随后他怀着忐忑的心情开始介绍起了自己的同伴。轩哥好，轩哥好帅啊，好深情。林轩依次跟众人微笑示意，余光却时不时瞄向墙边的苏凡。终于介绍到了主角的位置，见到苏凡依旧坐在原地，老神在在。贺一成心中没由来一阵烦躁，指着对方的鼻子大骂道：苏凡，眼睛瞎了，没看到轩哥在这里吗？还不主动打招呼？我告诉你，得罪了我轩哥，魔都将再无你的容身之地。这话一出，直接把林轩给整懵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周围的孔莲等小炮灰也积极的跳出来响应喝骂，一时间苏凡成了众矢之的。我擦，难道这就是传说中主角特有的嘲讽光环？走到哪里都会被一堆反派嘲讽鄙夷。不过你们骂归骂，干嘛还要带上我啊？这下不得将我大舅哥的仇恨度拉满。林轩嘴角一阵抽搐，旋即猛地一拍桌子，大喝一声：全都给我闭嘴！见林轩发飙，所有人心中尽皆一惊，闭上了嘴。X 静悄悄，轩哥怎么了？怎么突然生那么大的气啊？贺一成满脸的不安疑惑，挠着脑袋小心翼翼询问：你还敢说为什么要针对这位兄弟？林轩冷哼一声，一身正气凛然：你对我那么恭敬，无非是因为我的身份，可对这位家里或许有困难的兄弟态度却那么恶劣，这种以貌取人、狗眼看人低的行为，你不觉得很无耻吗？此刻，林轩化身道德战士，狠狠地抨击着贺一成，并要求他立刻给苏凡道歉。迫于无奈下，贺一成即便满脸憋屈，依旧只能向苏凡低头。苏兄弟，刚刚是我不对，见谅。Roll， 不错不错，这就对了吗？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很不错。拍了拍贺一成的肩膀，林轩一脸欣慰。闻言，贺一成脸上再次有了笑容，在他眼里，只要低下头就能教好林轩这等豪门大少，那显然是很划得来的。而林轩的举动也令得苏凡略微侧目，有了一点好感。往日里，他所遇见的富二代几乎都是嚣张跋扈，即使每次他都懒得搭理对方，可富二代们依旧会乐此不疲地跳出来，逼着自己出手镇压。如今总算是见到个智商正常的，还真是让他有点不习惯。而直到这个时候，苏凡才后知后觉认出了林轩的身份，唐一的儿子。5年前自己就与对方有着几面之缘，而且不久前还与其父亲林建军碰面过。兴许是因为遇见熟人，苏凡脸色不再那么僵硬，主动伸出手自我介绍道：苏凡，你好，我叫林轩。林轩回以微笑，同样礼貌地伸出手。定，宿主与气运之子苏凡初次贴贴，奖励1万积分。定，宿主与气运之子苏凡掌心贴贴，奖励1积分1秒。定，宿主贴贴，积分累积已达10万，开启专属技能贴贴磁场。连续几道系统提示声在林轩脑海里接连响起，不过他暂未在意，而是先招呼众人坐下，一群人其乐融融地喝起了下午茶。由于有林轩的存在，贺一成等人也不再如同原剧情里那般对苏凡各种针对嘲讽，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如何维持林轩这条人脉上，甚至为了能获得正义的林轩好感，主动靠过来与苏凡搭话。一时间，卡座间充满着欢声笑语，气氛十分融洽。望着眼前这和平的一幕，苏凡表情也放松自然了一点，只是心中总有点别扭的感觉，总感觉有哪里不太对劲。这次遇见的富二代们好像有点过于正常了吧？另一边，林轩见场面得到控制，大舅哥的嘲讽光环暂时失效，这才将精力放回刚刚得到的系统奖励上。气运之子就是不一样啊！第一次贴贴就奖励了1万积分，而且只要持续贴贴，居然每秒就能获得1积分。要知道，哪怕是现在的苏青哥，即使好感度已然与日俱增，持续贴贴下依旧只有1积分5秒，而苏凡对自己可还是陌生人级别的好感度。要是不断提升好感度，是否后面能达到10积分1秒、100积分1秒、1000积分1秒，甚至如果难上加难的话，那距离自己成为无敌先帝的速度岂不是快进了一小步？此刻，林轩的心中浮现起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只是下一秒，他就在心里狠狠给了自己一巴掌。想什么呢？ W， 身为直男，纯爷们
岂能为了区区贴贴积分而折腰？贴贴什么的，肯定要留给我家又软又香的植物人媳妇啊！紧接着，林轩又将注意力放在了累积10万积分后获得的专属技能上。系统贴贴磁场又是什么鬼？介绍一下。定贴贴磁场，以宿主为圆心，开启范围1米大小的磁场，只要身负气运之人进入磁场范围，就能自发吸取贴贴积分。温馨提示：磁场获得的贴贴积分与肢体接触获得的比例为10:1。听完系统介绍，林轩顿感狂喜不已。这贴贴磁场简直完美契合自己目前的困境啊！毕竟除了自家的植物人媳妇，很多时候他根本不方便对其他身负气运之人进行持续性的肢体接触。可有了这个贴贴磁场，只要有人靠近自己1米范围内，脑海里的积分面板都能自发提升积分，人数越多，叠加提升的越快。唯一可惜的是，和直接肉体接触相比，贴贴磁场所能获得的积分弱化了10倍。不过总体来说还是有利无弊的，只要靠近自己1米范围内，林轩就仿佛能看到每个人的脑袋上方出现了一个贴贴倒计时。贺一成1积分5000秒，孔莲1积分5000秒，苏凡1积分10秒，陈可辛1积分100秒。只要每个人的贴贴倒计时结束，自己脑海里的积分面板就能自动增加1积分，无限人数，太酷了！可惜只有1米范围，这要是能有了100米、1000米、10000米，乃至磁场包裹全世界，收割全人类的贴贴积分，即使蚊子再小也是肉啊！积少成多之下，难以想象自己每天收获的贴贴积分能有多少，到时候成为无敌先帝，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就在林轩畅想不停之际，系统再次传来提示声：宿主当前贴贴积分10万，可开启磁场范围1米；宿主储存达到贴贴积分20万，可开启磁场范围2米；宿主储存达到贴贴积分30万，可开启磁场范围3米。看来贴贴积分越多，范围越大。有了这个前提之下，林轩决定以后要苟着了，全力储存积分，以此来提升磁场范围。就在林轩思索之际，贺一成见下午茶喝得差不多了，便提议众人动身，前往他家新开的天成娱乐 KTV 唱歌。轩哥，你觉得如何？可以啊。林轩点头同意。他知道主角在 KTV 里本来就有一段打脸剧情，自己刚好可以去现场观摩。见林轩没意见，贺一成就招呼众人起身，先过去停车场把车开出来。而苏凡作为陈可辛的临时保镖，自然是要跟着前往。很快，几辆豪车便停在了咖啡厅门口。由于这次有了林轩的存在，贺一成等人也没有发生原剧情中故意装作座位满了，嘲讽苏凡让其自己打车过去的老套剧情。此刻，反派主角相亲相爱，犹如一家人，依次排队上了车。轰隆，汽车轰鸣，朝着目的地疾驰而去。大约3分钟后，市中心越秀区天成娱乐 KTV 门口，几辆豪车徐徐停下，车门打开，众人依次下车。不错嘛，你家开的这家 KTV 还挺气派的。望着眼前摆着大横幅开业大吉，全场半价，装修颇为豪华气派的 KTV， 林轩不由得赞叹了一句。闻言，贺一成咧嘴轻笑，自豪的同时又不忘恭维了林轩几句。谢轩哥夸奖，轩哥能在我家 KTV 开业，当天捧场，小弟这 KTV 还真是蓬荜生辉啊！正所谓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听着贺一成对自己的恭维，林轩心中还是颇为满意的。看来这就是反派的待遇，确实是爽啊！比起走到哪里嘲讽光环开到哪里的主角来说，林轩还是很喜欢这种被拍马屁的感觉低。这时 KTV 门口的音响还在播放着开张台词：魔都首家豪华 KTV 开业了，性感兔女郎当场服务，陪您嗨翻天。这似曾相识的台词怎么有点不对劲啊？请问这服务太正经吗？嗨，学头，我们家是正经生意人，只是这年头生意难做，总得有点夸张元素。擦边球，懂得都懂。面对着众多小伙伴跃跃欲试的目光，贺一成尴尬的咳嗽几声，不断解释。旋即前头带路，领着众人进了 KTV 大门。大厅内灯火辉煌，两排穿着兔女郎套装、容貌中上档次的妹子对着进门的林轩等人齐齐躬身。老板们好！娇滴滴的声音，两排白花花的大腿，看得大厅中不少男士眼花缭乱，燥热不已。套路都是套路，正经生意懂得都懂。眼见众人目光再次怪异，贺一成连忙摆手，坚定表示自家是正经生意。可迎来的只有小伙伴们怀疑的目光，尊嘟假嘟。而此刻，林轩则保持着眼观鼻，鼻观心的淡然姿态，似乎完全没看到那两排白花花的大腿，无动如山。这一幕落在贺一成等人眼里，不由得在心中竖起大拇哥，为其感叹不已。真不愧是魔都第一深情啊！除了自己的植物人媳妇，其他女人那是一点也不放在眼里。太 TM 深情了，深情的我们都自惭形秽了。只是这些话要是落在林圈里，肯定会无力吐槽。我他妈能不深情吗？大舅哥还在我身边盯着呢。这一刻，我不深情，谁深情？天成娱乐 KTV， 苏凡双手插袋，望着两排婀娜多姿的女人，给予了评价。红粉骷髅，庸脂俗粉。他声音不大，却刚好传进了林轩等耳里。听到精心设计的 KTV 欢迎环节被贬低，这可瞬间把贺一成给气到了。这个死穷逼，装什么呢？要不是我带你进来，恐怕你一辈子也来不了这样的地方吧。但气归气，考虑到林轩之前为对方说话的态度，贺一成还是选择了隐忍。他举起大拇指 B6D， 强颜欢笑道：苏兄，你清高，你了不起。为了不让自己郁闷死，
贺一成赶忙唤起了自家经理，他要将心中这股郁气通过歌声发泄出来。在他的呼喊下，有个西装革履、打着红色领带的中年男人从楼道中冲了出来。马经理，赶紧的，给我开好王者包厢，我要招待我的朋友们。说完，贺一成还不忘和众人解释，王者包厢是他们 KTV 最豪华、设备最齐全的场地啊。可少爷，王者包厢已经有尊贵客人占了，现在还在里面谈生意呢。管他是谁，你带保安去把他们请出来。再尊贵，有我轩哥尊贵吗？见到手下经理不懂事，贺一成顿觉大失面子，提高声音道：可那是虎爷啊，管他是什么虎爷包。啥虎爷？等贺一成反应过来客人是谁后，直接哑火了。虎爷原名赵虎，魔都有名的大佬人物，那可不是他个小小富二代能够碰瓷的，否则今天刚开业的 KTV 下午就能宣告关门了。嗨，那就赶紧给我开个星耀包厢吧。贺一成尴尬挠头，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次一点的包厢了。可谁成想，马经理又是一脸为难道：可星耀包厢也被人占了。这次又是谁？这次不管是谁，你赶紧带保安先把人赶出来。虎爷的儿子赵雷，他和朋友正在包厢里消遣呢。嗨，贺一成真想抬手扇死自家经理，这家伙就不能一口气说完吗？总是让自己陷入尴尬境地。至于让他去赶走赵雷，贺一成肯定是不敢的。据说赵雷那家伙就是个疯子，仗着有自己老爸撑腰行事，可谓是无所顾忌，心狠手辣。无奈之下，贺一成只能向林轩等人解释了下现状，最终再退一步，众人选择在了钻石包厢。对此，林轩自然是无所谓，因为他很清楚，今天登场的赵虎父子也不过是依次给苏凡排队打脸的小反派罢了。Excellent！ 很快，在马经理的带领下，众人进入了一间金碧辉煌的包厢中。见到陈可辛等人在沙发坐下，苏凡默不作声，独自坐在了角落中，冷漠的表情与周围充满欢乐气息的富二代们格格不入，好似被排斥在了圈子外。不过对于这种情况，苏凡也早已见怪不怪，甚至心中还挺欣慰的。毕竟要是换成平时，可能现在早就有人凑上来狠狠嘲讽他了。至于让他凑过去主动和贺一成等人搭话笑话，那更不可能了。萤火之光岂能与皓月争辉？身为天上的真龙，苏凡没有兴趣去理会地面上蝼蚁们的七情六欲。只是这时，出乎苏凡预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居然有一个富二代违背常理，主动靠近并坐在了他的旁边。你干嘛？下划线，扭头望向一屁股坐在自己身边的林轩，苏凡皱眉询问，同时浑身有种说不出的别扭感。他习惯了独来独往，这还是第一次有人主动靠近坐在他旁边。没干嘛呀，那边位置不太够，有点挤了。我看苏凡兄弟，你身旁位置空无一人，就擅自坐了下来，应该没给你造成困扰吧？林轩微笑解释着，并点明了，要是苏凡觉得不合适，他也能起身离开，另寻位置。叮，气运之子苏凡进入，贴磁场，范围奖励1积分10秒。没事，你要做就做吧。苏凡沉默片刻，言简意赅，对方都笑脸相迎了，他也不好多说什么，只是心中对林轩的观感又好了一点，至少眼前这个富二代还是很有礼貌的，他并不讨厌。谢谢了，苏兄弟。实不相瞒，我总觉得你特别亲切，和你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林轩挠了挠头，笑得一脸憨厚，接着像认识很久的好兄弟般，一把拦着苏凡的肩膀。Omega，叮，宿主与气运之子苏凡，肩膀贴，奖励1积分1秒。来，苏兄弟，别管他们，我们先喝酒。虽然感到有些奇怪，但见林轩倒了一杯轩尼诗 XO 递给自己，苏凡还是顺手接过，就这样与林轩碰杯共饮起来。干杯！另一边，见证着这兄友弟恭场面的贺一成不免有些郁闷。他搞不懂苏凡有什么好的，为什么轩哥会那么在意那个穷酸小子？不理解，我真的不理解啊！为了舒缓心中郁气，也为了将肠子里的气氛炒热起来，贺一成起身示意自己先带个头，为大家献唱一首歌曲。闻言，全场顿时掌声雷动，10几个小伙伴们都大声叫好，成哥要出手了，期待啊！成哥当年可是勇夺学校音乐比赛冠军的男人。何止，不久前华夏好声音开播，成哥还获得了顶级音乐大师蔡旭坤的转身呢。成哥就是成哥，不佩服不行啊！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贺一成输入歌曲，开始播放前奏音乐 BGM， 只因你太美 baby， 只因你实在是太美 baby。 我擦，歌词刚出来的瞬间，林轩就有点绷不住了，但大屏幕前的贺一成却手持话筒，全身心投入在演唱中，激情高歌。突然，贺一成目光严肃，大喝一声铁山靠，并且快速蹲下身子，让躯干以 C 型轨迹移动，伴随着肩膀的耸动，头部的摆动。这怪异的动作直接把林轩整拉了。可更让他无语的是，在场除了他与苏凡2亲戚外，其余10几个年轻时尚男女都面带兴奋，迅速起身模仿起一样的动作，与贺一成互动呐喊起来。铁山靠！此刻全员露出了犄角，只把林轩给看麻了。别说是他，这5年来长期待在山上苦练医术武功的苏凡，这时表情也从淡然化为了茫然。他不理解这群人在干嘛？难道这是什么新型的广播体操？天成娱乐 KTV 钻石包厢。在林轩2人不理解的目光中，贺一成一曲终了，引得孔连等人掌声雷动，经久不散。好啊，成哥 NB 唱得太好了，简直比鸡哥本尊还要好听。在我心中，除了最近火爆全网的娱乐圈救星 L 大神外，我成哥当属第一。成哥杀疯了，还有谁？我就问问还有谁。Omega。在小伙伴们的极力吹捧下，
贺一成满脸傲然之色，雄赳赳气昂昂走回到了沙发位置。轩哥，你觉得如何？嗨，不错，好，挺好，好歹也被对方叫了那么多句哥。林轩实在不忍心打击小弟的积极性，只能忍受着良心上的谴责，默默竖起大拇哥。轩哥过奖了，过奖了，今天状态不好，我也只是拿出了半成功力，恐怕还没轩哥你的1/10。贺一成瞬间喜笑颜开，旋即故作谦虚的摇头摆手，并不动声色的吹嘘了林轩一把。呵呵，接下来的时间里，众人依次上台展现歌喉，在林轩满脑门黑人问号的目光中，他可谓是体验了一把什么叫群魔乱舞，什么叫众神归位。其中他印象最深刻的是2个非主流青年，其中一个瘦骨嶙峋、染着小黄毛的青年倾情演唱了一首无字歌，全程一屁股坐在舞台上，手持麦克风，低头在那里尖叫，足足哀嚎到了歌曲结束，令林轩两亲戚都大为观止，物是人非啊！没想到现在的人都流行这种抽象的歌曲了吗？苏凡瞳孔里充满着茫然，只觉得是自己在山上待得太久，已经跟现代社会脱节了。而林轩则是一脸蛋疼，别人可能听到的是首的无字歌，但他听到的就是一首做法求雨魔歌，那无字歌词震耳欲聋，快下雨吧，求求你快下雨吧。而在小黄毛下台后，接替他的是一个打着耳钉、穿着红色皮夹的时尚青年，拿起麦克风就在舞台上来回的蹦蹦跳跳。都怪我树大招风，树大招风，树大招风。3分钟后，歌曲临近结束，全怪我树大招风，树大招风，我就是树大招风。一首歌从头到结束，歌词就只有树大招风在重复循环。这一刻，林轩终于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被称为娱乐圈的最后的救星了。他突然觉得 L 这个代号有点沉重，代表着这个世界最后的希望。看来有时间的话，我得抽空拯救下这个世界的文娱了。就在林轩感叹不已时，贺一成等人已经在鼓掌欢迎下一位演唱者了。陈可辛。只见双马尾小萝莉身穿胜利队战服，背着个红色小书包，满脸的肃穆之色。她来到舞台中间，举起麦克风道：“你们相信光吗？”众人：“好，你这就完尬的了是吧？”仅仅只是一句话，林轩就已经开始准备脚趾抠地了。他知道这个中二病晚期患者即将发病。果不其然，陈可辛在演唱前那中二骚话是一堆一堆的。其实每个人都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变成光的，不管黑暗多么强大，但人们心中的光明是永不会消却的。当然，虽然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光，但孤身一人终究无法闪耀。所以，让我们一起变成光吧！让我们每天都 smile， 望着舞台上指着自己脸颊上的酒窝，不停喊着要 smile 的小萝莉。此刻，众人的集体沉默震耳欲聋。这尼玛实在是太羞耻了吧！即便站在舞台上的不是自己，众人还是感觉浑身鸡皮疙瘩直冒，尴尬的头盖骨都仿佛要被掀飞了。不过虽然感到很尬，但当那熟悉激昂的 BGM 响起时，林轩等人都是猛地一个机灵，深埋记忆中的某道 DNA 动了，就像阳光穿过黑夜，黎明悄悄划过天边，谁的身影穿梭轮回间？未来的路就在脚下，不要悲伤，不要害怕，充满信心，期盼着明天。小萝莉的声音很稚嫩，但却无法掩盖歌曲中那失去青春的味道。听着那熟悉的歌词，林轩怔怔出神，突然有点泪目的冲动。他仿佛回想起了无忧无虑的孩童时期，每天下午6点搬着小板凳，蹲守在星空卫视前追看动漫的日子。时光一去不复返，想当初那年那月那日，他也曾是个追光的少年郎啊！新的风暴已经出现，怎么能够停滞不前？穿越时空，竭尽全力，我会来到你身边，微笑面对危险，梦想成真不会遥远，鼓起勇气，坚定向前，奇迹一定会出现。随着歌曲来到尾声，陈可辛已经唱得面红耳赤，声嘶力竭。当最后一个尾音结束时，陈可辛从背着的红书包中取出了一根金色的神光棒，随后右手握紧小拳头放在胸前，左手高举神光棒，做出大鼓变身前的姿势，并按下神光棒上的按钮，顶部的小灯泡顿时亮了起来，同时口中娇喝：“那一年，我变成了光。”迪迦恰包厢内只剩下了死一般的寂静。本来还因为歌曲被激起童年回忆，有点尬然感觉的林轩，此刻见到小萝莉最后的中二行为，只觉尴尬到头皮发麻。玩尬的是吧？行，我林轩愿称你为中二病最强。不过话虽如此，但抛开陈可辛的社死行为不谈，奇迹再现，这首童年战歌还是很不错的。它令林轩小小回忆起了童年那段美好时光。就凭这个，林轩带头鼓起了掌，既是为了这首歌，也是为了再也无法回去的童年。而有了他的带头，反应过来的贺一成等人紧随其后鼓起了掌。啪啪啪 Thanks Omega， 你们果然都是相信光的孩子。见自己的表演打动了那么多人，小萝莉欣慰的连连点头，脑门上的呆毛也随之哒哒哒拍打着空气。当他回到座位时，登时获得了孔莲等人的热烈吹捧。可惜你好厉害啊！就是，唱得真好听。你这是都和谁学的啊？听说你和 L 关系匪浅，是他教你的吗？厉害啊！我能知道 L 是不是我们魔都人吗 ？L 难道是这阵子火爆全网的内娱救星 L？ 他可是我的终极偶像啊！听见陈可辛居然认识 L， 贺一成等人都好奇地围过来询问，实在是 L 这阵子实在太过火爆了，连出的10几首歌曲首首封神，在网上早已被人吹成了华语顶流，粉丝无数，全都对异军突起的神秘 L 感到万分好奇。听着众人的推崇，陈可辛十分得意，瞥了眼正斜眼看他的林轩，还是很有契约精神的选择了隐瞒。他呀，
不可说不可说，我只能说 L 无处不在，他远在天边，但又近在眼前。哈，见陈可辛不肯透露，众人只觉得没意思，纷纷坐回了自己的位置。轩哥，你要不要也来录一首？贺一诚手持麦克风，将它递给了林轩。我吗？行吧，那我就来一首。苏凡兄，借过一下。接过麦克风，林轩先是和大舅哥点了下头，路过对方身边，站上了舞台。舞台上，林轩一脸深情，为自己接下去演唱的歌曲造势。今天我要演唱的这一首歌，乃是出自我偶像 L 大神之手，歌名为《稻香》，而这首歌也是我未婚妻最喜欢的一首。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她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出于歌曲中那无忧无虑的气氛，以及歌词营造出的家之温暖。所以我对这首歌苦练了许久，尽可能的还原歌曲中的温馨和甜蜜。当然，要是我唱的不好，那也请各位见谅。林轩说完，就开始在 KTV 点歌机上操作起来。他之所以选择《稻香》，确实是因为这是苏青哥目前最喜欢的歌曲，如今刚好献唱给自己的大舅哥。而就在林轩点歌之际，苏凡依旧坐在沙发角落处，满脸淡然，沉默不语。不过在听完林轩深情的描述后，他瞳孔里还是闪过诧异之色。没想到这人还是个情种啊！就苏凡平日所遇见的那些富二代，那真是女人如衣服，今天穿这件，明天穿那件。他已经很久没有遇见过如同林轩这样痴情的富二代了。不过我遇见的拜金女也不少，斩男手段十分高明。希望这位兄弟运气别那么差，碰见的是个好女人，否则当舔狗的下场普遍不是很好。毕竟是为数不多有点好感的富二代，苏凡还是希望林轩能有点好结果的。这时，坐在他不远处的贺一鸣等人也为林轩深情所感动，议论纷纷。轩哥不愧是魔都第一深情，这份深情狗见了都要被感动哭吧。可惜我们的魔都第一美人是个植物人，唉，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醒来啊。假如他醒来后得知轩哥为他与家族决裂，为他豪掷35亿的嫁妆，为他做的所有深情之事，一定会感动得泪流满面吧。这些话全部落在了苏凡耳朵里，让他越发的好奇起来。林轩口中的未婚妻居然是个植物人，还有着魔都第一美女之称。说起来，魔都啥时候有美女排行榜了？在苏凡那个年代，魔都并没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榜单，所以他也并不清楚所谓的魔都第一美女是谁。但对于林轩能为了个女人不仅与林家决裂了，还豪掷35亿的嫁妆的事情，他多少还是有些不理解的。在苏凡眼里，哪怕再漂亮的女人，终究也只是男人的附属物，唯有建功立业，成就一番千秋霸业，才是一个男人最应该追求的目标。为了一个女人做出那么多所谓深情的事情，这不过是在感动自己，与舔狗有何异？唉，这或许就是所谓的人各有志吧。不过植物人的话，以我的医术，倒也并非是不能医治。不过这个念头只是从苏凡脑海里一闪而过，就被他无视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不是好人，也并不想当什么好人，从而浪费了自己复仇的时间。另一边 Fine 0啦啦啦下划线 Fine 0，林轩已经点好歌曲，轻快前奏中隐隐有蟋蟀声响起，简单的歌词创造出极富想象的禅意境界，随性的节拍带领着听众回到最初的美好。林轩刚唱了开头几句，仿佛就将众人带到了某个充满稻香的乡野村庄，与家人一起体会着最简单的最初美好。尤其是此刻的苏凡更是深有感触。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当听到这句歌词时，他有着心头一酸的揪心感。那一年自己的父母妹妹们还在，那一年家就是他唯一的城堡，存储着他所有的美好。可如今物是人非事事休，童年那份最初的快乐早就荡然无存了。悠扬的歌声中，苏凡的思亲之情越发浓烈。在他原本的计划中，想着报完仇后再回家看看亲人，但现在他改变主意了，哪怕只是远远看一眼都行。他想先回苏家见见爷爷，还有自己的妹妹，以及留意他们。就在苏凡心中有了决定时，林轩的演唱也来到了尾声，一曲终了，贺一诚等人都面带崇拜，连连鼓掌。轩哥 MB 啊，我现在强都不服就服你，唱的也太好了吧，这简直能以假乱真了，与传说中的 L 歌喉几乎一模一样。轩哥这模仿的也太像了。对啊，好好听啊，要不是我明知不可能，我或许会把 L 认成轩哥了呢。面对众人的夸赞，下了舞台的林轩满脸微笑，挥手表示感谢。接着他重新坐回到了苏凡身边。苏兄，你觉得我唱的怎么样？给个意见如何？还行。苏凡点头，言简意赅。但要是熟悉他性格的师傅们在场，定会满脸诧异。毕竟以自己徒儿这般性格，能如此评价，说明已经相当不错了。不过在外人看来，苏凡的评价就显得有点不够诚意。不久前演唱的小黄毛率先跳了出来，联合其余炮灰开启了嘲讽模式。苏凡，你太不给面子了吧？轩哥唱的那么好，可你态度却还是那么敷衍，是不是看不起我轩哥呀？你行你上啊！林轩他喵的又开始给我疯狂拉仇恨了是吧？真是一刻都不消停。难道这就是主角独有的嘲讽光环、降智光环？林轩冷哼一声，抬手在小黄毛后脑勺上拍了一下。够了，全都给我闭嘴 ！X 怎么和苏凡兄弟说话的？我告诉你们，我与苏兄一见如故。我刚问了，苏兄比我大5岁，以后他就是我的好大哥了。要是你们再敢诋毁我苏哥，小心我和你们翻脸啊！在林轩威严的目光下，众人心中虽有浓浓不解，但也不敢再明着和苏凡作对了。甚至有人很识相的与苏凡道起了歉。不过苏凡并没有在意，而是皱眉歪头，上下打量了一下林轩，突然出声道：“你是不是认识我？”闻言，林轩心中咯噔一下，他没想到比起那些降智的配角，
主角会那么智商在线，看来是自己太过特意的接近，导致苏凡起了些许疑心。不过提问的是大舅哥，那就不慌不慌。哎，你误会了，苏兄，我之前并不认识你，但你的姓氏却让我感到很亲切啊，因为我的未婚妻也姓苏，她未婚妻的姓氏也是苏，而仅仅只是一个姓氏相同，就如此爱屋及乌，对自己这么亲切，这人得有多爱他的未婚妻啊！苏凡真的有些惊讶到了，他没想到林轩的痴情程度会如此之深，但他依旧没有多想，毕竟这世上姓的人多如牛毛，根本没有什么好稀奇的。另一边，贺一成等人则是彻底恍然大悟，原本他们始终有些疑惑不解，为毛苏凡这种穷逼却能获得轩哥的青睐，如今终于真相大白，理由竟如此荒唐且令人泪目。仅仅只是因为苏凡与苏青哥同一个姓氏，林轩就那么照顾他，这其中蕴含着何等的深情啊！轩哥他真的，我哭死，真不愧是魔都第一深情，实在是太 TM 深情了。此刻众人瞳孔里泪光闪闪，尽皆被林轩的深情给感动到了。林轩，哈，什么情况？我只是随口那么一说，你们在炉内高潮些啥啊？望着众人那突然眼圈微红的姿态，林轩有些摸不着头脑。而人群中，陈可辛的目光更为复杂。他原本今天让林轩过来，是想让对方帮自己赶跑苏凡的，可如今别说替自己赶人了，林轩甚至直接和对方一见如故，两人称兄道弟起来。而这其中部分原因，仅仅只是因为苏凡也姓苏，这得多爱苏青哥呀，才能爱屋及乌到这种程度。比不过林轩对我家大老婆的爱，我真的比不过呀。念及此处，陈可辛有些沮丧。唉，明明是三人行的剧情，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他一把抱住身旁的少女，请求道：“孔莲，我不开森，你陪我去下厕所吧，我要去厕所，把不开森都拉出来。”无语中，孔莲还有几个女生还是跟陈可辛手牵着手，有说有笑的出来包厢。而包厢里望着几个女孩消失的背影，林轩的嘴角缓缓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开始了吗？读者喜闻乐见的主角装逼打脸环节。此刻，命运的齿轮已然开始转动。星耀包厢占地比钻石包厢还大1倍，17、18个年轻时尚男女正在包厢里摇头晃脑地蹦着迪，纸醉金迷。小舞台上有古装美女衣着暴露，为下台的公子哥们表演着勾栏听曲。这时，其中一位领舞的公主举起话筒尖叫道：“各位官人接着奏乐，接着舞，今晚所有的消费由我们赵公子买单！”一时之间，所有人都尖叫起来，大喊赵公子，并将目光投向了坐在沙发中心 C 位那位穿着黑色西装、打着红色领带、留着锅盖头的青年，他就是赵雷，虎爷之子。哈利，过来，乖。没有理会周围各种情绪的目光，赵雷自顾自逗弄着手中的泰迪犬，而与他沙发相隔不远处的位置，正有着一男一女在交谈。表妹，你看，那就是虎爷的儿子赵雷，而爹地今天过来，主要是和虎爷谈那笔高利贷的事情。男的戴着金丝边眼镜，一身白色西装，外表看上去十分斯文柔弱；女的穿着白色小公主裙，头上扎着纯白蝴蝶结，清纯笑容配合那无瑕气质，引得周围不少男人频频侧目。他们两人是表兄妹，林浩与白苏苏，这次是跟着林建军好奇过来赴虎爷之约的。由于大人们要在王者包厢谈生意，他们这些小孩只好被赶到了次一点的星耀包厢。星耀包厢中，白苏苏美眸充斥着好奇，打量着包厢里奢华的一切。她是在路上瞎逛时，刚好遇见了林浩父子，听说他们要来见虎爷，便想着一起过来看看这位传说中的大人物。哪知大人物没见着，而是与林浩一起被安排到了星耀包厢。不过既来之则安之，白苏苏就当过来见下世面了。突然，林浩跃跃欲试的提议声就在他耳边响起：“表妹，我们过去和赵雷打个招呼怎么样？要是能结交他，那对家族来说可是一条不错的人脉啊。”看似建议，但林浩已经站起了身子，眼中充斥着熊熊的野心。自从林建军彻底掌控了整个林氏企业，并将他带到公司，当众宣布他就是林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后，这阵子他过得可谓是春风得意。曾经朋友圈里、公司里那些看不起他私生子身份的人，如今都是一口一个林少，再也无人敢对他有所轻视。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为了凑够那该死的35亿，几乎掏空了他们积蓄的全部家底，导致如今暂时还只能住在员工宿舍里。但好在这都只是暂时的，美颜药膏目前销售极为火爆，短短几天时间已经突破5亿销售额了，半个魔都到处都有人在使用他们的产品，而且人数还在节节攀升。这样下去，林家晋升一线家族只是时间的问题，甚至如果有野心的话，再往上靠也并非不可能。总有一天，我要成为魔都最顶级的豪门大少，俯瞰一切。林浩挠了挠发痒的脸颊，瞳孔里满是对权势地位的向往。而如今，他就要多结交几条 MB 的人脉，为自己的崛起做铺垫。接着，他拉起白苏苏，走到众星拱月的赵雷面前，微微躬身讨好道：“赵公子，我是林浩，这位是我表妹白苏苏，她可是魔都有名的美少女。”林浩知道，光说自己的身份来历，压根不可能引起赵雷的注意，但加上自己表妹就不一样了，毕竟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不喜欢美女的男人？果不其然，原本正在逗弄小泰迪的赵雷，终于饶有兴趣地抬起头：“哦，林浩啊！”虽然口中说着林浩的名字，但眼睛却一直飘在了他身旁的白苏苏上。林浩心中一喜，连忙对自己表妹努了努嘴：“表妹，还不快和赵公子问好？”“哦，赵公子你好。”白苏苏没有多想，主动抬手问好，纯洁懵懂的眼神，宛如初恋般的笑脸，霎时令在场的男人们燥热不已。
即使是向来只喜欢萝莉的赵雷，也不免有了瞬间的心动。说实话，论姿色身段，其实白苏苏并不算艳绝当时，但其身上那股懵懂无知、清纯如白莲花的气质，却对每一个男人有着致命的吸引力。这种无瑕白纸，哪个男人不想收入囊中慢慢调教，直至将对方彻底变成自己的形状？赵雷心中有了想法，他先是面带温和微笑，将林浩介绍给了身旁的朋友们。董少好，李老板你好，我叫林浩。林浩欣喜若狂，自然是不会放过这次结交人脉的机会，与各大非富即贵的人物殷勤联络感情。见林浩聊得差不多后，赵雷这才好似无意提及道：小浩啊，我跟你表妹一见如故，我想今晚抽个时间与她慢慢谈谈人生怎么样？糟了，这话一出，林浩就直呼要糟，他又不蠢，当然知道赵雷背后的深意。还没等他想出应对方法，白苏苏倒是疑惑开口了：赵公子你想聊啥呀？我现在就能陪你聊啊，为什么要等晚上慢慢聊？这话一出，别说是赵雷等人，率先就把林浩给整不会了。表妹啊表妹，要不要那么天真啊？你以为人家大半夜的真的只是想和你单纯聊天吗？因为要聊得比较晚，可能要聊通宵哦。通宵？那算了，赵公子，我10点半之前就要睡觉的，早睡早起对皮肤好。听见赵雷要和他聊通宵，白苏苏连连摆手摇头。他从不涂抹化妆品，可皮肤依旧保持水嫩，秘诀就是早睡早起。对他而言，熬夜通宵啥的对皮肤身体伤害太大了。虽然这阵子家人都涂抹了美颜药膏，每个人肌肤似乎确实容光焕发了不少，但白苏苏依旧拒绝使用化学用品，只坚持靠养生来护理。当然林轩当初的劝告也占部分原因，一直在白苏苏脑海里浮现。另一边，林浩等人都傻眼了，没想到白苏苏会用这种蹩脚的理由拒绝赵雷的好意。之后，为了讨好赵雷，他身边的豪门朋友都纷纷出声劝说：女娃，你要想清楚，交好赵公子，对你白家可是有莫大好处。苏苏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有机会就要懂得把握。赵公子垂青，机会很难得的。魔都不知有多少女人千方百计想爬上赵公子的床呢。妹妹啊，这世界就是这样，我们女人只要付出点微不足道的东西，就能获得想象不到的好处，何乐而不为呢？面对在场各大富家子弟的劝说，白苏苏一脸茫然，这些家伙在说啥呢？下划线，我只是单纯的想早点睡觉而已啊，怎么和我扯那么多，还越扯越离谱。望着满脸呆萌的白苏苏，赵雷突然哑然失笑。他原本以为白苏苏是在和他玩欲擒故纵的把戏，但观察片刻，以他多年训练出的毒辣眼光来看，好吧，这或许确实是个傻白甜，还是即将绝迹的那种。而面对如此极品无知的女人，瞬间将赵雷所有的兴趣都挑动了起来。他已经迫不及待了，有意思，把这女人带进小房间里去。既然她晚上要早点休息，那我现在就来和她聊聊人生。赵雷舔了舔嘴唇，淫笑着吩咐着几名手下动手。反正白家只是个3线小家族，出了事他老爸也能压得下来。这一刻，赵雷无比得意，自己的老爸是虎爷，背靠1线家族韩家，所以他才能在魔都横行无忌，仗势欺人。在他的命令下，几名混混打扮一样的街溜子手下吊儿郎当的朝表兄妹围了上去。见状，林浩脸都绿了，他知道是不可为，表妹今天可能要交代在这，心中顿时有些后悔，早知道就不应该主动凑上去招惹赵雷的。但谁能想到这个家伙那么疯狂，当众就想要霸王硬上弓了。赵公子冷静啊，赵公子，我表妹还是个孩子啊。林浩挡在自己表妹面前，撕心裂肺的大喊着。可当其中一个混混刚碰到他时，林浩就跟被武林高手击中一般，噌的一下连退好几步，熟练的倒地昏迷。混混，我还没用力呢，你怎么就倒下了？而且还倒得那么干脆利落，难道是我无意间觉醒了什么绝世武功？此刻混混头子一脸茫然，而地面上早已昏迷的林浩心中叹气，对不起啦，表妹，我一个人也救不了你，所以昏迷才是我最好的归宿，否则只是平白得了一顿打，结果依旧改变不了。不过要是你成了赵雷的女人，说不定也是件好事，不仅你白家能更上一层楼，也能给我带来更大的助力，因祸得福。这样一想，林浩突然觉得自家表妹的失身好像也并不全是件坏事。表哥见到林浩昏迷，白苏苏惊恐大叫，望着周围不断淫笑靠近的混混们，他此时也开始后知后觉，冷汗直冒。毕竟没见过猪跑，总吃过猪肉。按照电视剧里的情节，这些人肯定是坏人了，而他们的目的，回忆着自己看过的狗血电视剧，白苏苏顿时脸色煞白。救救我！他大声地朝周围呼救，可是所有人都不自觉地避开目光，无人敢出手阻止，害怕得罪赵雷。眼见混混们越靠越近，白苏苏彻底绝望了。怎么回事？按照电影里的情节，现在这种时候，难道不应该是我的白马王子出现来救我了吗？这一刻，白苏苏脑海里林轩的身影一闪而逝。砰！住手！你们这群渣渣！就在这时，伴随着大门被人踹开，一道怒喝传进白苏苏的耳朵里，他顿时眼前一亮，激动地朝大门口望去。来了，他来了！我的白马王子终于来救我了吗？在白苏苏期盼的目光中，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包厢门口，一个小萝莉迎着耀眼光辉，高举神光棒，踏光而来。我听到了哦，女孩子求救的声音，别害怕，因为有我在。接下去就交给我吧。静悄悄，突如其来的变故令所有人刹那陷入呆滞状态。Omega，他们望着包厢门口那个手持神光棒、身穿白色胜利队战服、背着红色书包的小萝莉，顿觉怀疑人生。哒，没有理会众人惊诧的眼神。陈可辛锁定好那个被混混包围起来的少女，
3步并作2步，快速朝对方靠近。在其身后，孔莲等几个女孩子都是既傻眼又担忧。原本他们拉完顾开森，正准备回到林轩等人所在的包厢，可当几人经过一扇房门前，陈可辛突然竖起耳朵，神情严肃道：“我听到了，有女孩子呼救的声音。”接着，在孔莲等几个女孩子的惊呼声中，一脚踹开了包厢大门。怎么会是你？陈可辛挤过人群，来到了求救的少女面前，这才发现了对方竟然是不久前有过一面之缘的白苏苏。他旋即眉头一皱，但想到身穿的胜利队战服，想到从大谷队员他们那里继承而来的责任，陈可辛目光重新变得坚定。真正的奥特英雄绝不会无视正在求救的女孩子。念及此处，望了眼小嘴嘟成 O 型的白苏苏，小萝莉一把牵起，就要拉着她离开这块是非之地。站住！把人给我放开！她可是赵公子钦点的女人，你谁啊？想死吗？终于，混混们从呆滞中回过神来，急忙堵在了2个女孩离开的道路前。我只是一个路过的奥特人奸体罢了。面对凶神恶煞的混混们，陈可辛神情严肃，给予了回答。哈！可这句话令全场愕然失笑的同时，也引来混混们的疯狂耻笑。太中二幼稚了吧！这女人脑子有坑吧？该不会以为穿件衣服就幻想自己真的是奥特曼了吧？还真不嫌丢人。奥特曼只是拍出来圈钱的垃圾动漫罢了。信的人都是傻逼吧？听着众人潮水般涌来的耻笑声，陈可辛神情一暗，因为他知道对方的话都是真的，毕竟他只是中二而已，又不是智商有问题。很多事情他都心知肚明，只是不愿相信，又或者在自我欺骗罢了。不过即便如此，他心中的信念也是绝不会动摇的。奥特曼或许真的不存在，但奥特精神却是永不会灭的。包厢中回荡着小萝莉娇喝声，话语中透露出的坚定，令在场众人那嘲笑的表情微愣了下。而就在这时，赵雷在周围人敬畏的目光中穿过人群，来到了2个女孩面前。我可以让你身后那个女人走，作为交换，你留下。对于一个萝莉控来说，陈可辛这种1米55个头、长相可爱的小女孩，简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在见到陈可辛的那一秒，赵雷下面登时就立起来了，心中爆发出一股强烈的渴望。这极品萝莉，他要定了。不行，妹妹，他们不是好人，你别管我了，你快走吧。听出赵雷话里的不怀好意，白苏苏面带焦急，不停催促着陈可辛离开。虽然他知道自己留下来可能会面临可怕的事情，但正因为是这样，他才不能够将陈可辛也给牵连进来。闻言，陈可辛只是回头微微一笑，拍了拍白苏苏的小手，示意对方不用担心，他在，并怒视赵雷，大声呵斥道：“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还敢强抢良家少女？真以为在魔都你能只手遮天不成？我告诉你，今天我就要带她走，我看谁敢拦我！”赵雷先是一愣，随即猖狂大笑：“我就是强抢怎么了？我爸是赵虎，我们背后有着韩家撑腰，所以我就能只手遮天，我就能仗势欺人。哈哈，当然，我们惹不起的也有不少，但不好意思，这其中不包括你们，你就认命吧。好好过来伺候本大爷，我赏你大香肠吃哦。”说到这里，赵雷面带猥琐笑容，朝陈可辛2人走来。又有2朵小白花要被摧残了。见到2个女孩岌岌可危，包厢中的人虽有部分面露不忍，但最终还是识相的保持沉默。此刻白苏苏已然吓得惊声尖叫，反观陈可辛倒是一脸镇定。他平时宅在家里没事，都会让家里的保镖传授自己一些防身术，想必拿来对付赵雷绰绰有余。眼见赵雷靠近，陈可辛摆好战斗架势，在一脸玩味的赵雷走近时，迅速从红色书包里掏出一个瓶子，对着赵雷脸上就是狂喷。看招，防狼喷雾！猝不及防之下，赵雷正面中招，只觉整张脸都火辣辣的疼，尤其是眼睛就像要瞎了一般刺痛。可陈可辛压根不打算等对方缓过来，见偷袭成功，立刻伸手往背包里掏东西。必杀防狼甩棍，终极防狼强光手电筒，无敌防狼辣椒水。在白苏苏傻眼的目光中，红色背包跟哆啦 A 梦的百宝袋一样，不断变出各种小玩意，然后被陈可辛一股脑的往赵雷身上招呼。最后小萝莉找出一根黑色的棍子，打开棍身上的红色开关，撕拉，闪烁的电光将陈可辛脸上的微笑映衬得十分邪恶。你想干嘛？住手啊！呱啦啦！奥义防狼高压电击棒。在赵雷绝望的目光中，小萝莉将电击棒扎在了他的身上，瞬间整个人颤抖不已，口吐白沫，直接电妈了。赵公子，完了！见到自己儿子变成这样，虎爷知道后还不得分分钟暴走，抓住这2个女人，不能让他们跑了。虎爷问起来，我们也好用，他们交差。见10几个男人满脸凶狠，朝自己2人逼近过来，陈可辛不慌不忙将自己的双马尾分别放在了白苏苏2手上。等下我无暇顾及你，抓住我的双马尾，然后跟我一起冲出去。冲！你认真的？这怎么可能冲得出去？看了下靠近的男人们，白苏苏紧张的咽了口唾沫。陈可辛没有回话，只是从背包里掏出了最后一件大杀器——封神光之烟花加特林。在附近一群人卧槽、疯女人、快闪等尖叫声中，陈可辛点燃了引线，一时之间，包厢宛如沸腾的开水般直接炸了。无数人作鸟兽散，尖叫着四散而逃。咻，各种五颜六色的烟花从加特林里疯狂喷射而出，在包厢里四处嘎嘎乱炸。转眼间，包厢里烟雾缭绕，人们甚至都已经看不清彼此的面貌，只能捂着鼻子各处躲藏。而见到自己的杰作，陈可辛兴奋的乱叫，手持加特林一顿乱冲。今日挡我者死！哒哒哒！
在其身后，白苏苏还一脸茫然，但还是本能的紧握手中的双马尾。两个女孩一前一后开着火车，就这样一路轰炸出了星耀包厢。期间，两人经过沙发旁时，还不小心先后踩在了0号裤裆上，疼得她再也无法装昏迷，哇哇大叫起来。钻石包厢，林轩手持话筒，正动情演唱着，引得台下众人纷纷叫好。正当他演唱到一半时，房门突然被人打开，陈可辛等人匆匆回来了。见状，贺一诚起身迎接，随口开了个玩笑：“你们怎么去了那么久？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掉茅坑了。”你没事吧？怎么脸色那么难看？难道刚刚遇到麻烦了？没事，别怕，天塌下来有老公顶着，谁欺负你们了？我找人弄死他。见自己女朋友面色苍白，欲言又止，贺一诚不由得皱眉询问：“是赵雷，虎爷之子？”回想起赵雷那凄惨的模样，孔莲心中就越发惴惴不安。那你没搞？贺一诚倒吸一口凉气，满脸骇然：“你们怎么会招惹上那个喜欢仗势欺人的疯子？哎，这说来就话长了，那你就长话短说，快说快说，真是急死我了。”在贺一诚的催促下，孔莲这才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出来。听完之后，贺一诚等人齐齐倒吸一口凉气。恐怖如斯，二次元的战斗力原来那么恐怖的吗？这都能杀出重围？不对，这不是重点。糊涂啊，可心，你糊涂啊，那可是虎爷之子啊！你现在把对方打成这样，虎爷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你？不过好在你家里这些年发展不错，想必虎爷也不会真的过多为难你。不过可能你家人得花点代价了，才有可能平息虎爷的怒火。贺一诚皱眉思索分析着，并催促陈可辛抓紧给家里打电话。不要啊！要是让我家人知道这件事，以后肯定会进我族的。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呀？陈可辛连连摇头，满脸抗拒，一副宁死不从的模样，这差点没把贺一诚给气死。此刻他是又惊又怕，毕竟赵雷是在他肠子里出事的，虎爷要是追究起来，最先遭殃的就是他。别的不说，这家今日才开业的 KTV 可能下午就要面临关门的风险，还能有啥办法？想要让虎爷主动退让的，要么是他的靠山韩家发话，要么就是魔都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位武道宗师插手。武道宗师那是啥东西？见陈可辛等人都有些疑惑，贺一诚只能无奈地解释起来。另一边，望着陈可辛身后至今都惊魂未定的白苏苏，林轩若有所思，看来是因为我引发了蝴蝶效应，这才导致白苏苏表兄妹出现在这里。我记得原剧情里，陈可辛是从厕所里出来时偶遇了有萝莉控的赵雷，再将对方偷袭暴打了一顿后，这才引出了赵虎这个人物。然后就是苏凡为了保护陈可辛，对赵虎进行装逼打脸，将其收入自己麾下。可如今剧情的走向好像变得不可预料起来。就在林轩皱眉的同时，白苏苏也逐渐从慌乱中冷静下来，并发现了人群中的林轩。林轩哥哥他怎么会在这里？虽然心有疑惑，但眼下自己麻烦缠身，为了不连累到林轩，白苏苏面色暗淡，最终并没有选择与其相认，还能内劲外放。武道宗师那么厉害啊！听完贺一诚的讲述，陈可辛等人这才知道武道宗师的强大，满脸崇拜。那要是我们能找到他当靠山，赵虎岂不是就不敢对我们怎么样了？话虽如此，但那样手眼通天的大人物，我们又能去哪里结交呢？面对陈可辛大胆的想法，贺一诚只能回以苦笑。武道宗师那是何等的通天人物，怎么可能会在乎他们这群小喽啰呢？既然结交不了，那就暂时找人假冒他吧。这新奇的想法顿时吸引了在场所有人，包括林轩疑惑的目光。哪怕是苏凡本尊，这一刻也诧异的抬起头，不明白陈可辛口中的假冒是怎么回事。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谁能假冒他不成？陈可辛摸着下巴，眼珠子滴溜滴溜的乱转。突然他转头望向自己的临时保镖，询问道：“苏凡，你之前说你很能打，有多能打呀？我听说赵虎身边有好些个保镖，有些说不定还会武功呢，你能不能打得赢啊？”虽然心有不解，但苏凡还是实话实说，蝼蚁一般，土鸡瓦狗，不堪一击。闻言，陈可辛眼前一亮，很认真道：“既然如此，那就由你来假冒那位武道宗师吧，我们来配合你，看看能不能把那头傻虎忽悠过去。”哈，什么东西？让我假冒我自己？愣了片刻，苏凡也不由得哑然失笑。他只能说陈可辛等人太过天真，不入武道，并不了解武道宗师的强大，武者间也是互有感应的，只要稍微试探一下，就能知道对方的大概修为。因此想要假冒武道宗师，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陈可辛等人属于门外汉，不明白个中道理也实属正常。好，苏凡点头同意，反正他本来就要保护陈可辛，倒也无所谓是以什么名头。而在一旁，林轩早已忍俊不禁，只觉得事情真是越来越有趣了。王者包厢，灯火通明，装修奢华至极，在一张昂贵的进口沙发上坐着个穿着花衬衫的光头大汉，大汉嘴中叼着大雪茄，后脑勺还纹着一头黑色东北虎。此人名为赵虎，人送外号虎爷。而在他的对面，则坐着一个梳着大背头，表情十分拘谨的中年男人。林老弟，关于我说的入股你家公司一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虎爷啊，我觉得公司的新产品美颜药膏刚上市，您入股的话或许有跌亏的风险，最好还是从长计议。我刚没听清，林老弟你再说一次。赵虎鼻音都提高了8度，用阴恻恻的眼神斜眼瞪向林建军，霎时把林建军吓得冷汗直冒。叮咚，好在这时赵虎手机收到一条短信，将他的注意力暂时吸引了过去，这才使林建军稍微松了一口气。他原本以为赵虎今天约见他是为了那4个亿借款的事情，可万万没想到对方竟然提出要以这4个亿为入股资金，
想在林氏集团占据时的股份，这不是瞎扯淡吗？别说是现在欣欣向荣的林氏集团，哪怕是之前陷入发展瓶颈的公司，他也不可能这样贱卖掉股份的。何况他如今好不容易才从那个逆子手上买回剩余股份，达成了对林氏集团的完全控股，他又怎么可能会引狼入室呢？林建军打定主意，无论赵虎如何威胁喝骂，但某些底线他是绝不会动摇的。而这时，赵虎端详着手机上收到的短信，那是韩家大小姐发来的。苏大师的图片已经发给你了，尽快给我将人找到。苏大师嘛，提起这个名字，赵虎一脸敬畏。前些天韩家险遭灭门之事，他已然知晓，甚至亲自前往过韩家拜会。而墙面上那道1米多长的剑痕，更是令赵虎惊为天人。武道宗师，当真是恐怖如斯，虽不能治，然心向往之啊！正当赵虎准备打开图片，瞻仰下宗师强者的英姿时，包厢门陡然被人撞开，一群人抬着个青年快速冲了进来。虎爷，不好了，赵公子被人电妈了！赵虎猛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望着担架上口吐白沫的自家儿子，登时大怒。什么？谁干的？连我虎爷的儿子都敢动，这他妈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眼见赵虎动怒，包厢内顿时噤若寒蝉，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喘。毕竟眼前这个男人在黑白两道可都是通吃的大人物，手下养了100来号人，专门替韩家或其他一些势力处理黑活，做事一向心狠手辣，动不动就要将人断手断脚。在魔都，鲜有人敢招惹，可如今他的儿子竟然被人打成了这样，在场众人都清楚，那个行凶者接下来必定会遭受到难以想象的报复折磨。这时，人群中有个面色惨白的青年夹着裤裆别扭地站了出来。虎爷，我刚询问了马经理，打赵公子的是钻石包厢的人，而且我表妹也被对方挟持带走了。林浩面带讨好之色，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述出来，其中将白苏苏描述成被抢走的受害者，而他则是想为赵雷报仇，阻挡暴徒离开时被对方踢中裤裆的英勇形象。你不错，去你爸身边休息下吧。听见林浩是为了自家儿子受的伤，赵虎面色缓和了一点。谢虎爷。得到赵虎的夸奖，林浩欣喜若狂，随后才夹着裤裆，以内八字的走路方式来到林建军身边。爹地，你做得很好。见到林浩获得虎爷赏识，林建军大为欣慰，这才是自己的好儿子嘛，懂得抓住机会为林家结交人脉，排忧解难。想必有了受伤这个插曲，赵虎也不好再逼着他要入股林氏集团嘛。哪个天杀的混蛋，下手忒狠了吧？疼吗？号不疼，谢谢爹地关心。就在林建军两人上演父子情深时，赵虎已经命手下带人前往钻石包厢，将罪魁祸首全部抓过来。是虎爷，10几个背心肌肉大汉齐齐躬身，便杀气腾腾地出了门。钻石包厢里，陈可辛原本正兴致勃勃演讲着自己伟大的假冒计划，但突然大门被人猛地一脚踹开，砰！旋即呼啦啦涌进来10几个黑色背心的精壮大汉，领头的小头目阿健满脸的凶神恶煞。是谁打了我家赵公子？不想死的马上滚出来！是我！陈可辛满脸兴奋，连连举手。似乎是生怕1米55的个头淹没在人群中没被注意到，他还不断上下蹦跳着。这一幕直接让阿健等大汉愣在原地。这小鬼是不是疯了？你惹大事了知道吗？那么兴奋是怎么回事？不对，这小女孩肯定是被人推出来的替罪羊。由于急匆匆赶了过来，阿健也并不清楚赵雷受伤的全过程，但他绝不相信眼前这个小女孩有能力伤害到虎爷的儿子。真正的凶手肯定藏在这群男人中间。一群孬种就知道推个小女孩出来吗？既然罪魁祸首不愿意主动站出来，那就给我全部带走。阿健大手一挥，示意手下一个都别放过。这下轮到陈可辛郁闷了。喂，我都说是我了，你咋就不信了？还有我18岁了，不是小孩。再说我小，信不信我用加特林喷死你？听着陈可辛上蹿下跳的吐槽声，贺一成等人简直要被这姑奶奶吓死了。拜托你消停一点吧，我们的小心脏受不了了呀。而人群中，林轩望着这一幕，只觉颇为好笑。在他身边，苏凡面色冷漠，无喜无悲，似乎完全没有看到将自己等人包围住的黑衣大汉。很快，一群人便在阿健的带领下来到了王者包厢。林建军父子居然也在。刚一进门，林轩就见到了沙发上的2个熟悉身影，而坐在他们对面的则刚好是赵虎父子。爸，就是那个小杂婊，把他抓起来送我房间去，我要好好折磨他。此刻赵雷已经恢复了神智，但身体那种酥麻的刺痛感直到现在还隐隐作痛着，这使他望向陈可辛的目光充满着暴力，只想赶紧把这小杂婊弄上床，用自己的棍棒狠狠虐待他。胡爷，这里面有误会啊，您且听我慢慢道来。为了阻止事态升级，贺一成硬着头皮站了出来，他尽量以公正中立的上帝视角解释起事件的前因后果，其中重点指出了陈可辛的家世背景。本来贺一成说的话，赵虎大部分当成了在放屁，他可不在乎谁对谁错，反正他的儿子就是错了又怎么样，就是仗势欺人又怎么样，作为他赵虎的儿子就有资格嚣张。不过当陈可辛的来历被曝光时，赵虎这才皱了下眉，居然是陈家的女娃，那倒是有点难办啊。陈家好歹是魔都有名的2线家族，还是发展势头较好那种，自己还真无法拿陈家怎么样。毕竟韩家也不可能因为这点破事就为自己出头打压陈家的。虎爷，您看这件事双方其实都有点错，
不如双方各退一步，我让可心给赵公子侦查道歉如何？见虎爷面色有所改善，贺一成趁热打铁提出建议，可他这句话顿时就将赵雷惹毛了。道你妈的歉！赵雷怎么可能允许自己被白打？今日不将陈可辛搞上床，他绝不罢休。3步并作2步，赵雷迅速靠近，想自己动手去将小萝莉抓过来。见贺一成挡在身前，一脚就踹了出去，滚开！重击之下，贺一成立刻像躬身的虾一般，面色发白，痛苦地蹲在地上。一成哥，小黄毛几人见状，纷纷怒视赵雷，可下一秒全被赵雷踹翻在地。他妈的，敢瞪我，都想死吗？不敢反抗的小黄毛几人只能蜷缩在地，任由赵雷一阵乱踹。停手，快停手！你会打死他们的！见小黄毛几人中都已经有人被打得吐血了，白苏苏等女生急得眼泪直打转。可他们越是这般，赵雷就越是想表现自己身为雄性的强大一般，踹得越发用力。而在场其余人压根无人敢阻止，即使是赵虎也想趁机树立下自己的威严。既然动不了陈家女娃，那就先拿几个喽啰开刀吧。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男人终于出手了啊！原本正满脸嚣张的赵雷突然感觉一股巨力袭来，他就这样被人踹飞了出去，一路翻滚，最后倒在了赵虎面前。吸！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用骇然的目光望向那个收回脚的青年。蝼蚁一般也敢在我大哥面前叫嚣？林轩冷哼一声，旋即默默退至主角身后。大舅哥，接下去就靠你了。狗东西，你敢踹我？大一愣片刻，赵虎瞬间勃然大怒，而周围见证这一切的人此刻也都是满脸震撼。魔都地下世界除了猩红会、野狼帮等少数几个势力，谁敢与虎爷掰手腕？如今林轩当着他的面直接将他的宝贝儿子踹飞，这不是老寿星吃砒霜找死吗？而这个时候，一道咆哮声也随着响起。林轩，你这个逆子！众人转头望去，正是认出了自己儿子的林建军。他惊怒交加，恶狠狠地瞪着林轩：你这个畜生啊，居然连赵公子都敢打，还不快给虎爷磕头道歉！在他身旁，林浩也是面露担忧，不停劝说道：哥哥，你太鲁莽了，怎么能打赵公子呢？暴力是不对的，你快点给虎爷下跪道歉吧，说不定虎爷大人有大量，愿意选择原谅你呢。直到这个时候，众人才认出了这对父子与林轩间的关系，而赵虎的脸色也彻底的阴沉了下来，冷笑连连。好好好，搞半天这是你儿子啊，林老弟，你林家这是在打我脸呢。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个交代，那就休怪老哥我不给你面子了。闻言，林建军擦拭着额头冷汗，尝试着撇清关系。虎爷，我早就将这个畜生赶出家门了。这件事魔都很多人都是有目共睹的，我们甚至签订了断绝父子关系的合同。从法律层面来说，这逆子早就与林家毫无关联了。当然，他今天冲撞了虎爷您，不管你要怎么处置他，我都不会有半句怨言。话虽如此，但毕竟林轩身上流着自己的血，林建军终究不忍对方落得个凄惨下场，于是他朝林轩怒目圆瞪，催促这个逆子快快下跪道歉，祈求虎爷的法外开恩。但无奈他的一片苦心，林轩这个畜生却感受不到一星半点，还用无语古怪的目光望向他。林先生，你早上出门是不是忘记吃药了？林轩见自己如此感天动地的父爱，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喂了狗，林建军再也无法压抑心头怒火，铁青着脸来到林轩面前，抬手就准备一巴掌贴上去，给予对方一个完整的童年。爹爹，不要打哥哥呀！啪！就在这时，林浩猛地冲了出来，挡在了林轩面前。来不及收手的林建军一巴掌就呼在了林浩脸上，将他直接扇倒在地。浩儿，哎，你这是何苦呢？即使你付出再多，这个铁石心肠的畜生也是感受不到半点亲情的。望着林浩脸上鲜红的五指印，林建军心疼的老泪纵横，望向林轩的目光充满了痛苦，充满了绝望。你个畜生啊，畜生！难道你见到这一幕，良心就当真不会痛一下吗？此刻，林建军惨笑连连，他不知道自己上辈子到底是造了什么孽，这才生出了这般猪狗不如的不孝子。哼，没用的东西，连自己儿子都管教不好。见林建军苦口婆心了那么久，可林轩依旧无动于衷。赵虎彻底失去了耐心，转头满脸阴狠地瞪着林轩：小子，我赵虎纵横魔都多年，敢当着我面对我儿子动手的，你还是第一个。你有种！这样吧，看在你爸的面子上，你用哪条腿踹的，我就打断你哪条腿。那这件事就算接过去了怎么样？赵虎摸着后脑勺的纹身大老虎，一脸便宜你了的表情。闻言，林轩还没反应，林建军倒是脸上一喜。虽然他对眼前这个不孝子很是寒心，但谁叫对方始终是从自己身体里射出来的呢？眼见赵虎愿意松口，他还是由衷的感到庆幸。逆子，还愣着干嘛？虎爷看在我的面子上，决定大人有大量，只打断你一条腿。如此惊天大恩，你还不赶快下跪给虎爷磕头道谢？林轩，噗，草名草，妈的，这人到底是从哪个精神病院里溜出来的啊？这一刻，连赵虎本人都有些诧异，更遑论在场的其余人了。这种话，人不能，至少不应该轻易说出口的。林轩这父亲还真的是异于常人啊。苏凡心中一声叹息，他莫名想起了自己的父母，这样一对比，突然觉得他很是幸福。姑父，林轩哥哥没有错呀，而且这人可是要打断林轩哥哥一条腿呢，你却还让林轩哥哥给他磕头道谢，这太离谱了吧？哪怕是一直傻白甜的白苏苏，这会也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出声劝阻。闻言，林建军眉头一皱，瞪了自家侄女一眼，这丫头怎么就那么不懂事呢？自己可是完全在为了这个逆子考虑啊！够了，苏苏，你根本就不懂。正所谓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可林轩却在大庭广众下踹了赵公子。
如今他付出的代价只是一条腿，但赵公子失去的可是珍贵的脸面啊，这就离谱。听着这颠覆三观的话语，在场不少人都是一张地铁老人脸，开始怀疑起自己的9年义务教育是不是学歪了。而这时，林浩顶着脸颊上的五指印，望向林轩，言辞恳切：“林轩哥，爹地说的没错，但我知道男儿膝下有黄金，哥哥定然不愿下跪。既然如此，那今日就由我林浩代替哥哥，你下跪吧。”说完，林浩对着赵虎当头跪下，一脸悲壮：“虎爷，感谢您同意只打断我哥哥一条腿，我替我哥再次给您下跪道谢了，谢谢虎爷啊！”见到这一幕，在场众人全都骂了。由于实在是太过炸裂，他们已经分不清到底是自己三观有问题，还是理直气壮的林浩父子有问题了。不错，算你林家识相，小子，我说话算话，打断你一条腿后，我绝不会再追究。面对赵虎满意的目光，林轩一脸无语：“你神病啊，你也忘记吃药，犯病了。”这话一出，全场哗然，尽皆相看，疯子一样盯着林轩。这哥们是破罐破摔了，居然敢当面辱骂虎爷，凉了！轩哥，你真的是要上天啊？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说这些话的？梁静茹都不敢这样吧？贺一诚等人战战兢兢，双腿发软，他们是真的被吓到了。虎爷最好面子，林轩这般当众羞辱，即使是为了做给手下看，他也不可能轻易放过林轩的。果不其然，赵虎脸色刹那阴沉，仿佛要滴出水来般，随后怒极反笑道：“好，你有种！就凭你刚刚那句话，我今天要是让你平安走出这间包厢，将来还怎么服众？连你爸都不敢这样和我说话，你个阿猫阿狗也敢嚣张！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个交代，或找不到靠山保你，我一定让你见血！”糟了！眼见赵虎动了真怒，贺一诚等人都是噤若寒蝉。这时，一道娇喝声响起，是小萝莉陈可辛。“你敢？我们的靠山怕你惹不起，我惹不起。我倒要看看在魔都，我虎爷惹不起的人是谁？他就是我的保镖。这阵子魔都传得沸沸扬扬的武道宗师苏凡，苏凡难道是一件斩天斩地斩众生的苏大师吗？在赵虎惊愕的目光中，陈可辛将苏凡给推了出来，趾高气昂地盯着赵虎，但他心中其实还是有着一丢丢的慌张。他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忽悠住眼前这头傻虎，要是不行的话，就只能掏出剩余的2件大杀器光之烟花加特灵了，先杀出一条血路，带领众人跑路再说。今日光之加特灵在手，他陈可辛势必神挡杀神，佛挡灭佛。而在他的身旁，贺一诚等人则暗自拼命祈祷着，希望能将赵虎暂时忽悠住。可事与愿违，赵虎在见到苏凡的那一秒，直接就被气笑了。这群混蛋还真的将他当成傻子了。武道宗师是何等通天修为？据他所知的情报里，普通人要达到内境武者，没点天赋恐怕都得耗费40-50年，而且还仅仅只是入门。至于武道宗师，那更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能在天命之年踏入宗师之境的，那已然是天赋异禀的天才了。苏凡这看上去才几岁，顶多27还是28，怎么都不到30吧？这般年纪，你说他是武道宗师，简直可笑可笑。正当赵虎感觉受到欺骗，准备发难之际，某道用，你吃了吗？一样随意语气说出的话，在他耳边炸响。这些人都还不错，我饱了。你若再敢为难他们，我会直接杀了你。苏凡面色淡然，似乎是在诉说着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今日与林轩等人相处，感官倒是不错。看在这群富二代智商还算正常的情况下，苏凡决定出手护住他们。可在外人眼里，苏凡这行为无疑是背着粪篓满街窜，找屎！卧槽！苏凡，你想死别拉，我们下水啊！怎么？难道你和轩哥一样，都获得了梁静茹的勇气？一个比一个还嚣张，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小心脏啊，要命啊！贺一诚等富二代互相搀扶着，冷汗直冒，他们是真怕给直接吓晕在这里。即使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陈可辛，此刻也不免愣了片刻。他也没想到苏凡敢说出那么嚣张的话。如果对方真的是哪位武道宗师，那自然是可以为所欲为。但问题他是假冒的呀，这要是逼得赵虎翻脸，那岂不是当场歇菜？等等，陈可辛突然悟了。他理解苏凡这般嚣张的原因了。既然要假冒，那肯定是越嚣张越真实越好啊！毕竟真正的强者才不会和赵虎这等烂人扯皮，不服直接就是干。而与他猜想的一样，见到苏凡如此狂妄，赵虎本想发飙的话，反而一下子全被堵在喉咙里了，满脸的惊疑不定。这家伙凭什么那么有恃无恐？如果说是在唬我，那这演技也太逆天了吧！他盯着苏凡那淡漠的目光，那是生命如草芥、如蝼蚁的可怕眼神。这时，苏凡眉头微皱，猛地瞪向赵虎。鼠雀之辈，蝼蚁一般，立刻给我把头低下，毫无自知之明，就凭你也配直视我？听着苏凡那狂傲的话语，在场众人都是噤若寒蝉，不明白对方的底气从何而来，胆敢这样和虎爷说话。只是这时的赵虎根本无暇顾及他人的目光，在苏凡那威严的眼神下，恐惧的本能使他立马低下头。察觉到自己的反应，他感到既丢脸又愤怒。他可是虎爷啊，魔都一霸，怎么如今却被一个毛头小子给吓得不敢对视了？即使是到现在，赵虎依旧不愿意相信苏凡是个青年宗师。对了，之前韩大小姐给我发来苏大师的照片，只要看一眼不就知道真假了？赵虎连忙掏出手机，找到韩星桥给他发的信息，点开图片一看，图片上青年的长相平平无奇，可那熟悉的冷漠表情却仿佛将赵虎置于冰窖之中般，从头凉到脚。我操你妈的，你算什么东西，敢这样和我爸说话？另一边，赵雷彻底暴走了。平日里他几乎是在魔都横着走的，可如今却在几个小瘪三手里
接连吃了亏，这叔叔可以忍，婶婶都忍不了啊！赵雷抄起一根棒球棍，就朝着林轩等人冲了过来，口中还大喊着：“我爸是赵虎，有种你就还手！”我长这么大还从没见过这种要求，满足你！林轩握住砸向他脑袋的棒球棍，反手就是一个大比兜，啪！定！宿主与赵雷耳光贴贴，奖励3点积分。有积分拿！林轩眉头一挑，心中有了一个残忍的想法：你居然敢还手！我爸是虎爷啊！虎爷啊！捂着火辣辣的脸颊，赵雷满脸不敢置信，叫嚣不停。在他眼里，自己有老爸这个靠山，谁敢动他？乖乖站在原地，让他尽情殴打才是合理的吧？管你爸是虎爷还是狗爷，他马是李刚，我也照打！林轩揪住赵雷的衣领，右手甩动不停，就是疯狂赏赐大比兜，耳光积分3，积分4，积分5，积分3。在林轩的速攻下，赵雷被打得脸颊红肿，嘴角渗血。哼，什么档次也配学我仗势欺人？你的是有我的是 MB 吗？啪啪啪！还有你敢对我的朋友动手？你是想死吗？暴躁，太暴躁了，不愧是得了暴躁症的男人。贺一成等人目瞪口呆，没想到轩哥那么暴躁，当着虎爷的面把他儿子扇成这样。但这样真的不怕出事吗？要是苏凡的假冒计划失败，虎爷的报复岂不是来得更加疯狂？众富二代在担心的同时又有点感动，因为轩哥说了他们是朋友，这是在为自己等人出气呢。人群中，白苏苏满脸感动，林轩哥哥这般不顾后果殴打赵雷那个混蛋，难道是因为他不久前抢我的身子，这才招来林轩哥哥的怒火？下划线，这是在为我报仇呢。果然，林轩哥哥还是那个从前那个爱我的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他嫁给亲哥姐姐只不过是考验，重在心中爱我的信念丝毫未减。感动之余，白苏苏眼眶红了。这时见赵雷被打得较为凄惨，林浩眼珠一转，赶紧上来表忠心，想着趁机刷下赵雷的好感。住手，哥哥住手，不要再打了，哥哥不要再打了，我求求你了，不要再打赵公子了。见绿茶未靠近，被熏得受不了的林轩反手又是一个大比兜，啪！滚远点，莫挨老子！捂着自己的脸颊，林浩的一声功成身退的倒在地上，汪汪汪！这时一条小泰迪跑了过来，对着林轩狂吠不止。哈利，救我！咬死他！见爱犬出现，赵雷连忙发出命令，可他低估了林轩的战斗力，早已化身比兜侠的他，管你是人是狗，统统大比兜伺候。哈利，畜生啊，连狗都不放过！在赵雷绝望的哀嚎声中，林轩对着扑上来的小泰迪抡圆了胳膊，就是一个终极大比兜。嗷呜！小泰迪在空中翻滚了好几圈，接着被扇飞在角落里，一动不动。哼，会咬人的狗必须弄死！见到无人是林轩的对手，赵雷愤怒地呼唤起自己的靠山：“爸，你倒是说句话啊！”可惜响应他的不是赵虎，而是另一道愤怒的声音：“林轩，你这个逆子，到底要无理取闹到什么地步？赵公子不过是在和你闹着玩的，可你下手却那么重，连他那条心爱的狗子都不放过，难道你就没有半点怜悯之心吗？”指着林轩这个不孝子，林建军满脸都是怒火与绝望。啪 ！Excellent！ 可下一秒，一个大笔都狠狠扇在了他脸上。虎爷，你为什么打我呀？林建军捂着自己的脸颊，一脸茫然。难道你不应该打吗？颠倒黑白，是非不分。林小友明明是在替我管教儿子，在你嘴里却成了殴打，简直是胡说八道，诽谤林小友的清白。哈！听完赵虎的话，别说是林建军，在场所有人都是一阵迷糊。替身计划成功，赵虎真的相信了苏凡是武道宗师了。陈可辛等人顿时意识到了这点，他们突然回想起林轩刚刚之所以那么嚣张的殴打赵雷，难道是为了增加苏凡身份的可信度？毕竟就是因为有武道宗师的庇护，林轩才敢那么嚣张啊！这就导致赵虎不得不信，众人也能因此脱离险境。念及此处，众人纷纷在心中对林轩竖起大拇指。轩哥牛逼哦，弟，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啊！哪怕是苏凡，当里清楚林轩行为背后的深意，他也不由得高看了林轩几眼。这富二代的脑子还挺好用的。只是如果让现在的林轩听到众人的心声，他肯定会一脸懵逼，弱弱的解释道：“其实我就只是单纯的想刷点积分罢了。”王者包厢，在赵虎说出了自己儿子该打，林轩只是在替他管教儿子后，整个包厢里顿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用一种见鬼般的眼神注视着这一切。死，该不会是我们出现幻听了吧？这特马还是那个捏儿子的虎爷吗？老爸，你是不是疯了？老爸，你儿子被人打了呀？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无视脸颊上传来的火辣辣痛楚，赵雷瞪大双眼，不可思议盯着自己父亲。可更令他颠覆人生观的还在后面。平日里从未对他红过脸的父亲，这次竟然罕见的对他吼叫道：“闭嘴！你这个混账东西！我平日就教导你，出门要低调做人，与人为善，可你却总是借着我的名义出去外面仗势欺人，如今还得罪了苏先生与他的朋友们，你是要气死我吗？还不快向苏先生他们道歉！”听着赵虎一口一个苏先生，在场众人顿时恍然大悟，怪不得赵虎性情大变，原来是忌惮苏凡武道宗师的身份。而贺一成等人闻言，心中皆是暗松了一口气，庆幸不已。万万没想到，他们还真的把虎爷给忽悠住了。而见到赵虎似乎认出了自己的身份，苏凡眼中寒光一闪，难道魔都有人在调查我？那个光头似乎是看了眼手机后，这才来了个态度大变样的，看来得找个时间审问下这个人了。在苏凡思索之际，回过神来的赵雷摇头怒吼道：“爸，你让我给他们道歉，开什么玩笑？
你该不会真相信那个小瘪三是什么大名鼎鼎的武道宗师吧？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呀？说完，赵雷满脸戾气地瞪向林轩，你他妈的敢打我？真以为杜撰出个冒牌货就能吓住我了吗？真当我赵公子是吓大的？我长这么大就没见过比我还能仗势欺人的人，你个狗杂种！这家伙嘴可真是臭啊！林轩眉头一挑，一个没忍住，再次化身暴躁比兜侠，上去就是连环10连抽，啪啪啪！这下赵雷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门牙都被林轩扇掉了几颗。轩哥，你太勇了吧，这下手也忒狠了，悠着点，悠着点。要是虎爷护子心切，一个上头不顾苏凡武道宗师的威慑，真和我们拼命就真晚了。望着极为凄惨的赵雷，贺一成等人冷汗直冒，真想上去把林轩拉开。他们已经看到了赵虎那越发阴沉的表情，仿佛随时都有可能暴走。而事实也正如他们所料，亲眼看着自己宝贝儿子被人连扇耳光，赵虎心中的怒火已然达到极致，甚至动了掀桌子的念头。但某道若有若无的视线令他汗毛倒竖，刹那清醒。正所谓宗师不可辱，他很清楚自己要是真敢翻脸，苏凡定会像他之前说的那样，当场将自己击杀。无奈之下，赵虎只能憋屈地站在原地。好在这时出气筒登场了，虎爷，您快去救赵公子啊！那个逆子我太了解了，他怎么可能认识什么大人物？100%就是在唬人的。如今被我赶出家门的他，除了苏胜天，还有哪个权贵会结交他？更别说被什么武道宗师看上了。您这完全就是被忽悠了呀！林建军凑上前来，催促赵虎赶紧出手救人，并不用顾及他的面子，可以尽管对林轩下狠手。他可不想赵虎反应过来，上当受骗后迁怒于林家。但回应他的则是几个响亮的大笔兜，啪啪啪！苏先生是什么身份？我会不知道？你还敢质疑苏先生？看我不打死你！啪啪啪！赵虎将今天遇到的所有憋屈全部发泄在林建军脸颊上。哼，你儿子打我儿子，我不敢动他，那我就打他老子出气。念及此处，仿佛是为了给自己儿子出气，赵虎抽的更用力了，啪啪啪！在众人震撼的目光中，两边开始了竞争比赛，儿子打儿子，老子打老子，你狠我更狠。包厢内，此刻唯有一人没有被这100年难得一遇的场面吸引住心神，他就是自始至终面无表情的苏凡。不过此时苏凡瞳孔微缩，脸上第一次有了表情，那是惊诧之色。刚刚那人好像提到了苏胜天爷爷的名字，怎么回事？难道林轩这家伙近年来与我苏家有什么交集吗？等等，交集？我记得之前他好像说过自己的未婚妻姓苏，难不成指的就是小妹？毕竟小妹可是完美继承了老爸老妈的高颜值基因，这些年长开后，即便被人称作魔都第一美女，似乎也并不稀奇。意识到了某种可能性，苏凡皱着眉头，脑海里不断回想着之前与林轩接触的点点滴滴，但他越想面色越是难看，因为他还记起了一件事，之前贺一成等人讨论时似乎说过，林轩的未婚妻可是个昏迷不醒的植物人啊！看来我得先回苏家一趟了，希望一切都是我想多了吧。林建军口中的那个人，或许只是和自己爷爷重名罢了。还有小妹，她明明那么年轻，怎么可能会变成植物人呢？难道是被人下了黑手？虽然心中存在着一丝侥幸，但苏凡有种强烈直觉，自己大概率是猜中事实了。毕竟林轩的未婚妻姓苏，林建军也提到了自己爷爷的名字，林苏两家当年又恰好有过交集，这种种的巧合令苏凡的脸色逐渐难看下来。要是小妹真成了植物人，意外导致的也就罢了，如果是人为谋害的，那不管凶手来自哪里，出于何种理由，我发誓一定要将对方全家老小统统杀光，灭其满门。此刻苏凡瞳孔中闪过一丝猩红的凶厉杀意，正所谓龙有逆鳞，触之必死，亲人就是苏凡那不可触碰的逆鳞，为了守护自己重要的家人们，即便要与世界为敌，他也不在乎。啪啪啪！对不起，对不起，我道歉，别打了。终于赵雷承受不住，笔兜连击服软了，他门牙都掉了好几颗，口齿不清的求饶。闻言，林轩这才停下了手，揉了揉有些发酸的胳膊。唉，看来打笔兜也是个体力活呀。另一边见林轩停手，赵虎即便心中再不满，也只能拱手强颜欢笑道：对于我儿赵雷的无礼，我在此替他向苏先生以及各位赔罪了。赵虎嘴上说着道歉，但眼睛却半点没有从苏凡身上移开，明眼人都能看得出他的退让都是因为苏凡的缘故。只是让赵虎惴惴不安的是，无论他怎么示好，苏凡始终双手插袋，主打一个面无表情，让人无法猜透其心里的真实想法。而见到苏凡这副爱搭不理的姿态，贺一成等人简直急死了，这家伙装逼过头了呀，真以为自己是武道宗师呢。既然虎爷给台阶下，还不赶紧借坡下驴结束这次事件，迟则生变啊。没什么没什么，虎爷无需如此，这都是误会罢了，现在误会解开了，那自然皆大欢喜。好了，我们耽搁的有点久了，今天主要是给我女朋友庆祝生日的，我们还有事情就先行离开了。一把拉过孔莲的手，贺一成只想着赶紧开溜。至于以后虎爷知道真相后会不会报复回来的恐怖后果，现在的贺一成已经不愿去想，或者说不敢去想了，走一步看一步吧。而听到贺一成提出离开，孔莲以及他的小伙伴们瞬间抓住机会积极响应，他们早就迫不及待想要离开这里了，再待下去他们真怕自己的小心脏受不了啊，这他妈太刺激了。找了个
冒牌货，在虎爷面前装腔作势，最后还被他们蒙混过关。这离奇经历写成爽文情节，说不定都能被读者吐槽，你这情节太假了。而听到众人提出准备离开，赵虎倒是没啥反应，他的目标从来就只有苏凡一人。苏先生，不知您是否有空，我能否单独请您吃顿饭，以示我诚恳的歉意。听到赵虎的请求，贺一成等人都是心中一惊，单独把苏凡留下来吗？那暴露的危险岂不是成几何倍增加了？不行，苏凡是我的保镖，怎么能离开我的身边呢？陈可辛最先跳出来拒绝了赵虎的提议，毕竟是自己将苏凡拉下水的，他如今怎么能真的把苏凡独自留在这里？出事了怎么办？在他身边的孔连等人面面相觑，虽然心有畏惧，但还是咬牙站出来声援陈可辛。虎爷，我们是一起的，说好要一起庆祝生日，缺一不可，下次吧。虎爷，苏凡这小子和我约好过会一块去洗脚呢。Omega，望着因担心自己出事而不断找理由替自己推脱的众人，不知为何，苏凡心中浮现起一抹久违的暖意。这群富二代还怪好的，他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了。以往不管去哪里，都是他独自面对众人的嘲讽，身边也压根没有什么可以交心的朋友。如今却有那么多人站出来为他说句话，这让苏凡原本面无表情的脸上稍微有了一丝笑意浮现。啧，这画风是不是有点不对啊？原本身为炮灰反派的一群富二代，现在不仅没有被主角装逼打脸，还反过来为主角说话，这还真是小母牛按门铃，牛逼到家了。林轩摸着下巴，一脸玩味，不用担心，刚好我也有点事想和赵虎谈谈，你们先走吧。苏凡抬手先是谢过众人好意，接着表示自己要留下。关于苏家的事情，他决定从赵虎身上获取些情报。见苏凡态度坚决，贺一成等人心中虽然不紧，但也没有再坚持。这时陈可辛皱着小眉头挤了过来，那你小心点，要是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还有这个给你防身。说完，陈可辛将身上的红色书包交给苏凡，里面还有着他剩余的2件大杀器。最后两方人马就此暂时分别，苏凡独自留在了王者包厢。苏大师，请坐。赵虎十分殷勤，他先将苏凡请到了首位上，旋即让阿健等手下扶着赵雷全部出去，并赶走了林建军父子。很快包厢内只剩下了苏凡2人。你是怎么认出我的？苏凡言简意赅问出了第一个问题。那个呀，我是在韩家手下办事的，韩星巧小姐有给我发过你的照片，并要求我们寻找你。对了，苏先生，那个刚刚我擅作主张，已经将你在这里的消息告知了韩星巧小姐，她刚好在附近逗留，应该马上就会到了。在赵雷的解释下，苏凡算是弄清楚了来龙去脉，不过这并非是他目前最关心的。告诉我关于你知道的苏家一切消息，苏家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听完苏凡的话语，赵虎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苏家？为什么突然提起八竿子打不着的苏家？而且你都和苏家姑爷称兄道弟了，还需要来问我？不过话虽如此，面对苏凡的询问，赵虎还是不敢怠慢的。苏家呀，您指的是5年前如日中天，现在逐渐衰败的那个苏家吧？听到这里，苏凡血压一下子就上来了，但他还是冷静的点了点头。苏家呀，也算是个挺坎坷的家族。接下来在赵虎的简述下，苏凡渐渐了解到了这几年来苏家的各种消息。刚刚站你身边的那个小子，我记得是叫林轩，他就是苏胜天找来给植物人孙女冲喜的赘婿，没记错的话，婚期好像就在最近不远了。小妹成了植物人，爷爷为了给她冲喜，找来林轩当赘婿。听完赵虎的讲述，苏凡面色越发冷冽。之前他在山上的时候，时不时会拜托下山的师傅们打听下苏家的情况，得到的都是良好的消息，因此他也一直认为小妹他们过得挺好，自己可以安心修炼。可没想到，只过了短短几个月，苏家却遭遇了这种惊天变故。苏青哥成了植物人的原因是什么？苏凡眼中寒芒大盛，心中杀意沸腾，而他不经意泄露出的一丝杀意，令身旁的赵虎霎时汗毛倒竖，还以为是自己哪里惹怒了苏凡，心惊胆战。我听说好像是在家里发生的意外，抱歉，苏先生，具体情况我并不是很清楚。咽了口唾沫，赵虎紧张地搓着手，卑微解释道：他与苏家并没有生意往来，对于苏家的很多情况也只是道听途说，确实不是那么清楚。不过他也很好奇，苏凡为何对苏家的事情表现得那么在意。双方都姓苏，难道是亲戚？还是说苏凡也是慕名而来，想一睹魔都第一美人芳容的浪子？见赵虎说不出个所以然，苏凡索性将话题转移，和我说说林轩的事情吧。那小子他这阵子也不知道是不是中邪了，倒是闹出了很多事。紧接着赵虎就将林轩与林家断绝关系，以及35亿嫁妆等事情全盘托出。听完后，苏凡是有些震惊的，他没想到林轩看上去挺老实本分的一个人，私下做的事情却是那么疯狂。不过仔细一想，在林家那样偏心压抑的生活环境下，林轩会患上暴躁症也是情有可原的。再加上听到对方在苏家陷入经济危机之际豪掷35亿嫁妆助其渡过难关的事情，令苏凡对其观感上升不少。但一想到林轩可能会成为自己的妹夫，苏凡眉头又是微微一皱。在他眼里，自己妹妹日后所嫁之夫婿，那定然得是人中龙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如今的林轩在他看来，显然还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得要小妹自己喜欢啊！只要小妹喜欢，能对小妹好，那对方哪怕是个无能之辈，我也能护夫妻2人一世平安。就是不知道小妹她是怎么想的，我不能让她在植物人状态时就稀里糊涂的嫁了人。以我从二师傅传承到的
鬼门13针，想必治疗小妹绰绰有余。我得先想办法，先将小妹从植物人状态唤醒才行。假如她醒来后对林轩不感兴趣，那我也只能为她另择良婿了。虽然对林轩并不是很满意，但如果自己妹妹喜欢，苏凡也会选择祝福。当然，要是自家小妹醒来后表示不喜欢林轩，那苏凡也只能和对方说声抱歉，并想办法从其他渠道来回报林轩的付出。念及此处，苏凡起身就打算离开，他准备先找个理由回一趟苏家。就在这时，房门被人打开，一个青春靓丽、身材惹火的女孩快步走了进来。大小姐，见到女孩的真容，赵虎赶忙回身打招呼。这可是自己靠山韩家的宝贝千金，必须要跪舔才行。可韩新巧压根没有理会赵虎，而是一路小跑来到苏凡身边，捂着樱桃小嘴，略显娇羞地喊道：“苏凡，韩小姐，听说你在调查我，请给我个理由。”无视了韩新巧姣好的面容，苏凡皱眉询问：“啊，苏凡，别误会，人家没有在调查你了，只是上次你离开的太匆忙，人家都没来得及和你好好认识一下，而人家又没你联系方式，只好委托其他人帮忙寻找下你的踪迹了。至于找你的原因，主要是上次一别，人家就对你念念不忘，人家好像爱上你了。”韩新巧双手捧着脸颊，嗲嗲撒娇道。自从知道了苏凡乃传说中的武道宗师后，韩新巧就暗下决心，要让这个男人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以此来证明自己远超苏青哥的魅力。所以他今天故意穿了一件低胸晚礼服，露出大片雪白，配合妩媚的眼神以及这酥麻的声音，他就不相信有哪个男人能无动于衷。见到站在一旁的赵虎，那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一副想看又不敢看的模样。韩新巧心中暗喜，知道自己的斩男妆容大成功，只是让他失策的是，苏凡甚至连眼皮都没抬起，用既平淡又冷漠的声音回应道：“你再敢在我面前搔首弄姿，我就杀了你！”哈！韩新巧面色一僵 ，Sigma A 整个人都傻逼了。面对一个娇滴滴的美少女，你这话是认真的吗？没有理会呆滞的两人，苏凡双手插袋，转身准备离开。可刚走没几步，又被韩新巧叫住：“等等，苏凡，我还有件事要告知你。”见苏凡皱眉，面上隐隐有了不耐烦。韩新巧心中一凛，不敢再作死废话，连忙说出了正事：“关于你不久前杀掉的方墨，这2天。”他的师傅江阳平找上我韩家，看到你留下的剑痕，并得知自己徒弟死于你手里后，他让我们通知你，他要和你进行一场生死战，那可是踏入化境宗师多年的高手啊！苏凡，我想着先安排你出国避一避，你觉得如何？听到有同境武者要找他报仇，苏凡总算是被引起了一点兴趣。他骨子里天生就是好战的，只是这几年狗在山上潜心修炼，并没有接触过所谓的武道界，除了自己师傅，连个可以切磋的对手都没有，现在能有机会与同境武者生死搏杀，苏凡被激起的唯有兴奋罢了。而在他身旁，赵虎一脸震撼，没想到要找苏凡报仇的人来头会那么大。江阳平，难道是那个20年前横扫华夏武道界的江阳平？他还没寿终就寝吗？当年他无敌时，我听说才初入宗师境，那年就得有50岁了吧？我的个乖乖，武道宗师寿命那么长的吗？70岁的老头子还那么能揍。苏先生，20年过去了，江阳平如今大概最低也得有化境宗师中期的修为了。我建议暂避其锋芒，您先躲几年，我们先苟一苟。想必那老头也没几年好活了，等他嗝屁了，到时候自然就是你的天下了。对于赵虎的提议，苏凡嗤之以鼻，旋即蓦然转头询问韩新巧约斗生死战的时间地点。半个月后，官方举行的江湖生死类，官方举行的。苏凡眉头一挑，他没想到华夏官方居然会专门搞出生死类这种制度。为了避免武者间的争斗对民间造成破坏，官方专门制定了生死类，来让武者们解决互相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既分高下，也决生死。所以苏凡，你还是暂时去国外避避风头吧。这次的对手和之前的方墨不是一个量级的，你那么年轻就成为了武道宗师，未来有着无限可能，超越江阳平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没必要现在就拿命冒险啊。好不容易遇到一个人中龙凤，韩新巧不想对方英年早逝，他还准备征服苏凡呢。至于对方的冷淡，没事，他韩新巧有的是时间，哪怕苏凡是块冰山，他迟早也能想办法给武化了。而当务之急，得先让苏凡活下来才行。江阳平都已经踏入宗师之境20余年了，怎么可能是刚入宗师不久的苏凡所能抗衡的？可面对韩新巧两人的苦口婆心，苏凡突然嘴角一歪，他笑了，那是嘲讽的笑，那是不屑的笑。你会在乎地上的蝼蚁是大是小吗？方墨也好，江阳平也罢，在我眼里都没区别，皆是蝼蚁一般，随手可灭。反倒是江阳平，他很幸运，如果真能死在我的手里，那这将是他毕生的荣耀，足以他名留青史，笑傲九泉了。说完，苏凡双手背负在身后，缓步离开了王者包厢，遗留下了目瞪口呆的韩新巧两人。这逼666。另一边，天成娱乐 KTV， 陈可辛等人忧心忡忡，一步3回头的走出了大门口。安心了，苏兄弟选择留下来，自然就有他的考虑在，肯定不会有事的。林轩揉了揉鼻子，微笑着安慰众人 ：“Excellent, Omicron。”哎，希望吧。可苏凡终究只是个冒牌货，又不是真的武道宗师，要是露馅了就全完了，我们也得被报复吧。我还没享受够人生呢。想到某种可怕的后果，贺一成等人都是冷汗直冒，双腿发软。好吧，反派就是反派，还以为你们是在担心主角，搞半天是在担心自己被秋后算账啊。林轩咧嘴一笑，不过他也没有再安慰贺一成几人，这些家伙平日里还是挺嚣张跋扈的，妥妥惹人厌恶霸做派。此次的事件刚好算给对方些教训，想必接下来一段时间
足以让他们夹着尾巴好好做个正常人了。我们去对面的奶茶店坐会吧。苏凡好歹是我保镖，我得等那家伙平安回来。很快，陈可辛等人商量着前往了 KTV 对面的店里等候。你们去吧，我想回去和我家亲哥贴贴了。林轩果断拒绝，强喂了众人一嘴狗粮后，在一阵嘘声中摆手离开。而望着男人离开的背影，白苏苏眼神略显恍惚。她总觉得如今的林轩似乎和当初那个温柔的哥哥很不一样，至少当初那个林轩哥哥现在肯定是会围在他身边嘘寒问暖，并亲自护送他回家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头也不回的离开。难道一切都是我在自作多情？林轩哥哥并不爱我。这一刻，白苏苏有点怀疑自己的判断了。但一想起不久前林轩为了他不惜得罪虎爷暴打赵雷的画面，他就悟了。林轩哥哥肯定是觉得自己如今是个有未婚妻的男人，要是对我表现得太过热情，有可能导致我名誉受损，被一些有心人冠上小三的标签，这才如此冷漠的离开。果然，哪怕是到了现在，林轩哥哥还是在为了我着想。哎呀呀，哥哥太爱我了怎么办？这份爱如此炙热，我把握不住啊。毕竟以前我一直把林轩当成亲哥哥，现在要让我把他当成情哥哥，哦 Q， 想想都好羞耻啊。白苏苏双腿夹紧，脸颊因害羞导致潮红一片。红绿灯路口，为了能尽快回到苏家，见到自己软萌的媳妇，林轩挥手就打算拦下一辆计程车。哔。当某辆红色计程车停下，林轩正准备上车，突然一阵熟悉的绿茶味飘来，使林轩皱眉疑惑的同时，忍不住打了几个喷嚏。哥哥，你干嘛抢我拦下的计程车啊？冤家路窄。林轩嘴角抽搐的回头，果然又见到某对奇葩父子。孽畜，这一辆计程车明明是你弟弟先看到拦下来的，你连这也要和他抢吗？因为赵虎的大笔兜，林建军此刻脸颊红肿异常，火辣辣的痛感令他极度暴躁，尤其是当见到导致他挨打的罪魁祸首时，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神经病，这计程车是他名下的，他能拦，我不能拦，你还敢顶嘴？林建军面色铁青，他没想到林轩如此不知廉耻，连先来后到的基本礼貌都不懂。早知道当初就应该把他射在垃圾桶里。马路上川流不息，眼见林轩不搭理自己，径直坐上了计程车后座。林建军脸色越发阴沉难看，他扭头就对吃瓜看戏的司机大吼道：你这辆破车我买下了，我命令你立刻拒载这个孽畜，并把他给我赶下车。司机，嘿，这人有毛病吧？还敢骂我吃饭的老伙计是破车？司机刚想发怒，就听见林建军不耐烦的催促声：混账，你还愣着干嘛？我可是林氏集团的董事长，还怕我买不起你这破车吗？10万够不够？50万还是100万？这话一出，司机的火气顿时消了一大半，毕竟没人会和钱过不去。他半信半疑下了车，点开手机支付软件，放到林建军面前，先给钱，20万，你要怎么给？你们这些穷人就是眼界低，竟然只敢要区20万，号转给他。面对当面羞辱，想起家中妻儿老小，司机最终还是深呼一口气，强忍着不发火。而这时林浩面露难色，凑到林建军身边，小声逼逼：可是爹爹，我们现在资金周转有点困难啊，要是之前的话，别说区20万，哪怕200万都能眼睛不眨一下的给了。但如今为了凑足35亿，名下资产几乎都卖光了，现在连住都只能暂住在员工宿舍，身上哪里还有钱？至于美颜药膏，是这几天才刚刚火爆起来的，如今离公司的分红还有一段时间呢。哟，堂堂林氏集团的董事长，该不会连区20万都拿不出吧？计程车后座上，林轩满脸讥讽，故作夸张语气：畜生，你还有脸说？要不是你，老子怎么可能会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要是你当初无条件将股份转让给我，区20万算什么？说到底都怪你这个不孝子孙，家门不幸啊！将来九泉之下，你有脸去见你妈、你爷爷奶奶，见我林家的列祖列宗吗？面对林建军的智障发言，林轩连话都懒得回了，直接将后车窗升了起来。见状，林建军更是怒火中烧，刚想继续破口大骂时，脸上就传来一道剧痛，啪！你他妈的，浪费老子时间，没钱还敢充大款，对我指手画脚的。见林建军掏不起钱，司机顿时怒了，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以报刚刚的羞辱之仇。接着他重回驾驶座，骂骂咧咧的启程离开。你个逆子，你会后悔的。我已经向公司股东宣布过，小浩才是未来的林家之主，而你永远都休想再回林家，公司永远都不会再和你扯上半毛钱关系。望着逐渐远去的计程车，衣衫凌乱的林建军在林浩的搀扶下艰难站起，对着车尾灯大声怒骂。回想起这阵子的各种凄惨遭遇，几乎全是林轩的原因所导致，他对逆子彻底只剩下了恨意，再无半分父子亲情。浩儿啊，你一定要争气啊，将来把林氏集团做大做强，让那个逆子狠狠羡慕嫉妒后悔去吧。爹地老了，集团的未来迟早是属于你的。听着林建军这般交心的话语，林浩心中狂喜，终于尘埃落定了吗？林氏集团基本尽在掌握之中了，以我的才华配合百亿集团，在魔都定然能青云直上，只手遮天。林浩强忍住激动的心情，对林建军郑重点头道：爹地，我一定会努力，不会让你失望的，以后我也会好好孝敬你，让你亲眼看着我带领林氏集团登顶魔都至高。听着自家小儿子的豪言壮语，林建军开怀大笑，连说3个好。
他笑得满脸自豪，仿佛已经看到了林浩带领林家走向辉煌的那一天。对于这个小儿子，林建军一直都是极为满意的。他唯一有些遗憾的就是对方的长相，比如白白净净的单眼皮等方面，几乎完全遗传了白月兰，和他倒是半点不像。不过问题不大，反正都是自己的乖儿子。相比起外貌和他更像父子，却屡屡将他气出心脏抽痛的逆子林轩来说，林浩才是自己最满意的杰作。他将真正继承林家的一切，再创当年辉煌。这时，林建军好似发现了些什么，皱眉询问道：“浩儿，你这阵子是不是上火了？怎么脸颊上有好几处长出了红疹？有吗？怪不得我今天总感觉脸上痒痒的，可能是最近没有休息够吧。”林浩挠了挠发痒的脸颊，毫不在意道：“没事，你涂抹点我们家的美颜药膏，想必红疹马上就能消下去的。好了，走吧，我们先回家，耽搁了那么久，你妈在家应该担心了。我也想赶紧回家去见妈咪。”说完，林浩牵起父亲宽厚的大手，像个天真的男孩子一般蹦蹦跳跳，拉着林建军往家里方向走去。时值傍晚，苏家庄园前，一辆计程车缓缓停下，后座车门打开，林轩的身影出现。“林先生，你回来了。”“嗨，林先生好。”一路上不少人向林轩打招呼，而林轩也都会微笑着点头回应，但脚步却不停，径直往2楼走去。另一边，一尘不染的少女闺房中，有个仿佛仙女跌落凡尘般的绝美少女，正安静地躺在床上沉睡着。如果此刻有人能够听到她的心声，定然会大跌眼镜，因为睡美人的心理活动完全不像面上那么宁静，反而是跟个大妈一般喋喋不休。好无聊啊，没人陪我说话。林轩他怎么去了那么久呢？他不是说马上就会回来吗？怎么会去了那么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快回来啊！我还想听你讲完上次的童话故事呢，还有今天的推拿按摩，还没有按完一个疗程呢。林轩那家伙，该不会是在聚会上看上哪个女孩子了？两人正在花前月下，你侬我侬吧？不会吧？不会吧？柔软洁白的病床上，苏青哥天马行空，胡思乱想着。自从林轩离开之后，他就一直处于这种自言自语的状态，以此来缓解心中的孤寂感。不过与刚成为植物人时不同的是，现在的他不再自暴自弃，不再一心绝望求死。原本濒临崩溃的心境，在某束光的照耀下，逐渐恢复成欣欣向荣。尤其是感受到自己的身体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康复着，这让苏青哥欣喜不已。而因为有了希望，他对每一天都开始抱有了期待，期待着新的一天醒来时，自己就能彻底恢复成正常人。亲眼看到那束只闻花香未见其名的紫罗兰，以及送他花的那个人，亲眼看着那个人为自己唱歌，给自己讲故事，替自己推拿复健。苏青哥有种直觉，那一天或许不远了，但他同时又特别纠结。以前的他对于苏醒这件事并没有抱过期待，所以也没有仔细考虑过醒来后的局面。但如今这天真的即将降临，他又有些茫然了，不知道苏醒过后要以怎么样的态度方式去与那个男人相处。毕竟在他昏迷前，他与林轩本来就是交集甚少的陌生人，机缘巧合之下，双方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如今他与林轩之间的相处方式，完全都是建立在自己无法动弹说话的基础上。等自己真的能走能跳了，双方的关系又是否依旧能像现在这样和谐，还是说会变味？我在担心些什么呢？假如真的醒来后关系不和谐了，那不更符合我之前的想法吗？这样的话，我就能狠下心来斩断这段关系了。林轩她更适合那种勤俭持家的贤惠女人，而这种小女人我根本无法做到。就在苏青哥惆怅不已时，他听见房门被打开的声音，伴随着一阵沉稳的脚步声。林轩，他回来了。虽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但经过这阵子长时间躺在床上练就的听声辨位，他早已将林轩的脚步声熟记于心，所以仅仅只是一瞬间，他就听出了林轩的到来。青哥，我回来了，许久不见，甚是想念啊。果不其然，熟悉的嗓音响起，伴随而来的还有掌心间那道熟悉的温暖。好神奇啊，青哥，虽然我只离开了一个下午，但不知为何，我总有着离开了好几天的重逢感。再次牵起你的手，居然还有种久违的错觉。听到林轩的感慨，有着同样想法的苏青哥在心里也默默回应着，其实我也一样，不过这都怪你，谁让你要离开那么久呢？你早点回来不就好了，一去就是几小时。对于苏青哥的傲娇怪罪，林轩并不知晓。此时他的心神短暂被脑海里传来的系统提示音吸引。叮，宿主与苏青哥掌心贴贴，奖励1积分4秒。这是又提升了1秒。明明早上还是1积分5秒的，离开几小时就得到了提升。看来整天腻在一起，女生反而会习惯麻木，适当的久别重逢才能更好激起他们心中的情感啊。望着病床上绝美少女沉睡的脸庞，林轩不禁咧嘴一笑。虽然他知道积分时间的缩短并不代表着这就一定是苏青哥爱上他的信号，但至少有好感这点林轩还是能肯定的。至于他对苏青哥有没有感情，扪心自问，如果是刚开始的话，苏青哥在他眼里就是个刷分机器，附带点见色起意。但如今经过与女孩长时间的相处，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即便可能还达不到爱，但至少喜欢还是有点的。毕竟每天都对着眼前的绝美女孩，又是唱歌，又是贴贴，又是讲故事，他又不是铁石心肠，说没有半点心动，属实就有点自欺欺人了。不过等苏青哥醒来后，也不知道他会用怎么样的态度与我相处。虽然我有点喜欢，但双向奔赴才是最美好的。想让我当舔狗，还是洗洗睡吧。好在苏青哥是存在意识的，我的付出他也全部看在眼里。
这些天看他的反应，至少并不排斥我，将来的负距离贴贴，想来还是有点希望的。林轩心中想着，但不免还是有点担忧。毕竟原剧情里苏青哥的人设其实并不是怎么讨读者喜欢，受过心理创伤的他太过冷酷无情了，对待万事万物都是以绝对的理性、最大的利益化去思考。要不是她是主角妹妹，按那种行事风格，换本小说分分钟就是个超级女反派。如果苏青哥醒来后人设依旧的话，林轩或许就得考虑离开了。反正只要避开主角，自己手持几十亿的情况下，在这个世界上还不是想怎么浪就怎么浪，想怎么躺平就怎么躺平。这时掌心中有异动传来，林轩诧异抬头，只见被他握在掌心里的嫩白小手正对着他竖起中指。林轩在想什么呢？怎么突然一言不发？和我讲讲今天发生的事情，我好想知道啊！自从我成了植物人以来，就一直待在这个庄园，好想听人讲讲外面发生的事情。为了能引起林轩的注意，苏青哥不断动弹着自己的中指。你是故意的吧？上次都说了这个姿势不雅观，还来。林轩微笑说话间，轻轻捏了下女孩光滑的脸蛋。I am sorry， 抱歉，一下子没注意。不对，你说归说，下划线，捏我脸干嘛？从小到大还没有人捏过我，除了可心外，还没有人捏过我脸呢。还是个男生，女孩子的脸是能随便摸的吗？不干净了肿么办？你要对我负责吗？哼！由于听不到苏青哥心声，林轩收回手后，就开始为苏青哥讲起了今天发生的事情，并忍着笑意，着重提及了假冒武道宗师的苏凡。林轩嗓音沉稳，为病床上的少女徐徐讲述着下午发生的一切。刚开始，苏青哥听的是津津有味，但当他听到林轩等人竟然跟赵虎父子产生冲突时，整颗心刹那间变得紧张起来。赵虎，我知道他这几年在魔都发展的挺有势力，他最大的靠山，我记得是韩家吧？可惜他们这一次居然招惹到了他，还将赵雷给打了。赵虎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该不会林轩现在受伤了吧？根据偶尔听到的传闻，赵虎似乎很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如今林轩他们招惹上对方，恐怕无法轻易善了，至少一顿打是跑不掉的。念及此处，苏青哥担心不已，他拼命感知着自己的身体，拼命的想要睁开眼睛，想看看林轩的受伤情况，可最终他还是如同活死人一般，动弹不了分毫，哪怕连看一眼林轩，看看对方有没有受伤都做不到。我还真是个废物啊！苏青哥情绪低落，他只恨自己无能，连正常人最基础的睁眼都办不到。他更恨自己弱小，否则林轩只要爆出自己是苏家赘婿，赵虎又岂敢动他？青哥，你是不是在担心我们啊？别担心，我和可心他们都没事，这都要感谢苏凡兄弟啊！通过苏青哥手指的颤动，林轩察觉出了异样，微笑安慰道，接着将陈可辛的假冒计划讲了出来。听到林轩等人靠着忽悠成功从赵虎手下脱身后，苏青哥心中松了口气的同时，一阵后怕油然而生。你们这也太大胆了吧，连冒充武道宗师这种办法都敢用，而且居然还让你们忽悠成功了。赵虎不可能是傻子，能成功将他忽悠下注，看来那个叫苏凡的演技应该很好，这才有办法以假乱真。不过哪怕演技再好，能成功依旧是不可思议的。赵虎那种人物真的会因为这种拙劣的手段而被轻易下注吗？不应该啊，难道那个苏凡真是武道宗师？但也不可能啊，听林轩的意思，那个苏凡是可心的未婚夫，挺年轻的小伙子，这般年纪，即便再天赋异禀，也不可能成就武道之巅吧？为了自己的复仇计划，苏青哥有深入了解过武道界，对武者们的修为境界了如指掌，甚至在昏迷之前，他自己就靠着5年来的刻苦训练，堪堪达到了出入内境的武者修为。所以对于修炼之艰难，苏青哥深有体会。他绝不相信那个叫苏凡的男人有能力在这般年纪下君临武道之巅，除非他天生就是世界之子，武道宠。而此时林轩提到了林浩父子，突然满脸坏笑，青哥，如果我估算不错的话，最迟明后天林家研发出的美颜药膏副作用就会陆续开始爆雷了。我真的很好奇林建军那对父子到时候会是个什么表情呢？结。刚开始听见林轩怪异的笑声，苏青哥不免被其逗乐了，但下一秒想起某些事的他，本能的又对林轩泛起了一阵心疼。林轩表面在笑，但他的心中其实是最痛苦不堪的吧？毕竟要和家人反目成仇，甚至要亲手毁掉自己的家族企业，这到底得是多么的残忍啊！黑暗的意识牢笼里，苏青哥心中一丝丝莫名难受苦涩接踵而至，将心比心。假如是自己和父母这般撕破脸皮断绝关系，苏青哥难以想象自己会痛苦成什么样子。想必林轩和他的感受是一样的，只是他为了不在自己面前暴露软弱的一面，这才强颜欢笑，故作轻松口吻。这样一想，苏青哥心中不由得酸楚更甚。他突然很想为这个男人做些什么，哪怕只是安慰对方几句，但他情绪很快又低落起来。自己现在就是个废人，除了能动几根手指脚趾外，根本什么都做不到。等等，我好像还是能为他做一点什么的。苏青哥心中一喜，他突然有了个想法，开始调动起手指部位的感官。外界，林轩饶有兴致讲述着林家彻底爆雷后，他会用何种方式推出自己的美颜丹，并趁机抢占市场，回收林家股份云云。正讲得兴起时，掌心间传来的一阵痒意令他停了下来，略显疑惑道：青哥，怎么了？在林轩诧异的目光中，苏青哥的嫩白食指在他的掌心间艰难比划着，或许是因为恢复的还不够彻底，食指的动作僵硬，比划速度极慢，但却不厌其烦，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着。终于，林轩看懂了少女大概要表达的意思：有我在，我陪你，别难过，加油。短短几个字，
却令林轩心脏突地抽了一下，某种无法言明的情感在他心里涌现。林轩深呼一口气，强行压制鼻尖一酸的冲动，轻轻捏了捏少女的粉嫩脸颊。傻瓜！此时林轩也已经反应过来了，苏青哥肯定是以为自己和林建军闹翻，这会在故作坚强呢。无法出声安慰的少女，只能用这种蠢笨的原始方式陪着林轩。可明明他自己才是个植物人，明明最可怜的应该是被困在那具身体里无法动弹的灵魂吧。这种情况下，你能不能给我自私一点，担心下自己呀？喂，你个傻瓜！黑暗的意识牢笼里，听到林轩连骂自己2声傻瓜，苏青哥只剩下茫然的情绪。什么情况？难道是我笔画错了？林轩没看懂我的意思，为毛说我是傻瓜呀？可恶的家伙，白担心你了，我才不傻嘞。夜晚10点，晚安，青哥，晚安。望着嫩白食指在自己掌心间比划出来的回应，林轩不由欣慰一笑，看来自己这阵子的推拿按摩效果还是不错的，以后可以和苏青哥进行简单的交流了，不用再像以前那样两眼一摸瞎就自己一直贴在少女身边吧嗒吧嗒，却得不到任何回应。很快，林轩出了房门，拐个弯就回到了隔壁房间。洗完澡后，他就舒舒服服地躺在了大床上。叮，女配苏青哥进入贴贴磁场范围内，奖励1积分40秒。原本闭上的双眼陡然睁开，林轩满脸不可思议，望向了身旁一堵洁白的墙壁。他这时才发现自己和苏青哥其实就隔着一面墙，所以完全在贴贴磁场的笼罩范围之内了。很好，这样以后哪怕是睡觉，积分也会蹭蹭蹭的自动往上涨了。虽然效果不如肉体贴贴，但架不住白得来的呀。林轩咧嘴一笑，对此甚是满意。突然，他灵机一动，有了新的想法。贴贴系统，我能否换种方式间接贴贴呢？比如拿到青哥的头发，把它缠在自己的手指上，这算不算间接贴贴？有没有积分？可以，但需要宿主吃下去。林轩，Omega，温馨提示：间接贴贴需要负距离，并且有时间限制。宿主可以吞下贴贴对象的毛发、排泄物、肢体器官等，以此达到负距离贴贴效果。温馨提示：吞下的部位越关键重要，贴贴效果越持久。特别提示：吃掉贴贴对象的大脑，这个贴贴对象可永久不间断地为宿主提供贴贴积分。建议宿主可与气运之子负距离贴贴，将获得神秘大奖。吃掉气运之子，可任意挑选一件系统商城里的商品。林轩，贴贴系统，你呀赶紧改名吧，你根本就是个变态系统。这些贴贴方式就距离谱。林轩扶额倒床，直接给所谓的间接贴贴整无语了。何以解无语？唯有睡大觉。他虽然很渴望积累积分，早日兑换成为不死不灭的无敌先帝，但也不可能选择如此变态的方式获取啊！在一阵郁闷吐槽声中，林轩双眼一闭，前往梦里与周公的女儿贴贴了。2小时后，深夜，陈家小别墅某间黑暗的房间中，有个身穿 T 恤、牛仔裤的青年正在床上打坐。突然，青年缓缓睁眼，目光锐利如刀，同时嘴中吐出一口白色的浊气。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是苏家保卫人员最疲惫松懈的时刻了。以我的实力，基本上能做到悄无声息的潜入。我必须去见一见小妹了，我得看下她如今的情况，否则我根本放不下心来。苏凡下了床，打开房间内的窗户，望着漆黑夜空中苏家庄园的方向，呢喃自语。不久前，他和韩新巧两人做好约定后，便出门与陈可辛等人会合，并随意找了个理由搪塞过去，表示已经和赵虎解释清楚，对方不会再找众人麻烦了。闻言，陈可辛倒是大大咧咧，乐天派的完全相信了，而贺一成等富二代始终半信半疑，忧心忡忡的害怕赵虎报复。对此，苏凡也不在意，跟着陈可辛就回了陈家。今晚他就要夜探苏家，去见一见自己许久未见的家人们。苏凡身形一跃，整个人从窗户跳动而出，很快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10分钟后，苏家庄园对面的巷子里，苏凡的身影缓缓出现在了一盏昏暗的路灯之下。时隔多年，望着曾经记忆深处里的家，那依旧未变一丝一毫的模样，苏凡的神情只剩下了一阵恍惚，往事一幕幕如同走马观灯般在他脑海里快速循环播放着。我回家了，苏凡自言自语，嗓音还有着些许哽咽。只是这一次，没有亲人在微笑地望着他，说出那句欢迎回来。苏凡眼眶微红，心中苦涩情绪汹涌翻滚。自从正式踏入武道之路以来，他已经很久没有过这种剧烈的情感波动了。察觉到自己再次变得软弱，再次有了流泪的冲动。下一秒，苏凡无视路人诧异不解的目光，双手撑地，在路灯下倒立而起。这是5年前他的大师傅教授他的第一件事情。男人流血不流泪，尤其是武者，那是最软弱的表现。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控制不住情绪，想哭的时候就倒立吧，这样眼泪就不会流下来了。3分钟后，重新控制好情绪的苏凡再次双脚着地，接着迈步离开，消失在路人们的吃瓜猜疑声中。苏家庄园内部，一道身影快速闪现，灵巧避开了所有的安保人员以及监控摄像头。庄园里的各处布置和当年倒是变化不大，近距离游走在曾经生活过的家园。苏凡心中情绪激荡不已，但很快又被他强行压制了下去。他仗着对地形的熟悉，很快就入侵到了别墅内部。刚想跃上2楼，就听见哒哒哒的下楼脚步声。苏凡眉头一皱，只能一个闪身，暂时先躲进了附近一间小房间里。透过那若隐若现的门缝，他见到了下楼之人，那是个体态丰满的美妇人，那是刘姨。5年未见，她还是那么端庄优雅，只是她似乎也开始老了。
苏凡目光复杂，紧盯着下楼的刘娟，那熟悉的面容让他呼吸一阵急促，思绪也回到了当初。由于自己父母工作繁忙，时不时还要飞往世界各地出差，所以很小的时候，他和小妹几乎都是刘姨一手带大的，双方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在苏凡心中，刘姨几乎就是除了小妹爷爷外最亲的家人了。而就在这时，刘娟似乎察觉到了苏凡的目光，猛地朝他这个方向警惕地望了过来。糟了！苏凡吓了一跳，立刻收回目光，遁入阴影之中。哒哒哒，听着逐渐朝房间靠近的脚步声，苏凡眉头紧皱，一时有些慌了神。要是他的存在被发现，那短时间内根本解释不清楚啊！毕竟他并不想与亲人们相认。举目四望，屋子里空间狭小，一目了然，压根没有可以躲藏的地方。哒哒哒，随着脚步声越靠越近，苏凡霎时进退两难。好在这时一阵猫叫声响起，喵喵，好啊，原来是你这调皮的小家伙，饿了吗？我给你弄点吃的吧。呼，透过门缝望着刘娟抱猫离去的背影，苏凡暗松了一口气。又等了片刻，见再没有动静传来，苏凡这才悄悄打开房门，迅速朝着2楼闪身而上。此时别墅2楼一间书房内，王经理，你交代生产部门加大美颜丹的产量，有多少生产多少，全部先囤积起来。对了，记住不要走漏风声。挂断电话后，一身中山装的苏胜天摘掉了脸上的老花眼镜，略显疲惫地坐回到了沙发上。长期的熬夜伤神，令他脸上的皱纹褶子越发的加深加重起来。不过即便如此，苏胜天瞳孔里依旧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因为他已经收到了手下打听回来的消息，这阵子魔都部分使用过美颜药膏的人脸上都开始陆续出现红肿发痒的症状。多亏了小轩啊，不仅为公司解决了破产危机，还给苏家带来了一场青云直上的造化。哎，我老了，这阵子是越发的力不从心了，看来得尽快将苏氏集团交到小轩手中才行。苏胜天喋喋不休，自言自语着，而他没有发现的是，在其看不到的侧后方，有双眸子正透过窗户，目光复杂地盯着他。爷爷，我回来了。望着苏胜天那满头全白的银发，苍老不已的面容，苏凡心如刀绞，胸膛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哀伤。他无法想象自己爷爷这几年到底是怎么撑过来的，明明到了颐养天年的岁月，还要遭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噩耗，独自将风雨飘摇的公司支撑起来，这中间得历经多么大的艰难险阻啊！别的不说，以苏凡的眼力就能看出，苏胜天气血亏虚十分严重，相比他的同龄人至少得老了7、8岁，很显然是由于长期熬夜、压力过大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假如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苏凡痛苦地闭上眼睛，拳头紧握，不敢再去估算苏胜天的剩余寿限。他强迫自己把视线转移开来，将注意力放在了爷爷的话语上。刚刚爷爷好像提起要囤积美颜丹，这是什么丹药？而且还准备大量囤积，这要是砸在手里，对公司可是极大的打击啊！苏凡不解皱眉，在这个武道凋零的年代，他不认为除了自己的二师傅外，还有谁能拿出什么好的丹药方来。爷爷，他该不会被忽悠了吧？听他刚刚这意思，那种丹药貌似与林轩有关，那个要嫁给小妹冲喜的男人，而且爷爷还打算把苏氏集团交给林轩继承。念及此处，苏凡眉头皱得更深了。倒不是他对苏氏集团有想法，说实话，如今除了登顶武道之巅，苏凡对财富、名气等所谓的身外之物毫无兴趣。但即便如此，他也不希望原本属于苏家的产业尽数落入外人之手。正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他对林轩并不了解，见惯了始乱终弃的陈世美，谁知道林轩会不会有钱就变坏？到时候小妹要是被渣男伤害到怎么办？想起某种可能性，苏凡瞳孔中有着寒光闪过。苏氏集团还是得掌握在小妹自己手里才是最可靠的呀。这样想着，苏凡一转身，朝着记忆深处里自家小妹所在的房间闪身而去。一间温馨的少女闺房中，病床上，苏青哥宛如睡美人般安静地沉睡着，只是他的心理活动却十分闹腾。睡不着，我真的睡不着啊！难道是早上睡太多了？不知道林轩睡着了没？是不是在做梦？有没有梦到我？该不会梦到了其他的女孩子吧？唉，烦死了！现在几点了？好希望明天快点来啊！苏青哥百无聊赖，在心里不断自我言语，期盼着次日的到来。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但如今的苏青哥因为心中有了希望，只想早点听到那个人的声音。突然，他感觉手腕一痒，似乎有某根丝状物搭在了上面。不过这种感觉转瞬即逝，苏青哥倒也没有在意，只是如果他能睁开眼的话，定然会被眼前一幕给吓得惊声尖叫。在他的病床前，此时正站着一个陌生男人，手里还牵着一根特制的金色丝线，而丝线的另一端则刚好搭在他的手腕上，悬丝诊脉。男人正是苏凡。他望着病床上的绝美少女，一脸心疼。5年未见，如今自己的妹妹倒是出落得越发倾国倾城了，怪不得被人称为魔都第一美人。不过这是他苏凡的妹妹，理应如此。小妹，大哥回来了，以后有大哥在，谁敢再动你，我杀谁！你放心，大哥很快就会唤醒你的。见到自家小妹在本应活蹦乱跳的年纪，却成了如今这般凄惨模样，苏凡心疼的同时，又对造成这一切的凶手恨之入骨。虽然赵虎和他说过，苏青哥的昏迷可能是某种怪病或者意外导致，但苏凡才不相信这种鬼话。自己的妹妹那么年轻健康，无缘无故怎么可能得什么怪病？这背后肯定是潜藏着凶手。只要自己将小妹治好，一切都将真相大白。于是，为了在不触碰到自家小妹的情况下判断其目前的身体状况，
苏凡凭借着从二师傅那里学来的绝技悬丝诊脉，开始依靠悬丝处传来的震动感诊断起苏青哥的脉象。奇怪，小妹体内的气血竟这般旺盛，状态之好，完全不像个长期躺在病床上的植物人啊！稍加诊断后，苏凡面露诧异，他本以为自家小妹躺了那么久，身体内部状况一定极为糟糕，没想到却出奇的好，甚至比一些天天熬夜的亚健康人群还要好。难道是有高人出手为自家小妹治疗过了？苏凡收回金丝，扭头观察起苏青哥的五官，面上肌肤白里透红，气色红润。要是不知晓真相的人在此，绝不会把眼前沉睡的少女当成无法动弹的植物人。看来魔都有高手啊，并非全是一群酒囊饭袋。难道是那个在魔都号称国医圣手的邓老？我本以为他是个欺世盗名之徒，要真是他的话，那还算是有点本事。自从学成下山后，苏凡一直都是目空一切，不将天下人放在眼里姿态。但现在他才稍微理解了师傅们曾经的话：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看来不需要我出手了，毕竟鬼门13针属于刺激性的针法，虽然能直接刺激小妹各处感官部位，强行令其从昏迷中醒来，但这对身体的损害不小。醒来后要是运气不好，甚至有可能留下后遗症，即使没有后遗症，也得休养好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如初。而这不知名高人的治疗方法明显更温和柔顺，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小妹想必不久便能顺其自然的醒来了，并且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察觉到鬼门13针并非最适合小妹的治疗方式，苏凡便不打算再强行出手了。同时他的心中对那个神秘高人也有了些许好奇，想着或许可以找个机会与对方探讨一下医术。另一边，在苏青哥隔壁的房间，林轩正呼呼大睡着。Omega ZZZ， 或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极其渴望积分的他，在梦里也与着天地万物贴贴。令宿主语蔡旭坤梦里贴贴，奖励1积分。令宿主语秦始皇梦里贴贴，奖励1积分。令宿主语充气娃娃梦里贴贴，奖励5积分。令宿主语读者梦里贴贴，奖励100积分。令宿主语礼物月榜读者梦里贴贴，奖励1000积分。半梦半醒间，林轩迷迷糊糊，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直到某个时刻，又是一道系统提示音响起。令天命之子苏凡进入贴贴磁场范围，获得10秒1积分。尊都假都下划线下划线。林轩在迷糊间回应着系统，但当系统提示音的内容逐渐被林轩清晰理解后，卧槽！垂死梦中惊坐起，贴贴竟是大舅子。林轩刹那睡意全无，噌的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望向身旁洁白墙壁的目光满是不可思议。系统的提示不可能出错，那就说明在贴贴磁场的范围内。这堵墙的后面，苏凡确实是存在的。看来大舅哥终究没有忍住对家人的思念，这才连夜偷跑过来，想必正在暗自垂泪，默念自己对家人们的思念之情。对于苏凡的人设，林轩是了如指掌的。他与苏青哥也是亲兄妹，并非古早那种狗血毁三观小说里，因为主角与妹妹没有血缘关系，甚至双方即便有血缘关系，依旧能以爱为名将自己妹妹收入后宫的德国骨科情节。所以林轩对大舅哥很放心，往床上一躺，准备继续回梦里和读者大大们深入贴贴并跪求礼物。只是这时他突然发现了有点不对劲，脑海中贴贴磁场地形图里属于苏凡的光点正朝着自己快速接近。Omega， 大舅哥，你想干嘛？好好探望你的妹妹啊，来我房间想干啥？林轩心中大惊，但还是迅速调整好呼吸，假装进入熟睡状态。咔嚓，一阵细微的响动从门口传了过来。黑暗的房间中，苏凡的身影缓缓出现，这里还是没有一丝的改变啊。原来爷爷他一直在为我留着吗？望着屋子里熟悉的布置，苏凡鼻尖一酸，有种想流泪的冲动。这是他当年所居住的房间，如今再见却早已物是人非。那个男人是谁？为什么睡在本属于我的床上？直到这时，苏凡才发现房间中躺着一个青年，霸占了自己曾经的床位。是他，林轩。他原来就住在小妹隔壁吗？抬手不见五指的漆黑房间中，苏凡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床前，靠着窗外那微弱的月光，就这样直勾勾盯着林轩的脸庞。望着这个抢走他床位，疑似即将成为他妹夫的青年，苏凡心头莫名感到不爽。看来得赶紧找到那个高人，让他配合自己尽快唤醒小妹了。而且时间上必须是赶在冲洗婚期到来前，我绝不能让小妹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嫁了人。她想嫁的必须是自己喜欢的才行。以我对小妹性格的了解，她醒来后肯定会拒绝冲洗这种事的。回想起自家小妹那清冷的性格，苏凡对自己的猜测有着95%的把握，所以他才想尽可能的阻止这场荒唐的婚姻。大舅哥，你到底想干嘛？下划线？难道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的吗？大半夜的，漆黑一片的房间里，你就这样直愣愣站在我床前，你觉得换个人睁开眼，会不会当场被你吓死？你这是演恐怖片呢？要不是有贴贴磁场的提示，我都要被你吓懵了。此刻，林轩表面熟睡着，心里却疯狂吐槽起苏凡怎么还不走。突然，他心中升起莫名想法，该不会平日里苏青哥也是像自己现在这样躺在床上无法动弹，内心却在疯狂吐槽我吧？在林轩拼命吐槽大舅哥咋还不走时，苏凡凭借宗师级的灵敏感知发现了些许不对劲。这家伙呼吸怎么有些紊乱？他该不会是在装睡吧？这个荒谬的念头一起，立刻就被苏凡掐灭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小子就是个普通人，怎么可能觉察到我的到来？
即使真的察觉到了，这时候不应该是吓得大喊大叫救命吗？怎么可能还装睡？啥情况？大舅哥，难道被我帅到走不动路了？这站了至少得有15分钟了吧？求求你快走吧，你这样搞得我很不自在啊，浑身僵硬的，连翻个身都怕被你发现异样。漆黑房间里寂静的可怕，要不是脑海里的贴贴雷达还明确显示着苏凡就在自己1米范围内，林轩可能都以为对方早离开了。好奇心驱使下，林轩悄咪咪睁开一条微不可察的眼缝，突然一张在月光下映衬的惨白无比脸孔出现在了林轩眼前。啊 ，W， 大舅哥，你神经病啊你！贴那么近想干嘛？再贴近一点，我的初吻就没了，那可是已经被你妹妹预定了，你别乱来啊！当时那张脸，李林轩的脸庞只有0.01公分，陡然见到，差点没把他吓得挥出大笔兜。好在林轩本就有点心理准备，即使被吓了一跳，依旧尽量维持着熟睡状态。好吧，看来应该是我多想了。在观察了林轩好一会后，苏凡放下心中的怀疑，缓缓隐身入黑暗中。呼，终于走了，大舅哥真的是太神出鬼没了，怪不得后期各种嘎嘎暗杀几乎无一失败的，就这来无影去无踪的实力，大部分安保人员根本拦不住啊。当贴贴雷达里苏凡的光点消失有一阵后，林轩这才彻底睁开眼睛，活动起僵硬的四肢，发出嘎吱嘎吱的骨头碰撞声。爽，舒服的伸了个懒腰后，他终于能安下心来入睡了。哦，ZZ， 一夜无话。次日，林轩打着哈欠，顶着黑眼圈起了身，下划线。哦，唉，这都怪大舅哥，害我睡眠不足。林轩带着浓厚的怨念，挣扎着起了身。为了让自己尽快清醒过来，他趴着地上做起了俯卧撑。叮，恭喜宿主与地球贴贴，奖励积分10点一下。哦 ，Omega 哦！突如其来的系统提示声，霎时驱散了林轩所有的睡意。他傻了，没想到这也能算贴贴，就是积分有点少，感情整颗地球就值10点积分。贴贴系统，你也太不给地球面子了吧！不过一想到是白送的积分，林轩又变得情绪高涨，下定决心要撸光系统羊毛。他哼哧就开始了自律计划。1分钟后，林轩累得趴在地上直喘粗气。算了，太累了，放弃，躺平摆烂。和地球贴贴哪有和媳妇贴贴来的香？念及此处，林轩一下子悟了，念头通达。不过通过这件事，他也发现了系统的一个盲点，那就是只要找对方式，万物皆可贴贴。比如林轩站起身，走到一堵墙壁前，开始对着墙壁做起了俯卧撑。叮，恭喜宿主与墙壁贴贴，奖励积分1点一下。果然啊，林轩眉头一挑，转过身对着虚空做起了俯卧撑动作。贴贴系统没反应，难道是没找对方式？于是林轩想了想，双手对着空气做俯卧撑动作的同时，腰间胯部开始前后快速耸动。叮，恭喜宿主开发了新的贴贴方式，空气贴贴，奖励积分1点一下。啧，系统被我发现盲点了吧？林轩默默为自己点了个赞。不过这些贴贴方式积分来得太累了，立志要当个摆烂人的林轩也只是玩了2下就果断放弃。接下来他洗漱完毕后便离开了苏家庄园。他准备如往常那样先吃点东西后，再顺路买一株紫罗兰回去。一家包子铺里，林轩点了豆浆油条，十分接地气的吃起了早饭。谢谢各位股民们的支持。通报下喜讯，自从我林氏集团新产品面世以来，销售额那是坐火箭般蹭的上涨。原本我向各位朋友们承诺的是1年，现在看来顶多半年我就能实现集团市值的翻倍，完成我林建军对林氏集团全体员工以及信任我林家股民们的承诺。再次谢谢大家对我林建军的信任。啪啪啪，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入林轩耳里，他皱眉抬头，这才发现包子铺里的显示屏上正播放着一场新闻直播。画面中，林建军意气风发，不断对着台下的记者挥手示意。一时间风头无两，不得了啊！林家这是要起飞啊！没办法，他们开发出的产品美颜效果太好了，目前在魔都已经把口碑做起来了。确实，那玩意对女人的吸引力是致命的。我家那口子还有我2个女儿都已经成了林家的狂热粉了，一样啊！我那80岁的老母亲都吵着要我给她买，否则就是不孝，气死我了！哎，虽然那玩意有点贵，但要是真能让自己老婆变得漂亮，那自己看的也舒心，买就买吧。包子铺里，林轩一边吃着早餐，一边听着周围人的评价，笑容越发古怪玩味。另一边，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林建军满面春风，准备回公司的员工宿舍去。他这几天可谓是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痛并快乐着。痛是因为资产卖光，还借了高利贷，导致曾经过惯奢靡生活的他，如今却过得十分憋屈拮据。快乐是因为彻底控股林氏集团后，他在公司里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抬起头做人，可以昂首挺胸，鼻孔看人。当初对他表示不服的部分董事会成员，如今也迫于形势对他低眉恭敬起来，这让林建军心中舒爽到了极点。再加上美颜药膏的火爆口碑，林氏集团当真是蒸蒸日上，日进斗金。按照这个形势继续下去，他的崛起不可阻挡，林氏集团必将在他的手中登顶魔都至高。哼，我看这下还有谁敢在背地里嚼舌根，说我不如那个死去的女人，说我是个吃软饭的。还有那个逆子，现在看到老子如此风光无限的模样，肯定后悔的泪流满面了吧？
狗不理包子铺。林轩吃饱喝足后，结完账便走进了附近的一条巷子里，熟练拐了几个弯，最后在一处较为偏僻的花店前停了下来。老板娘，老规矩，一束紫罗兰。哥哥，你来了，我妈妈在做饭，她让我把花拿给你。林轩话语刚落，从里面就哒哒哒跑出来个小萝莉，女孩看上去约莫4、5岁大小，身高110厘米，小脸蛋上粉雕玉琢的，极其可爱。高小小，跑慢一点，小心摔倒。哥哥，给，这是你的紫罗兰，你这依旧还是要送给那个植物人姐姐吗？是啊。哇，哥哥你好浪漫啊，以后我也要和植物人姐姐一样，嫁给你这样温柔的男人。是吗？那你要好好吃饭，好好长大哦。哦，我会的，哥哥再见。再见。林轩挥了挥手，望着小女孩蹦蹦跳跳回去的背影，一脸宠溺。真不愧是大舅哥的女儿啊，好萌好可爱。真想看到大舅哥得知自己有个女儿后，从冷酷杀神转变成暖男奶爸的模样。林轩一脸坏笑，旋即转身离去。10分钟后，苏家少女闺房中，亲哥早上好。林轩将手中的紫罗兰照常放在了少女床头，接着坐下，习惯性牵起少女软乎乎的小手。叮，宿主与苏亲哥掌心贴贴，奖励1积分4秒。听着脑海里的系统提示声，感受着手中的温香软玉，林轩舒服了。果然啊，还是和妹砸贴贴，这才是系统最正确的打开方式。早上好，林轩。熟悉的花香扑鼻，熟悉的嗓音入耳。苏亲哥本来在发散的心神瞬间凝聚起来，在心里回应着林轩的话语。因为长期困在黑暗的意识牢笼里，苏亲哥并没有时间的概念，他只有在每天听到林轩的声音时，才知道美好的一天开始了。而这时想起昨天苏亲哥鼓励自己的话，林轩开始尝试着与少女开始了第一次的交流。亲哥，我先照例给你讲个故事吧，想听吗？还是你想先进入推拿按摩的流程，或者是想听我给你唱歌？你可以像昨天一样将你的想法告诉我。说完，林轩摊开掌心，把少女的手指放了上去。一开始苏亲哥还没有反应过来，毕竟他和林轩之间一直以来都是林轩在说在做，而自己则是听之任之。可没想到这一次，林轩居然会开始询问他的意见，这还是他成了植物人以来第一次被人主动询问起自主意见。一时之间，苏亲哥心中浮起了一丝暖意，那是一种被尊重的幸福感。在感动的同时，苏亲哥又有点小激动，不只是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与林轩面对面的交流，最主要的是他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病情的好转。以前的自己哪怕在崩溃绝望痛苦的心声也不会被任何人知晓，只能独自承受，但现在却能通过特殊的方式向外界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这令得苏亲哥心中愉悦不已，对给了自己康复希望的林轩又多了几分感激之情。叮，宿主与苏亲哥掌心贴贴，奖励1积分3秒。林轩，哈，什么情况？我啥也没做呀，只是问了苏亲哥一个问题而已，怎么好像就突然提升了好感度？林轩一脸懵逼，他这时才真正理解一句话，女孩的心思你别猜，因为你根本猜不到女孩子脑海里到底在想什么。哦，下划线哦。亲哥，有听到我的话吗？听见林轩的询问，苏亲哥这才将心神拉回正轨，他调动起手指的感官，开始比划字体。随着时间推移，他已经能同时动弹右手的5根手指了，只是还无法灵活控制，动作略显僵硬。但即便如此，在林轩颇为耐心的观察下，总算是看清楚了苏亲哥的选择。故事，我明白了。亲哥要听故事吗？好，那我先给你讲个小故事。见到苏亲哥的回应，林轩欣慰的笑了，这还是与苏亲哥接触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得到对方反馈，并且从苏亲哥的举动来看，他至少还是不排斥自己的。终于，他距离每天负距离贴贴获得海量积分的日子又前进了一小步。以系统的变态属性，只要成功开启负距离贴贴，所能奖励到的贴贴积分肯定丰厚到无法想象，那距离成为不死不灭无敌先帝的日子再次近了一点点。稳了，信心大增的林轩在调整好情绪后，便开始了每日一次的故事小课堂。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叫小舞的长腿少女，她与帝都唐家的3少爷唐川有着婚约，但唐川却嫌弃小舞家中贫穷，对其始乱终弃，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小舞提出了退婚。不堪受辱的少女小舞当众怒喊：“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女穷。”小舞喊完后，毅然决然转身离开，心中发誓要打拼出一番天地，以向那唐川报退婚之仇。在这期间，他偶遇了一位名为萧燕的少年，两人一见钟情，干柴烈火，直接堕入了那该死的爱河。3年之后，成为世界首富的少女小舞，她大着肚子，带着自己的丈夫萧燕以及18个儿子，站在了面色难看的唐川身前，一如当年那个骄傲的少女。小舞仰天咆哮：“唐川，3年之期已到，唐家该破产了。”林轩面带兴奋，说得津津有味，不断讲述着一个少女遭受退婚之辱后，从微末慢慢崛起成世界首富，期间收获美满爱情，并向曾经的仇人唐川报仇的热血励志故事。而对于从未看过网文的苏青哥来说，林轩讲的认真，他听着更是热血沸腾，完全被林轩的故事吸引了心神。尤其是身为女生，她完全带入了少女小舞那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中，随她喜而喜，悲而悲，情绪完全沉浸在故事里。哦，好厉害的少女啊，太酷了！这个故事，小舞真的好坚强啊！她与萧燕的爱情故事实在太让人感动了。还有那个渣男唐川，可恶的陈世美。不过这个故事唯一的问题就是那18个儿子，3年之间生了18个儿子，你认真的吗？哪怕小舞是女武神，身体都扛不住这样造吧。在世界女首富小舞的雷霆打击下，唐家就此破产。
唐家三少爷唐川则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上吊自杀。自此，小五成功洗刷了退婚之辱，并与萧燕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寂静房间中回荡着林轩的嗓音，而他讲的故事也来到了尾声。不错不错，小五怒杀唐狗娶萧燕，从此走上人生巅峰，这个结局我喜欢。林轩这脑子到底怎么长的呀？唱歌那么厉害就算了，连讲故事还那么强，好想再听下一个故事啊！初次接触爽文模板的苏青哥，直接被小五那一波又一波的装逼打脸给爽到了。他很期待林轩能继续讲下去，于是他的手指开始在林轩掌心比划。我还要好听吗？还想听啊？但现在是推拿按摩时间了，下次再给你讲新的故事。对了，给你剧透一下，新故事讲的是来自10村的漩涡鸣人为了营救自己的妻子佐助，不惜挑战火影路飞，发动顶上战争，最后成为死神的故事。林轩脸上浮现一抹坏笑，提点了几句就不再言语。他是故意将话说到一半的，只有这样才能吊起苏青哥的好奇心，让其欲罢不能。姐，女人，看我怎么撩拨你的心。哎呀，林轩你干嘛呀？你要么干脆不讲，你这样只讲一半好难受啊，好像有千万蚂蚁在身上爬一样。而且你那么短的吗？小小的一点也不可爱，你这样的断章狗太招人恨了吧。要是你去当小说作者，只要家中地址被曝光，读者还不疯狂给你寄刀片。可恶的断章狗，你是真的该死啊。苏青哥此刻的内心活动就如林轩所料，被牢牢拿捏住，心痒难耐。他活了那么多年，还真是第一次体会到了被断章狗恶心到的痛苦。excellent， 可恶啊！有朝一日刀在手，杀尽天下断章狗。可无论苏青哥心中如何不满，林轩就是闭口不言，断章到底。旋即开启了近身贴模式，他脱鞋上床，将苏青哥香软的身子环抱在怀中。贴距离下，鼻尖全是女孩子自带的天然体香，刺激着林轩的男性本能，使他下意识猛嗅了几口。吸溜，听着耳边传来的大口吸气声，苏青哥原本还满是怨念的心情，立刻就被羞愤所替代。可恶的林轩，你这是在干嘛呀？有什么好吸的？难道你就是大变态？女孩子是可以随便吸的吗？林轩并不清楚少女的思绪，他调整好状态后就开始了推拿流程。这阵子由于苏青哥的康复速度肉眼可见，加上与林轩的婚期日益接近，原本一直守着床边的刘娟，在彻底认可了林轩后，也不再时刻守在病床前，给了林轩两人足够的私人相处空间。所以林轩越发自在，推拿按摩时不再那么一板一眼，时不时会有些比较亲密的贴行为。咚。就在林轩五指成爪，尽情蹂躏着怀中少女时，一阵敲门声响起，伴随着刘娟的声音：“林先生，陈小姐到访。”陈小姐。林轩一开始没反应过来，直到听见某道咋呼呼的声音，这才知道来访者是谁。陈可辛。大门打开，小萝莉的身影窜了进来。欧尼酱啊，你这打扮。林轩本想打个招呼，可见到陈可辛的打扮，差点没眼前一黑。一身大红色连体裙，长长的双马尾，如今盘成一双对称的圆形丸子头，左手拿着乾坤圈，右手持着火尖枪，身上还挂着红色的混天绫。你今天 cosplay 的是魔童哪吒？林轩无语了，对小萝莉真是大写的福气，每次见面都能来一次新造型。怎么样，是不是很帅气？摆弄着自己的武器3件套，陈可辛满脸得意，面颊上仿佛写着快夸我，快夸我。嗨，帅死了。耶，我就说了这套装扮很好看啊。可苏凡还敢说难看，果然是个不懂审美的家伙。Sigma A 谁？苏凡。听到这个名字，林轩陡然一惊，他咋把这茬给忘了？对方现在是陈可辛的贴身保镖，那肯定是小萝莉到哪他就跟到哪的，这也就代表着苏凡也来了。刺痛。突然间，林轩只觉得有道冰冷锐利的目光在上下扫视着他，令他一阵头皮发麻，缓慢且僵硬的扭过脑袋，就见到房门口站着个约莫27岁左右的青年，正用仿佛要喷火的目光盯着他。嗨，苏凡兄，嗨，好久不见啊，你也来了。即使你被挑选为苏家的冲洗赘婿，可大白天的对个不能动弹的病人如此轻薄，这怕是不合适吧？苏凡满脸寒意，语气冰冷，亲眼见到自己的宝贝妹妹就这样被另一个男人抱在怀里揉捏，要不是还残留着一丝理智，苏凡差点就直接动手了。原本他昨天对林轩升起的那点好感，此刻彻底转化为了怒气。我丢，忘了苏凡有点妹控属性，堪称护妹狂魔了。如今被他看到这幅割目前犯的画面，还不当场气炸。林轩嘴角一抽，连忙想出声解释，就被一旁的陈可辛抢先了。他手持火尖枪，指着苏凡的鼻子娇喝道：“苏凡，你这表情是怎么回事？你这个语气又是怎么回事？我都没有出声阻止，你极度个锤子哦！”林轩哥是在给亲哥姐姐治疗，懂不懂？要不是林轩哥的推拿术，亲哥姐姐怎么可能那么快恢复意识？陈可辛很生气，狠狠呵斥了苏凡一顿。今天他本来是不想带着这个跟屁虫的，可当苏凡知道自己这次探望的对象乃是亲哥姐姐后，立刻就死皮赖脸的跟了上来，神色也有了些许变化，不复他以往的淡然。那时陈可辛隐隐就有了猜测，如今结合对方刚看到林轩两人贴的画面，就瞬间面色大变，语带怒气的表现。陈可辛悟了，他有着99%的把握，这个苏凡肯定也和那些登徒子一样，就是缠亲哥姐姐的身子，对亲哥姐姐有着非分之想。念及此处，陈可辛勃然大怒，将苏凡推出了房门，命令他不许踏入房门半步，否则就用乾坤圈砸死他，用火尖枪戳爆他，用红色的混天绫勒死他。记住，不要越过这个门框，不然本哪吒一拳打死你。
苏家少女闺房门前，陈可辛凶巴巴地瞪着苏凡，示意她不许越界，然后才转身走回房间，留下一脸呆滞的苏凡。他刚说啥，小妹已经恢复意识了，而且她之所以能康复，靠的是林轩的推拿术。林轩难道就是自己猜测的那位高人？不确定，我再观察观察。这样想着，苏凡就如一尊门神，站在大门前，直勾勾盯着屋里林轩的一举一动，那赤裸裸的目光看得林轩一阵不自在。嗨，可惜你干嘛？怎么能把苏凡兄弟赶出门呢？林轩故作严肃地说了几句，见陈可辛不理会他，便对着门口的苏凡歉意一笑，接着继续推拿按摩起来。只是这一次，林轩彻底化为了正人君子，不必要的贴行为一概杜绝，而他这满脸认真、正襟危坐的模样，霎时令苏凡高看了几眼，观感立刻恢复不少。他的心里也对自己之前那不礼貌的态度感到莫名羞愧。以他的眼力，自然能看出林轩的按摩手法循规蹈矩，而且是真有玄妙之处的。他基本已经能确定，这就是自己昨晚所猜测的那位高人。那就说明是因为林轩的存在，小妹的身体状况才能维持得如此之好，并有了无任何后遗症、自然康复醒来的希望。可自己却不分青红皂白，只凭借主观意识，仅只是看见林轩抱着自家小妹，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自顾自给林轩判了死刑。可明明对方是在不辞辛苦为自家小妹治病啊！这一刻，苏凡面上一阵青一阵白的，人生第一次觉得有点羞愧难当。另一边，正人君子林轩本来正认真替苏青哥推拿按摩着，可忽然间脑海里响起了一阵系统提示音，叮，天命之子苏凡好感度有所提升，叮，贴磁场范围积分相应提升，奖励1积分1秒。林轩愣了一下，他有些茫然，怎么大舅哥这会突然就对他涨好感度了？而且还是从原来的1积分10秒暴涨到了1积分1秒。自己明明当着妹控哥哥的面做着割目前饭的事情，不降点好感度就很了不起了，这咋还不降反涨了？不理解，我真的不理解啊！不过说起郁闷，此时最郁闷的应该是病床上的苏青哥，怎么回事啊？是我的错觉吗？怎么感觉林轩今天的推拿行为变得好规矩啊？似乎还在特意与我保持距离。以前在按摩的时候，肉体上的贴似乎挺多的，可现在难道林轩他讨厌我了吗？所以才开始不愿意与我有肢体接触。黑暗的意识牢笼里，似乎是想起某种可能性，苏青哥情绪刹那低落下来。如果是两人刚认识那会的话，林轩触碰他的身体只会让他感到不舒服，感到不自在。但不知从何时开始，苏青哥变得不再排斥，并且渐渐习惯了林轩的触碰，甚至心中还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小期待。或许是我想多了，应该是因为今天房间里多了个外人的缘故。肯定是这样。所以林轩才会为了避嫌，尽量躲开与自己的身体接触。说起来，那个叫苏凡的，好像就是昨天林轩说过假装武道宗师将赵虎忽悠过去那个吧。原本我对他的胆色还是挺佩服的，本想着醒来后有机会的话就将对方招揽到自己手下做事，可没想到他如此不分青红皂白，一来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污蔑林轩轻薄我。我这个当事人都没反对，你个外人多管闲事，而且我与林轩婚期在即，他还是在为我治病，贴怎么了？我愿意。苏青哥心中吐槽个不停，为林轩打抱不平。本来苏凡与他同姓苏，再加上林轩似乎还挺尊重对方的，所以在得知苏凡是个无业游民后，苏青哥还想着以后要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在公司安排个保安队长的职位给苏凡混口饭吃。可没想到苏凡会这般无理取闹，顿时对其好感降至冰点，尤其是他还影响到了林轩的正常发挥，这使得苏青哥更是一阵无语，巴不得苏凡赶紧离开。就在众人心思各异时，林轩的第一次推拿流程结束，他没有丝毫留恋，起身下了床，坐回自己床边的位置，并重新为苏青哥将被子盖好。期间目光一直都没有离开过苏青哥，眼里充满深情，而这整个过程全部被有些愧疚的苏凡尽收眼底。难道林轩真的那么爱小妹吗？这就是魔都第一深情。之前我还以为是被人夸大其词，但今日一见，或许也不全是谣言。苏凡目光闪烁，稍微算是见识到了一点林轩的深情。一开始他在得知小妹成了植物人后，见惯了人情冷暖的他，即便听说了林轩的种种痴情付出，还是在第一时间想都不想的摇头质疑，不相信林轩对自己小妹是真爱，只怀疑对方是别有用心。但今天所见到的一切，苏凡不得不承认，他有些动摇了。望着正细心照顾自家小妹的林轩，苏凡不知怎么的，突然回想起了5年前那个将自己从大火里救出来的女人，那个在自己最绝望的时刻照顾自己、鼓励自己好一段时间的女人。可即便到了现在，苏凡依旧不知道那个陌生女人是谁，但对方却是苏凡的一生之愧疚。因为那时的他突遭重大变故之下，整颗心灵扭曲不已。为了发泄心中的痛苦与欲望，他对那个帮助自己的女人做了不可饶恕的事情，他侵犯了她。就在苏凡回忆起曾经那段不堪的过往时，林轩微笑回头对他招了招手，苏凡兄弟，别在门口站着了，进来坐会吧。这句话落入苏凡耳朵里，只觉得十分别扭，有种明明这是在自己家里，可却被个外人邀请进门的怪异感。可更让他无奈的是，自己才刚抬脚，连门槛都还没踏入，就被小萝莉用手中的火尖枪戳了出来。紧接着，陈可辛满脸严肃对着林轩言辞凿凿道：“不能让他进来。欧尼酱，我告诉你个秘密，我发现这家伙是个痴汉，对青哥姐姐有非分之想，我们必须对他保持100%的警惕才行。”闻言，林轩眼角一抽，差点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这小萝莉，她娘的，难道真是个天才？这剧情都能脑补出来。不过能不能别叫我欧尼酱？这原本明明是属于后期大舅哥的待遇，可现在落在我头上，算怎么回事？我只是个平平无奇的炮灰反派啊，怎么能抢走主角的专属称号？而比起暗乐的林轩，听到小萝莉猜测的苏凡，则更是郁闷的想吐血。躺在那的是我小妹好不？我对她有非分之想，我又不是喜好德国骨科的禽兽。不过想起自己之前的过激反应，在外人看来可能确实有点不对劲。苏凡一下子沉默了，不善言辞的他既不想暴露双方间的关系，又不知道如何解释，只能选择沉默不语。见状，陈可辛越发肯定了自己的推测，这个苏凡连植物人都敢起色心，简直就是个禽兽。啥都不用说了，1星期后这婚退定了。好啦，可惜你就别胡思乱想，冤枉他人了。苏凡兄弟长得仪表堂堂，满身正气，怎么可能是你口中那种禽兽不如之人呢？见场面有点尴尬，林轩这才微笑着出声打圆场。而他这般话，瞬间让苏凡心生些许感激，这人还怪有眼光的，看人真准，竟然能从我这身平平无奇的皮囊下看出我内心正气凛然的本质。苏凡沉默片刻，这才对林轩摇头示意，谢谢，不过我站在外面就行。还有之前我误会你了，抱歉。吸，林轩倒吸一口凉气，差点将房间里的氧气抽干。道歉了。主角苏凡居然主动向我道歉了，不可思议。林轩是真的震惊了。在原剧情里，苏凡一直都是保持着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高逼格行事准则，别说是让他道歉了，连让他态度平等一点都难上加难。除了面对自己亲人以及那对追妻火葬场的母女剧情外，苏凡就没对谁有过好脸色，更别说亲口道歉了。念及此处，林轩还有点小激动，某种仿佛通关大 boss 般的成就感油然而生。叔父，无妨，苏凡兄弟言重了，刚刚的事我并没有放在心上。林轩洒然一笑，对苏凡回应了句，同时也没有再劝说对方进门。对此，苏凡淡然点头，双手插兜，安静地站在了房门口，只剩下陈可辛嘟着小嘴，气鼓鼓地盯着苏凡。好了，可辛，别瞪着苏凡兄弟了，昨天我心有所感，又为亲哥写出了一首情歌，你替我录一下吧。林轩站起身，走到角落里，提起一把金色吉他。什么？欧尼酱，你今天要唱歌了？好耶！闻言，小萝莉满脸激动，她边开始准备录音设备，边说起了如今 L 在娱乐圈里神一般的地位。你是不知道，自从你宣布歌曲3天一更后，你的歌迷们那是天天在评论区催更，有的还骂你太短，苦了嫂子了。听着陈可辛述说歌迷们的诅咒，林轩很是无语。不过下一秒他又释然了，这届粉丝都是小黑子，催更方式异于常人是可以理解的。可小黑子们又怎么会知道，我的小钢炮长达48公分，都已经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呢？就在林轩两人做准备时，站在房门口的苏凡满脸诧异，他通过陈可辛的话语推断出林轩就是那个火爆网络的神秘歌手 L。 即便他从不关注娱乐圈，但这阵子大街小巷每天都在重复播放着好几首歌曲，首首都是旋律优美，歌词质朴且深刻。哪怕是苏凡也曾因那悦耳的歌声驻足倾听，甚至好奇下打听过，得知作者都是出自 L 之手。万万没想到，那个神秘的歌手竟然就是林轩。联想起昨天在天成娱乐 KTV 中林轩演唱的《稻香》，苏凡面露古怪，所以这个家伙是在扮猪吃老虎。同时他心中第一次升起好奇，很想知道林轩这种顶级歌手到底能创造出怎么样优美的歌曲，尤其是这首歌还是为自家小妹写的。不过他始终持着悲观的态度，不认为林轩演唱的歌曲能被自家小妹接受，毕竟他可是很清楚的，小妹从小就对情情爱爱的音乐不感兴趣，只觉得很假很庸俗。如今林轩却还要对他唱情歌，这不是自寻死路吗？不仅得不到小妹好感，大概率还会被其厌恶。唉，马屁拍在马腿上，自讨没趣。苏凡心中暗叹一口气，为林轩感到莫名惋惜。林轩终于要唱新歌了吗？不知道比起我最喜欢的《稻香》，这一次他又会创作出什么样的神作？好期待啊！而且林轩还说这是亲自为我写的情歌，为什么要写情歌唱给我听呢？难道他这是要借机表白求婚？不会吧，不会吧，这附近还有外人在呢，这是不是不太好啊？说起来可心也就算了，那个苏凡为什么不懂得回避一下？情商太低了吧？这种时候难道不应该识趣的找个借口主动悄咪咪离开吗？唉，烦死了。 W 有外人在，这说不定会影响林轩的发挥吧。念及此处，苏青哥对素未谋面的那个闺蜜保镖好感度再次直线下降。少女闺房中，众人目光注视下，林轩撩动琴弦，动情弹唱，悠扬而深情的吉他音配合那天籁般的歌声，简直犹如一首美妙的交响乐，让人陶醉其中。这有点东西啊！当听完前奏几句歌词，苏凡瞳孔微缩，着实是被吸引住了。歌曲的旋律如同流水般悠扬，歌词本身又如同诗篇般优美。哪怕是苏凡也不得不承认，原创音乐这一块，林轩是他生平所见之最强。看来他对小妹的感情似乎是认真的，毕竟如此深情的歌曲，要是没有投入真情实感，那是绝对无法创作出来的。此刻，苏凡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感受到了林轩的深情。林轩舞动着手指，指尖在吉他弦上跳跃，奏出美妙的旋律，弹唱着动听的歌声。他的瞳孔是那么专注而深情，仿佛那繁星点缀的夜空。他口中唱着童话，每一个音符都仿佛是他的一份承诺，真挚而坚定。而听着林轩的弹唱，情绪波动最大的
实属病床上的苏青歌。假如他现在能够彻底恢复知觉，肯定会被歌词里蕴含的深情所打动，泪花闪烁。这首歌太浪漫，太好听了吧！听完整个人都仿佛置身在童话之中，感受着那份男生真挚的爱。林轩他这些歌词难道都是平时想对我说的情话？因为脸皮太薄害羞了，所以才写成歌曲唱给我听，这可如何是好？我也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我该如何回应他呢？歌声在空气中飘荡，如同羽毛般轻柔撩拨着苏青歌的心弦，令少女有些许的迷茫。假如你现在问她爱不爱林轩，苏青歌会摇头，但并非因为答案是不爱，主要是连她自己都给不出答案。毕竟身患厌男症的她，从未想过自己会爱上一个男人，尤其是一个她之前几乎没有过交集，甚至都不知道长相，认识只有短短不到1个月的男人。对于林轩，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爱，还是因为感激、感动，所以导致产生了某种看似为爱的错觉。此刻，各种复杂情感交织在一起，令得少女越发茫然。到底什么是爱？爱是什么？好复杂呀！她分不清，她真的分不清啊！但听着林轩浑厚的嗓音，苏青歌又逐渐冷静下来。即便她现在还不敢肯定自己的感情，但通过歌曲，少女能感受到男生在试图用心灵和她沟通，再用音乐来传递情感。她想到两人的相识相遇，狂躁症 vs 植物人，两种本不可能有交集的存在，如今硬生生因为冲洗这种荒唐的理由，走到了即将结婚的地步。从某方面来说，她与林轩之间的经历，不就正像一个真实发生的童话故事吗？充满了浪漫与温馨，一曲终了，余音缭绕。林轩可能自己都没意识到，他在不知不觉间完全带入进了歌曲之中。等到他弹唱结束，缓缓回过神来时，这才发现自己因为太过带入，导致动情，早已嗓音哽咽，瞳孔中蕴含着泪光。青歌，在歌曲情绪感染下，林轩放下手中吉他，轻轻握紧苏青歌的手，仿佛在告诉他，无论未来有多少困难，他都会像这首歌一样，始终守护在他身边，天塌地陷也有我在。好听吗？这首歌就叫《童话》，好听，非常好听。黑暗的意识空间中，苏青歌连声回应，他在歌声中感受到了创作者流淌的情感，这是他听过最动人的歌曲了。尤其是回想起他和林轩之间的种种经历，仿佛就像这首《童话》般美好真实。这时，林轩叹气的声音传来，没有回应。看来你不喜欢这首歌呀？这下苏青歌急了，他急了，不是，我喜欢啊，那么好听，怎么可能不喜欢？我又不会说话，你让我怎么回应啊？苏青歌在心中大喊着，无人回应。只是当感受到掌心间传来的温暖时，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稍微能和外界交流了，赶忙调动起手指的感官，在林轩掌心上磕磕碰碰写下了4个字：我很喜欢。知道了，我故意逗你的。你这个笨蛋，肯定是忘了自己已经能比划了吧？听着林轩那略显调侃的口吻，苏青歌面上依旧毫无反应的沉睡着，心里却早已恼羞成怒。W 我不笨，你才笨呢，你全家才都是笨蛋，胆敢调侃我，哼，要不是我不能动，信不信我一口盐汽水喷死你？等等，不对，我能动啊！外界，林轩牵着少女的小手，一脸惬意。这个时候，他猛地感觉掌心一刺痛，惊得他低头一看，只见少女那嫩白的五指，此刻不再无助地比划着文字，而是仿佛化身愤怒的小鸟，一口咬掐在了他的掌肉上。我擦，青哥，你这是开启了暴力新玩法，凉了！这玩法咱可不新开啊！以后没法子轻易拿捏你不说，还有可能分分钟被你家暴啊！可怕！苏家庄园，一个身材婀娜多姿、戴着大耳环的美妇人，正满脸怒气出现庄园门口。他无视了周围保安、女仆们的毕恭毕敬，一个劲地往别墅里冲。可恶，肯定都是那个赘婿的错，老爸才会封了我全部的银行卡。我上次都警告他了，他居然还敢在我爸面前煽风点火。说到底，不就是贪图我苏家的家产吗？我这次一定要给他个教训，让他知道苏氏集团是属于苏家人的，怎么可能交给外人？苏嫣面带煞气，眼中充满了恨意。他本以为苏胜天所谓的断绝父女关系，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说而已。只要自己坚定不移站在爱情这一边，那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总有一天苏胜天一定会被他追求真爱的决心所感动，重新接纳他，并将苏氏集团全部交给他继承。至于之前那些收回股份，要让那个冲洗赘婿继承公司等屁话，不过就是在考验自己对真爱的决心罢了。苏嫣对此坚信不疑，可她万万没想到，今天本来打算买几款价值100万的劳力士手表送给自己的爱人，刷卡的时候，对不起，苏小姐，您这些银行卡已经全部被冻结了。直到这个时候，苏嫣才意识到了不对劲，她想去公司找苏胜天，质问他到底想干嘛，可直接被门口的保安拦了下来。不可能，老爸不可能这样对我的。对了，肯定是那个冲洗赘婿。自从他住进苏家，老爸就变得神经不正常，肯定是那个赘婿在煽风点火，意图破坏我们父女间的感情，企图彻底霸占我苏家的产业。只要把他从苏家赶出去，那一切都会回到正轨。这样的话，老爸就不得不将家产交给我继承了。没错，我得把那个混蛋赶出苏家。这样想着，苏嫣压抑着心中怒火，推开了别墅大门。